梁国甘州。年节刚过，甘州江湖上发生了一件大事。甘州南阳城内，赵家老太爷突然宣布金盆洗手，将整个家族交到长孙赵明诚手上。随着这件事轰然传开，一则流言也在暗地里扩散开来。赵老爷子虽说已是先天宗师，可他乃是佃户出身，年轻时为求精进，过于急功近利，以至于伤了根基，寿数不过80，眼下已到了大限之日。所以赵老爷子这次名为金盆洗手，实则已经死了。赵家对此自然极力否认辟谣，只是无论外人如何议论，赵老太爷却始终没有露面。由此可见，这则流言未必是假，而赵家的一再否认显然非常可笑。姓名赵生，寿元7979，体质筋骨强健，不入流，天赋动态视觉凡级，技能浮光剑法、炉火纯青、追风剑法、出神入化、碧海潮生功、大成、云龙三变、炉火纯青。第二式结束，结算中。结算完成，最终评价为丙上。评价奖励可从体质、技能、天赋中选择一项继承，请选择。选择继承天赋动态视觉。天赋已继承。恭喜达成2项人生成就：1. 先天宗师；2. 多子多福10%。成就奖励获得2次随机奖励，可从体质、技能、天赋中抽取，也可替换为提升天赋等级，请选择。选择体质，连续抽取2次。抽取中，恭喜抽中凡级体质百兽体，恭喜抽中凡级体质身轻如燕。赵府内宅，一间卧室里，赵生骤然从床榻坐起，意识中闪过一道信息，让他表情失落，缓缓吐出一口气。相比第一式，第二式的最终评价有所提高，不仅比第一式的丙下高2个层次，而且达成了2项人生成就。可惜还是没抽出灵根体质来。算起来，这已经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3世了。赵生感慨着，打量了周遭的环境，发现房间内装饰雅致，家具精美，看来家境还不错，总算没有像第二世那样家道中落。200年多前，赵生初次来到这个世界，转生到一户普通人家里。成年后，他已利用前世的见闻和知识，迅速发家致富，仅用10几年时间就成了一城首富。后半生，他享尽人间富贵，不仅妻妾成群，更是儿孙满堂。80岁时患上绝症，临死前，他才从一位神医口中得知有修仙者存在，心里万分懊悔。可惜那时已经为时已晚，勉强坚持了1天时间后，赵生溘然尝试。谁知死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身怀至宝百世书，能在自己血脉后代身上不断重生，血脉不绝，灵魂不灭。赵生欣喜若狂，抽中动态视觉天赋后，就匆忙开始了第二式。第二式醒来，他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佃户之子。仔细打听后，才得知从第一世死后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00年，而赵家也在他死后5年，突然被一伙江洋大盗灭了门。幸好当时有义子正在外地游学，这才幸免遇难。自从家道落败，赵家是一代不如一代，传到他父辈时已然沦落为佃户。不过赵生一点不担心，这一世他不仅会重振家业，更要练武修仙求长生。10年后，他再次治下偌大家业，武功也在天赋动态视觉加持下日益精进，顺利的成长为2流高手。然而10年间，他始终没打听到任何修仙者的下落。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抛下妻儿和家业，开始浪迹江湖。这一浪便是20年。55岁时，赵生借助丹药外力，勉强晋升先天境界，成为甘州绝顶宗师。层次提高了，他也自然而然地与修仙者有了交集。半年后，赵生从一个修仙者口中得知，只有灵根之人才可修仙。可是赵生并没有灵根，更不幸的是世俗中拥有灵根的人不足万中之一。幸好他还得到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修仙者的后代中出现灵根的概率更高。半年后，赵生回到南阳城，开始给子孙物色联姻人选，目标自然是修仙家族的子女。只是这个目标实在太困难了。修仙界封闭保守，而且极度排外，为了提高灵根诞生几率，修仙者往往只会跟修仙者结合，修仙家族也只和修仙家族联姻。一个凡人家族想要娶到修仙家族的子女，简直是痴心妄想。赵生费尽心机，不但献上大半家产，还主动签下20年的卖身契约，这才让修仙家族陈家松口，答应送出一位旁支庶出女，下嫁给长孙赵明诚。修仙难于上青天，前世费尽周折，也只勉强看到了修仙的一丝曙光。这一世能否让我得偿所愿呢？想起前世的艰难，
赵生也不由轻叹一声，幸好他还有至宝百事书，一试不行就再来一试。一念及此，赵生意识沉入识海深处，里面正有一本玉色书册闪闪发光。书册封皮上写着百事2个字，书册缓缓翻开，剩下的97张书页仍是空白，只有最前面的3页有了文字。前2页的记载赵生已经无比熟悉，他的目光落在第3页上。姓名赵志勤，赵生，寿元15-120，体质百岁体，凡疾，身轻如燕，凡疾，天赋动态视觉，凡疾，技能浮光剑法，熟练，云龙3变，入门碧海潮生功，入门。是字辈，赵生喃喃自语，心思随之慢慢发散。上一世，他为赵家立下了字辈，奉贤明仁宗，全真笃太和，赤诚宣谕典，中正常经科，冲玄通汉韵，高红顶大罗，道德眼清华，修仙贵长生。至字辈已经是第11代了。翻阅此身记忆，赵生发现时间又过去了160多年。赵家这次不仅没有家道中落，还成长为一个人口过千的大家族，家族产业遍布甘州，更是甘州赫赫有名的武学世家，堪称黑白2道通吃。赵生此时的身份不低，虽然父母双亡，但也算赵家3房的嫡系子弟。咚咚咚，房间大门突然被敲响，紧接着一道稚嫩尖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少爷，补气养元汤熬好了，我给您送进去。”这道声音极其熟悉，而且有辨识度。赵生脑海里迅速浮现一道瘦弱的身影，赵小宝，他的贴身伴童，从8岁便跟在他身边，服侍他的起居。进来吧。按照记忆，赵生平稳地应了一句。随后他翻身从床上跳下，双脚落地无声，点尘不起，身体仿佛无比轻盈。赵生很意外，他没想到身轻如燕的效果竟然如此显著。房门被人推开，赵小宝2手捧着一个青瓷碗走进来，小心地将瓷碗放到房间的桌子上后，赵小宝迅速走到赵生眼前，恭顺地问道：“少爷，药好了，您还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事了，你先出去吧。”赵生说完，并没去喝药，而是走到梳洗镜前，镜面里映出一个身高6尺、唇红齿白、龙鼻凤眼、气质英武的少年，相貌非常英俊，这很好，应该足够勾搭一个修仙家族的小姐了。没错，赵生这一世的目标是娶到一位甚至多位修仙家族的女子，他发誓要尽可能多生孩子，不幸最后生不出有灵根的子孙。此时他已经完全消化了赵志勤的记忆，记忆里赵家直到今天也没诞生出一个有灵根的子孙，后代不争气，如今只有老祖宗亲自出马了。赵小宝没有离开，他犹豫了一下，突然咬牙切齿道：“少爷，我刚才听到一个坏消息，听说夫人要削减您的吃穿和练武用度，原本3天1份的补气养元汤改成7天1份。”赵生闻言扬了扬眉。小宝口中的夫人指的是赵家家主的正房大夫人，她不仅掌控着赵家宝的日常销，还参与家族产业经营，监管账房。赵生转身走到桌前坐下，同时问道：“夫人有什么理由吗？”赵小宝低声道：“听说最近家族生意上亏了一大笔银子，夫人借口银子周转紧张，主动削减了的房用度，咱们3房更被减了2成。既然家里银子紧缺，暂时削减一下用度也没什么。”说完，赵生端起瓷碗，仰头将药汤一饮而尽，苦涩而心甜的熟悉味道再次在口腔里弥散开来，一如100年多前。少爷，您不知道，大房和2房的少爷小姐们还是3天1份补气养元汤，并没改成7天呀。赵小宝忍不住嘟囔道。听到这里，赵生顿时眉头一皱。自古穷文富武，练武消耗巨大，不但需要大量肉食，更少不了汤药滋补身体。一份补气养元汤仅成本就要5两银子，而赵家本代习武的嫡系子弟已超过20位，仅此一项，赵家1年下来最少耗费3万两银子。即使赵家家大业大，在这样的巨大销下，也只是勉力维持。因此削减用度他能忍，但处事不公却不能忍。赵生心念百转，很快有了主意。小宝，你出去打听打听其他2房的少爷小姐们最近的情况，打听完回来告诉我。赵小宝点头称是，然后迅速退出房间。等到房间里剩下自己，赵生起身走到床榻前，伸手取下挂在床头上的百炼剑。蹭，长剑出鞘，一种熟悉的手感油然而生，如同他100年前的佩剑浮光。事实上，这柄百炼剑完全按照浮光的形制打造而成，无论重量和长度都一模一样。真正的名剑浮光则作为家族信物，佩戴在家主罩和星腰间。
唰！赵生手腕一抖，就见一朵六瓣剑骤然闪现。当浮光剑法第一式没开六瓣被他使出，房间里瞬间多了一道不断闪转腾挪的身影，一道道剑光也随他剑招演化而生灭变换。渐渐的，房间内的剑光变得越发密集，最后竟然聚拢成一团游走不定的光团，竟然将他整个人完全笼罩起来。半个时辰后，赵生汗透衣背，止住身形。他随手扔出手中长剑，下一秒，百炼剑竟然神乎其神地插回剑鞘里。姓名：赵志勤，赵生。寿元15120。体质：百岁体，凡级，身轻如燕，凡级。天赋：动态视觉，凡级。技能：浮光剑法，大成，云龙三变，大成，碧海潮生功，入门。不错，手感还在。看着书页上的数据，赵生满意的点点头。虽然转世重生了，但他习武一生的经验却没遗忘。仅仅演练了几10遍，便将浮光剑法和云龙三变2门武功修炼到大成境界。等到过几年身体发育成熟，内家真气小成后，他可以轻松地将几门武功重练到前世巅峰境界。南阳赵氏有2处重要的地方，一处是南阳城祖宅，另一处则是150年前兴建的赵府。赵府位于南阳城30里外，背山靠水，府前有大片平坦可以耕种的田地。仅仅是宅地便占地近50亩，加上4围厚重坚实的石墙以及4角上突出的8座5丈箭塔，外观宛若一座防御严密的堡垒。因此这里又名赵家堡。赵家堡里厅堂阁楼林立，内部人口稠密，但在东南角却空出了近5亩地。这里地面上铺有厚厚的黄土，墙边摆满刀枪剑斧和木桩剑拔等各种练武器具，这片地方便是赵氏的练武场。转过天来，一身白衣劲装的赵生单手提着百炼剑，神态悠闲地走进了这片练武场。此时练武场内呼喝声此起彼伏，几个赵氏的嫡系少爷小姐们面色潮红，正在勤奋地练着剑法。赵生一看，微微一笑，来的正是时候。他走到一位20岁左右、面容俊俏的青年面前，笑呵呵地开口道：“三哥，咱们2个过过招。”三哥名叫赵志敬，今年21，是家主赵和新的嫡子，赵氏字辈排行第3。他是练武场几人里武功最高的一个，自然成了赵生立威的目标。赵志敬收起剑招，回头一看来人，顿时乐了，吊笑道：“原来是小九，怎么皮子痒了？想找你三哥松快松快。”赵志敬丝毫没将赵生放在眼里。先不说2人有6岁的差距，即使单论修为，他也是赵氏本代中最先迈入3流境界的2人之一。老九赵志勤平时连浮光剑法都没练熟，哪里是他的对手？赵生还是笑呵呵道：“三哥不要笑，我最近武功大进，待会儿小心输给我。”说罢，赵生抽出长剑，抛下剑鞘，剑尖对准了赵志敬。来吧！看见老九说的认真，赵志敬无奈的摇摇头，提剑摆出有缝来意后，毫不在意道：“来吧，你尽管放手施展。”赵生见对方这副轻率大意模样，有心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脚步一错，赵生身影突然从原地消失，下一瞬陡然出现在赵志敬身侧，右手一剑封喉，快如闪电。赵志敬只觉眼前一，心里顿时大叫不好。然而没等他举剑变招，一把寒气逼人的雪亮长剑已然搁在了他脖子上。你输了！赵生笑眯眯地看着赵志敬，随手将百炼剑收了回去。快，实在太快了，快得让人目瞪口呆。三哥竟然一招没出就输了，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赵志敬异常惊疑，不禁问道：“姨，你怎么可能这么快？我刚刚说过了，最近我武功大进。”赵生语气淡然地回道：“莫非你顿悟了？”旁边有人突然高喊道：“赵生点点头，算是默认了。”此话一出，所有人包括赵志敬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羡慕与嫉妒。江湖传言，顿悟可遇而不可求，一旦有人顿悟，事后便会武功大进，从此功力精进1日千里。这样的大好事怎么会落到被懒的小九头上呢？老天爷真不公平！我不信！小九，来和我过过招！老六赵志平这时跳了出来，他长得人高马大，在同辈里是除2人之外武功最高的人之一。赵志敬见状，默默地让开地方，这一行为的意思不言而喻。六哥，你尽管来攻！赵生今天是为立威而来，丝毫不惧任何挑战。再说，今天这帮赵家人里没一个能让他瞧得上的，都是一些不成器的家伙。好！赵志平暴喝一声后，举剑便刺，一招白虹贯日，剑尖直奔赵生胸口而来。蠢材！对方剑招一出，赵生就忍不住暗骂。
白虹观日本以清零快捷为家，可在赵志平手里却被使得凶狠霸道，虎虎生风，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赵家这些年过得太顺，对后辈的教育上真是懈怠了。哎，得改啊！赵生心里暗叹着，一剑挥出，剑被搭在对方剑身之上，接着剑身微震，一震一泻之下，轻松化去赵志平的力量。然后，突然一抹剑影如轻烟薄雾，似缓时快，轻易破开赵志平的防御，剑尖稳稳抵在对方胸口上。六哥，白虹贯日是这样使的。赵生淡然自若地开口道。此话一出，赵志平当场闹了一个大红脸，满脸羞愤地退下去。谁还想上来试一试？赵生环顾左右，表情平静，手中百炼剑微微上扬。不可能！区区2天不见，小九的身手竟然变得如此高明。顿悟难道真得这么厉害？竟让一个人几天里脱胎换骨？可事实摆在这里，其他人也试着上场，无一不败下阵来。其实赵家几个子弟败得一点不冤。别说是他们，若是除去那家真气的加持，单论武功招式，能在赵生手上走过100招的总共不超过3人。此事过后，赵生武功大进的消息顿时传遍赵家堡，一些不信邪的少爷小姐主动找上门来，最后却纷纷掩面而去。3天后，赵生的待遇悄无声息地恢复到了从前，每个月用度更是提高到200两。对此他十分满意，大夫人不愧是当家女主人，聪明又识时务，分寸拿捏得十分精准。2天之后，赵生提着剑主动找上3房主事人赵和泰，两人在暗地里商量了什么，除了当事人外没有人知道。只不过当天晚上，赵和泰忽然寻到家主赵和兴，两人短暂交谈一番后，赵和兴主动召集各房主事和长辈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几天后，一切关于九少爷的议论戛然而止，从此再也没人谈起过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门里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可能就是毁家灭门的大事。赵生选择暗中成为南阳赵氏的里子。30为人，他早过了求名逐利的阶段，一世风光又如何？能得长生否？今生他只有一个目标，生出一个修仙者。春去秋来，时光飞逝，转眼又过了3年。当赵家遇见公子赵志敬的名声传遍甘州江湖时，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缓缓从秣陵城门口驶入，最后在一座3层楼高的客栈前停了下来。少爷，咱们到地方了。赵小宝跳下马车，神情恭敬地向车厢里说道。3年不见，赵小宝变化很大，已经成长为一个相貌堂堂的青年。而他的主人赵生，随着车帘被卷起，一位面如冠玉、身材颀长、气度翩翩的俊美公子从马车上走下来。进去吧。说完，赵生迈开脚步进了这家客栈。这家客栈名为悦来客栈，是赵家在秣陵城布下的暗桩。主仆两人一露面，很快便被客栈掌柜迎进了密室。密室里，赵生刚落座，掌柜赵三冲马上就要下跪行礼。赵生伸手一托，一道碧蓝真气应手而出，架住了对方，道：“免了，先说正事。”真气外放。赵三冲心头巨震，没想到九公子不到弱冠，功力便精进如斯。要知道江湖上真气外放至少也要一流高手才能做到。更可怕的是，九公子今年才18岁。赵家中兴有望啊！赵三冲心头澎湃不止。200年间，赵家习武之人无数，高手层出不穷。然而真正的先天宗师却只有高祖和第5代家主2位，晋升先天之难可想而知。想到这里，赵三冲对九公子更加的小心和恭敬。公子，属下已经查到一处极可疑的地方，在秣陵城南方50里之外，有一处名叫方燕谷的神秘峡谷。此地常年被浓雾笼罩，但常常有樵夫看见谷里有人出没，偶尔还能看到有仙人从天上飞进谷里。因此，属下认为方燕谷有8成可能是王家的驻地。赵生满意的点点头，说道：“你做得很好。等事情确认无误后，你可返回赵家堡述职，到时赏你30亩上田，月俸增加20两。另外，允你一子列入家谱。多谢公子厚赏。”赵三冲闻言激动的2眼含泪。别的不说，允许一子列入家谱就足以让他肝脑涂地。等到赵三冲千恩万谢的离开，赵小宝面露忧色道：“少爷，您要不再考虑考虑？王家虽说是甘州本地修仙家族，但是他非常心狠手辣。50年前，修仙陈家就是被王家出手灭了门，不仅全家老小一个都没逃过，还差点连累咱们赵家。”赵生摆摆手，冷静道：“不用考虑了，甘州是灵气稀薄之地，修仙者稀少得很，
王家更是甘州唯一的修仙家族，我不找上他家还能找谁？赵小宝听了欲言又止，最终没有再劝下去。他知道少爷只要心意一定，谁来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少爷真能娶到王家的女子吗？到时候可千万不能强来啊！想到自家少爷的行事风格，赵小宝更是忧心忡忡。赵生并不知道自家中仆对自己毫无信念，他自有打算。3年的闭关苦练，他已经将碧海潮升功提升到大成境界。那家真气族有30年火候，修为不低于江湖上任何一位一流高手。若是再加上恢复巅峰境界的几门武功，他自负除了先天宗师之外，足以应对任何先天之下的武者。这一点在赵家镇族长老半步仙天境的赵太真身上得到了验证。赵生一向谋定而后动，这次到秣陵城自然是有备而来。计划的第一步，先从一家香粉店开始。3天后，秣陵城一家老字号香粉店真香馆悄无声息地换了东家。10天后，真香馆推出一种名叫香水的新型产品。与传统的香粉不同，香水不用一点点铺粉，只要随意喷在身上就行。而且它不但香气持久，还带有各种天然的香。香水的出世很快引发轰动效应，所有试用过它的女客人无不为之陶醉，纷纷成为香水的死忠粉。不过能买得起香水的女顾客少之又少，因为它实在太贵，一小瓶就要20两银子。香水的发明人自然是赵生，这是他特意准备的大杀器。没有女人不爱美，同样也很少有女人能抵挡香水的魅力。如果说修仙家族的女人与凡间女子有什么不同，用3个字足以形容，那就是不差钱。因此赵生故意将香水价格定得极贵，其用意自然是为了筛选出目标人物。王家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他们家族的女性偶尔也会外出购物，而距离方彦谷最近的秣陵城无疑是最好的地方。时间过得很快，1个月后，在一处风景雅致的小院里，真香馆新掌柜赵三冲正在向赵生汇报最近几天的情况。公子，1号和2号目标最近已经是第3次来买香水了，他们2人又自称姓王，所以属下认为此2人有极大可能是王家的人。哦，他们这次来又将香水都买光了？赵生饶有兴趣地问道。是的，这2个女子简直拿银子不当钱，出手阔绰的吓人，每次上门来不把香水扫光不罢休。赵三冲兴奋地答道。他觉得自家公子实在太厉害了，简简单单一招就将王家的女人勾引出来。赵生听完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决定开始第2步计划。于是吩咐道，等他们下次来，你就把新品种香水的消息放出去，然后这般。赵三冲听得连连点头，接着兴冲冲地领命而去。3天后，一辆由4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豪华马车缓缓停在真香馆门口。等到面容冷峻、身材高大的中年车夫伸手掀开车帘，2位豆蔻年华的少女从车厢里走下来，一个身穿红衣，鹅蛋脸，五官精致，另一个则穿着天蓝色襦裙，身材火爆，面容冷艳。一见2人到来，真香馆的女士顿时精神大振，因为豪客登门了，有灵醒的立即跑到后面向掌柜禀报消息去了。赵三冲猜的没错，这2个女子都是方彦谷王家的人，穿红衣的名叫王玉嫣，蓝色襦裙的叫王玉琪，2人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2人中由王玉嫣做主，一进门来，王玉嫣便指明了要买香水。女士们早已得了吩咐，所以有意拖延了2句。趁着这一会儿功夫，赵三冲已经赶来大堂。一见2人，他当即抱拳行礼，道：“2位贵客，我是真香馆的掌柜，实在很抱歉，小店的香水刚刚卖光，暂时缺货。”王玉琪脾气急，一听这话，顿时柳眉倒竖，娇喝道：“掌柜的，我们不差银子，你可别糊弄我，香水当真卖光了？”赵三冲发誓道：“千真万确，赵某敢对天发誓，香水是真的没有了。不过什么？”王玉琪立刻接话道。赵三冲故意犹豫了一会儿，直到2人快忍不住催促了，才迟疑地说道：“小店其实还有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香水，只不过它是非卖品。”非卖品？王玉嫣冷冷一笑道：“世上根本没有非卖品，只有银子够不够的问题。不巧得很，我2人手里最不缺的就是银子。掌柜的，你开个价吧。”赵三冲听完，整张脸瞬间成了苦瓜脸，连连弯腰抱拳讨饶道：“这位小姐，您可冤枉小老儿我了。我家公子一再郑重提醒我，那种香水只赠有缘人，不能拿出来发卖。女人的好奇心有时比猫大。”赵三冲这么一说，王玉琪好奇心上来了，马上问道：“你家公子是何人？为何他会这么说？”赵三冲满脸自豪地说道：“我家公子出身南阳赵家，不仅聪慧绝顶，而且文武双全，堪称天纵奇才。”对赵三冲的话，王玉嫣并不在意，
他口中的公子，即便是天纵奇才又如何？不过是区区一个凡人罢了，又怎能比得上修仙者？王玉嫣询问道：“以家公子说香水只赠有缘人，那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有缘人？”赵三冲闻言心里大喜，又急忙压下兴奋之情，故作为难的说道：“贵客难为小老儿了，我哪里知道公子口中的有缘人是谁？哼，故弄玄虚。你家公子在哪里？马上带我们去见他。”王玉琪涉世未深，心急之下主动钻入套里。这赵三冲犹豫了一下，才满脸歉意道：“我家公子一向不喜见外人。”王玉琪见状，立即向殿外喊道：“王四！”话音未落，那位刚刚守在殿外的中年车夫忽然一步横空，瞬息越过3丈距离，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躬身上前，神情恭敬道：“小姐，有何吩咐？”赵三冲心里大骇，中年车夫身手极高，分明是江湖绝顶高手，现在居然成了王家的车夫。王玉琪吩咐道：“王四，你让他带我们去见他家公子。”且慢！赵三冲看见戏快眼杂了，连忙大喊道：“不要动手，我带你们去就是。”带路！王四语气森然道。一刻钟后，在赵三冲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一处精致典雅的院子。还没走进院门，王家姐妹就听见后院里传出阵阵琴音。琴音时而微微扬扬，气韵自然，抑扬顿挫如高山；时而潺潺婉转，柔和似流水，意味无穷。听得如此曼妙的琴曲，王家姐妹不由自主地沉浸入音乐里。赵三冲见状，不由感叹九公子手腕高明，深谙人心。过了好一会儿，等到琴音慢慢减弱消散下去，王家姐妹两个这才恍然若失地清醒过来。不要疑惑王家姐妹为何如此失态，真正的原因要归于王家始祖是散修出身。由于感慨修仙艰难，因此王家一向以修仙为中心，其他如琴棋书画等技艺都被认为是玩物丧志。所以方彦谷总是十分清冷，氛围异常沉闷。王家姐妹长这么大竟然从未听过如此曼妙的琴曲。快带我们去见你们公子！王玉琪清醒后迫不及待地催促道。他一旁的王玉嫣虽没开口，但从其期盼的表情中也可看出一点心思。二位姑娘，请跟我来！赵三冲说完，马上引领着3人走进院子，穿过前堂，又走过一段廊道后，一行人转进了一座有假山流水的园里。在园中央的八角亭下，一位面如冠玉、目若朗星、气质飘逸出众的白衣公子端坐在琴桌之后，正俯手慢慢调试着一张古琴。有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赵生苦心积虑为王家姐妹布下的大局，一开始便收到了奇效。食色性也，这世上不仅是男人爱美色，女人也是如此。赵三冲领着3人来到八角亭近前，高声道：“公子，有客来访。”赵生仿佛像被惊醒一样，恍然抬起头看向王家姐妹。距离这么近，赵生那张英俊之极的脸庞一点没遮掩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芳龄豆蔻，试问哪个女儿不怀春？即便明知眼前之人是一个凡人，王家两姐妹也不禁生出几分心动。赵生微微一滞后，沉声问道：“赵掌柜，他们是什么人？为何带来见我？”按照剧本，赵三冲向公子介绍了王家几人的来意，并顺势道出香水和有缘人的话题。听完赵三冲的话，赵生这才露出笑容，态度变得温和。他伸手一引，指着琴桌旁的几个仆团道：“两位贵客，请坐。”王家姐妹相互对视了一眼后，走到八角亭中，坐到蒲团上，坐姿十分端庄。在下赵志勤，不知二位姑娘高姓大名？我叫王玉嫣。我叫王玉琪。赵生刚说完，王家姐妹便齐声回应道：“哦，原来是王家二位姊妹，失敬失敬。”赵生温文尔雅的微微颔首。王玉嫣很直接的说道：“我们今天是为那种独一无二的香水而来。赵公子说过这种香水只赠有缘人，不知你说的有缘人指的是什么人？”赵生听完这话，沉默了片刻，然后语气低沉的向两人讲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由前世如鹊桥会、梁山坡与祝英台等著名爱情故事改编而成。他讲的是一个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相爱，最后却被千金的父亲活活拆散。穷小子受辱后发奋习武，终成一代先天宗师，而那位富家千金却被迫加入高门，从此郁郁寡欢，很早就离世而去。临死前，那位可怜人为纪念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调制出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香水，取名金风玉露，有诗为证。说到这里，赵生不禁吟道：“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文字的魅力无疑能跨越时间与空间，即使换了一个世界，鹊桥仙词剧中蕴含的柔情诗意，瞬间打动了某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听到这首词，王玉琪泪眼朦胧，感动得快哭了。
而王玉嫣却神色平静，只有目光变柔，糊了很多。赵生见此情形，心里暗暗点头，最后故意感叹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金风玉露只赠送给真正懂得情为何物的有缘人。两位姑娘，你们觉得自己是有缘人吗？”王玉嫣和王玉琪相互看了一眼，俱都摇了摇头。两人生于修仙家族，从未体验过什么是爱情，家族内的族人们也都是被长辈指婚联姻，什么情爱根本无从谈起。赵生轻叹一声，露出遗憾的神情后，可惜道：“很抱歉，看来金凤雨露与二位无缘了。”王玉琪张口欲言，却被一旁王玉嫣拉扯了一下，只得重新闭上嘴。公子，我二人听得如此动人的故事，也算大有收获。既然我等与他无缘，也不会在此强求。王玉嫣很快恢复冷静，突然道：“只是我有一个冒昧的请求，不知公子愿不愿意听我说？”但说无妨。赵生点头示意道：“我想问公子是否有出让香水配方的意思？”好家伙，我承认馋你们的身子，但你们也不善，居然盯上了我的鸡。莫非香水的价值远不止如此？赵生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接着果断地摇摇头，道：“香水方子是我家先辈所留，不便传给外人。”王玉嫣听完这话，满脸遗憾。小姐，庭外忽然传来一道肃杀声音，中年车夫猛地抬头，走上前一步，看着自家小姐，眼角余光扫过赵生时，目光里充满杀意。不得无礼，退下。是。车夫王四躬身称是，马上退回原地，低头不再言语。王玉嫣一言喝退车夫后，满含歉意道：“下人无礼，让公子受惊了。”赵生微微一笑，道：“无妨，区区一个半步先天，还拿不住我。只是商议不成，便想强取豪夺，这种处事方式，在我看来非常不好，很容易给家族惹来祸患。哼，就凭你！”这时王玉琪愤愤地插话道：“他感觉被冒犯到了。”赵生神情坦然地摇头道：“我吗？自然不行。但天下这么大，有太多你们惹不起的存在，即便你们王家是修仙家族也不行。”王玉嫣闻言脸色一变，质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来历？”赵生手扶琴弦弹出一道悠长琴音后，语气平淡地说道：“这难道很难猜吗？”不等两人再问，他解释道：“能让一个半步先天的绝顶高手心甘情愿地做车夫，同时两位姑娘姓王，又长得如此仙姿绝色，我想不到整个甘州除了修仙王家之外，还有哪个家族能符合这些条件。”原来如此。听到赵生的解释，王玉嫣神情缓和下来。一旁的王玉琪却听得心生欢喜，脸上露出傲娇之色，因为从未有人用仙姿绝色来形容她们姐妹。关键是说这话的人长得又那么好看。想不到公子眼力如此惊人，我想你的出身也应该非同一般。不瞒王姑娘，在下出身甘州赵家。赵生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根本没有隐瞒出身的意思。事实上，除了香水之外，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着。以他前世经验来看，想娶到一位修仙家族的女子，不能用太多的阴谋诡计，顺势而为最佳。更不要想强行掳人，因为血脉追踪法是修仙界普及最广的基本法术，没有之一。甘州赵家，王玉嫣神色茫然，他真没听过甘州有一个赵家。赵生知道修仙家族的人一向眼高于顶，但没想到会这么目中无人。在下祖籍南阳，家族算是一个武道世家，王姑娘没听过也算正常。虽然赵生强行挽尊，但王玉琪直接扭头看向车夫，问道：“王四，你出身江湖，应该很了解赵家吧？你礼貌吗？”此时赵生心里很想问候对方一句。王四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回答道：“禀小姐，南阳赵家在甘州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曾经出过2位先天宗师。”王玉琪心直口快，恍然大悟道：“先天宗师我知道，我家三伯和六叔都是先天宗师，实力和炼气前期的修仙者差不多呢。”玉琪，别说了。王玉嫣推了推妹妹，接着略带歉意道：“舍妹一向有口无心，公子你别在意。”哈哈，王姑娘天真烂漫，在下喜欢还来不及呢，又怎会生气呢？赵生这句话说得十分大胆露骨，王家姐妹听得表情羞涩，王玉琪的小脸更是红得像个西红柿。从小到大，从未有人当着他们的面说话这么放肆，也就是赵生一开始刷足了印象分，若是换个凡人敢这样说话，他坟头现在已经长草了。赵生利用略微出格的话，成功化解了刚才尴尬的氛围，挽回了局面。王玉嫣不再关注赵生的家事，反而回到最初话题：“赵公子，对于香水配方，我志在必得，请你出个价钱吧。”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赵生闻言眉头皱起，心里迅速权衡起来。现在看来，香水真正的价值恐怕大大超出他的预想。不过，这样的意外对他明显更有利。他思索再三，果断道：“我不想违背先辈意愿，配方不能卖，但我们可以合作。”“怎么合作？”王玉嫣眼前一亮，马上追问。
他之所以对香水配方如此执着，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赚灵石。在凡人看来，王家高高在上，但在修仙界里，王家始终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也就比散修强一些。整个王家只有9名修仙者，2位炼器后期，3位炼器中期，以及4名炼器1、2层的菜鸟。值得一提的是，王玉嫣是王家修仙者里最菜的一个，她是武灵根，修炼了5、6年才勉强晋升炼器1层。王家每年仅靠20亩灵田，通过炼制1阶法符和精炼灵才赚点灵石，每年加起来才赚千把块灵石，刚刚够家族修仙者修炼，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于是，当王玉嫣试用过香水后，她敏锐地发现了商机。经过这些天的试验后，她更确认了这一点：香水很有前景。在修仙界，女修有很多种方法让自己整天香喷喷的，比如1阶灵丹百香丹，只要服下1颗，能保证女修身体一整年都散发出浓郁的体香。然而，购买1颗百香丹需要10颗灵石，可能在某些女修眼中看来这算不了什么。但不要忘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永远是最底层，炼器女修中舍不得买百香丹的大有人在，而这就是香水的价值所在。百香丹太贵，香粉太低端，没问题，可以1块灵石买上1大瓶香水，足够你用上1年。王玉嫣盘算过，1年赚个180块灵石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样一算，香水买卖相当于全族1/10的年产出，简直是暴利。王玉嫣十分清楚，只要家族注意到了香水，不管赵公子和他们姐妹都保不住香水配方。因此，王玉嫣和妹妹早就商量好了，趁着香水还没暴露，能多赚一点就多赚一点。要知道，修仙家族的小姐也是要攒嫁妆的，有灵石傍身，即便嫁到别家，她也能挺直腰杆说话。这一点，无论神仙还是凡人都一样。另外，赵生的提议也正中王玉嫣的下怀，他手里没什么心腹，即使弄到了香水配方，也没办法保密。反观赵公子这边却是人手充足，而且更能保守秘密。看着王家姐妹俩急切的表情，赵生微微一笑，开口道：“我负责配制香水，你们负责销售，利润1家1半。”不可能！王玉嫣脱口而出。赵生不紧不慢道：“没什么不可能的，我想你们应该也不愿意让家族知道香水这种东西吧。”此时他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局面。毕竟王家姐妹实在太嫩，赵生很轻易地摸透了他们的想法。你是怎么猜到的？听到赵生道破2人目的，王玉嫣顿时脸色大变。赵生觉得不能再继续刺激对方，万一激起反效果就不妙了。他出言解释道：“如果王家知道这件事，我想今天来的就不是你们2位了。”王家姐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已经暴露出这么大的破绽。回过神来后，王玉嫣认真地说道：“1半的利润太高，28分，我8你2。”赵生摇头道：“不行，1家1半是我的最低线，毕竟原材料、人手和配方都是我出的，而且香水制作步骤繁杂，炮制不易，没有我们，香水根本卖不到修仙者手中。赵公子，你有销售渠道吗？”王玉嫣反驳完，王玉琪忽然插了一句：“要是让我爷爷知道了，你不但连这点灵石也赚不到，恐怕也小命难保。”哦，这倒也算是一个理由。也罢，我退一步，咱们4、6开。不成。半个时辰后，经过一番亲切友好的交谈后，双方最终决定3、7开。另外，赵生大方表示可以允许王家姐妹先赊账。谈判成功后，赵生在不知不觉间已然拉近了与王家姐妹的关系，而这也是他今天最大的目的。虽然中途计划有变，但也算歪打正着。有了生意上的来往，双方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到最后一切便会顺理成章。在商量好每月香水的产量后，赵生瞥了庭外一眼，突然问道：“你带来的人可靠吗？”王玉嫣闻言一愣，接着点点头，坚定地说道：“王四是我爹从小培养出来的，绝对不会背叛我们。令尊如今可在家中？”赵生试探了一下。王玉嫣虽说经验浅薄，但人挺聪明，马上听懂了赵生话里有话，很快说道：“他有事外出，起码还要半年才会回来。”赵生听完点点头，心里暂时放下了对王四的杀意。与此同时，庭外的王四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因为就在刚才，那位赵公子身上陡然爆发出一股强大而凌厉的剑意，并且突然锁定了他。那一瞬间，他全身被这股剑意刺痛，忽然生出一种错觉，仿佛正面对着一位强大的先天剑宗。好可怕的年轻人！王四惊惧不已，忍不住想到，莫非此人已经晋升先天？王四万想不到，赵升空有强大的先天剑意，却没生出先天真气。他耗尽全身真气，也只能使出一招相当于先天剑宗全力一击的杀招。
而这一招是赵生最大的杀手锏，能轻易杀死任何先天之下的武者。这天之后，3人小团体正式建立起来。赵生用飞鸽传书传信给家族，将事情大体说了一遍。很快，赵家堡内某处秘密工房被严密封锁起来，同时有大批亲信族人被派进里面，开始大批量的制作香水。与此同时，赵生以王家姐妹经验不足，怕露出破绽为由，必须跟随2人同行。就这样，3人经过乔装打扮，先后进出梁国各个修仙房室，通过选择特定商铺，开始批量卖出香水。在这期间，3人几次遇险，但都被经验丰富的赵生一一化解。3人之所以不零售，是因为赵生深知香水制作并不复杂，根本瞒不过有心人，所以在配方没被破解前，他们要尽可能吃到最大的红利。王家姐妹以为能细水长流，只能说他们想得太简单了。香水的好处显而易见，因此3人推销得非常顺利，事情很快走上正轨。时光易逝，转眼间4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3人赚得盆满钵满，明显超出此前最乐观的估计。然而，王玉嫣和王玉琪2人却始终闷闷不乐，整天愁眉苦脸，因为又让那家伙说中，有香水配方已经被修仙者破解了。果然，与炼丹相比，制作香水真的很简单。赵生并不在意这点蝇头小利，他仅用2天便摸清了姐妹俩的性格。姐姐理智聪明，却是一个财迷；妹妹姓吉迷糊，很虚荣，又好美诗华衣。4个月的朝夕相处，让她和王家姐妹的关系突飞猛进。妹妹王玉琪更是对她情根深重，已经陷入爱情的漩涡中不可自拔。之所以进度如此之快，既与赵生处心积虑的谋划密不可分，也和2点恋爱秘诀有关。一个是潘驴邓小闲，另一点则是一句话：假如他涉世未深，就带他阅尽世间繁华；假如他满心沧桑，便带他去坐旋转木马。一个英俊潇洒又绝顶聪明，而且能伏低做小的青年俊杰，整日样百出的讨好你，逗你开心，每天给你带来各种美食和华丽的衣裳。试问这世间有几个女人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王玉琪不行，姐姐王玉嫣貌似清醒，但她看向赵生时，眼睛里也常常散发出异样的光彩。803、804、800。一间素雅宽敞的房间里，王玉嫣神情认真，嘴里念着数字，正在清点这段时间里3人赚到的零食总数。而她面前的桌子上已经堆起了一座零食小山。这时坐在她旁边，身穿一件粉红流苏长裙的王玉琪突然满脸不耐烦地抱怨道：玉嫣姐，不要数了，总共854块零食，你都清点几十遍了，难道还没够吗？809、810。王玉嫣没有搭理妹妹，仍然不紧不慢地数着。王玉琪顿时有些抓狂，立刻高声道：志勤哥说了，分给他240块零食就好，剩下的零头他不要了。王玉嫣忽然停住手上动作，一双美眸直视自家妹妹，眼神里带着疑惑。王玉琪见状十分得意，骄傲道：志勤哥昨天对我说，因为香水的买卖不能干了，所以决定抹去零头，当做给咱们2个的补偿。王玉嫣摇头道：我不要他的补偿，另外我还想再赚几笔。王玉琪脸色大变，惊怒地喊道：你不要命了？志勤哥说过，咱们已经漏了财，再干下去有性命之危。志勤哥，志勤哥，3句话不离志勤哥2字，你干脆嫁给他好了。此话一出，王玉琪当场羞红了脸，猛地一跺脚，娇嗔道：财迷心窍，我不跟你说了。这时赵生从外面走进房间，正好听到这句话，不由笑道：你们2个又闹什么别扭了？说着，他顺势将提着的食盒放到桌子上。志勤哥，你这次做什么好吃的了？王玉琪见到赵生出现，立即欣喜地跑到他面前，一边问一边好奇地打开了食盒。这次可是费了我不少力气，我叫他蛋糕，你尝尝，是不是非常好吃？说着，赵生从食盒里取出一块松软淡黄的蛋糕，送到王玉琪嘴边。面对投喂，王玉琪一点没有抗拒之意，他脸上满是痴迷与爱意，乖乖地张嘴咬了下去。哦，太好吃了，玉嫣姐，你也尝尝呀。相比欣喜雀跃的妹妹，王玉嫣表情很冷静，她从容地从食盒中拿出一块蛋糕，品尝起来。吃着吃着，王玉琪突然向赵生告状道：志勤哥，玉嫣姐不死心，还想再去房事。赵生闻言脸色微变，他扭头看向王玉嫣，表情严肃地问道：他说的可是真的？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太危险？我只想再赚一点点。王玉嫣虽然满脸不愿意，反驳声却变得越来越小。立令智昏。赵生见此情形，十分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即便你想，我们也做不下去了。我没猜错的话，方彦谷那边已经发现我们了。不好，坏了！姐妹俩一听这话，
顿时失声大喊，慌作一团。他们根本没有怀疑赵生的话。几个月时间相处下来，他们心中对赵生算无一策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见到姐妹俩慌成这样，赵生却奇怪地笑了。他突然异常平静地说道：“你们不要慌，这是一件好事。我正好有事要进方彦谷一趟。”王玉旗下得容失色，马上劝道：“志勤哥，你千万不要去我家，我爷爷凶得很，小心他生气之下打死你。你快点逃走吧。”赵生听完神色坦然，反问道：“我为什么要逃？难道我干了什么坏事吗？”听他这么说，王家姐妹俩这才恍然大悟：“对啊，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无非是隐瞒了香水的事情，又顺便赚了一点点零食。”见到他们冷静下来，赵生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坏坏的笑容，道：“再说了，若是我不去方彦谷，又怎么向王家提亲呢？”这句石破天惊的话一出，顿时令王玉嫣和王玉琪两姐妹僵住了。过了好一会儿，王玉琪才大着胆子，满脸期盼地问：“志勤哥，你说要去提亲？”赵生在两姐妹身上巡视了一遍，最后果断看着王玉琪，沉声道：“玉琪，我想娶你为妻，你愿意吗？”你不跟你说了。王玉琪话说到一半，羞得捂着脸跑出房间。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这时旁边的王玉嫣显得异常安静，她低下头沉默不语，眼神里忍不住流露出丝丝失落。赵生看见他这副模样，无声叹了一口气。若是有机会，他会两个一起娶过门。只可惜王玉嫣生有灵根，绝对不可能嫁给一个凡人。2日后，一辆马车在方彦谷前停下，车夫王四默默掀开车帘，让赵生和王家姐妹下来。他是一个见证者，亲眼目睹了一个凡人是如何在几个月内轻松俘获自家小姐的。对于赵生，王四不想多说，只能道一句佩服。下来马车，王玉嫣将一枚内务符交到赵生手上，里面放着500块零食。这些零食是赵生准备的提亲礼，多出的260块零食则代表着妹妹王玉琪的意愿。王玉嫣取出一块青铜令牌，向里面注入一丝灵力。青铜令牌突然射出一道青光，没入浓雾中，紧接着方彦谷外的浓雾缓缓分开一条小道。沿着小道走过几十步，赵生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狭长的谷地，面积大约有几百亩。众人近前是绿树成荫，芳草遍地，稍远些一块块四方整齐的林田星罗棋布，远处有7、8座木楼与庭院建筑在树荫中若隐若现。不过赵生顾不上欣赏这些了，因为在他几步之外有一群面无表情的中老年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爹、大伯、三伯。王玉琪看到这些人，尤其看到最中间的国字脸中年人后，顿时手脚无措，畏畏缩缩。王玉嫣倒是异常冷静地和长辈们一一打招呼。国字脸中年人名叫王义公，他是王玉嫣和王玉琪的父亲。半月前，他接到家族的千里符，看过上面写的内容后，暴跳如雷，立刻放下手中事情，不顾一切地赶回方彦谷。事情再紧急，也不如自家小袄被人偷走了重要。王义公瞥了瞥赵生，忍不住冷哼出声。他脸色异常阴沉，对两姐妹一招手，冷声道：“跟我走。”说着，他理都不理赵生，转身向王家大堂方向走去。王家姐妹乖乖地跟在后面，其他人也转身就走。赵生无声苦笑了一下，然后默默地跟了上去。走过3、4里路，又穿过2片树林后，一行人走到一座宽敞宏伟的厅堂前。厅堂整体由一块块坚硬无比的青钢巨石垒就，占地近1亩。尽管只有1层，但墙壁十分高大，屋顶竟然与旁边3层木楼齐高。王义公等王家人踏过石阶，走进大堂。赵生正想从门口进去，旁边突然伸出一只粗壮的胳膊，挡住了他的去路。胳膊的主人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宽脸大汉，相貌上和王义公有些相似。宽脸大汉神情异常凶狠地看着赵生，骄横道：“小子，你不是我王家的人，不能进去。”赵生看到这一幕，心知王家的考验开始了。他不慌不忙，稍微提高声音道：“晚辈今日慕名而来，自问没有失了礼数，你却不让我进门，莫非这就是你王家的待客之道？我们王家谈笑有仙客，往来无凡人，你小子想进我家大门？哼哼，还不够资格。”宽脸大汉名叫王义涛，同辈排行老3，虽无灵根不能修仙，但也是一位先天宗师。在他看来，一个凡人小白脸想娶他家明珠，简直是痴心妄想。所以有他王义涛在，这小白脸根本不要想通过第一关。赵生一点不生气，反而认真询问道：“这位大叔，要什么资格才能进里面？”王义涛顿时被问住了，他本以为小白脸年轻气盛，一时受不了侮辱会知难而退，没想到这位年轻人竟然这么沉得住气。听说这小子是武林世家出身，果然有几把刷子。想到这里，王义涛放弃了无用的小招，开始正式考验。他放下狠话，
道：“只要你能闯过我这一关，就算你有资格了。”听到这句话，赵生眼底流出一丝笑意，心想果然还是老一套，没新一点新意。抱了抱拳，赵生从容不迫道：“失礼了。”话音未落，他身形陡然消散，眨眼间出现在大门最左边。好快！王一涛内心惊异之际，横着的右臂陡然一曲一推，一排厚实的无形气墙瞬间生出，直直碾压向大门左边。身为先天宗师，王一涛摆明了要以力欺人。赵生动作虽快，但也瞒不过他的灵觉。眼看气墙排空逐浪，快要触及身体，赵生脚下一点，身体一跃3丈高，轻松躲过气墙。他身体横斜，两脚站在墙沿上，如履平地似的连续在上面走了4步，同时躲过4道急射而来的先天气箭。好轻功！王一涛心头暗赞。他两脚定在门口不动，手上却毫不留情，凭着一身雄浑无比的先天真气，毫不吝惜地放出一道道先天气箭，化作一张箭网，逐渐缩小赵生躲避的空间。先前长辈们早有交代，只要不死人，随他怎么玩。一连躲过16道先天气箭后，赵生暗道差不多了。想及此，他眼中神光爆闪，那一道道迅疾无比的气箭瞬间变慢了许多倍。在动态视觉下，原本防御严密的箭网忽然暴露出许多破绽和空当，赵生仿佛游鱼般一扭一弯，轻松穿过箭网，身体紧贴房檐，向门槛后急射而去。不好！王一涛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上了对方一个恶当。他在一步步缩小封锁范围时，难免会在后方露出大片空当。然而这时他再想出手阻拦，却太迟了。赵生已经飞过门口那道线，身体落到大堂之中。大堂里，目睹这一幕的王玉琪惊喜的差点叫出来。相反，王家长辈们的脸色却更加阴沉。哼，下次我不会这么大意。看着对方满脸不甘的表情，赵生含笑不语。转过身，他堂堂正正地走到大堂中央。此时，坐在大堂最上首位置的是一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他身量不高，头发白，脸上带着些许笑意，两眼上下打量着赵生。赵生一看便知此人是王家的主事人，王玉嫣的爷爷王宗海，一位炼气9层大圆满的修仙者。表面上看王宗海的态度最好，可赵生心里最没底的也是此人。俗话说人老精，鬼老灵。没人知道王宗海笑眯眯的表情下暗藏着什么样的心机。此时大堂氛围十分凝重，赵生神情自若，不卑不亢的抱拳行礼道：“晚辈赵志勤，见过王家诸位前辈。”话说完了，却没人回应。眼看有些冷场，王玉琪急坏了，正想开口，却被王玉嫣捂住了嘴巴。片刻后，王宗海面带笑意，忽然开口问道：“年轻人，你今天来我王家是为何而来啊？”赵生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道明来意：“晚辈与琪妹一见钟情，情投意合，今日到访方燕谷是为提亲而来。”放肆！王义公拍案而起，怒发虚张，他绝对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凡人。坐下。王宗海脸色一沉，训斥王义公道：“修仙及修心，鸡10岁的人了，还是这样沉不住气。你明天就到后山进士闭关修炼，没有修到炼气6层，不准出关。”爹，可是……坐下。是。见到老爹要怒，王义公只好气呼呼地坐回座位，两眼恶狠狠地盯着赵生不放。王宗海教训完儿子后，转头看向赵生，说道：“年轻人，我王家自立足至今已有900多年，想你这种事情在我家族历史上有过许多回，他们中有人成功过，但大多数失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愿闻其详。赵生不动声色道：“因为利益，与凡人联姻远不如和修仙家族联姻带来的利益大。你能带给我王家更大的利益吗？”不知为何，王家这位主事人对赵生竟然异常的坦诚，当着族人的面赤裸裸揭开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赵生沉默了一下，接着坚定地回答道：“我能。”空口无凭，证据呢？王宗海冷笑道。此时他已变身为最纯粹的利益动物，丝毫不掺杂任何感情。也许像王宗海这样的人才算是一名合格的修仙家族家主，但莫名的赵生一点不喜欢。赵生取出那物符，示意道：“这里面有500灵石，够了吗？”不够。王宗海毫不犹豫地摇头。反观其他王家族人却是喜形于色，因为500灵石已经相当于全族全年近半的收益。赵生又从怀里掏出一叠纸，朗声道：“这里面写着制作香水的完整工艺，以及12种香水配方，其中有3种是新型香水，尚未出现在房市里的。”王宗海突然奇怪地笑了，从储物袋中也取出一叠纸。他轻轻一送，就见这叠纸长眼睛似的飞到赵生面前，被他一把抓住。赵生打开纸张一看，心里顿时一沉，因为上面写的跟他手上的几乎一模一样。香水工坊很明显早就暴露在王家视线中，而他却一无所知。在修仙界中，
千万不能小觑任何一个修仙家族，尤其是那些曾经辉煌过，现在却落魄下来的家族，比如方彦谷王家。赵生早就知道车夫王四是王家的眼线。王四是不会背叛王家姐妹，但不代表不会暗中向王家传回消息。对于这些，赵生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王家会这么无耻。看到赵生沉默不语，王宗海笑问道：“年轻人，这上面写的应该没什么疏漏吧？”赵生没有去质问对方，因为这根本毫无意义，而且质问是无能的表现。面对困境，他迅速开动脑筋，不断搜寻解决之道。赵家和香水工坊就不必提了，修仙王家作为甘州霸主，其前势力必然远远超过赵家。还有什么筹码呢？正思索着的时候，他脑海里突然灵光乍现。王家既然早已窥破3人的行迹，为什么不主动插手，而是选择暗中旁观呢？看着脸上重现出笑意的王家家主，赵生忽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恐怕王家的古怪做法都要归功于眼前这个人。想明白这一点后，赵生扬了扬手中方子，自信地说道：“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一切动力。您如此大费周章地弄出这样的局面，应该不是仅仅为了戏耍晚辈吧？有什么要求，您不妨直说。”王宗海听到这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次是发自真心的。很好，若是我家小辈中为人处事有你一半的聪明，那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赵生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心想：不会吧？难道这死老头真的想让我入赘王家？男子汉顶天立地，怎么能入赘吃软饭呢？赵生立即提醒道：“王老爷子，我家3代单传，我没记错的话，赵家这一代里你排行第9。”王宗海马上戳穿他的谎言：“我父母双亡，年年要烧香火供奉，只要有心，在方彦谷里一样可以。”赵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只好坦诚不公道：“老爷子，我不可能入赘王家的。”这时候，王家众人才听明白一老一少在打什么哑谜。霎时间，大家都傻眼了。王宗海却是脸色一沉，道：“难道你不想娶我的孙女？”“想，只是晚辈万万不能卑宗妄祖。”赵生道：“开玩笑，我可是赵家的始祖，怎么可能背叛我自己？”接下来，无论王宗海怎样威逼利诱，赵生始终摇头坚持。到最后，王宗海拗不过他，只好暂退一步，道：“这样，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你能在3年内晋升先天，那就一切依你；若是不能，就入赘我王家。另外，你和玉琪的后代里，没有灵根的可以随父姓，如果有灵根，只能姓王。你听这话说的。”这死老头分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一开始却故意装糊涂。听到王宗海这么说，赵生马上点头道：“好，一言为定。”他赢定了，因为他估算自己最多2年就能进阶先天。王宗海自以为得计，却不知赵生是有卦的男人。姓名：赵志勤，赵生。寿元18120。境界：一流武者体质，100岁身，凡级，身轻如燕，凡级。天赋：动态视觉，凡级。技能：浮光剑法，炉火纯青，碧海潮生功，大成，云龙3变，前无古人，追风剑法，出神入化。这天之后，赵生独自一人离开了方彦谷。3天后，他重返赵家堡，分别与家主何心、镇族长老赵太真2人交谈了2次后，开始漫长的闭关修炼。与此同时，赵家堡里突然多了一大批武林高手，为首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汉子。他们一来就完全把持了香水工坊，并且一口气将工坊规模扩大了10倍。而赵家也在某个神秘势力的支持下，迅速吞并了甘州道上好几家帮派，这让甘州江湖一阵风声鹤唳，纷纷高呼狼来了。1年后，在赵家堡内一间修炼室，赵生双目紧闭盘膝而坐，头顶上隐隐有清气冒出。一个丹药瓷瓶躺在他身前地板上，瓶子里空空如也。半个时辰前，赵生服下最后一颗精气丹，开始正式冲击先天境界。因为有进阶先天的经验，他很顺利地将体内的碧海真气全部转化成先天真气。大约过来1炷香后，赵生突然全身一震，身体陡然从地面飞起3尺高，然后轻飘飘地落回地面。缓缓睁开眼睛，赵生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有精气丹相助，他居然提前1年晋升先天。丹药之力恐怖如斯。6个月后，赵家9少爷成亲的那天，整个南阳城都轰动了。因为南阳城百姓从没见过一个人出嫁，嫁妆竟然延绵20里长。赵家出手也是豪横无比，上千桌流水席，100就是1个月。1个月里，就连南阳城内的最瘦的乞丐也都胖了10好几斤。这一场盛大婚礼，足足让南阳百姓津津乐道了近100年。
1年后，赵生有了第一个儿子，可惜无灵根。1年，一个可爱的女儿咕咕坠地，仍然无灵根。赵生并不气馁，继续躲在赵家堡进行他的大业。第3年某一天夜里，容貌越发清雅精致的王玉嫣突然找上了赵生。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成亲了”。赵生沉默了一下，道：“恭喜了，有一个炼气6层的散修愿意入赘王家，我爹同意了，等到下个月黄道吉日就成亲。”王玉嫣目光炯炯地看着对面的男人，语气却异常平静，仿佛是在说别人一样。恭喜！赵生不知说些什么，只好重复先前的话。哼，没胆的男人！说完这话，王玉嫣突然飞身扑倒了赵生。堂堂先天宗师被轻易地扑倒在地。我要你！一夜疯狂，雨兽红。黎明时分，王玉嫣独自飘然离去。赵生万想不到，一向以理智清冷著称的王玉嫣，内里却藏着一团炙热之火，而且如此勇敢。身为男人，他竟也自愧不如。9月初8，黄道吉日，宜婚丧嫁娶，方宴谷内红妆挂彩，喜气洋洋。在一众宾客族人中，赵生神情怅然若失，目送着王玉嫣和一个贼眉鼠眼的拜堂成亲。这一天晚上，已经是3个孩子母亲的王玉琪无缘无故的忽然大发脾气，赵生说了无数好话才把他安抚下来。时间就像握在手里的细沙，握得越紧，流逝得越快。当赵生为今世目标奋力耕耘中，15年转眼即逝。这天，赵家堡后宅的一间房间里传出一阵阵疼痛的叫喊声。房间外的庭院里，赵生不停地来回走着，他神色焦急，不断向产房里张望。就在这时，一个身高腿长、相貌英俊的少年忍不住抱怨道：“爹，你能不能不要走了？看得我眼晕。”话音刚落，站在少年旁边的一个13、14岁少女也附和道：“是啊，爹你不要担心了，娘都生过我们7个了，绝对不可能有危险的。”赵生回头看了看大儿子赵成功和大女儿赵成凤，神情严肃道：“你们不懂。”赵成凤胆子大，故意调侃道：“爹，咱家除了老七之外，我们6个谁不知道你的心思？不就是想生一个有灵根的弟弟吗？凤儿，怎么跟爹说话呢？快道歉！”赵成功马上训斥妹妹道。赵成凤突然被大哥斥责，一脸不服气地撅起嘴巴。赵生摆摆手，示意无妨。大凤说的一点没错，他确实非常想生出一个有灵根的儿子。对于这一点，从成亲那天起，他就对夫人王玉琪毫不隐瞒地说了。因此这些年，王玉琪陆续给他生了7个孩子。虽然每次生下孩子后，他都喊着再也不生了，但是没过2年，又怀上了。赵生十分感激夫人这些年的付出，可能刚开始他娶妻的目的性极强，但10几年相处下来，他与夫人的感情日渐深厚，渐渐改变了他的功利想法。又过了2刻钟，产房里突然传出一道响亮的啼哭声，这时赵生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老爸终于生了。过了许久，就在赵生忍不住想冲进产房里时，一道纤细的身影抱着一个婴儿包裹，终于从产房里走出来。姨妈，给我看看！赵成凤一见来人，立刻高兴地跑过去，伸手想接过包裹。王玉嫣侧身躲过大凤伸过来的小手，嗔怪道：“你爹还没看一眼呢，哪里轮得到你这个毛丫头？”这么多年过去了，王玉嫣依然年轻，容貌竟与10几年前毫无二致，时光仿佛在她身上停滞了。看着走到近前的美丽女人，赵生总感觉有些不自在。自从8年前贼眉鼠眼死于一次意外后，王玉嫣又一次找上了他。从那天起，两人常常在暗地里偷情。刺激之余，赵生难免感觉有些对不起夫人。王玉嫣将婴儿包裹塞到男人怀里，神情十分复杂地说道：“看看你这个儿子吧，恭喜你得偿所愿。”听到这句话，赵生顿时全身剧震，双手一抖，差点没接住孩子。你是说……我已经测过了，是4灵根。王玉嫣点点头，表示肯定。好，太好了！此刻赵生万分激动，努力了这么多年，老天爷终于开眼了。哈哈，老八就叫赵成了好了，哈哈哈大笑道。当天夜里，赵家堡忽然被严密封锁起来，紧接着一只信鸽带着天大的喜讯飞向4面8方。很快，方彦古王家来人了，而赵家堡在外的重要人物们也马不停蹄地赶来回来。老八的出生对赵家的意义不用质疑，不过赵家这次并没有大操大办，反而异常的低调。除了赵家和王家一些知情人外，没有任何外人知道南阳赵家终于诞生了一个有灵根的孩子。时光荏苒，1年之后，夏日炎炎，蝉鸣蛙叫，赵家堡内的一间客厅里，赵生坐在桌旁，正慢慢擦拭着一把3寸长的古铜小剑。这东西是他刚到手的战利品，
一柄一阶中品法器飞剑。这一年，赵生的修为达到了先天大成，真实战力更远超其境界，尤其是轻功已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姓名赵志勤，赵生，寿元38120，境界先天大成，体质百岁身，凡级，身轻如燕，凡级，天赋动态视觉，凡级，技能浮光剑法，前无古人，碧海潮生功，炉火纯青，云龙九变，前无古人，追风剑法，炉火纯青，横练铁身，大成。看着百事书页上的数据，赵生表情很得意，不是因为修为，而是他给赵家后人留下了一门超凡绝世的轻功。云龙九变脱胎于云龙三变，他是赵生了8年时间，耗费大量心血才推演出来的。修炼大成后，只需运足一口真气，便可以凌空连踏9步，1步10丈，步步生云。为了试验这门绝世轻功，赵生在半年里踏遍梁国7州，连上12家武林大派，先后挑战了20余位先天宗师，然而无一人能碰到他的衣衫。前2天，他更是亲手伏杀了一名炼气4层的修仙者。突然，咣当一声，客厅大门被人从外面撞开，赵生受到打扰，脸色不悦地向门口看去，就见夫人王玉琪满脸泪痕，神情惊慌失措地闯进来。夫君，大事不好了，我们王家啊！王玉琪一头撞进赵生怀里，仅仅说了一句话，便嚎啕大哭。赵生见状脸色一变，急忙一边安抚夫人，一边问道：不要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让齐妹你这样悲痛？快告诉为夫，一切有我呢。王玉琪泣不成声，右手颤抖着将捏在手心的千里符递给丈夫。赵生接过来，打开看去，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最后更是满脸铁青色。怎么可能？此时他心里既惊又怒。王家完蛋了。1天前，王家的死敌金丹家族周家突然找到了方燕谷，将王家几10口人死死堵在了谷内。为了不放走王家余孽一人，周家这次竟然派出了3名筑基和1对炼气后期族人。不用抱任何希望，王家这次在劫难逃。千里符末尾更有写道，希望赵生一家尽快逃走，以防周家人找上赵家，以斩草除根。王家搬到甘州已经60多年，一直安全无事，为什么周家人偏偏现在找上门来？赵生惊怒之余，心里非常疑惑不解，而王玉琪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快猜到了一个可能，莫非是因为那颗筑基丹？10几年来，王家因为多了香水这项收入，每年的收益大幅度增加，1年下来能结余300-400块灵石。而王宗海已年近90，若是再不筑基，也没几年活头了。所以半年前，王家一致决定，即便赌上家底，也要让王宗海尝试筑基。于是这半年来，王家变卖祖产之余，还硬拉着女婿赵生干了7、8回没本的买卖。1个月前，王家痛下血本，了2万多块灵石，终于拍下1颗劣等筑基丹。赵生猜得不错，此货确实源于筑基丹，但它只是间接因素。王家变卖的最后一件祖传灵器赤龙剑，才是引来这场灭族之灾的最直接原因。赤龙剑是王家老祖在筑基时最常用的一件灵器。由于赤龙剑出现在梁国房市里，周家某位筑基族人恰巧在一场拍卖会上看到了赤龙剑，这才惊觉王家余孽竟然躲藏在梁国。王家族的在天荒域大雍朝曾经也是一个金丹家族，家族老祖宗和临近周家的金丹老祖是死对头。所以当王家老祖作画后，王家是强盗众人推，在周家老祖的带头围攻下，王家最终被攻破家族大阵，全族近乎死绝。王宗海等人便是王家逃出来的最后一支族人。夫君，我们怎么办？王玉琪六神无主，毫无主见。别慌，一切有我，王家是没救了。目前最重要是尽可能他全家上下的性命。现在赵生面临着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他有8个孩子，最大的赵成功16岁，而最小的赵成了才刚过1岁。此外，南阳赵家还有1000多名族人。南阳赵家问题不大，想来区区一帮凡人，周家未必瞧得上，也不一定会下杀手。不过周家不会放过他一家，因为修仙界一向有斩草除根的传统。大雍周家，此世家破子散的血仇，赵某必会10倍奉还。就算今生不行，还有下世，下下世总有一天，我要你周家血债血偿。想到这里，赵生咬牙做了一个残忍的决定。为尽可能提高生还几率，他们夫妻只带赵成了逃走，其他7个孩子则安排近亲族人带着，尽量分开逃走。做下选择后，赵生毫不迟疑，立刻找到家主赵和兴，告诉他王家已经灭亡，而自己一家也要尽快逃走的事情。得知此事后，赵和兴脸色狂变，
呆立当场。赵生没时间拖延，不管赵和兴有何反应，又将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几十年的家主没白当，赵和兴很快冷静下来，雷厉风行地召集了7名最受信任的禁知族人，短短1刻钟就将事情安排妥当。2个时辰后，赵生满脸悲痛，目送着一辆辆载着孩子的马车分开驶向未知之地。为了安全，整个赵家没人知道逃亡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即使是赵生也不例外。逃走时，7个孩子身上各带着一块家族信物，方便以后相认。赵生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自己能不能再见到孩子一面。夫人，别再忘了，我们要走了。赵生将老八装入睡袋，牢牢捆在背后，然后硬拉着痴痴遥望远方的王玉琪，跳上2头千里神驹。保重！赵生回头望着头发忽然全白了的赵和兴，表情沉重的点点头。驾驾！2匹千里驹兴奋地打了一个响鼻，马蹄连踏，矫健身躯像飞剑似的奔驰而去。等到赵生一家远远消失于天边，赵和兴忽然泪流满面。夏日时节，天柱山高耸入云，山壁上绿意盎然，野藤怪树不知名的草木几乎遍布了每一个角落。赵生站在悬崖边上，极目远望，脚下尽是茫茫云气，抬头不见边际，四面八方更是风声激荡，呼啸如海潮之音，推云挤雾，拍击脚下岩壁，似乎要将崖上之人卷入这无边云海之中。从他所站之处环望左右，两边山壁不知延伸出去多远，仿佛永无尽头。这段绝壁虽然面积不小，也有悬崖洼地，但放在横截面周长几千里、高耸不见顶峰的天柱山中，却只能算一处极微小偏僻的角落，平常很少有采药客光顾这里。天柱山，天柱山，你是否真的捅破了天？不知有朝一日，等无尽云海天刚散去，能让我看清这山峰全貌呢？很正常的想法，几乎每一个天柱山采药客都会生出类似的冲动。这些年来，赵生在无边山壁上下来回几千上万趟，这期间无论天气阴晴，也从未见过头顶和脚下的云海散去过。天柱山在修仙界里是一处极有名的地方，号称天之中轴，世界中央之地，同时也是散修的天堂。23年前，赵生一家3口逃到了天柱山附近，并在这里隐居埋名的定居下来。为了给老八积攒修炼资源，赵生很快成了天柱山几十万采药客中的一员，每天忙忙碌碌的采集各种灵药，以换取灵石法符等修炼资源。天柱山上灵药无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紫气枝和月漏2种灵药。月漏太神秘，只出现在天柱山30里以上的高度，那里太高太险，飞柱几境以上不能抵达，所以不提月漏，只说紫气枝。紫气枝按药灵分为白青赤紫4个等级，100年以下为白枝，100年以上500年以下为青枝，500年以上灵芝赤红如火，1000年以上的灵芝泛紫，这也是紫气枝的名称由来。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500年以上的赤火枝是炼制筑基丹的主药，而1000年以上的紫气枝则是结金丹的主要之一。仅此2点，就可以看出紫气枝在修仙界里是多么的抢手。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仙界的所有大型宗派都不约而同地发布了一个无限期任务，不计数量，不计药灵，无限制收购天柱山中独有的紫气枝，并为之设立众筹。报酬里有金银珍宝，有法器灵符，更有筑基丹等各种丹药。一株500年火候的赤火枝能兑换1枚筑基丹，也可兑换1枚山门令牌。任何持有令牌的人，即便是武灵根，也可无条件拜入修仙宗派里。若是有幸采到一株1000年紫气枝，一般人绝对死定了，没有筑基以上的修为，根本保不住这样的重宝。要知道，这是连金丹真人也要争抢的3阶宝药。这种无上限的任务悬赏，激发了无数人的发财修仙梦。几千年来，无数江湖侠客、炼器散修、筑基修士，甚至金丹真人，蜂拥至天柱山周边，不顾山高万仞，在悬崖峭壁间攀援上下，为求得心中之宝，赌上自家性命。就在赵生心头遐想之时，突然一声暴喝从头顶上传来：“无耻老贼，终于让我找到你了！看你今天往哪里逃！”赵生仰头看去，一个年约40许、虬须鹤发的彪形大汉忽然映入他眼帘。彪形大汉满脸愤怒，脚下踩着一把门板宽的大剑，迅速向悬崖这边俯冲过来。赵生看见来人，不由微微一笑，再向悬崖边上靠了一步。迎着扑面而来的狂风，他双眼眯起，突然一跃而下，身体自由跌落虚空，速度越来越快，转眼便穿入云雾之中。山壁间横生的树枝怪石隐隐绰绰，赵生身体像鹰隼般灵活，轻松躲过横生出的树枝和土石，大约跌落了1万米距离。赵生忽然双手大张，2片帆布陡然从双手和腰间伸展开来，就像2只翅膀，
布面因风力高高鼓起。下一秒，赵生下降的速度骤降，最终窥准一处突出崖壁的山岩横梁，轻飘飘落在上面。没有在这里停留的意思，赵生毫不迟疑，脚下连点，身子如箭矢一般朝侧方云雾中射去。不需在崖壁上借力，他凌空虚度，转眼横掠过几百丈距离。找到一处能容身的缝隙后，赵生立刻止住身形，贴着岩壁，轻松钻入其中，接着运起龟息功，进入假死状态。与此同时，周围呼啸着吹起大风，强劲的风力让周边的云雾迅速流动起来。下一刻，一道雷霆般的怒吼随风送入他耳中：“陆云龙公孙胜，老子记住你了！早晚有一天我会抓到你这个无耻老贼！行走江湖，谨慎第一。”是以赵生从不用真名，逢人便自称公孙胜，绰号陆云龙。听得这道声音，赵生心里暗叹道：“哎，不就是用云龙就变换了？你一株300年的青枝吗？用得着这样死命的追着我不放？韩玄武啊，韩玄武，你也太轴了吧！”因为怕被守株待兔，赵生在岩缝里躲了整整1天。直到山峰变相，夜幕降临，他才鬼鬼祟祟地探出头，四面张望，仿佛一只胆小的土拨鼠。别嫌弃他这么胆小，有道是小心驶得万年船。20多年的血雨腥风闯过来，偷袭杀人，守株待兔，围杀夺宝的场面，他得见多了。采药客们因为一株灵药，兵戎相见，至死方休，其凶狠惨烈，没有亲身参与其中，很难想象。说俗了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如此了。赵生若不是极为谨慎小心，早20年前就死在某个无名角落里了。探头抽动鼻子，闻了闻山风，感觉空气里没有人味，他才放松下来。接着脚踏虚空，身体箭矢般飞射而出，迅速向某个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落脚处随时变化，昨日他预先安排的地方便在几十里外，仅在路上来回便要将近半个时辰。2刻钟后，赵生突然止住身形，脚下所在的峭壁上植被已变得稀疏，代之而起的是嶙峋山石，苍黑兽印，黑夜中极显荒凉。正因为如此，在遥隔近1000丈的山壁外悬浮着的那朵巨大的球状光焰才格外的显眼。哈哈，紫阳宗的光焰符真的好巧。赵生咧嘴一笑，没想到回朝的路上也能碰上了一场交易会，他的运气不错。天柱山因为地势太特殊，采药客们爬上爬下的来回很不方便，是以修仙界许多大宗派往往会派出大批弟子到天柱山召开一场场临时交易会，以方便采药客们及时兑换物资和修炼资源。这有点像是淘金客与卖淘金工具的商人之间的关系，淘金客冒着生命危险淘到的黄金都被卖工具的商人赚走了，淘金客们死伤无数，发大财的极少，倒是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等他接近交易点1里范围，那边的人们也发现了赵生。1里的距离，那还叫距离？即使是黑夜，炼气修仙者也能看得很清楚。7、8个呼吸之后，赵生踏上了这片突出山壁之外的石台，此地已经架起了一堆堆篝火，篝火旁边围着一群神情各异、满面风霜的采药客，双方便打了个照面。见到赵生到来，那群人先是一怔，不过很快，那边就有人蹭地站了起来。哈哈，公孙老贼，你竟然还敢现身！看着神色狰狞的韩玄武，赵生暗叫倒霉，今天出门没看黄历，这浑人又让自己碰上了。韩玄武本是江湖侠客，后来得遇高人，才知道自己竟有灵根。高人传给他一门炼气功法后，便飘然离去。韩玄武修炼天赋极高，一个人摸索着修炼，竟能在短短20年里修炼到炼气6层。虽然成了修仙者，然而爱武成痴的韩玄武一向以武者自居，平时最爱收集各种武功绝学。3个月前，在一场交易会上，赵生用独门绝学云龙9变，从韩玄武那里换了一株300年青枝。后来这浑人发现自己上当了，硬是追杀了赵生整整3个月，直到今天晚上。韩武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动手一下试试。赵生丝毫不惧对方，大步走到火堆旁，与韩玄武面面相对。你有胆子就别逃。韩玄武闻言面色一滞，竟真的没敢动手，狠狠撂下一句话后，满脸不甘地坐了回去，2只虎眼死死盯着赵生不放。天柱山有几项禁忌，其中一项就是千万不能在交易会上动手，否则……赵生有意无意地瞥了人群中身穿紫色法袍的年轻人一眼，那人是紫阳宗的内门弟子，负责主持今天的交易会。赵生在天柱山混迹20多年，虽说连修仙者也不是，但是他的名气一点不小。胆大包天，奸滑手狠，一桩飞行第1人，先天符杀炼气后期，从筑基手中逃脱，以上都是他的标签。因而一些相熟的采药客纷纷跟他打招呼，赵生也屡屡抱拳回礼。找了一处熟人多的地方坐下，
他扭头向旁边的和尚陆大友打招呼道：“陆兄安好，还有诸位。”说话间，赵生搭眼一瞧，见陆大友的队伍里又少了几个人，眉头便皱了皱。不在的那些人恐怕凶多吉少。要知采摘灵药绝不容易，在悬崖峭壁上下，时刻都要小心狂风迷雾，还要提防窜出的毒虫、猛禽、凶兽之类，稍有不慎，便是尸骨无存的下场。更何况天柱山又何尝是一个单纯采药的地方？陆大友看出了他的心思，不过他这种练气老油条早看淡了生死，只是哈哈一笑，将注意力转移。公孙老弟，最近在哪里发财？你一个人单着实在危险，不如加入我的队伍，大家也好有个照应。自从赵生开创出翼装飞行模式后，他便成了许多采药小团队的香饽饽。因为翼装飞行真的很有用，很多练气前期的修仙者学会翼装飞行之后，存活几率直线上升。所以在赚了一大笔学费的同时，赵生的名气与日俱增。哈哈，陆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些年我一个人懒散惯了，不太适应和别人一起行动。赵生打哈哈的委婉拒绝了对方的招揽。修仙者高傲自大，一向看不起先天武者。赵生虽说名气不小，但也不能例外。若是加入了陆大友的队伍，说不定哪天就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刀子。要知道他赵某人可肥得很啊。陆大友又劝说了几句，见赵生总是左右推脱，最后终于不耐烦地冷下脸子，不再搭理他。咳。又过了一会儿，可能见没有人再来了，那位紫阳宗弟子忽然咳嗽了2声，站起身来。火堆周围顿时一静，所有人都看向他。这人扫视了众人一遍，然后开口道：“之后差不多了，开始今夜的交易会吧。老规矩：1. 不能动手；2. 或1里手，交易双方不得反悔；3. 超过10里安全范围，每人生死各安天命。另外，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兑换，不拘灵石法器，到付丹药。”说完，他便重新坐了回去。交易会开始，一些采药客陆续找上紫阳宗弟子，用灵药兑换所需之物。其他的采药客则熟练地摊开一张包袱，摆上一些零碎东西，比如各种风干或保存完好的灵药，各种残破的法器与刀剑、肉干、水壶，一些不知名的矿石或妖兽残肢、爪牙等等。赵生也是如此，他从背上解开背带，将背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倒在地上，然后一一摊开。3颗百年珠果，一卷穿山铁甲的兽皮，一株脸大的青枝，2株嫩如玉的白枝，一把青铜小刀，一件叠好的蓝色法袍。以上这些就是他这1个月来的收获，但不是最重要的。赵生犹豫了再三，终于从怀里掏出一块晶莹剔透、散发着莹莹白光的圆形玉佩。这样东西一出现，立刻引来旁人的注意。一阶护身玉佩，有人惊叫出声：“我操！难道公孙胜又偷袭了哪个门派的弟子？”哼，公孙老贼仗着轻功绝世，惯会从人背后打闷棍，要不是他逃命能力太强，早被人捉住扒皮抽筋了。赵生丝毫不理旁人的议论，这时已经有人按捺不住凑上来，询问如何交换护身玉佩。只换黄牙丹、青玉伞等增长修为的灵丹。面对来人，赵生稍稍提高了声音，故意让旁人听到。来人一听这话，当即尬笑道：“公孙兄，你一个先天武者，也用不上这些修仙灵丹，不如换一个条件吧。我这里有1瓶回春丹和1瓶先天丹，你看。”抱歉，其他一概不换。赵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哼！来人哼哼唧唧地走了。又凑过来的一个人，却让赵生十分头痛。韩玄武2脚岔开，蹲在他对面，2眼直愣愣地盯着赵生，也不说话。韩老弟，你至于这样吗？我真的没有藏私，练不成云龙，久便是你体质不合，不是我的问题啊。赵生神情十分诚恳。他对韩玄武的印象不错，此人很讲江湖义气，做事也光明磊落，关键是从不歧视凡人武者。另外，赵生说的也是真话，没有身轻如燕的体质，普通人练到巅峰也最多一步7、8丈，而不像他这样能一步10丈，凌空虚度。韩玄武一言不发，公孙老贼的名声在采药客中都快臭大街了，他的话一句都不能信。而且云龙9变也一定另有诀窍，不然身为练武奇才的他，不可能练不到大成。赵生见对方打算死缠烂打下去，正要再劝说几句，突然他鼻子猛地抽动了几下，闻到了一种极淡而奇特的气味。赵生脸色微变，悄悄环顾左右，见周围毫无异常，交易正进行得火热，然而空气中的异味却在一点点地变浓。自从去年达到先天极限后，他的嗅觉突然就变得异常灵敏，能够将空气里的复杂气味一一辨别，也能闻到修仙者也无法察觉的气息。他把这种超常能力称为灵嗅，
又叫做狗鼻子。近几年，他之所以屡屡逃生，仰仗此异能甚多。听我一句劝，尽快离开这里。赵生运用传音入密的功夫，提醒完韩玄武后，手脚麻利将地上的东西收回背包。收拾后东西，赵生突然站出来，怒气冲冲地向韩玄武吼道：“好，今天遇上你，算老子倒霉！我走还不行吗？有胆子就来追我吧！”说完，他不顾其他人异样的目光，脚步飞快地向外边走去。公孙老弟，且慢，等换完玉佩再走也不迟啊！陆大友忽然对赵生高喊道。然而赵生仿佛没听到一样，先天真气从脚底涌泉穴喷涌而出，身形闪现，一步跃入黑暗中。然而下一秒，他身形十分狼狈地倒射回来，脸色变得异常难看。这时候，有机灵的采药客已经察觉哪里不对劲了，周围迅速安静下来。而这时，那位紫阳宗弟子突然站起来，冲赵生问道：“出了什么事？”赵生看了对方一眼，冷声道：“外面不知道被什么人布下了一座结界法阵，我们出不去了。”几十号人一起到抽凉气的场面相当壮观。要糟！所有人心中猛然生出同一个念头。赵生感觉不对，不知为什么，看到那个紫阳宗弟子的表现后，他心中便很不得劲。没等他辨明究竟，那位忽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时间早了点，不过也可以了。”咦，他什么意思？赵生敏锐把握到了那人的语气变化。聪明人也不止他一个，陆大友同样抬头，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过去。便在此刻，空气中的气味骤然浓烈。小心！赵生忽的大喝出声，在其余人等还茫然无措之时，突地后仰，身体贴紧地面，频频倒飞出去。稍迟一线，大片炽热红光从鼻尖抹过，火浪汹涌爆裂，随之而来的是异常呛人口鼻的辣味。接下来就是连番惨叫，还有那位紫阳宗弟子肆无忌惮的狂笑声。地废毒焰，小心！他不是紫阳宗弟子，他是地焰宫的魔徒。这是韩玄武的声音，伴之而起的是阵阵爆炸声。赵生在一个翻滚，跳到石台边缘，躲在一块碎石后面，同时飞快吞下几颗解毒丹，运起归西功进入胎息状态。即便如此，他也是一片头晕眼，恶心欲呕。在此过程中，惨叫声一直不绝于耳。抬眼去看，入目地却是火光冲天，遍地惨嚎逃窜的火人。原本的篝火体积暴涨10几倍，化为一只只油绿色的火焰巨兽，迅速扑杀着周围人。一些离得近的人已经被烧成焦尸，少数人一时还未死去，在地上挣扎惨嚎，面焦黑如炭，半点血液都流不出来。造成这一切的正是那位紫阳宗弟子，他的真正身份是得焰宫真传魔徒，名字叫符彦清，炼气大圆满境界。此人正大笑不止，手上甩出一团团赤红火球。赤火火球一碰到食物，便爆裂炸出一圈圈火浪，滔滔火浪排冲而出，所过之处，地面草木无风自燃，很快形成一片又一片赤红火海。更恐怖的是，所有人体内的灵力仿佛被某种东西禁锢住了，能动用的灵力不足1成，因此几乎没有反抗之力。倒是韩玄武精通各种武学，尚有力气到处逃窜。只见他脚步轻点，身体骤然变向，连续躲过好几颗呼啸飞来的火球，接着飞身一跃7、8丈，跨过滚滚而来的火浪。符彦清一边杀人放火，一边犹有闲情扭过头来，朝向赵生笑道：“以道士警觉，我刚放出固灵散，便给你觉察出来，幸好提前布了法阵，不然就让你逃了。”他杀死并伪装成紫阳宗弟子的事情，万万不能暴露出去，否则必会被紫阳宗追杀致死。若不是为了多买几颗筑基丹，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赵生眉毛立起，这人嚣张的过分。当然，符彦清确实有嚣张的资本，不足40岁就修炼到炼气大圆满境界，这在修仙界绝对属于天才之列。见赵生表现得很是冷静，符彦清嘿嘿发笑，口中呼的一声喊：“斩了！”话音方落，赵生便见一道红线从头顶上直斩下来。赵生脸色狂变，双手猛地向上托起，一道3尺厚的真气墙瞬间生成，直接挡向红线。然而一切都是徒劳，3尺气墙丝毫没起作用，就像热刀切黄油似的，轻易被红线切开。下一秒，却听砰的一声，红线瞬间停滞下来，继而显现出一把淡红色小剑的形状。一道骤然出现的圆白光照，代替他挡下了这一击必杀。代价却是他手上的玉佩咔嚓一声裂开了几道裂缝。与此同时，所有的惨叫和呻吟声都消失了，除了赵生和韩玄武之外，其余采药客都死在符彦清手里。韩玄武飞快逃到赵生身旁，
又惊又怒道：“公孙老贼，你心眼子多，快想想怎么逃出去！我千万不能死，我闺女还等着我回去啊！”凶手意犹未尽，已变得赤红的眼眸在两人身上转了几遍后，最终目光紧盯在赵生脸上。嘿嘿，你们想怎么死？这时，韩玄武突然一言不发的一跃跳向石台之外的虚空，谁知石台边缘突然浮现出一层血色屏障。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光膜，实际上却坚韧无比。韩玄武慌不择路的一头撞上，顿时被反弹回去，跌了个四仰八叉。蠢蛋！赵生见状，心里破口大骂，要是能逃出去，他早跑了。说到底，韩玄武一点不信任他，不亲自试一试，根本不会死心。轰！正想着呢，7、8颗赤色火球带着无比灼热的气焰向赵生头顶砸了过来。幸亏他轻功绝世，10丈之内几如瞬移，躲过一波攻击。赵生肺里充满灼热感，此时附近地上烈火熊熊，石头都快烧融，他快没地方落脚了。然而更大的威胁却是那柄淡红色飞剑，随着他连续的攻击，圆形光照亮度迅速减弱下去，而护身玉佩上也裂缝遍布。赵生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可他明白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我操，老子跟你拼了！另一边，韩玄武被追得逃无可逃，气得掏出一把法符，运起残余灵力灌注其中，随后不管不顾地扔了出去。火球、冰剑、金色刀芒，一时间10几道一阶5型法术齐齐砸向符彦青。面对漫天而来的攻击，符彦青神情自若，不慌不忙地念着法诀。下一秒，他身前地面上的火焰突然暴涨到1人高，转眼间凝成3面厚实的火焰盾牌，轻松将这一波攻击一一挡了下来。看到这一幕，韩玄武面泛绝望。可就在这时，赵生忽然跳到他身边，满脸兴奋地急促喊道：“也还有没有水兵一类的法符？我们有救了！”一听这话，韩玄武狂喜，连忙大喊：“有！”说着，仿佛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出一大摞法符。得亏韩玄武不太擅长采药，而为了修炼他平时兼职2道贩子，时时储备招法符丹药等基本修仙物资，还有8张水兵系法符。不过我能用的灵力不多了，够释放这8张法符吗？够，很好。待会儿我让你往哪扔，你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全砸出去。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面临生死危机，赵生2人语速极快，短短几句话便商议妥当。跟我走。赵生双眼扫遍周围，马上伸手指向丈许外的一处地面，那里火浪滚滚，地面几乎被烧成岩浆。扔！韩玄武虽然想不明白为什么，但没任何迟疑，立即运起最后一点灵力，释放出所有的水兵系法符。霎时间，只见3、4颗水缸大的湛蓝水球，7、8道胳膊长的冰剑，几十近100枚玄冰针，劈头盖脸砸到烧得通红的地面上。刹那间，就像冰水倒入滚烫的岩浆里，大量灰白色雾气蒸腾爆发，转眼间充斥满方圆几丈空间。浓浓的雾气不仅将赵生和韩玄武2人吞没，也遮挡了符彦青的视线。整个过程看似很长，实际上却只有几秒钟。嘶！岩浆似的地面迅速冷却凝固，重新露出灰白色实质，并且咔咔突然裂开无数细小缝隙。啊！我明白了！不去理会韩玄武的狂喜，赵生立刻从腰间抽出一把3尺软剑，灌入先天真气，软剑剑身瞬间变得笔直坚硬如钢，倒转剑柄，剑尖冲下，用力猛地插了下去。咔嚓一声轻响，软剑剑身大半没入石头里。赵生握住剑柄用力滑动，就见剑身反复横切数割，短短2秒钟，赵生脚下3尺厚的石质地面被切成无数碎石，而附近的裂缝也迅速变长变深。下一瞬，只听咔咔断裂声密集响起，方圆2丈范围内的地面忽然碎裂开来，地面瞬间坍塌。赵生感觉脚下一空，身体随着无数碎石一起跌落万丈深渊。得救了！他心里大喊，脸上不禁露出狂喜之色。不！而这时，上方传来一声万分不甘的怒吼，紧接着7、8只火焰巨兽从石台上飞扑而下，一副不死不休的疯狂模样。山风呼啸，兽吼嘶鸣，一道红线闪电般划破夜色，瞬息越过10几丈距离，斩入赵生身前的防御光罩上。咔咔，防御光罩陡然碎成无数光点，红线速度稍减，但仍以常人无法看见的速度斩向赵生头颅，似乎嗅到了死亡气息。赵生瞳孔瞬间缩小到极点，视线中那道红线忽然慢了10数倍，剑身变得清晰可见，在虚空中以正常速度飞过来。赵生心如水镜，倒映出飞剑的轨迹，右手软剑全力刺出，剑尖精准无比的刺到飞剑剑尖之上，针尖对麦芒，一甲子先天真气轰然爆发。刹那间，一股极大的冲击力从剑身传到赵生身上，他身体巨震，而跟随他10几年的软剑竟然寸寸断裂。幸好那柄淡红飞剑也终于被击飞出去，也得益于这搏命一剑，赵生坠落速度陡然快了一大截，短短几个呼吸便跌入下方云海中，视线被重重雾气阻挡。到了这时，赵生心神才重泛波澜，知道自己侥幸逃过一劫。
又坠落了2000丈后，他迅速展开两侧飞翼，借助风力，无声无息地融入清明暗夜里，逃之夭夭。10几年后，赵生全身缩在一处树洞里，神情非常紧张。他屏气凝神，一动都不敢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在他丈许外的一根核爆粗的大树枝干上，正蹲着一头庞然大物。那是一头一展数丈的巨大飞兽，恶龙似的头颅上，暗红的角鳞密密麻麻地排列了一层又一层，却挡不住典型的恶嘴龙筋以及霸气外露的獠牙。角鳞越向身躯铺展，颜色就越是鲜艳，最后只如染了一层鲜血似的，身躯稍抖，便有一层血光在云雾中扩散。这头巨兽叫血翼飞蜥，是天柱山鹰面独有的妖禽，生性凶猛好斗，不仅能生嘶虎雕蛟蟒，战力更能与筑基修士媲美。赵生的小身板太弱，万万扛不住这头妖禽的一爪子。过了好一会儿，随着阵阵腥气涌入赵生鼻端，有动静隐约从浓雾里传来，仿佛有一头巨大生物正向大树这边接近。血翼飞蜥发出一声嘶鸣，双翼展开，携风裹雾，扑击而下，利爪所及，乃是一头刚现身的巨大山猿。只是这头山猿身躯壮硕如山，生有4臂，天生神力无双。他一声怒吼，跃起3丈高，扑到血翼飞蜥身上，挥拳便砸。随即2头凶物便在云雾中大战起来，血肉碎鳞漫天飞散。趁着2头怪兽激斗正酣，无暇顾及周围，赵生偷偷从树洞里钻出，悄无声息地逃入更远处的浓雾里。俗话说，夜路走多了终会遇到鬼。作为翼装模式的开创者，赵生昨日在飞行途中，竟然非常倒霉地遇到了云海乱流。云海乱流是天柱山常见的一种气候天象，它极其危险复杂，犹如飓风龙卷，一旦被它卷进去，连筑基修士都很难及时脱离。赵生不慎被卷入其中后，身体完全失去控制，在乱流中不停地翻转滚动，一阵阵的天旋地转，让他头昏脑胀，也不知乱流里飞了多久。最后他只觉脑袋一痛便昏迷过去。等他醒来后，当场傻眼，倒不是因为他身体差点从树藤上掉落，而是发现周围全被浓雾笼罩。赵生从树藤里挣扎起身，慢慢转移到靠山壁的老树上，小心观察着周围环境。山石、草木、苔藓都是天柱山常见的东西，仿佛一切很正常。1个时辰很快过去了，浓雾没有一点消散的迹象。这时赵生突然生出一个吓人的念头，他好像被卷到了死亡宝地。当时他冷汗就下来了。天柱山的正阳面和背阴面完全是2个不同的世界。天柱山太高太大，阳光根本照射不到它的背阴面，导致天柱山的背阴面常年隐没在浓雾里，不见天日，白天亮度极低，正午时分都看不清几丈外的景物，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也因为这个缘故，天柱山背阴面存在着大片大片从未探索过的蛮荒地域，这里是灵药、灵植、妖禽凶兽的天堂，也是万千采药客的埋骨之地。未知神秘，极度危险，却蕴藏着无数天才地宝。死亡宝地是无数采药客对天柱山背阴面的戏称，充分表达了对他又爱又惧的复杂情感。赵生所处的地界无疑是在天柱山背阴面的某个未知角落。脱离险境后，不知不觉赵生又攀爬了几百丈山壁，期间多有艰险之处，毒物凶兽不提。随着山势越来越高，空气变得稀薄，温度也降得异常快，山壁上处处结冰，触面湿滑，万一手滑便会跌入云海，生死不由己。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的缝隙，暂时喘口气。此地寒气刺骨，颇有些冬天的感觉。不过对赵生来说，最困难的不是气温，而是恐惧感。人类最有用的感官是眼睛和耳朵，大部分外界信息也是由2者收集而来。浓浓的厚重雾气把赵生的眼睛和耳朵封印了，天地变得异常死寂，稍远一些便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清，失去视听两感，又明知自己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绝大部分人出自本能都会产生恐惧，赵生也不例外。他更清楚地知道，这里的夜晚远比白天热闹太多，云海中游动的凶兽数量比阳面起码多出5成，更有一些庞然大物在更高更深的云海中徜徉，稍稍释放出一丝威压，便能让他这个凡人为之屏息。事实上，赵生早已经自觉地进入胎息态，灵鼻亦能更是全力以赴，时刻嗅着雾气里的危险。因为阴面世界更危险、更血腥，也更难以捉摸。这里的凶兽总是在到处游走，似乎搜寻着什么，也就造成了频繁的冲突。短短2个时辰里，便发生了4、5起极度凶残的搏杀，每一起都是以某一方甚至双方的惨死而告终，血腥气弥漫，混入云雾之中，成为这里独特生态的一部分。直到这时，赵生才明白为什么这里被称为死亡宝地。没有筑基修士特有的神识，即便是炼气大圆满进入此地也很难生存，普通采药客甚至在这里活不过1天。不过很快，这片浓雾天地又向赵生展示了宝地的含义。半天后，他爬上了一处凹进山壁的坡地，坡地下面坡度极陡，上面则略显平缓，沿山壁凹进约数10丈，斜坡上植被茂密，这很反常。这里平常隐没在浓雾之下，不见阳光，除去一些苔藓菌类，应该很难有植物生存。但一想到这里是天柱山，赵生立刻释然了。刚踏上坡地，赵生迎面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雾气里的药味太冲了，
就像数以百计的灵药扎堆生长，十几种不同香气混杂一处，让人一闻就忍不住上头。这其中最浓郁的当属紫气枝的味道，那肯定是紫气枝，赵生绝不会闻错。虽然他想不明白紫气枝为什么可以生长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但他相信自己的鼻子，也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采药经验。当下赵生精神大振，小心地开始探索之旅。越是陌生的地方越要小心，尤其是千万年来都没人踏上的蛮荒地域。所幸这处坡地没有大型生物，只有一些鹦鹉鬼鳖之类的小毒虫。事实证明，赵生的鼻子比狗还灵敏，这里确实是天柱山难得一见的灵药宝源。视线所及，血剑草、麒麟枝、燕龙果、无心、金金子，一株株价值不菲的灵药在树下、草丛、石头缝里肆意生长，而且个体型粗大壮硕，药龄极长。当然，最多的是一颗颗或白嫩或靛青的低等紫气枝。咦！赵生忽然惊异一声，表情狂喜。在他右手边2丈外的一根枯死的树根上，赫然生长着一株脸盆大、赤红如火的一种灵芝——赤火枝。赵生一个箭步冲过去，用手一摸枝盖，赤火枝特有的灼热感让他意识到自己真的走大运了。这真的是一株便能兑换1颗筑基丹的赤火枝。看到灵芝表面上一圈圈密密麻麻的药纹，赵生那双稳如磐石的双手竟然都隐隐颤抖起来。细细数过一遍，一共831圈药纹，意味着这株赤火枝的药龄已超过800年，足以兑换1颗上品筑基丹。丹药都有上下品之分，服用1颗上品筑基丹，修仙者筑基的成功率超过3成，而1颗下品筑基丹的成功率却不足1成。3成的筑基成功率，可想而知上品筑基丹在修仙界是多么的抢手。稳了，赵家成为修仙家族的事稳了。这是赵生心里浮出的第一个念头。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定下人生目标会有超额完成的机会。有了这颗赤火枝，赵成了这个不争气的，算是已经半步跨进筑基的大门里了。当然，他得先修炼到炼气大圆满。想到老八平时的做派，赵生恨不能立刻飞回去扇他2个大耳光。练个屁的武，修仙他不香吗？只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死孩子还是油盐不进。赵生忽然想到了韩玄武，莫非他之所以相中了老八，是因为他和老八性格上有些相似的缘故吗？有时候幸福太多也会成为烦恼。这片坡上生长的灵药数量很多，而且大多药龄很长，100年以上的随处可见，超过1000年的也发现了3株，其中1株是千年血剑草，它是天然的木型法器，稍微炼制一下就是一柄上好的灵气飞剑，还有1200年火候的9节墨玉壶，以及1颗千年金金子。值得一提的是，他又发现了1株赤火枝，不过只有680年药龄。对于没有发现千年紫气枝，赵生并不感到遗憾。事实上，也从未有人在天柱山阴面发现过紫气枝，这是因为超过1000年的紫气枝已然生出灵性，天生有遇云化雾、遇土则遁、遇木则融的特性。背包空间有限，赵生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终决定把包括赤火枝、千年灵药在内的9株价值最高的灵药装进里面。其他灵药他不打算带走，因为带上它们会影响他身体的灵活性，在这种极危险的地方，有时动作慢上一点都可能致命。赵生还没把希望带回去，自然不会因小失大。就在他忙碌着挖掘灵药的时候，云雾中忽然有腥气卷过来，赵生惊疑一声，身形下挫，一个翻滚扑向早已瞅准的藏身处。刚刚隐蔽下来，头顶便有扑哧声响起，他向外扫了一眼，降落在坡地上的正是先前他见过的血翼飞蜥。这头血翼飞蜥看起来受伤不轻，暗红的角鳞七零八落，身躯上伤口无数，神色萎靡。而他到这里来，好像带着强烈的目的性。降落之后，并不东张西望，而是直接寻到一处树根，伸出前爪，沿着树根往下掏挖。那里正好是赤火枝生长的地方。赵生也不怕这妖精发现，心里生出了强烈的好奇心。血翼飞蜥爪子尖利，很快就挖了数尺深，显露出下面的土层。这家伙极是熟忍的叼出一把土，直接吞进嘴巴里，嚼都没嚼，便咽了下去。或许这土真有药效吧。飞蜥在吞咽了这玩意儿之后，精神竟也振奋起来，嘎的一声叫唤，张开双翅，扇出一片狂风，振翅飞翔而去。吃土！赵生从藏身处跳出来，跑到飞蜥挖开的土层前，仔细查看，深坑里残存着稀碎的根茎，泥土呈暗褐色。除此之外，没发现任何异样。赵生感觉很奇怪，伸手从坑里抓出一把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咦，有一种淡淡的异香从泥土中散发出来，气味真的很淡，也就是赵生鼻子比狗还灵敏，才能察觉到。他试着舔了一口手中的泥土，味道极其苦涩。赵生心中蓦然生出一个念头，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药泥？修仙界自古以来就有药泥之说，传说当灵药无人采摘，自然枯萎死亡后，经过千百年的腐败风化，会化为带有药性的土壤，又经过不知几万年的日积月累，一层层药土堆叠，会逐渐生成一种能加速灵药生长的药泥。这种药泥含有一部分药效，可以当作灵药吞服，但远不如它的催熟特性。想到这里，赵生异常兴奋，开始迅速在坡地上四处挖掘。1个时辰后，坡地变得坑坑洼洼，
这时赵生神情喜忧参半地站起身来。这时候他发现这片坡地并不都是药泥，实际上只有枯树根1尺范围内才有药泥的踪迹。只是他又发现了一件令他非常震撼的事情，这片坡地上没有大树，却有一块残存的大树根系。从挖掘的结果来看，突出地面的枯树根仅是冰山一角，大半部分根系都掩埋在土石之下，并向四面八方伸展，不仅完全占据了整个斜坡，甚至扩散到了周边的崖壁之中。赵生难以想象，在这种阴暗地方怎么会生长出如此巨大的树木，而拥有这样一块根系的大树若还留存，又将会是怎样的庞然大物。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树已经断折了，很可能已经摔入了无底深渊，余下的这块根系大部分也已经枯死，但还有小部分留存下来，造就了此地独特的生态系统。同时枯死根部也化作一片片药泥，成了这片坡地里无数灵药生长的养分。有了药泥这种奇物，赵生又费一个时辰，用挖出来的药泥把9株灵药细细涂抹岩石，这样既保证了药效不流失，又防止药香传出去后引来不可预测的危险。临走时，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又转回坡地，用随身匕首砍下一小截看上去更加新鲜的树根，放入背包里。离开了坡地后，赵生开始了漫长的寻路之旅。天柱山有一个好处，只要你横向攀爬，总会转到山的另一边。事实上，赵生也是这么做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赵生终于从死亡宝地挣脱出来，再一次见看到了太阳和云海。此时他已经遍体鳞伤，衣衫褴褛，谁也不知道期间他经历了什么艰难险阻。而对这一段经历，赵生也是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几个月后，澧水河畔，赵家庄园的祠堂里忽然传出一声怒吼：“给老子跪下！”赵生横眉怒目地看着不争气的儿子，气得脑瓜子疼。扑通，长得虎背熊腰，相貌却异常清秀的赵成了十分干脆地给自家老爹跪下了。爹，我知错了。呸！你知错个屁！这些年我和你娘苦口婆心地说过不知多少次，你哪里改过了？修炼几十年，你才堪修到炼气3层，而你媳妇不过5灵废根，却已经是炼气5层境界，一个4灵根连废灵根都不如。快说，你是不是又偷偷将灵元丹送给他了？已经年过古稀之年的赵生说起话来仍然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他越说越生气，抄起家法藤条便对儿子劈头盖脸一阵抽。赵成了已经晋升先天境界，身体皮糙肉厚，对这点皮肉之痛浑不在意。他一边跪地挨打，一边辩解道：“爷，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坐不住，一修炼就打瞌睡，反正我服用灵元丹也是浪费，倒不如给青青。”赵成了口中的青青名叫韩青青，天生废灵根。他父亲是韩玄武。话说10几年前，赵生和韩玄武从符彦卿手下死里逃生后，赵生还没什么，倒是韩玄武因此走了大运。由于他及时向紫阳宗通报了有地焰宫魔徒杀死并伪装成紫阳宗弟子，并在天柱山上设局杀人夺宝的事情，因此被拜入紫阳宗。后来又因修炼天赋高，被一位筑基后期修士收为弟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仅用了10几年时间，就从炼气6层飞速提升到炼气9层。当年韩玄武非常感激赵生的救命之恩，先后多次上门拜访，两人关系越处越近，最后韩玄武更是将女儿许配给赵成了，两家索性成了亲家。与丈夫懒散不求上进的性子相比，韩青青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修炼狂。除了生孩子的2个月之外，她常年在净室里闭关修仙，无事不出门。赵生听到儿子狡辩，不由怒气更盛，你媳妇天生废灵根，根本不可能筑基，灵元丹给她就不是浪费了，还不如给宣翰和兰兰。赵宣翰是赵成了的大儿子，今年12岁，炼气2层，和他爹一样是4灵根。兰兰全名赵宣兰，今年才6岁，却是赵生老2口的掌上宝，天生金土木3灵根，他才是赵家的希望，未来筑基可期。赵成了闻言一愣，随即嘟囔道：“爹，我觉得练武很好，为什么非要让我修仙呢？您不也是先天武者吗？”赵生怒斥道：“胡说八道，练武有什么好的？他能长生吗？100年之后任你武道通天，最终也是一堆黄土。我问你，家族的祖训是什么？”赵生刚说完，这时从门口蹦进来一个小小的身影，声音稚嫩的喊道：“爷爷，我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修仙高。哎呦，来了，快到爷爷这边来。你奶奶呢？”赵生一见大孙女到来，表情由阴转晴，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他随手扔掉手中藤条，大步走过去抱起宝贝孙女。你奶奶呢？赵生一边逗弄着小鱼儿，一边问道。奶奶在后面呢。赵宣兰依靠在爷爷怀里，奶声奶气的认真答道。正说着，一个老态龙钟的身影也出现在3人面前。人生70古来稀，70多岁的王玉琪不复年轻时美丽的模样，已然变得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他看见儿子跪在地上，顿时埋怨道：“死老头子，老爸也都是快40的人了，怎么动不动就让他跪着？他不愿意修仙，你就是在强逼他也没用。”赵生生气道：“糊涂，你也是修仙家族出来的，难道不知道这世上唯有修仙者才是人上人？哼，赵志请你说这话，是不是嫌弃我老了？亏我辛辛苦苦给你赵家生了8个孩子。”看见说不过老头子，王玉琪忽然开始哭诉起来。赵生最怕他这一招，
见状急忙服软道歉，同时让儿子马上滚出去。王玉琪很得意，丈夫这辈子都被她这招拿捏得死死的。只是看着外貌不过50许，满头黑发毫无皱纹的丈夫，再看看满头白发苍老如丝的自己，一时间王玉琪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年华老去的感伤。不过这种感伤很快淡去，她的心思很快都投到孙女身上，一场家庭风波迅速戛然而止。这时刚祠堂不久的赵成了，很快又匆匆返回。爹，岳父来了，他正在客厅等你呢。赵生闻言眼中金光一闪，立即吩咐道：你先陪着你娘，我去见你岳父。说完又向王玉琪告罪一声，接着快步离开祠堂，向客厅走去。前年紫阳宗派韩玄武到天柱山担任主持交易会的特派专营弟子，赵生也因此受益匪浅。要知道特派专营弟子是一个油水十足的位子，低买高卖，压榨采药客，捡漏倒卖丹药法器，两边赚差价等等，他们有太多轻松赚零食的方法。2个月前，养好伤的赵生通过韩玄武出手了一株千年9节墨玉壶，不仅换来一批5行法符、灵元丹等基础修炼资源，还得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今天韩玄武重新登门，必定带来了好消息。赵生和韩玄武是儿女亲家，也不用刻意寒暄，简单聊了几句后，赵生便急切地问道：玄武，消息确认了吗？紫阳宗今年会放出几枚百年令？韩玄武两手比划了一个10字，道：整整10枚。不等赵生再问，他很快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原来20几年前，紫阳宗内有位金丹大圆满的真人即将开始冲击元婴境界，为了提高成功率，紫阳宗不惜血本也要炼制出元婴丹。元婴丹这种4阶极品宝丹，其炼制成功率显然极低，所以一连失败了2次后，紫阳宗也是元气大伤，最近不得不卖出大量资源回血。百年令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它不是法宝，却比法宝更珍贵，因为它代表着一条1阶灵脉的百年拥有权，而1阶灵脉足以供养出筑基修士，拥有百年令的修仙家族也会受到紫阳宗的庇护。作为有元婴老祖坐镇的大型势力，紫阳宗内金丹真人超过10指之数，筑基过百，实力异常强悍，很少有势力敢履其虎须。因此百年令对修仙家族而言非常重要，尤其是像赵生这样的微型炼器家族。反过来说，百年令的价格自然也异常昂贵。赵生眼前一亮，急问道：起拍价多少？每年要还带多少灵石？韩玄武叹了一声道：起拍价5万灵石起步，上限未知，但最少也要6万，反正咱们2家落1块也买不起。至于每年的租费不提也罢。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赵生笑道：你有5万灵石吗？这个真没有。哎，没有。你说什么呢？百年令就不是咱们能惦记的东西。不像韩玄武那样灰心丧气，赵生心里一寻思，觉得要冒险试上一试，因为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紫阳宗名下的每条灵脉都设有相配套的强悍护山大阵，一旦发动能防御住普通筑基后期修士的进攻。此外还配有万里一线符，紧急时候可以向紫阳宗发出求救符信。几十年来，大庸周家始终是悬在他心口的一柄利刃，平时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一天周家突然找上门来。只要拥有百年令，赵家就不惧周家来攻，也能安心发展100年。于是赵生神情坚定道：10条灵脉因为品质和资源产出不同，其价格也必定有高有低，咱们专找价格低的派。我是没有5、6万灵石，但没说拿不出价值相当的宝物。赵大哥，你的意思是？想到2个月前刚出手的千年灵药，韩玄武眼睛瞬间亮成了灯泡。女儿韩青已经嫁入赵家，韩玄武作为父亲也不图什么，就是十分希望赵家发展得更好。赵生示意对方稍等，接着起身离开客厅。稍后他捧着6个形状各异的玉盒返回来，将玉盒放到桌上。赵生从里面挑出一个方形玉盒，小心去掉封口后打开了盒子。刚看清盒中灵药的模样，韩玄武当场就跳了起来，饿狼扑食般凑到玉盒前，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赵生微笑道：这株赤火枝有800多年药龄，应该值个5、6万灵石吧？值，太值了！一枚上品筑基丹在紫阳宗内部至少也要5万灵石，而且有价无市。外面房市上你根本见不到上品筑基丹的影子。韩玄武兴奋地搓着手，眼里忍不住露出贪婪之色。这种天大的机缘突然出现在炼器修仙者面前，换谁也把持不住啊！赵生自然瞧见了对方贪婪的眼神，不过他一点也不怕，因为送给你了。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韩玄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躁地连连追问道。赵生表情很平静，语气却十分郑重道：我说送给你了，老大哥，这事你可不能开玩笑。真的？韩玄武当即又确认道。赵生笑了笑，解释道：自然是真的了，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韩玄武听完这话大喜过望，连忙拍胸脯道：赵大哥，您尽管说，甭说一个要求，就是10个。弟弟，我也没二话。赵生笑着摆摆手道：不用10个，就1个足矣。我希望你筑基之后能看顾赵家几年，最好能看顾到宣汉或宣兰筑基。韩玄武听到这话突然哈哈一笑，忍不住指了指赵生，失笑道：老大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看你这辈子都是为家人活的。
宣汉或兰兰也是我的外孙或外孙女，我不照顾他们，还能照顾谁呢？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着，赵生伸手将赤火枝推到韩玄武身前，示意他收好。在韩玄武小心收起赤火枝的时候，赵生又伸手将其他玉盒一一打开。韩玄武仅仅看了一眼，就愣住了。好家伙，1尺7寸长的血剑草，起码有1500年火候。琥珀石兰，炼制高阶伏魔的必需品，长到巴掌大，至少也得700年。此外，还有700年麒麟枝、500年焰龙果、7叶7瓣阴阳3种特殊灵药。这些特殊灵药每种从几千到上万灵石不等，尤其是千年血剑草，至少值几万灵石。这种天然灵气具有不可替代的成长性和亲和性，只要使用者不断往血剑草里灌输自身灵力，血剑草就会继续成长，威力也会越来越大。它甚至有可能成长为金丹级法宝，还是本命法宝的那种。韩玄武看得眼馋心热，不禁羡慕道：“赵老哥，你这是挖到宝窝了呀！呵呵，才要几10年，我手里也就存了这么一点好货。为了百年令，这下连老底子都翻出来了。”赵生将早就编造好的理由说了出来。坡地灵药园的事，赵生不打算向任何人透露。天柱山阴面太危险，即使如赵生也是百经生死才逃出来。赵家后人老老实实修仙就好，不要拿性命赌博。也就韩玄武听完很想啐对方一脸，赵生实在太不要脸了。天柱山不知道有多少采药客一辈子都采不到一株500年以上的灵药，这位老大哥一出手就是6株，不对，加上那株千年9节墨玉壶是7株。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灵药都异常珍贵。然而他终究还是小看了赵生，除了上面那些，赵生还藏着赤火枝和千年金、金子2种价值过万的灵药，这是他为赵家留下的底牌，即使是韩玄武也不会跟他讲。韩玄武细细把玩着血剑草，满脸痴迷之色。作为曾经的武痴，现在走上剑修之路的他来说，血剑草这种天然灵剑胚子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至宝。这时赵生忽然问道：“你不用惦记血剑草了，还是估算一下这些灵药大概值多少灵石吧？”韩玄武恋恋不舍地将血剑草放回玉盒，大略估算后说道：“除了血剑草，其他4样加起来大约16000灵石左右。若是加上血剑草呢？”赵生追问道。韩玄武略一沉思，认真道：“至少6万。若能让更多筑基剑修下场争抢，血剑草还能多卖1-2万灵石。”赵生点点头。韩玄武说的价格与自己估算的差不多。韩玄武又自信满满道：“赵大哥，你不用担心，这点灵药在紫阳宗不算什么，很容易被内部消化。另外，我师父也是一位剑修，他老人家身家丰厚的，血剑草卖给我师父，保证你不吃亏。”韩玄武的师父是一位筑基8层剑修，师祖是金丹中期剑修，剑修以战力强悍著称，因而韩玄武所属的剑修一系在紫阳宗内也算是一方山头，属于能和元婴老祖能说得上话的那种。赵生之所以敢打百年令的主意，也有借助虎皮拉大旗的意思，这一点根本不用细说，相信韩玄武也心知肚明。赵生点头道：“既然如此，一事不烦二主，参加紫阳宗拍卖会的事也交给你吧，小事一桩。”韩玄武知道赵家现在实力太弱，不适合出面拍下百年令，而他有师父撑腰，丝毫不惧跟普通筑基修仙家族争夺。尤其是有了这株800多年的赤火之后，韩玄武相信自己在师父心中的地位会直线上升。只是他忽然想起一事，急忙问道：“老哥，那每年2000灵石的租费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你们赵家能撑得住吗？用不用我出面向灵石行贷出一笔灵石应付上几年？”赵生摆摆手，摇头道：“不用，我还能暂时支撑上3-4年，再加上灵脉的产出，应该能撑更久，说不定拍下百年令之后，也能剩下不少灵石。”韩玄武心里估算了一下，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两人又商量了此事的一些细节和关爱。等到正事说完，天色已经暗淡下来。赵生见状，盛情邀请韩玄武住下来，顺便看看外孙和外孙女。他故意没提韩青青，因为赵生知道韩玄武和韩青青父女2个关系十分紧张，更知道儿媳韩青青其实并没有看上老爸赵成了，只是韩玄武特别喜欢跟他性格相仿的老爸，再加上他和赵生2人关系密切，这才强逼女儿嫁给老爸。韩玄武自然顺势答应下来。一段时间没来赵府，他早想见见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了。在赵府住了2天后，韩玄武动身返回紫阳宗，开始为拍卖会做准备。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是2个月后。这天，紫阳房市里张灯结彩，人山人海，无数修仙者被这场超大型拍卖会吸引，纷纷赶来此地。而赵生带着儿子赵成了和儿媳韩青青，自然不会缺席这场盛会。当韩玄武进入拍卖会场的时候，赵成了和韩青青也先后出入各大丹铺和灵药店，购买了许多种不同的灵药种子。赵生是凡人不方便出面，只能让他们2个出马。为什么要买灵药种子？当然是因为赵生想冒险再次去一趟坡地灵药园，收割灵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想利用那里得天独厚的环境，主动培育一些外界罕见却十分重要的灵药，比如结金丹的其他2大主药琼神和九曲参等等。所谓布局当下，
远谋千年，说的就是赵生这种人。培育灵药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个月后，随着最后一批紫阳宗杂役从龙里湖撤离，赵生一家在韩玄武的带领下搬到了湖畔的庄园里。龙里湖从发现到开辟至今已有2000多年，紫阳宗经营此地也有将近1000年，因而龙里湖早已被开发成熟，每年的各项产出和收益都十分稳定。龙里湖的百年令价格不高，只有63000灵石，这是因为它的灵脉是一阶水行灵脉，有大半都在湖底，不像山地和平原的灵脉，不仅能种植灵谷和灵药，甚至偶尔能发现一些小型灵矿。龙里湖除了面积大，有200多里湖面之外，能稳定产出的有意不多。除了卖一些灵性鱼虾之外，最出名的是赤鲤和碧鲤2种一阶妖鱼，若是足够幸运的话，说不定能捕获一条龙鲤。龙鲤是赤鲤和碧鲤杂交后诞生的一种灵鲤，几十年难得一见。传闻龙鲤含有一丝真龙血脉，吃下它能极大提升蛟蟒等龙种妖兽的潜力。赵生对龙鲤并不抱太大希望，反正拍下百年令，为赵家寻觅一处安全之地后，他已经十分满意了，不会再奢求什么。另外，龙里湖也不是没有意外惊喜，赵生居然在湖边发现了8亩灵田。毫无疑问，这是有人背着门派偷偷开辟的，也不知道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龙里湖天高皇帝远，这里的杂役弟子联合起来沆瀣一气也说不定。当然，他不是赵生该关心的事。8亩灵田虽说不大，但对大小猫2-3只的赵家来说已经够用了。有一点让赵生非常意外，自从搬到龙里湖后，赵成了和韩青青2口子的关系竟然有了极大的改善。当老八赵成了在灵田上勤奋耕耘时，韩青青出乎意料的又怀孕了，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不仅是对赵家，对赵生更是如此。为了8个月后出生的第3个孙子，赵生突然忙碌起来，他准备提前进山，辟谷丹、除味粉、护身玉牌、办法器长弓、破甲剑、办法器混金软剑。随着一样样物品被买回，赵生进山的日子终于到了。他没向家人说明此行的危险性，只说去天柱山采药。在最后离开之时，赵生将赵成了拉到一边，偷偷把一枚锦囊交到儿子手上，又说他万一半年后还没回来，就打开锦囊。赵成了虽然性子懒散，但人不笨，很快听出来老爹话里明显有诀别之意。然而无论他怎样劝说，赵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很快，赵生毅然决然地告别家人，向天柱山进发。3个月后，当赵生再次出现在龙里湖时，他竟然断了一条胳膊，而且胸腹上遍布深刻入骨的伤口，就像是被某种可怕妖物的爪子反复划过一般。当时赵生的身体濒临崩溃，重伤欲死。刚见到夫人王玉琪的面，赵生一口气松懈下来，立刻倒地昏迷不醒。赵家的顶梁柱忽然间倒塌，老太太王玉琪也随之吓昏过去。这时韩青青突然站了出来，很快稳定住局面。她一边严密封锁消息，一边发传信符让韩玄武尽快来龙里湖主持大局。不仅是只有韩玄武才有可能救下赵生，还因为韩青青和赵成了夫妻2人收拾赵生东西的时候，竟然震惊地发现了满满一背包的灵药，每一株都有至少几百年药龄。接到宝贝闺女的传信符，韩玄武第一时间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他非常了解自家闺女，如果没有天大的事，根本不会向他发送传信符。于是韩玄武立即终止闭关，租用了宗门的万里云雕，仅用半天便赶到了龙里湖。幸好他来得快，身上还带着一颗一阶上品海洋丹，这才险险保住赵生的性命。用了足足2年时间，赵生才把伤势养好。只是这次的代价太大，他不仅没了一条胳膊，境界止步于先天极限，而且实力也只剩下60%，永远不能恢复。更甚者，姓名赵志勤，赵生，寿元7999，境界先天极限，半不通神，体质百岁身，凡级，身轻如燕，凡级，天赋动态视觉，凡级，灵鼻，凡级，技能浮光剑法，前无古人，碧海潮生功，炉火纯青，云龙9变，前无古人，追风剑法，炉火纯青，横练铁身，破功。为了进一趟坡地灵药园，他折损了20年寿元。不过在赵生看来，这笔买卖他终究是赚了。他心里始终铭记着一句话：不争一时之长短，且过时事看高低。作为百事书的主人，赵生绝对有这种长远的目光。这次事件之后，赵生宣布金盆洗手，自此过上了含饴养孙的悠闲生活。10年后，赵府后宅里气氛异常沉重，下人侍女们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在一间满是浓重药味的内房外，头发开始白的赵成了，像60年前的赵生一样，在庭院里满脸焦急和忧虑地走来走去。他身后也正站着17、8口人，全都是赵生的子孙辈。这天是他孙子出生的日子，而同样在这一天，他的娘亲王玉琪却已经陷入弥留之际。在这种关键时刻，自家亲爹竟然将他们一大家子全轰了出来，简直是不可理喻。哼，真是越老越糊涂。赵成了越想越生气，表情越发阴沉。但如果让他闯进屋里，他又没那个胆子。不是真不敢，而是真打不过。别看老爹快90岁了，但自从在2年前自创出3大神功后，居然能轻松吊打他一个炼气4层。
就在赵成了又焦急又不安之时，屋内的气氛却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悲伤。赵生坐在床边，握着妻子王玉琪的手，满脸温柔地说着两人结婚后70年来的点点滴滴。王玉琪枯瘦如柴，脸上布满可怕的老人斑。此时她已经陷入昏迷，根本听不到丈夫说什么。然而赵生仿佛没有一丝悲伤，仍然不疾不徐地诉说着。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王玉琪的手突然微微一动，眼皮蠕动了几下，缓缓睁开满是白斑的双眼。她眼神无光，目光散乱茫然，有些惊慌失措。但在感受到丈夫的干瘪的老手后，王玉琪立刻放松下来，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志勤哥，我终于死在你前面了，真好。她开口喃喃说道，声音很虚弱很低，几乎微不可闻。是啊，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孤独的活了。我知道你很怕寂寞吗？赵生凑到他耳边温柔地说道。志勤哥，你永远最了解我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见面的吗？赵生伸手给妻子压好背角，轻笑道，怎么不记得？我用香水才把你和玉烟引过来，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当年我还特意弹了一首情曲《高山流水》。可，我就知道你存心不良，当年我也是年少无知，才被你轻松骗到手。你后悔了吗？不后悔，永远不后悔。说完，王玉琪面色突然异常红润起来，声音重新变得清晰。赵生心神一紧，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他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王玉琪忽然侧过脸，神情异常渴望地望向赵生，期盼道，志勤哥，我想再听你说一遍当年你送给我的定情诗。这时赵生眼里忽然涌出了泪水，声音微微颤抖，轻吟道，奸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等到赵生念完定情诗之后，王玉琪仿佛完成了最后的心愿，面色迅速灰白下去，呼吸近乎停滞，只剩下最后一丝意识。志勤哥，我突然想家了，想我的爷爷奶奶爹爹娘亲，还有我的玉烟姐，我想回。家字尚未说出口，她忽然无力地松开了握住丈夫的右手，从此永远停止了呼吸。见到老伴离开人世，泪水瞬间模糊了赵生的眼睛。这一刻他老泪横流。当赵生颓然走出屋外时，赵府上下很快响起了一片片哭声。1个月后，在儿子赵成了、孙子赵宣汉等人的目送下，赵生捧着妻子的骨灰盒登上了一辆马车。接着在先天镜车夫的驱使下，这辆马车缓缓启动，开始驶向4000多里外的梁国甘州。冬去春来，阳春3月，南阳城里桃树上的桃忽然在一夜间全数绽放，香阵阵，落英缤纷。就在南阳百姓欢庆桃节的这一天，一辆破破烂烂的马车停在了一座陈旧的府邸前。赵生刚从马车上下来，就见7、8个持刀带剑的汉子突然围了上来，大声驱赶道，不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赶紧走，赵家今天不见外客。大胆！车夫赵二一身所学都是赵生亲授，对赵老太爷敬若神明。他见此情形，猛地上前一步暴喝出声，夹杂在音波中的先天真气陡然爆发。这7、8个汉子当场被震碎了耳膜与耳蜗，瘫倒在地。哎呦，我怎么起不来了啊！我听不见了！他们惨叫连连，身体完全失去了平衡，任他们怎样挣扎，却始终起不来。这时，2个守在赵府门口的红衣中年突然脸色狂变。不同于普通混江湖的下三滥，血刀门出身的他们一眼就瞧出了那个普普通通好似车夫的汉子的跟脚。此人竟然是甘州罕见的先天宗师，是与血刀老祖同一级的存在。眼见不好，2个血刀门弟子就要往赵府里跑，谁知这时一道身形瘦弱、白发苍苍的断臂老者忽然出现在2人中间，紧接着一股沉重如山的气势压迫而来，2人瞬间完全被压制住，身体动都不能动，仿佛凝固在琥珀里的虫子。所幸这恐怖气势来得快去得也快，2人很快重获自由。然而他们谁也没敢动，更不用说向血刀老祖通报消息了。我问你们，赵府发生了何事？你们又是什么人？赵生收起先天威压后向2人问道。这2个人丝毫不敢有任何隐瞒，赶紧交代道，我们都是血刀门弟子，不过我们绝对没恶意，是血刀老祖他老人家想收赵府3少爷为徒，这才亲自来到赵府，我们只是守在门外，防止外人打扰罢了。收徒？赵生皱了皱眉，心道若是真的想收徒弟，应该不会弄出这样的阵仗。这时车夫赵二突然凑过来说道，老太爷，小的看这动刀的架势，那个血刀老祖怕是来者不善呐，您看要不要小的先将此人打发了？不用。说完，赵生迈步走进了50年都没回过的祖宅。与此同时，赵府会客大堂上的气氛却异常沉重。大堂上首坐着一位阁下，垂下一捧美髯的红润老者。此人虽年过半百，但仍然发色漆黑，脸上也毫无皱纹，显然精通养生之术。而在大堂下方左右太师以上，左边就坐的4位是赵家的族老，右边只有2个人坐着。最上面的是一个身穿大红长袍、光头揪面的老者，他长得异常高大，相貌更是凶神恶煞。这位便是威震甘州江湖半甲子的血刀老祖常猛。而在他下面坐着的是一位手持拂尘、童颜鹤发的老道士。2人的身后站着一排身着红衣的血刀门弟子，他们的太阳穴高高鼓起，一看便知个个都是江湖少有的一流高手。大概等得不耐烦了，
血刀老祖忽然语气阴沉地问道：“你们赵家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让老祖见见我的宝贝徒？”美髯老者听完这，微笑道：“常老祖，你能收杰儿为徒，按说是我赵家的幸事，只是不巧得很，杰儿前2天去探望他姨祖母了，如今尚未回来，不然等他回来后，我让杰儿主动去血刀门拜师，你看可否？”放屁！血刀老祖破口大骂：“你们赵家只会耍枪！前些日子老祖我让你们用话诓了回去，今天你们休想再欺骗老子，赶紧让那小子出来，否则别怪老祖我动手了！”美髯老者闻言，面色一滞，顿时皱紧眉头。血刀老祖是先天宗师，赵家除了三伯祖之外无人能敌，但三伯祖今年已经90有5，尚且不知能否是血刀老祖的对手。难道又要请姨奶奶出手？可是他老人家向来不关心俗事，而且杰儿还在他那里藏身。要是美髯老者名叫赵宣义，身份即是赵家当代家主，也是赵玉洁的亲爹。就在赵宣义左右为难之时，一个老态龙钟、拄着一根玉拐的身影蹒跚着从后堂转出，出现在众人面前。哈哈，老夫之前还想着谁能弄出这么大的声势呢，原来是长血刀你来了，怪不得呢。常猛一见来人，顿时谨慎许多，虽收敛了一点嚣张气焰，但仍然嘲讽道：“赵老头，原来你还没死呢，不过看你气喘吁吁的样子，能不能拔出剑还两说呢。”老人毫不介意地笑了笑，拍拍拐杖道：“当年的御剑公子早死了，现在只剩下孤拐老头子了。不过老头子，我反正也活得不耐烦了，要不要我带你一块走？”听见这话，常猛忍不住眼神一缩，坐正身体，神情谨慎地盯着赵志敬。尽管他正值盛年，而对方早已衰老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人敢轻视一位先天武宗的搏命一击，即便他老得只剩下一口气。老不死的，你敢威胁老子？常猛打量了赵志敬一遍后，突然恶狠狠道：“怎么会呢？老夫不过是怕一个人上路寂寞，想找一个顺眼的人陪陪我罢了。”赵志敬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就在这时，童颜鹤发的老道士忽然开口了：“赵老爷子误会了，长兄其实并无恶意，只是见贵府三少爷天资聪颖，是一块练武的好材料，见烈欣喜之下，这才来到贵府，主动提出收他为徒。收徒，怕是羊入虎口吧？”赵志敬心中冷笑不止，同时暗忖道：这两人为何死盯着玉洁不放？莫非玉洁身怀灵根的消息不慎泄露出去了？自家人知自家事，别看他张嘴闭嘴的要带人一块死，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在2年前，他就已经破功，一身先天真气也溃散一空。不过所谓胡老驾不到，赵志敬面色平静，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道：你们的好意赵家心领了，但我赵家家学渊源，浮光剑法和云龙三变更是独步甘州，并不需外人教导自家儿孙。血刀老祖听完，当即怒笑道：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今天老祖我不动手是不行了。见话已说僵，赵家4大族老和家主赵宣义立即起身拦到对方身前，神情异常严肃。而血刀门弟子也毫不示弱，迅速抽出刀来，只等老祖一声令下，就出手灭了赵家。眼看一场火拼在所难免，这时从门外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刚才是谁说要在我赵家动手啊？说话间，赵生抱着骨灰盒缓步走进这间会客大堂，车夫赵二紧随其后。血刀老祖看见来人是一个老头，而且还断了一根胳膊，不由嘲讽道：哪里来的老残废，居然敢跟老祖叫板！徒儿们给我上，格杀勿论。是老祖。血刀弟子轰然称是，他们知道自家老祖这是要杀人立威，当即一群红衣弟子倒提长刀，疾步冲向赵生。小心！赵家族老们高声提醒，正要出手相助。而这时赵生微微瞥了一眼车夫赵二，话音未落，车夫赵二骤然落进血衣人群里，就见一道碧色先天气剑从其掌心迸发射出，血刀弟子无人能接下这恐怖一剑，纷纷伸手一触，跌入血泊。先天宗师碧海潮生功！常猛和赵宣义两人几乎同时失声喊道。此时血刀老祖常猛就像刚吃了一个苦瓜，嘴里异常苦涩，心里震惊不已。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区区一名随从竟然也是先天武宗？赵志敬认真打量着几步外的断臂老者，他总觉得十分熟悉，好似在哪里见过。赵生也回望着到对方，不禁感慨道：三哥，这么多年没见，原来你也老了呀。九弟，你是老九赵志勤？怎么可能？赵志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九赵志勤已经失踪50年了，他万万没想到两人居然还有相见的一天。赵生神情感慨地说道：三哥，我是赵志勤，我真的回来了。得知来人身份后，赵宣义突然全身一震，脸上瞬间露出复杂之极的表情。这就是爹嘴里常常念叨的爷爷吗？其他4位族老听见来人居然自称是传说中赵家第3位先天宗师赵志勤，传闻他不是早已死了吗？这下赵家族老们满头雾水，一时弄不清事情的真相。老九，你这些年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早几年回来啊？都死了，长辈兄弟们全都死了，连成功城里这些后辈们也死了，如今只剩下我一个苟延残喘的活着，你怎么不早回来？说到最后，赵志敬不禁老泪纵横，脸上满是凄苦苍凉之色。赵生浑身巨震，刚刚他听到了一个最不愿意听到的名字，成功，他的大儿子居然已经去世了。
原来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归赵家。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之苦莫过于此。然而更痛苦的是，儿子去世时，做父亲的不仅没见他最后一面，连他什么时候也不晓得。赵生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曾经亲手把自己的7个亲生骨肉送上马车，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各自驶向未知的远方。这一刻，赵生心里忽然无比苦涩。他原以为自己足够理智，但是他错了。就在这时候，血刀老祖突然站起身来，谨慎地说道：“那个，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聒噪！赵生突然被长猛打断了思绪，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聒噪！赵生衣服忽然无风自动，属于先天极限武者的强大气势陡然爆发，如同惊涛大海般瞬间淹没了整间会客大堂。这一刹那，空气似乎都变得凝固。首当其冲的血刀老祖猛地两眼外凸，只觉眼前全是血色，更有无穷杀意冲他而来。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手脚冰凉僵硬，脖子上渗出丝丝凉意，而且好像闻到了血腥味。下一瞬，长猛忽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视线一下子拔高了许多，但很快跌落下来。最后视线里更多了一具无头尸体，身上穿着一件大红长袍，看着很眼熟，是谁呢？似乎是……下一瞬间，他突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但在只剩下最后一丝意识时，长猛突然想起来了，似乎是我呀。然而在众人眼中，他们只看到随着聒噪二字一出，血刀老祖的头颅突然毫无征兆地从脖子上掉落下来。不过也有人看到了赵生出手的整个过程，这人便是长猛一方的老道士。他亲眼看见一道快得不可思议的蓝光从断臂老者垂下的袖口里飞出，瞬间划过血刀老祖的脖子，轻松的仿佛刀切西瓜似的。另外他没感应到一丝灵气波动，不过这样才显得更加恐怖啊！前辈饶命！老道士忽然扑通跪下了，冲赵生连连磕头讨饶。赵家族老见到血刀老祖竟然如此轻松的被解决了，顿时大为惊喜，望向赵生的目光里充满了敬畏与亲近。这时赵生从愤怒中很快冷静下来，他面色平静，仿佛刚才做了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事实上这件事确实不值一提。这些年来，赵生杀死的炼气修仙者都超过2达了，区先天宗师又何足挂齿。赵生没有理会老道士，而是看向赵志敬。赵志敬咳嗽了一声，对老道士说道：“把事情交代清楚，你可活？若是有所隐瞒，老夫让你生不如死。”老道士见状大喜过望，马上将一切前因后果全都搂了出来。原来3个月前，梁国黑冰台突然发下一个秘密悬赏任务，任务是将赵家3少爷赵玉杰请到梁国国都庆丰城。血刀老祖常猛明不仅是江湖大佬，暗地里还是黑冰台的金牌客卿，他贪图任务悬赏丰厚，所以抢先接下这个任务。只不过常猛来到南阳城后，一直找不到赵玉杰的踪迹，所以才借着收徒的幌子想要找出赵玉杰。所以我们只是想请贵府3少爷走一趟庆丰城罢了，真的并无恶意，还请前辈高抬贵手，饶小道一条性命。老道士说完，眼巴巴地看着赵生。赵志敬弄清原委后，脸色阴晴不定，好像有什么难以决定的事情。而赵宣义和4位族老却忽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如此，看来那位东陵公贼心不死，咱们赵家已经再三拒绝了，他居然还想强行招玉杰入赘，简直难以理喻。一位族老愤愤不平地开口道，而赵宣义却是满脸苦笑。东陵公是梁国皇族梁家的旁支，而梁家又是一个筑基修仙家族，东陵公之所以如此锲而不舍，应该不单纯为了招婿，更有可能会把杰儿当作生育工具。族老们并不知内情，所以才理解不了东陵公的疯狂做法。要知道，修仙者的后代不一定都有灵根，更多的是凡人，而灵根诞生率又会一代又一代的迅速下降。若是连续5代子孙都没有灵根，就意味着以后也生不出拥有灵根的子孙。东陵公家族如今就面临着这种万分窘迫的情形。这时赵志敬已经有了决定，他开口吩咐道：“宣勇、宣信，你们2个将这人押下去，再详细审问一次，看看是否有哪些细节遗漏了。宣化和宣威，你们2个带人将这里打扫干净。”是。3伯祖4位赵家族老立刻躬身称是。赵志敬说完，扭头看向赵生，邀请道：“老九，咱们兄弟去那书房聊聊。”赵生表情严肃的点点头。赵志敬又看向赵宣义道：“宣义，你也跟着来吧，这些年辛苦你了。”2个时辰后，当赵生听完这些年赵家经历的风风雨雨后，心中既哀伤又感慨，为了他们一家，赵家可谓元气大伤。当年赵生一家分散逃走后，当时的家主赵和兴突然亲手杀死了所有知情人，接着吩咐族人四散躲避，最后自刎而亡，死得可谓壮烈。短短1天后，周家人果然追踪而来，然而所有知道赵生一家逃走的知情人都已经死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的周家人狂性大发，在赵家大开杀戒。等到周家人离开后，赵家人李义3房死伤惨重，嫡系子孙更是死了大半。赵家元气大伤，不得不主动收缩势力范围，选择蛰伏填吮伤口。一直到30年后，赵志敬晋升先天，赵家才算恢复了元气。几十年来，
赵生的7个孩子中，只有大儿子赵成功在10年后带着妻儿返回赵家，而他的儿子正是赵宣义。当赵宣义向赵生跪下磕头时，赵生一时间悲喜交加，心情复杂之极。他的大儿子赵成功最终也没等到他回来，在3年前就去世了。不过赵成功是幸运的，他起码还能葬在祖地，反而是程凤、程赵他们6个这么多年来始终杳无音讯，也不知如今是否还在人世。等到爷孙相认之后，赵生简单讲述了自己这边几10年来的种种事情，他并没说得太清楚，有些地方更是特意含糊不清。他不是有意隐瞒，反而是为了保护赵家，因为赵生不确定周家是否已经放弃了追查他们的下落，这也是赵生独自返回家乡的原因之一。回来之前，他已经做好了随时自杀的心理准备，因为修仙界与凡间的时间观念不一样，一位筑基修士能活200多岁，而假丹真人有500寿，金丹真人更是堪比彭祖，足有800寿元。所以在修仙家族的观念里，100年时光并不算漫长。即便赵生说的含糊不清，但对赵志敬和赵宣义2人来说已经足够了。瑰丽玄奇的修仙界，画符施法玉器飞行的修仙者，种种闻所未闻的灵植和药物等等，无不让2人心生震撼，越发羡慕那些能活几百上千年的修仙者。当听到赵家已经在修仙界扎下根基，家族已经有4位炼器修仙者时，赵志敬和赵宣义2人神情兴奋，激动不已。2人互换了一个眼色后，很快向赵生坦白了赵家这边也有一位修仙者的事实。赵玉杰今年15岁，金木火3灵根，炼器1层修为，他是赵宣义的3儿子，也是赵生的重孙子。赵生听到这一消息后异常惊喜，但当得知另一个意外消息后，他猛地站了起来，近乎失态地问道：“你说什么？玉烟竟然还活着？他现在在哪里？”赵宣义点头道：“爷爷，姨奶奶确实还活着，他老人家如今隐居在秣陵城，地方您应该知道。另外，姐儿也在那里。”听到这里，赵生苍老瘦削的面孔上忽然泛起一层光晕，迫不及待道：“不行，我现在要去找他。”说着，他身形一闪，瞬间到了房门边上。老九，赵志敬还没来得及喊出第2声，房间里此时已经没了赵生的身影。看到这一幕，赵志敬和赵宣义2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1天后，车夫赵二赶着马车快速驶入秣陵城，最后在一座小院前停下。下了马车，赵生看着门口牌匾上的赵府2字，心里十分感慨，也不禁生出更大的愧疚。当年他只顾着安排亲人逃亡，却没顾得上王玉烟，自己总认为他和王家人都死在方燕谷里了，没想到他竟然逃过一劫。就在赵生慢慢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时，一阵琴音忽然从院墙里传来。这琴音时断时续，就像一位初学者正在弹奏一首陌生的曲目。不过传入赵生耳中时，一首尘封多年的古琴曲随之涌上心头。高山流水，唉，真的太长时间没弹过了。这样想着，赵生脚下轻点，身体缓缓离地而起，随即飘过墙头，飞落到一座有山有水的园里。此时，在园中央的八角亭中，一位面如冠玉的少年端坐于琴桌后，正在生疏地拨弹着面前的古琴。看到这一幕，赵生忽然仿佛回到了70年前的那个下午，2位家人结伴同行，美目盼兮，巧笑嫣然。这时，少年发现了赵生的身影，脸色大变，立刻神情戒备而谨慎地问道：“你是何人？为何擅闯我赵家？”赵生看着相貌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少年，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态度温和道：“孩子别怕，老夫并无恶意，今天来只是想见一位许久未见的故人。”谁知他不说倒好，一说赵玉洁反而更紧张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赵玉洁右手一翻，手里顿时多了2张朱红色符箓。赵生见状哑然失笑，不成想爷孙相见的第一面就如此剑拔弩张，他总不能跟重孙子动手吧？那也太滑稽了。另外说出自己的身份也不好，空口无凭的话，重孙怎么可能相信？所幸赵生还没老到完全糊涂，看到古琴后，很快想到了办法。慢着！见重孙跃跃欲试的要开打，赵生连忙道：“你刚才弹奏的不对，高山流水不是那么弹的。”赵玉洁一听这话，惊讶道：“你知道我弹的是高山流水？”赵生笑了笑，得意地说道：“这首高山流水琴曲就是我创的，你说我知道不知道？”“不可能！”赵玉洁忽然大为恼怒，冷声道：“祖奶奶说过，这首曲子世上只有几个人知道，你绝不可能是其中之一。”赵生听到这里，略显狡黠地笑道：“为什么不可能？人能说谎，曲子却不会。来，让老夫教教你什么是高山流水密之音。”说着，赵生伸出右手，五指曲张向下虚按，就见五缕紫蓝色先天真气由指尖迸发射出，瞬间连接到2丈外的琴弦之上。随着赵生五指在空气中不断按压曲弹，古琴琴弦不停被先天真气波动，一道道美妙空灵的乐音随之而出，迅速从园扩散到周围院落。赵生弹奏时，琴音时而微微扬扬，气韵自然，抑扬顿挫如高山；时而潺潺婉转，柔和似流水，意味无穷。听到这熟悉的音曲，赵玉洁顿时呆立当场，心头满是疑惑，这个断臂老头是什么人？难道正？然而弹到一半的时候，
琴弦骤然一乱，发出一声刺耳的狰鸣，一切戛然而止。赵生身体一僵，缓缓转过头看向园的角门，有一位身体瘦弱、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站在那里。50年风霜雨雪，尽管曾经的美人已被时光磨灭，但赵生仍然一眼认出了来人的身份。两人对视良久，直到赵生激动澎湃的心逐渐平复下来，才艰难地开口道：“玉烟，我回来了。”王玉烟看着八角亭下的断臂老人，心情复杂之极。50年的时光太久太久，泯灭了太多的期盼与激情。他原以为自己会情难自控，但当两人真正重逢之时，王玉烟发现自己异常平静，就像一位独居几十年的妻子忽然看到了许久未回的丈夫，感觉仍旧那样熟悉。王玉烟缓缓走到赵生近前，表情平静地问候道：“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赵生忽然沉默了一下，随后低声道：“我还好，你呢？”“一点都不好。”赵生顿时哽住了。王玉烟看到他这个样子，忽然笑了，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他嫌弃道：“许多年不见，你怎么变笨了？你年轻时的言巧语哪去了？”赵生摇摇头，叹息道：“哎，老了，老的都快糊涂了。你也老了，咱们都老了呀。”王玉烟没有接话，而是岔开话题，问道：“玉琪呢？他还好吗？性子还跟从前一样急躁吗？”赵生闻言表情一僵，迟疑了一下才低沉道：“3个月前，琪妹已经去世了。”王玉烟脸上刚浮现的笑意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良久，他眼泛泪光，喃喃自语道：“死了，都死了。王家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赵生连忙安慰道：“你还有我呢。”王玉烟听完摇了摇头，冷淡道：“你又不是我王家人。”赵生感觉有些挂不住，于是强调道：“我是王家的女婿，而且成了玉洁等许多儿孙身上也有王家的血脉。玉烟，你并不孤单。”突然一声咳嗽打断了两人的交谈。旁边看去，只见八角亭中赵玉洁满脸尴尬地站在那里。3日后，赵氏祖地墓园的西北角树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坟墓，赵宣义夫妻以及赵玉洁等几个重孙辈神情肃穆，对着王玉琪的墓碑行3拜9叩大礼。看到这一幕，赵生身旁的王玉烟已然泣不成声，也许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当天，王玉烟忽然一病不起。赵生出于亏欠的心理，不顾劳累，每天都陪在他身边。由于年龄太大了，王玉烟的病始终不见好转，最开始还能下床走走，到了后期身体太虚弱，已经下不了床了。在王玉烟生病期间，赵生一边照顾他，一边暗中安排赵宣义、赵玉洁等一部分赵家族人秘密地向龙里湖迁徙。赵家在龙里湖刚扎下根基，正是极度缺少人口的时候，这时候迁移一部分人过去，能迅速夯实家族根基。赵生早几10年前就看出来，赵成了2口子，一个性子被懒，一个是修炼狂，两人都不是管理家族的那块料。赵宣义是南阳这边的家主，能力自然不用说，等他到了龙里湖，正好可以帮助赵成了2口子管理庶务和普通族人。当一批批赵家族人不断向龙里湖迁移的时候，时间也在一点点流逝。3年后，秋风萧瑟，落叶纷飞，赵家祖地墓园在王玉琪的坟墓旁又竖起了一座墓碑。头发全白，满脸褶子的赵生坐在墓碑前的石阶上，看着墓碑上的几行文字，神情恍惚，久久无言。良久之后，当夕阳西下，暮色降临，赵生动了动身子，忽然长叹一声，对着墓碑低语道：“玉烟，我说要给你一个名分，你生前却始终不同意，你这是想让我亏欠你一辈子呀？哎，我给齐妹写过一首定情诗，现在也给你一首，省得你见到齐妹后说我不公平。”秋风吹去落在石碑上的枯叶，显露出碑上的几行文字：“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指引向谁去？”夕阳缓缓落下，萧瑟秋风一次次抚摸着墓碑上的字迹。赵生撑住衰老不堪的身躯，从石阶上站起，身体佝偻着，蹒跚走向远方。姓名赵生，寿元9399，境界半不通神境，体质100岁身，凡疾，身轻如燕，凡疾，天赋动态视觉，凡疾，灵秀，黄疾，技能破法9剑，前无古人，云龙9变，前无古人，无量神功，前无古人，追风剑法，炉火纯青。第3式结束，结算中。虚无混沌的黑暗里，恢复年轻的赵生身立虚空，两眼紧盯着半空中闪烁着玉色辉光的百事书。随着第3式近100年的记忆与情感被抽离出去，赵生心神忽然变得无比清澈，仿佛一瞬间卸掉了某种沉重负担。这时候，赵生可以用第三者的目光，理智地看待他的第3式。尽管已经有过2次经验了，但在观看第3式的记忆画面时，赵生仍然觉得十分新奇，因为这就像是观看一部无比真实电影，而主角正是他自己。他没想到灵秀异能居然会变为一个黄级天赋，加载到了数据面板上。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选择继承。看来百事书还藏着更多的秘密，等待他去发掘。随着第3式死前最后一个画面播完，一道熟悉至极的声音从赵生心底生出：结算完成，第3式最终评价为以下。评价奖励：获得1项黄级继承权限，
也可拆分为3项繁籍继承权限，可从体质、技能、天赋中选择继承，请选择。赵生看着个人数据面板，不假思索道：“不用拆分，直接选择继承黄级天赋灵秀，天赋已继承，恭喜达成4项人生成就。繁籍成就：1、先天极限；2、诞下灵根子孙；黄级成就：1、建立微型修仙家族；2、以凡屠仙，24/26。成就奖励2次繁籍随机奖励，2次黄级随机奖励。黄级随机奖励可拆分为3次繁籍随机奖励，可从体质、技能、天赋中抽取，也可替换为提升天赋等级，请选择。”赵生大喜过望，心想原来大头在这里等着他呢。灵根体质是什么等级呢？至少也应该是黄级吧。赵生想了想，保险起见，他选择1次黄级体质抽取。体质抽取中，看着百事书第4书页上无数飞速落下的黄色光球，赵生心里忽然很忐忑。很快，其中一个光球迅速膨胀，一下子爆裂开，散成无数光点。恭喜抽中4灵根体质，灵根属性为金、水、木、土。看到结果后，赵生忍不住爆出粗口：“我操，终于可以修仙了！这一天老子足足等了好几辈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呀！”一招得偿所愿，让赵生激动万分。他兴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现在剩下1黄2繁3次抽取机会。赵生思索再三后，选择先抽取1次繁级天赋。天赋抽取中，恭喜抽中繁级天赋磐石之手。这时，一道无形信息涌入赵生脑海：“磐石之手，你的双手稳如磐石。”赵生见状有些无语，心想果然便宜没好货，这个天赋还不如动态视觉呢。选择1次黄级抽取，抽取中，恭喜抽中。冲河，冲河，你没事吧？当赵生再一次从黑暗中醒来，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他神智瞬间清醒，心里迅速浮现出无数记忆画面。赵冲河今年16岁，金水木土4灵根，父母双亡，炼气1层修为，刚刚在和2房族人的比试中被一颗蘸水珠打晕，失去了进入水脉修炼室的机会。融合了赵冲河的记忆后，赵生惊讶地发现，从他死后竟然已经过了280多年，而赵家也在龙里湖扎根了将近300年，族内丁口已经超过5万人，拥有31位修仙者。赵生感到十分欣慰，他的子孙果然没辜负他的期待。他死后70年，赵宣兰成功晋升筑基，从此赵家终于站稳了脚跟，不用再假借韩玄武的威名。对了，韩玄武在赵生生前就已经晋升为筑基剑修，可惜他没能结丹，最终以210岁高龄坐化于紫阳宗内。他正翻阅着记忆，耳边又连续传来几声呼唤，同时身体被不断推搡着。赵生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材修长、桃腮齿白的妙龄少女。少女名叫赵冲薇，金水木3灵根，炼气2层修为。他们2个都是赵家大房冲字辈族人。在修仙家族中，修仙辈分和血脉辈分是不同的。修仙辈分一般为60年排一辈，而血脉辈分仍然按照血脉关系划分。赵家修仙字辈按照至诚宣玉典中正常经科冲玄通汉运的排序。赵生和赵冲薇算是同辈，但要按照血脉关系算，赵生应该叫她姑奶奶。只是赵冲薇今年才17岁，因此赵冲和平时都以小姑奶奶称呼她。不过赵生一点不习惯叫人姑奶奶，他睁开眼睛，从地上坐起，嘴里含糊道：“我没事。”见赵生情绪不高，赵冲薇安慰道：“中和，不要灰心，下次你一定能打赢2房的赵冲夏。”赵生点点头，想到记忆里的信息，心里忽然很头痛。赵家如今的形势有些不妙啊。为了争夺服用筑基丹的机会，赵家现在内部分歧严重，2房内斗十分激烈，大房和2房的修仙族人形同陌路，关系近乎破裂。说起来，祸根早在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赵家大房是赵生大儿子赵成功一脉，2房则是老爸赵成了一脉。赵家2房原本感情就一点不深，只是由于当年龙里湖急缺人口，所以在老祖宗赵志勤的撮合下，2个赵家最终合并到一起。最开始的100年，2房由于修仙者众多，加上有韩玄武在背后撑腰，因此把控着赵家大部分权力。大房的赵宣义虽然掌管庶务和族人，但因为是凡人，只能充当经理人的角色。特别是在2房赵宣兰成功筑基后，整个赵家完全由2房主导。如果这样保持下去也好，起码不会出现后来那么多纷争。然而世事难料啊，赵宣义的儿子赵玉杰毅力与运气俱佳，在93岁时破釜沉舟一搏，竟然让他成功了。当时赵氏一门2筑基，名声轰传千里，威震周边的微型修仙家族，而赵家的势力也随之迅速扩张，修仙族人越来越多，终于在180年前达到鼎盛时期。那个时候赵家修仙者人数过百，一门2筑基，炼气后期超过10人，实力堪比1000年筑基修仙家族。更可喜的是，在韩玄武的斡旋下，紫阳宗答应让赵家继续租用龙里湖200年。时间到了150年前，当时韩玄武刚刚作化没几年，筑基4层的赵宣兰突然在一次外出时无故失踪，从此杳无音讯。当时赵家的筑基修士只剩下赵玉杰一人。一夜之间，
赵家变天了。大房第一次夺过家族主导权，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压二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赵家两房原本就感情不深，期间又由于修炼资源有限、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导致两房矛盾不断，关系始终不冷不热。所以也不奇怪，大房掌权后为什么会选择打压二房。二房受益于韩玄武的遗泽，在紫阳宗里也有一定的关系和人脉，因此赵玉洁不敢做得太过分，只能一点点的敲打和压迫。90年前，赵玉洁作画，大房赵中阁晋升筑基，继续掌管赵家大权，同时也选择暗中打压二房。直到1年前，赵中阁重伤身亡，赵家忽然没了筑基修士坐镇，家族权力处于真空期。于是，压抑近150年的二房，在长老赵金刚的主导下突然爆发，开始正面应对大房。1年来，由于两房内斗不止，导致赵家势力大大衰弱，两房关系急剧恶化。在2个月前，赵家动用家族底蕴拍下一颗筑基丹，之后赵家两房为了服用筑基丹的人选吵得不可开交，若不是周围几家修仙势力在一旁虎视眈眈，大房和二房恐怕早就动手了。不过赵生一边思绪乱飞，一边从地上站起来拍去衣服上的尘土。他看着演法台下泾渭分明的两帮人，心里不禁哀叹，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这时赵生忽然感觉手里被人塞过来一样东西，低头一看是一个白瓷丹瓶。他抬起头看向赵冲威，表情有些复杂。不用打开看，赵生就知道丹瓶里装的是一阶灵元丹。灵元丹是炼气修仙者最常服用的一种丹药，10颗为一瓶，一瓶价格是7颗灵石，可谓童叟无欺，千年不变。赵冲威偷偷摸摸道：“赶紧收起来，别让人看见了。”赵生把丹瓶塞回他手里，摇头道：“不用给我，你留着自己修炼用吧。你是3灵根，有希望筑基，家族分配给你灵元丹，是盼望你刻苦修炼，早日筑基，记得不要辜负家族的期望。”赵冲威闻言一愣，他感觉赵冲和自从醒来之后，仿佛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突然变得异常成熟稳重。以前总是缠着他讨要丹药和灵石，现在却主动拒绝。赵冲威心里忍不住想到，莫非打击真的能让一个人迅速成熟？赵生见他愣住不语，于是打算转身离开演法台。就在这时，两人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喝问：“微微，你在干什么？难道又想把灵丹给那个废物？”说话间，一个身形魁梧、方脸薄唇的老者大步走到两人面前。赵生打眼一瞧，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厌恶。老者名叫赵金鹏，性格刻薄寡闻，好为长辈。赵家大房有17位修仙者，赵金鹏也是其中之一，修为在炼气5层。也不知道为什么，赵金鹏总是瞧不上赵生前身，平时见了不是训斥就是冷嘲热讽。赵冲威见来人是赵金鹏，便弱弱的辩解道：“六爷爷，我没有。”赵金鹏瞪了他一眼，劈手夺过丹瓶，厉声道：“还说没有？这是什么？家族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好不容易匀出来几瓶灵元丹，就是让你给这个废物的。”赵生听了这话十分不爽，尼玛，一口一个废物的喊着，难道老子没名字？你说谁是废物？赵生脸色深沉，两眼盯着赵金鹏道。赵金鹏轻蔑地看着赵生，讥讽道：“你小子就是一个废物，修炼了5、6年，连14岁的赵冲夏都打不过，不是废物是什么？不仅是你，你爹也是一个炼气6层修仙者，连货物都看不住，活该死在外头。辱人父母，岂是长辈所为？今日之辱，我赵冲合计下了。有句话今日送给你：欺老不欺少，莫欺少年穷。”赵生放下一句狠话后，对赵冲威点点头，然后转身就走。冲和，冲和！见赵生负气而走，赵冲威急忙连声喊道。赵金鹏见状训斥道：“微微，你喊那个废物干什么？下一场就要到你了，还不赶紧准备准备？”六爷爷，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冲和也是咱们大房的人呀，那就是一个废物，大房有他没他都一样。几句话的功夫，赵生却已经走远了。回到自己的小院，赵生迫不及待地进了修炼室。和最重要的修仙相比，赵金鹏根本不算什么。这会儿，赵生已然把他抛到脑后了。在修炼之前，赵生迅速点开书页，找出个人数据：姓名赵冲和，赵生，寿元1697，境界炼气1层，体质4灵根，黄级，初级自愈，凡级，天赋灵秀，黄级，子弹时间，黄级，磐石之手，凡级，技能功法玄灵功，入门，法术春风化雨术，熟练，滴水剑，入门，折光术，入门，制服一阶春风化雨符，入门，一阶金光臂，入门。在转生前最后2次抽取中，赵生抽中了黄级天赋、子弹时间和凡级体质、初级自愈。子弹时间黄级一旦发动，你的意识将变得无比集中，精神极度敏锐，整个世界在你眼前瞬间变慢了许多倍，时间仿佛被停滞，每次持续时间2秒。初级自愈凡级因个人体质不同，身体恢复速度提升3到10倍。赵生看着上面的介绍，心里寻思起来，初级自愈没什么可说的，倒是子弹时间看起来很有搞头。想到这里，赵生抛却杂念，意识缓缓集中。当意识凝聚为一点时，就像突然捅穿了一层无形壁障。赵生蓦然发现眼前的世界瞬间近乎停顿，
原本流畅的世界慢得如同一帧一帧的电影画面，不，比它更慢上10倍。在极度敏锐的精神感应下，无数秒不可见的水汽微尘也忽然显现，毛茸茸、形状古怪的真菌，粗粝的灰尘，圆润的水汽，种种稀奇古怪的微小颗粒，在他的视野里变得清晰可见。赵生感觉无比新奇，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2秒钟后，世界恢复正常，赵生瞬间从时停状态中跌落出来。太神奇，太奇妙！明明仅有2秒钟，赵生却感觉整个过程至少持续了1分钟。2秒 vs 1分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着时间流速足足变慢了30倍。这意味着什么？赵生一时没完全想透，但他知道，无论在哪方世界，任何涉及到时间的能力或天赋都举世罕见。用一次黄级抽取，就抽中了天赋子弹时间。不得不说，他这一次赚妈了。试验完辛德的天赋后，赵生平复好心情，开始今生第一次修炼。静室里，赵生盘膝而坐，闭目凝神，精神迅速进入空明状态，仿佛过了很久，又仿佛是一瞬间。在赵生身体四周的黑暗里，突然显现出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灵气粒子，有的赤红如火，有的碧绿似木，有的玄黑如渊，有的璀璨如金，有的辉煌如土，也有少许洁白似冰，湛蓝如电，清明如风。赵生看到这一幕，心里大喜，知道第一步感应灵气成功了，下一步就是以养神术催动丹田里的灵力漩涡，吸入周围这些灵气粒子，然后开始炼化融合。赵生修炼的养神术名为彩云追月，以神为月，灵气化云，名为彩云追月，实则月动云随。简单来说，就是用意识精神、神识出行，催动灵力漩涡，将灵气粒子吸入漩涡里，通过漩涡将同属性灵气炼化融合，同时排除杂质，最后达到壮大灵力的目的。整个修炼过程可用养神炼气、去无存精8个字来形容。为何修仙者中灵根数目越少修炼越快？这就涉及到去无存精，通俗一点讲就是提纯除杂。同等时间吸纳同样数量的灵气粒子，5灵根会同时吸收5种灵气粒子，却只能炼化其中1种，另外4种则是杂质。而单灵根只吸收1种粒子，省略了除杂过程，排除其他因素。仅从这一点上看，单灵根的修炼速度最少是5灵根的5倍，这也是所有修仙势力都将单灵根修仙者视为无上瑰宝的原因之一。赵生是金水土木4灵根，修炼的是水行功法玄灵功。玄灵功的品阶不高，在修仙界不算是太珍贵地功法，但它流传极广，很多修仙者将它作为主要修炼功法，看重的是玄灵功中正平和、不易走火入魔的特点，而且修炼出的灵力以醇厚著称。不过玄灵功的缺点也异常明显，那就是慢，不仅提纯融合慢，修为提升速度更慢。但在赵生看来，玄灵功修炼慢并不算缺点，因为他有的是时间，这一世不行，还有下一世。精神内视状态下，赵生看见在意识的催动下，丹田深处那团玄黑色灵力漩涡开始慢慢转动起来，一股股无形的吸扯力随之生成，渐渐的空气中的金木水土4种灵气粒子被吸扯进漩涡里，随后金木土3色粒子被甩出体外，水行灵气却被一点点碾碎，并慢慢融入灵力中。时间一点点流逝，赵生感觉意识逐渐变得无力衰弱，眉心隐隐传出胀痛感。随着继续修炼下去，眉心胀痛感越来越明显，最后变得犹如针扎一样刺痛。赵生知道这是精神损耗严重的征兆，这次的修炼应该结束了。他长长吐出一口气，停止催动功法，从空明状态里脱离出来。哈哈！苏醒之后，赵生睁开眼睛，忽然间开怀大笑起来。当夜子时，月色朦胧，云淡风轻。龙里湖畔，赵生身穿黑色衣袍，找到岸边一块2人高的大石头，他围着大石头走了一圈，很快在一块角状凸起石块下迅速挖掘起来。片刻后，赵生从3尺深的土坑里挖出一件包裹，打开包裹，就见里面有100多块乳白色眼珠子大的下品灵石，以及一柄3寸长的古铜飞剑，3块墨色晶体，一根惨绿色的小剑。古铜飞剑是一阶中品飞剑，相当于普通的一阶上品法器，价值在750块灵石左右。它是赵生的战利品，从一个炼器4层采药客身上得到的。墨色晶体是一种名叫玄蓝晶的一阶珍稀炼材，一块能卖个几十块下品灵石。最珍贵的是惨绿色小剑，它是一次性自爆法器，有剧毒腐蚀性，一旦被它扎中，连炼器后期也会重伤，稍一迟疑便会毒发身亡。这些灵石法器炼材是赵生上一世留下的后手之一，现在果真用上了。1个月后，静室里，赵生从入定中醒来，忽然露出了兴奋的笑容。经过1个月闭关苦修，他终于突破炼器2层境界，当然代价也不小，6瓶灵元丹被他一口气干完了。6、7、42，别看42块灵石不多，但他足以买到一件一阶下品法器。普通炼器前期散修平均1年也赚不到50灵石，相比苦哈哈散修，赵生已经算奢侈了。可要是和宗派弟子比较，这又不算什么了。这些灵元丹是他从家族库房里兑换出来的。赵家有一位名叫赵科汝的族人，他是赵家唯一的炼丹师，灵元丹便是出自他手。在赵生的计划里，炼丹是必须要学的一门修仙技艺，只是炼丹太烧灵石，现在条件不允许，
他打算先从画符学起。修仙100亿里画符的门槛最低，有法笔、临墨、符纸就可以了。正好他的前身就有画符基础。从禁室里出来后，赵生突然看到他的贴身仆人赵泰，正神色焦急不安等在禁室门口。一见赵生出来，赵泰立刻高喊：“少爷，不好了，您快去看看吧，老爷们快跟二房的人打起来了。”赵生闻言眉头一皱，沉声道：“不要慌，发生了什么事？”赵泰急忙解释道：“今天早上，二房赵族老带着魏家人，突然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非要和咱们理论个清楚。”赵生一听魏家来人了，眉头皱得更紧。骊山魏家是赵家的联姻家族，家族驻地骊山位于龙里湖西南200里，山底下是一条一阶上品灵脉。魏家有一位筑基修士，7位炼气后期，实力比现在的赵家更胜一筹。想到二房赵金刚长老的为人做派，赵生心里突然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魏家来者不善，很可能是冲着筑基丹来的，更甚者是针对赵家。修仙界自古弱肉强食，赵家现在内斗不止，外敌环伺，没了筑基修士坐镇，正是实力最衰弱时候。除了魏家，龙里湖周边的蓝家、小风谷等修仙势力恐怕也暗中盯上了赵家这块肥肉。一旦露出致命破绽，赵家必然要面临被周围势力分割吞噬的危险。想到这里，赵生立即问道：“他们如今在哪里？”“在偃月岛同心堂。”赵泰不假思索道。赵生闻言一愣，心里陡然咯噔一下，暗道不好。偃月岛是赵家最核心密地，一向不许外人进入，因为那里是龙里湖防御大阵的所在地，也是赵家面临灭族之危时最后的逃生之地。如今二房的人竟然带着魏家人进入偃月岛，分明是引狼入室。偃月岛位于龙里湖东边，三面环湖，一面延伸出一条3里长的栈道与陆地相接，可谓易守难攻。赵生匆忙赶到栈道时，却发现早有2个头戴玄色服冠的陌生修仙者守在入口处站住。果不其然，就在他要进偃月岛的时候，马上被2人挡住了去路。赵生打量对方了一眼，心知他们都是魏家的人，玄色服冠正是骊山魏家最著名的标志。他当即喝道：“让开，我要进去。”其中一位当先笑了起来，没回赵生的话，而是反问道：“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知道什么？”赵生问道。对面的另一名魏家修仙者厉喝道：“你来晚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赵生听了心念一动，高声叫道：“我乃赵氏族人，赵金刚族老是我三爷爷，我进偃月岛天经地义，而且我正要进去他一臂之力。你们魏家不是我二爷爷请来助拳的吗？难道现在想站到大房那边？”赵生没说谎，赵金刚真是他二爷爷，只不过血缘关系太远，隔了不止7、8代。哎，原来你是二房的，怎么不早说啊？赶紧进去，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呢。一听赵生是二房族人，魏家2人连忙让开道路。赵生向2人拱了拱手，谢道：“二位辛苦，千万不能放大房的人进去。等事成之后，我一定会向三爷爷替2位表功。”哪里，小兄弟言重了，我们2个也是奉命行事。魏家2人说得很谦虚，但热切的眼神却出卖了他们。赵生笑了笑，对2人点点头，然后快步从2人中间穿过，进入偃月岛。3里栈道一晃而过，遥遥看见偃月岛上宫殿般的同心堂。见到护岛大阵没开，赵生心里一沉，顿时加快了脚步。同心堂大门没人看守，赵生轻松进了大堂里面。刚进同心堂，一阵2人对骂的争吵声立刻传入赵生耳中。赵生一看，就见同心堂里赵家2房修仙族人各站大堂一边，正互相对峙着。左边是大房的人有些少，加上赵生也仅11个，另外6人不是坐镇房事，便是外出未回。反观二房，不仅14位修仙族人全部到齐，里面更夹杂了好几位不认识的修仙者。不用说，这些陌生人都是魏家的人。此时同心堂的中央，2位赵氏族老就像2个泼妇一般互相吵骂，攻击着对方，浑然没了平时的庄重威严。2人中身材瘦削，面容冷峻，是大房的赵金鼎族老，炼气大圆满境界修为，实力异常强悍，早年曾以1敌2，连杀2位同境界的炼气后期散修。赵金刚表面上看是一个面色红润、皮肤很白、身材胖乎乎的和善老者，实际上却是心黑手狠城府深，早早将二房打成铁板一块。赵生眼睛忽然一眯，马上低下头，快步走向大房一边。这时赵金刚身后一位头戴血红服冠的清瘦老者向赵生这边看了一眼后，随即收回视线，继续津津有味地瞧着2位赵氏长老撕逼。与此同时，赵生心里异常沉重，暗忖道：魏家老祖未成我，怎么亲自来了？这下糟糕了。走进大房这边，可以看见大房族人有小部分人满脸愤慨，但大部分都表情沉重，脸色苍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二房分明早有准备，甚至连魏家筑基老祖都请来了。很显然，今天他们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而现在的形势对大房极度不利。赵生仿佛小透明一般混入大房人群里，和最后面的赵冲威站到一块。冲和，你是怎么进来的？神情忧虑的赵冲威看见赵生后，急切地问道。赵生摆摆手，小声道：先不说这个，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二房又提什么要求吗？赵冲威闻言气愤道：二房不仅想要筑基丹，还要让我们交出库房、藏经楼和8间修炼室。
好家伙，二房好大的胃口，也不怕撑坏了肚子。修仙4大要诀法才侣的，二房一上来就要占据其3，这分明是想抢班夺权。这种过分要求，大房绝对不会同意。只是如今二房占尽上风，大房又有什么后手呢？赵生心里这样想着。对赵家2房谁掌大权，赵生并不太在意，反正都是他的血脉。不过他倒是对魏家极为警惕。赵生并不怕魏家强攻龙里湖，只要有百年令在手，魏家绝不敢明着动手。但若是对方打算按着来，有二房的内奸在，赵家可真就危险了。赵生一边默默当着背景板，一边迅速思考着赵家未来的出路。而这时2房长老的争吵也逐渐升级，进入白热化。两人不愧是名字里带着鼎和刚的强者，一个真鼎，一个真刚。骂战升级到现在，什么黑料都敢往外爆，爬灰、中饱私囊、乱搞、以次充好、贪污、陷害等等一件件乱七八糟的糟践事，直让赵生听得老脸发黑，怒气爆棚。子孙不争气啊！难怪这些年赵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最近几年甚至连族人的灵凤都快发不出来了。但在生气的同时，赵生也感觉有些奇怪，今天的局面真的很蹊跷。在前身的印象里，赵金鼎和赵金刚2位族老一向注重形象，不太应该当着后辈族人的面如此失态的破口对骂，很奇怪，就像2人都在故意拖延时间似的。眼见再这么吵下去也吵不出任何结果，魏家筑基老祖魏成，我咳嗽了一声，忽然站了出来。人是名术是影，筑基修士一现身，没人敢无视他。2大族老近乎同时止住怒骂，同时看向魏成我。魏成我见状满意的点点头，开口道：“2位请听我一言，你们都是赵家子孙，大家血浓于水，本也无深仇大恨，不要为了区区筑基丹而伤了和气。”说到这，他转头看向赵金鼎，劝说道：“金鼎，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作为亲家和长辈说句公道话，你们大房这些年却确实做得有些太过分。100多年来，赵家2房可曾得过一颗筑基丹？那是。”赵金鼎刚要分辨，就被魏成我的筑基威给压制住了。所以呢，我认为这次的筑基丹轮也轮到2房了。正好金刚已经晋升炼气大圆满境界，把筑基丹交给他服用，一点也不浪费。此话一出，2房众人无不狂喜，反观大房个个异常沮丧。这时赵金鼎忽然闷哼一声，嘴角流下鲜血，靠着自残。他挣脱了魏成我的束缚，表情愤怒道：“这是我赵家的家事，魏前辈如此越俎代庖，已经坏了修仙界的公道。”哼！赵金刚这时忽然冷哼道：“竟然还知道公道2字，公道自在人心。魏老祖看不过你们大房，才出来说句公道话。他老人家说的对，这次就算轮，也该轮到我们2房了。放肆！你赵金刚居然违背祖训放外人进同心堂，你眼里还有祖宗吗？等你死了，又该如何向老祖宗交代？”赵金鼎怒火中烧道。赵生一听这话，心道：“老祖宗在这看着呢，你们交代个屁！就你们这帮熊样，真是老鼠生崽子，一窝不如一窝。”赵金刚嗤笑一声，正要开口，就在这时，从同心堂外忽然走进来3个人。3人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位身穿紫色长袍，上面绣有一柄金色小剑的中年修士。此人赤发金面，身形强悍，毫不遮掩地放出强大的筑基威压。在他左手边的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妪，右手边是一位年轻人，长得英俊潇洒，气质阳光开朗，但其脸上一双狭长的虎眼略微破坏了此人阳光开朗的气质。紫阳宗筑基修士，太好了，金福带人来救我们了。是啊，我金福在，我看2房他们还怎么趾高气扬。大房这边如水入油锅，一下子炸开了，众人很快露出兴奋之色，纷纷昂起头，挺直了胸膛。他们苦等的援兵终于来了。反观2房众人却如丧考妣。赵生看到那个年轻人及时赶来，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再去看赵金刚和魏成我2人表现后，心中又是一紧。无他，2人太镇定了，丝毫没有慌张之色。要知道来人名叫赵金福，正是他们赵家大房族人，还是赵家筑基赵忠哥的嫡玄孙，他的立场压根不用质疑。赵金福天生金火木3灵根，灵根中金灵根族占70%比例，在赵家300年历史里可谓天赋第一。6年前，他成功拜入紫阳宗山门，年仅28岁就已经达到炼气7层境界。赵金鼎表情兴奋，连连招手道：“金福，你总算赶到了，这位前辈可是你请过来的。”说着，他神情敬畏地看向那位紫阳宗筑基修士。然而赵金福脸上却毫无笑意，他冷声质问道：“万里一线符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用，每家仅有1张，你居然为了这点小事就敢擅自动用？看来我想的没错，赵家烂透了。”金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赵金鼎闻言一愣，惊疑不定地问道。赵金福提高声音，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的高声道：“我说赵家已经烂透了，这个家不带也罢。”此话一出，众人哗然，连2房也不例外。争归争，闹归闹，说真格的，整个赵家最有可能筑基的只有赵金福一人。赵家这些年之所以过得如此拮据，有很大原因就是将大量修炼资源投入到赵金福身上。别看2位族老魏争筑基丹都快打出狗脑子了，但他们2个能否筑基，赵家谁也没底。毕竟1/10的筑基成功率太低，不是所有人都像玉洁老祖那样的幸运。
这边赵金刚忽然出来打圆场道：“金福，你说什么话呢？你可是中阁老祖的嫡玄孙，不待在赵家，你还能到哪里去呢？”这时，那位鸡皮鹤发的老妪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跟其外表反差极大，音调异常清脆。他可以跟我回魏家。赵金鼎一听这话，顿时暴跳如雷的怒喝道：“你是何人？这是我们赵家的家事，哪有你一个外人插口的份？”啪！话音未落，就见一道土黄色巨掌光影闪过，赵金鼎瞬间被一巴掌扇出去老远，摔倒地上，吐血连连。筑基修士，谁也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妪竟然也是一位筑基修士。放肆！老妪最后冷冷吐出2个字来，同心堂里顿时一片死寂。呵呵。这时候，那位紫阳宗的筑基修士忽然呵呵笑了2声，上前一步，笑容满面道：“我接到宗门任务，本意是为救援。来之前，我还以为你们赵家快不行了呢，现在看来完全是一场闹剧啊！”话说到这，他语气突然转寒，厉声训斥道：“胡闹！我紫阳宗发下的万里一线符是让你们这样用的吗？你们赵家太让人失望了！为了你们这帮废物，韩师祖当年不惜耗光所有人脉情面，才让你们续租了200年龙里湖。现在看来，他老人家完全做错了。敢问前辈，您和韩老祖是？”赵金刚惊疑不定地问道。这时，赵金福抢先介绍道：“陈师叔的师傅是剑痴道人。”赵家人一听，瞬间全懂了。剑痴道人是韩玄武老祖的大徒弟，当年跟赵家关系很不错，确切的说跟二房更亲近。赵金刚面露喜色，高兴道：“原来是自家人呀！陈前辈，晚辈赵金刚出身赵氏二房，刚才失礼了。”这位陈师叔挥手甩出一道剑光，阻止了赵金刚下拜的动作，同时语气温和地说道：“韩师祖是我陈子川最敬仰的人，你们二房身上有他老人家的血脉，就不用多礼了。”赵金刚表情更加的激动，同时顺势收回了下拜的动作。短短几句话的功夫，大房这边已经瞧出了苗头，他们这次请来的恐怕不是援兵，而是恶客呀！大房的人傻眼了，吐血的赵金鼎也傻眼了。这时，魏成我不甘寂寞走上前来，语气亲近道：“没想到陈道友跟二房关系如此亲近，老朽魏成我跟二房是亲家关系，说来咱们也不是外人。”陈子川看了魏成我一眼，马上跟他寒暄起来。几句话的功夫，两人便悄然拉近了关系。旁边的老妪见陈子川跑偏了，故意提醒道：“陈道友，正事要紧。”陈子川点点头，止住话头，然后对赵金刚说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荒州伏龙魏家的魏前辈，筑基后期高人。魏前辈有礼了。”赵金刚连忙行礼作揖。陈子川又道：“魏前辈今天是为金府失职而来，确切的说要带失职回魏家认祖归宗。”啥？认祖归宗？赵金福不是俺们赵家的人吗？怎么又成魏家的人了？同心堂里的冲字辈族人都听糊涂了。然而那些上年纪的如金科2字辈的，此时却全部变了脸色。这里涉及到赵家一件极私密的丑事，小辈们不知道，他们却一清二楚。话说当年赵中阁老祖有一位名叫赵长芷的孙女，极受老祖宗宠爱。然而当年他干出了一件令家族蒙羞的事情。赵长芷外出半年，回来后有人发现她竟然怀孕了，而且怀的还是一个野种。所有人都问他孩子的爹是谁，可是赵长芷打死也不说。当年因为这事，赵中阁老祖发下雷霆震怒，在赵长芷生下孩子后，远远将她嫁出万里之外，从此她也成了赵家的禁忌，谁也不敢提。有人问的话，只说她当年难产死了。不过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个野种竟然是生有灵根，而且天赋异禀，聪慧过人。不好，莫非金福的爹就是这个魏家的人？想到这里，所有知情人心里油然生出某种不祥预感。这时候，赵金鼎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冲上前来，大声争辩道：“你们弄错了，金福是我赵家的嫡系子孙，绝不可能是你们魏家的人。”老妪阴冷一笑，道：“老婆子可是用3阶血脉符试验过了，他身上绝对有我魏家的血脉，而且血缘跟我家老祖极为接近。3阶血脉符难道还会出错吗？血脉符自然是不会错的，何况是3阶。”赵金鼎无言以对，但仍存着最后一丝希望，看向赵金福：“金福，你……”赵金福突然打断了他下面的话，语气平淡的开口道：“我爹姓魏，我自然也姓魏，这个赵姓不要也罢。今日起，我改名魏福，从此跟你们赵家毫无瓜葛。你这个畜生，赵家这些年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赵金鼎气得发抖，老祖宗尸骨未寒，赵金福居然将赵家的生恩和养恩全然抛之脑后，跑去投靠所谓的魏家。呸！魏家可曾为你吃过一口饭、一滴奶？你个畜生！赵金鼎冲上去，只想揍他一顿，什么都不考虑了。而赵家族人也义愤填膺，恨不能打死这个数典忘祖的畜生。除了赵生，他无所谓的，反正姓什么都是他的血脉后代。从陈子川对老妪异常客气的态度上看，这所谓的伏龙魏家一点不简单呐。赵冲威也流着泪，喃喃地哭诉道：“金福哥，你是赵家大房嫡传的子孙啊，你怎么可以改姓？”哼！那名老妪一挥衣袖，状若风虎，想冲上去打人的赵金鼎再次被扇出老远，在地上滚了7、8圈，七窍都流出血来。赵金刚却表现得很冷静，先想了措辞，问道：“金福，他们魏家有什么好的？即便魏家比赵家强，但你可是赵家的嫡孙，等你筑基后，
赵家早晚都要交到你手上。赵金福脸上闪过一丝嘲讽，恨声道：赵家，你看你们两房赵家人，为了区住鸡丹，互相争斗，陷害，勾结外人。说着，他手一指大堂上写有同心堂3字的匾额，哼，同心堂真是一个笑话。赵家，我不稀罕，赵家人，我也不想当。他取出一个储物袋，这些年你们赵家送给我的东西，今天我加倍还给你们。赵金福盯着大房中人一个个看过来，也看到了表情平静的赵生，他心里十分意外，没想到大房里还有这么一号人存在。观察了一下相貌，赵金福忽然回忆起来，这个人好像叫赵冲和。想了想，他心中做了决断，说道：你们赵家烂透了，只有一个人勉强能看过眼，今日我便将东西交给他处理。说罢将储物袋掷到赵生怀里，从此之后，龙里湖赵家与我再不相干。说完，赵金福转过身，毫不留恋的大步走出了同心堂。呵呵，赵家。那位魏家老妪冷笑2声后，也转身跟随赵金福而去。在他眼里，连筑基修士都无的赵家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连给魏家提鞋的资格都不配。魏成，我目送魏家老妪离去，心道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于是他给赵金刚使了一个眼色，赵金刚会意，微微点了点头。只见他大步走到赵生面前，伸手喝道：拿来。赵生退了一步，并没说话，因为根本不用他开口，大房的族人先炸了。呸，老东西，想抢储物袋，得先问问我们大房同不同意。金福是我们大房的人，储物袋也给了我们大房，东西自然由我们处理。冲和，快过来，看好东西，别让人抢走了。赵家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年界族投入到赵金福身上的资源有多大，可以说再买一颗筑基丹都绰绰有余，何况是翻倍。修仙之人无比现实，知道赵金福铁了心的要跟家族断绝关系，事情既然已经无可挽回，大部分族人很快转变心思，将注意力转到赵生这边。他们目光里满是贪婪、渴望、嫉妒，别怪他们眼皮子浅，表现拙劣。这些年他们过得太苦，那种一颗零食恨不能掰成2半的日子，他们实在是过够了。赵金鹏平时万分瞧不上赵生，这时却风一般抢上前，挡在他身前，对赵金刚破口大骂：好不要脸的老货，那畜生都说让我们大房处理了，你竟然还敢上来抢，是不是连家族的祖宗规矩都忘了？别忘了赵家现在还是我们大房做主。赵金刚回对道：提到规矩，你莫非忘了我也是家族族老，家主不在，我有权处理任何赵家的事情。听到家主2字，赵金鹏脸色一变，气势顿挫。当年为了压制2房，从玉洁老祖开始，赵家家主便由筑基老祖兼任，只是赵家上一位筑基老祖死得太突然，上位来的即传下家主之位，便撒手人寰，这也是2房矛盾之所以迅速激化的原因之一。就在这时，陈子川忽然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来：既然这样，你们不如现在就选出一位家主来。魏成，我恰到好处地接过话头，陈道有言之有理，作为亲家，我赞成，谁反对？此话一出，如同定海神针，瞬间镇住了局面。2个筑基修士都表明态度了，这让大房怎么玩？很快，有聪明人感觉到了不妙，这2位分明是早有预谋，明显在给2房撑腰。陈子川又道：按照最公平的做法，现在赵家每人都有1票选择权，可投到你们心目中的家主人选身上。不错，这样很公平。魏成，我也附和道：呸，公平个屁！现在同心堂里大房才11个人，而2房却有14个人，怎么看都输定了。除非我不同意，我们赵家总共31位修仙者，现在只有25位在场，除非全部到齐，否则我绝不同意这个方法。赵金鼎就像不死小强一样，关键时候又勇敢地站了出来。陈子川和魏成，我2人互相看了一眼，魏成我当即脸色一变，筑基气场全开，杀意满满地冲赵金鼎喝问道：你真的要反对？见这一言不对就要痛下杀手的架势，赵金鼎终于犹豫了。这时赵金刚转身走到大房众人面前，趾高气扬道：凡是愿意选我做家主的，以前的恩怨一概不究，今后大家劲往一处使，储物袋里的东西也会公平分给大家，若是不愿意，没收所有后逐出家门，去做当一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凡俗亲人沾不得一点光的散修，愿意者就站到我身后。话音一落，大房众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但很快就有2个立场不坚的挪动脚步，头都快低到地下去了，不敢看旁边的族人。接着又3位族人走了出来。唉，没办法，谁让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呢？我生在这龙里湖，还想死在这里啊？一笔写不出2个赵字，又何必硬顶呢？血浓于水啊！一边走一边念叨着，也不知道是说给别人听，还是在说服自己。渐渐的大房这边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4个人：赵金鼎、赵冲威、赵生，还有1个人出乎所有人意料，此人面容憨厚，身上充满浓郁的药味，正是赵家唯一的炼丹师赵科汝。赵金鹏非常识时务，见状立即高喝道：科汝，你糊涂了，还不赶紧过来！不了，六叔，我还是站在这边吧。赵科汝挠挠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赵金鼎看到这么多人背叛立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张嘴就要开骂。就在这时，赵生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站到了最前面。此时他异常冷静，虽然他并不在意赵家谁做主，
但他不能看着赵家被外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赵金福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绝情绝义，他留在储物袋中的一样东西，这会儿正好有大作用。赵生认真地向2位筑基行了一礼后，开口道：“陈前辈，魏老祖，晚辈十分赞同2位前辈的提议，只不过因为这件事太仓促，可否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让我们两方商量一番？呵呵，如果能商量成功，你们赵家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小朋友，不要多做无谓的挣扎了，快站过来吧。”魏成我边说边摇头，眼里不时闪过轻蔑之色。晚辈只要1刻钟时间，时间一到，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愿意交出储物袋。赵金福虽然已经不认赵家，但他身上终究流着赵家的血，若是让他知道自己离开后，有人马上推翻了他的决定，我想他一定不会高兴。伏龙魏家想来也不会袖手旁观。话音刚落，陈子川就皱起了眉头。别人不了解，但他却知道西荒州伏龙魏家是一个丝毫不逊于紫阳宗的庞然大物，家族高手如云，代代都有元婴老祖坐镇。魏成我人老成精，一见陈子川这般作态，心知伏龙魏家一定不简单，否则对方不会如此慎重。笑话，赵金福已经不是赵家人了，他管不到。赵金刚话刚说到一半，便被人打断。好了，我给你1刻钟商量的时间便是。魏兄，我们走。到了这时候，陈子川也懒得再做伪装，直接用命令的口吻吩咐魏成。魏成我一句话也没说，带着族人跟在陈子川身后退出同心堂。等到同心堂大门一关，赵金刚满脸不以为然，很不耐烦道：“你有什么话赶紧讲。”眼看大局已定，此时却忽然出了一点幺蛾子，这让他十分不爽，心里开始盘算着以后怎样给赵生穿小鞋。赵生不在意的笑了笑，一开口便让所有人变了脸色。你们莫非忘了龙里湖的租期只剩下不到10年了？这句话赫然揭开了所有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啊，200年租期将至，到时赵家何去何从？赵族老的威胁还环绕耳边，现在真正的大危机却要到了。他真的能力挽狂澜吗？所有人都心里没底。万一紫阳宗非要收回龙里湖，他们赵家该怎么办？他们大不了做散修，可是赵氏5万族人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难道真要将他们全部迁移出龙里湖不成？赵金刚见众人士气沮丧，不由强行打气道：“你们不用担心，等我筑基后，一定会说动陈前辈，请他代为斡旋。我想紫阳宗应该不会这么做。”赵生笑道：“你能保证自己能筑基成功？你能保证陈子川能做到韩老祖那样的程度？”不用对方回答，赵生神情坚定地说道：“你不能，你既不能保证筑基，陈子川也绝对不会像韩老祖那样豁出脸面。所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放弃幻想，面对现实，没人能帮助赵家，人一定要靠自己。”见众人面有所思，赵生趁热打铁，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白玉丹瓶，从里面倒出一枚圆滚滚、散发着淡淡绿光的丹药。筑基丹！有人失声大喊。没错，赵金福临走之前也算做了一件好事，从紫阳宗兑出一枚下品筑基丹留给赵家。想来他也知道，赵家如今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没有筑基修士坐镇龙里湖。展示完筑基丹后，赵生又将它收了回去，接着说道：“现在我们手里一共有2枚筑基丹，最公平的做法是2房各给1枚，正好咱们2房各有1位炼气大圆满，这样就不用争了。”听他这样一说，赵家人豁然开朗，纷纷看向赵金鼎和赵金刚2位族老。赵金刚想了想，摇头质疑道：“为了提高筑基成功率，2枚筑基丹最好只给1个人服用。”赵生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二爷爷的提议很正确，关键是时间不够呀。”经他一提醒，众人恍然大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要知道炼气大圆满进阶筑基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筑基失败，必会元气大伤，10年都不一定能缓过劲来。现在赵家最缺的恰恰是时间。赵金刚也很快明悟过来，他心里万分不甘，自己几10年的夙愿眼看就要实现了，现在却被一个小孩子搅得稀巴烂。然而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他不得不低下头来。不过就算你说的在理，但赵家的家主我当定了。他为争一口气，不由恨声道。赵生提醒道：“筑基成功了，这家主之位谁也抢不去，要是没成功，就算你当了家主又有什么意义呢？”赵金刚闻言语塞，面皮瞬间通红，又化作铁青色。对赵家而言，有没有家主都一样，他就是一个牌位，你当好，我当也行，谁当都行。赵生这话说完，赵金刚心里忽然一动，仿佛抓住了什么。下一刻，他突然开口道：“我建议家主之位暂由冲和担任，等到有人成功筑基，再换家主便是。”既然家主之位现在成了鸡肋，赵金刚索性一推到底，主动推赵冲和上去，这样既能名正言顺地瓜分储物袋中的东西，又让人占住家主的位子。反正赵冲和人小言轻，毫无威信，就是一个摆设。此话一出，众人又是一片哗然。但很快，一些脑筋转得快的族人眼睛慢慢亮了起来。我同意，我复议，就让冲和暂待几个月吧，等族老进阶成功，再卸任好了。转眼的功夫，大部分赵家人已然达成一致共识，最后赵金鼎竟然也同意了。这时赵生有些傻眼，他没想到赵金刚会想出这样的骚操作，还居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他想拒绝，可已经没机会了。身负众望的他，这个家主当定了。1刻钟后，
当得知赵冲和竟然成了赵家新任家主后，魏成我当场气笑了，而陈子川也连连摇头叹息。但经过再三确认这事真没开玩笑后，魏成我狠狠地瞪了赵生一眼，眼神里流露出十足的杀意。就是这个小子破坏了他魏家这些年的谋划。魏成我恨不得立刻将其碎尸万段，但他不能当着陈子川的面动手，因为对方终究是紫阳宗弟子，而且赵家这帮废物竟然误打误撞地发出了万里一线符。魏成我投鼠忌器之下，只得收起愤怒，带着族人无功而返。陈子川见事情有了变数，也微微皱起眉头，不过他不想魏成我那样愤怒，一计不成再找机会便是。赵家这块肥肉逃不出他的手掌心。话说龙里湖快要到租期了，离开时陈子川满含笑意地想到。半个月后，微风习习，阳光正暖，龙里湖上一艘3、4丈长的木船在湖面上飘荡，远远可以看到木船左侧伸出一排鱼竿，7、8根鱼线没入水面，鱼漂在微风吹拂下微微抖动。片刻后，一个鱼漂猛地沉了下去。赵太赶紧上前一把抓住鱼竿，用力往上拉，同时欣喜道：“少爷，有鱼上钩了！”赵生仿佛没听到赵太的呼喊，此时他盘坐在船舱的凉席上，手里握着一卷古册，读得很入神。福禄不精气，殊途向以通神者也；气通天真，独具其神，可为福。窍窍相通而灵光焕然，福成矣。赵生视线久久留在这3句话上，心神陷入了沉思。仅仅这3句话就让他受益匪浅。这本《玉虚玄玄秘符经》的总纲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福禄的真谛，便是赵生悟性再差也能听出来，这3句话分明是以一种递进的关系排列，将如何炼符画符说得明明白白。3句中，第1句是说何者为福，第2句是说符之关键在何处，而第3句则是谈及应该如何画符。对赵生来说，那3个论符的句子真正的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们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层次性以及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作用。有了这3句话，《玉虚玄玄秘符经》中的百道真符便不再是一幅符集区鳌牙、繁复庞杂的图像，而是一层层、一张张可以寻到其内部源流的绝妙符文。领悟了这个，赵生心生感动之余，思维便有些发散。《玉虚玄玄秘符经》是从赵金福留下的储物袋中找到的，他为什么要留下这本经书呢？是有意呢，还是有意？赵生再笨也能看出这本符经在任何宗派里都属于秘不示人、非真传不得授的宝经。赵生有些看不懂赵金福了，印象里那个自私自利的人影仿佛变得模糊起来。就在他思绪翻飞之时，船边水面忽然一阵翻涌，呼啦从水下冒出一颗人头来，接着一只嫩手抓住船帮，猛地一用力，就见一个细瘦的光头汉子从水中翻身进了船里。他腰间缠了10几圈深绿色水草，根根都有7、8尺长，手指粗细，表面泛着点点蓝光。赵太看见来人上了船，大为恼怒道：“老小七，你怎么又上来了？弄脏了船，你担待得起吗？”小太哥，您别生气，下次俺一定注意。细瘦的赵小七笑嘻嘻的，连连作揖求饶，浑然不怕赵太找少爷搞刁状。赵生被2人对话惊醒，抬头看见赵小七身上的幽兰草，不由眼神一亮，招手道：“小七，你过来。”赵小七听见少爷召唤，几步窜到赵生身边，一边解下灵草，一边邀功道：“哎，太爷，您看这几株幽兰草可够年份？”赵生捏捏幽兰草粘稠的表皮，又凑近闻了闻，满意的点点头，赞赏道：“不错，都有上100年火候。小七你干得很好，不愧是赵氏当代浪里白龙。哎呀，当不得太爷的夸奖，小七愧不敢当。”赵小七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可他笑的牙子都露出来了。与修仙宗派实力不同，一些实力不足的修仙家族往往会充分利用世俗亲族的力量，就像龙里湖赵家这般，家族修仙者才30来位，而全族丁口已超过5万人。赵家里像赵小七这样为修仙者服务的凡人有很多，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减少家族修仙者的琐事，比如下水采药、开船拉网捕灵鱼、简单炮制一些药草、制作符纸原料等等。赵太见赵小七被夸奖，急忙手捧着一条2尺长体型、修长有力、鳞甲晶莹如血、鱼眼如玉珠的赤红鲤鱼送到赵生眼前。少爷，您看这只赤鲤如何？赵生一看，摇摇头道：“还不到3尺长，年岁不够，放了吧。”赵太闻言，样样不乐地走到船边，松手将赤鲤放归湖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好不容易钓上来的灵鱼放走，也不明白老祖宗为何定下这样一个奇怪的规矩。即便不到3尺长，那也是一条灵鱼啊，1斤肉能卖1颗灵石呢。赵太不知道什么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道理，自然不明白赵生当年定下这一规矩的缘由。赵小七见赵太讨了个没趣，偷笑2声后，殷勤说道：“太爷，你看这几根幽兰草够不够用？不够的话，我再下水一趟。”赵生将幽兰草收入储物袋里，摇摇头道：“不用了，这些足够用一段时间了。你回去后去善公堂领功吧。”赵小七闻言大喜，善公堂的善功可是金银买不来的好东西，能兑换诸多如法符、灵丹宝药、高深武功等等，凡是极为珍贵的宝物。太爷，您稍等，小七再给您弄几根上来。说着，他转身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很快消失在水面上。赵生根本来不及阻止，见此情形，赵生有些无奈的摇摇头。也许这就是当上赵氏家主的后遗症吧。
自从被推上家主之位后，赵生虽说没什么实权，家族事务他说不上话，也管不了，但家主的一些该有的特权还是有的，比如可以指定善功任务，拥有管理凡人亲族的权利。最重要的是12间水脉修炼室中必有一间是家主专用的，特别是水脉修炼室的专用权。他之所以来龙里湖吊陵里，就是为了躲避一些修仙长辈的骚扰。没办法，谁让灵脉上的修炼室数量有限，而家族修仙者人数却大大超出，完全是供不应求呀。尤其当赵金鼎和赵金刚2位族老占了2间之后，修炼室更是捉襟见肘，一天12个时辰，每间修炼室都排得满满的，因而赵生手里的修炼室就成了一大块香饽饽。当赵冲威借用修炼室成功后，大房的修仙族人接踵而至，争相提出借修炼室的事情。但在这件事上，赵生十分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他不会做歪屁股。大房和二房必须一视同仁，除去6个时辰自用之外，剩下6个时辰2房一人轮换1天。为此，他多次遭到同房长辈的埋怨与批评，可赵生始终不为所动。赵家若想发展壮大，团结是第一位。任何庞大势力的崩溃，往往都是从内斗开始的，也就是赵生转生及时。若是晚上个10-20年，赵家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从当上家主的那天起，赵生便尝试着逐步化解2房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议补发族人最近2年的灵凤。赵金福留下的储物袋里，除了筑基丹和玉虚符经外，还有一些中下品灵石、符箓、法器、丹药等等宝物，总算下来足有4万多灵石。而赵家31位修仙者1年的灵凤加起来才8700多灵石，除去17000灵石，剩下不容易变卖的法器等宝物被放入库房，当作家族储备。赵生的提议极妙，赵氏2房纷纷点头赞同，连一个反对的都没有。补发灵凤之事大大缓解了赵氏2房的矛盾，再加上2位族老进入修炼室开始3个月的闭关调养，没了领头的人，赵家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在赵生高超的语言艺术下也变得缓和了许多。偶尔见面时，2房族人也会彼此打声招呼。赵生看得很明白，赵家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说白了一切都是穷自惹的祸，所以得想尽办法开源节流啊。赵生心里暗叹，不由想到天柱山阴面的那处灵药园，现在还不是时候，起码要等到晋升炼气中期，赵生才会试着进入那里。对前世的深刻教训，他至今记忆犹新，万万不会轻视死亡宝地的危险。3天后，赵氏族地和合院的一间制服室里，赵生神情认真地站在一张水曲木桌前，手握一阶中品锦湖符，笔笔走龙蛇，正流畅地绘制着春风化雨符。突然，他眉头一皱，就见桌面上的符纸冒出一丝蓝色水汽，整张符纸瞬间模糊不清，空气里一片轻雾转眼间凝聚出来，很快弥漫了整间屋子。又失败了，赵生感觉有些郁闷。这次是因为没有及时贯通灵窍，导致灵力传导受阻，使得法术泄露了出去。之前他总觉得制服并不难，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他几下巴掌。赵生自认为完全掌握了春风化雨术，但一到制服环节，却总会出现一些纰漏。2个时辰下来，他一共绘制了11道春风化雨符，但成功的只有4张，他的成功率居然不足3成。要知道，只有成功率超过5成，他才有盈利，5成以下只亏不赚。赵生沉思片刻后，心里灵光一闪，不由露出一丝微笑。他一挥长袖，无形灵力挥洒而出，将房间内的水汽驱散。赵生重新拿起符笔，笔尖沾了粘附墨瓶里的淡蓝色灵墨。这种灵墨是赵家200年前研制出的一种初级水形灵墨，原材是从幽兰草提炼出来的精华，对水形灵符有些许增幅作用。取来一张巴掌长短的空白符纸，赵生屏气凝神，右手旋腕，灵力灌注到笔尖后，笔尖迅速落到符纸上，又开始刷刷绘制起来。很快，一道极具美感的符形逐渐出现在符纸上。等到只剩最后几笔时，赵生感觉笔尖上灵力忽然一阵紊乱，符纸上有星点蓝光闪烁欲出。就在这时，赵生眼中神光暴涨，子弹时间骤然发动，刹那间世界仿佛停滞下来，时光被极大的拉长，一切都变得无比缓慢。在这种奇异状态下，赵生的感知提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看到伏笔笔尖上流出一缕一缕的灵力，灵力时断时续地流淌到符纸上，化为一道粗细不匀的灵线，将各个符窍和灵络节点一一贯通。赵生此时十分兴奋，子弹时间居然真的起了大作用。在时间被拉长的状态下，赵生得以从容地调动体内灵力，令其更加平稳地输出。随着一条条均匀粗细浓淡一致的灵纹从笔尖涌现，灵符很快恢复正常。转眼间，赵生突然停下伏笔，只见符纸表面瞬间灵光焕然，春风化雨符成了。子弹时间一过，时间流速恢复正常，赵生身体一震，目光变得稍微暗淡。子弹时间效果出奇的好，但其后遗症也不容小视。每次发动这个天赋能力都会消耗赵生不少精神力。回忆着刚才的状态，赵生试着再次落笔画符，这次他下笔顺畅丝滑，春风化雨符又一次成了。赵生表情十分兴奋，正想再接再厉，忽然感觉丹田一阵空乏，他这才发现体内灵力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赵生叹了一口气，心想炼气2层还是太低了，必须尽快提升修为啊。这样想着，他收起伏笔，
林默和5张春风化羽符，离开了符室，向龙里湖走去。赵家的水脉修炼室都位于龙里湖底，是沿着一阶水形灵脉开凿出来的。赵生乘船来到一片深入7、8里的龙里湖水域，这里已经有10几艘木船聚集。赵生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他取出一枚碧水法珠，含入嘴里，随即跳入水里。龙里湖是一座方圆200多里的大湖，平均水深10丈以上，而灵脉所在的湖底离水面更是有近100丈深。随着越潜越深，水下光线越来越暗，等到潜过50丈深时，水下四周已经黑得看不清五指。就在这时，下方黑暗中忽然多了几点亮光。赵生继续往下前行，黑暗里的亮光面积很快扩大，最后显露出一个个直径3、4丈、发着亮眼白光的气泡轮廓。赵生穿过其中一个气泡的光膜，落入灵脉之地。这里地方不大，地面略显湿滑，中间被人挖出一个3、4丈深的大坑。大坑里建着一座由水蓝石垒成的修炼石室。赵生来得早了一点，等了大约2刻钟时间，石室大门才被人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赵金鹏一见是赵生，顿时老脸有些挂不住。他平时最看不起赵生，然而这次偏偏是他沾了赵生的光。六爷，赵生不失礼数的打招呼。赵金鹏含糊的应了一声后，马上纵身跳出了碧水结界。赵生见状摇了摇头，迈步走进修炼室，石室大门随后被重新关上。转眼1个月过去了，赵生的修炼之路也逐渐走上正轨。除了6个时辰修炼和2个时辰睡眠之外，每天处理完杂事，赵生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制服上。没办法，即便做了家主也要赚钱呐。因为有子弹时间辅助，赵生的制服技艺迅速由熟练提升至娴熟，又从娴熟提升至精通。仅用3天时间，一阶春风化羽符的成功率就从3成生生提高到了9成。春风化羽符是一种常用于灌溉灵田的一阶法符，释放后富含水灵气的水汽大约能滋养半亩灵田，因此它的价格异常稳定，10张为1沓，1沓能卖3颗灵石。赵生每天能绘制出8到10张法符，除去成本，每天大概能赚半颗灵石，1年下来能赚170多颗下品灵石。对一般散修来说，这足以满足日常修炼之用。然而遇上像赵生这样把灵元丹当豆吃的货，这点灵石远远不够。半个月后，当春风化羽符的成功率达到10成后，赵生很快抛弃了它，将精力转到利润更大的隐身符上。制符先学法，隐身符的前置法术是折光术。折光术属于一阶上平水型法术，原理是在身周凝出一层透明水膜，通过水膜将外界光线偏折，从而达到隐身的目的。只是隐身符品阶太低，只能遮挡修仙者的身形，却不能隔绝气息，而且四周光线一旦迅速变化，修仙者就会立即露出身形。即便如此，以折光术为基础的隐身符也极受炼气境修仙者的追捧。相比一阶下品春风化羽术，折光术修炼更加艰难，它对修仙者的悟性有一定要求，没有内行人指点门道，一般修仙者就算上10年也摸不到门径。赵生自然不会有此担心，1年前他按照先辈的法术注解，已经成功修成了折光术。10天后，至符室里，全神贯注的赵生手持符笔在符纸上笔走龙蛇，渐渐勾勒出隐身符的符文。当最后一笔完成，符纸表面陡然灵光大盛，丝丝灵光在灵纹里游走不定，很快灵光隐没不见，桌子上只剩下一张灰扑扑的一阶符箓。赵生见此情形，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感叹道：终于成了。10天时间，他花费了快200张符纸，才勉强将隐身符绘制出来，这还是在子弹时间的加持下才成功的。赵生感觉隐身符很难，殊不知如果让外人知道他仅用10天时间就成功了，简直惊掉所有人的下巴。修仙界一阶符箓种类数不胜数，但隐身符却是修仙者公认的最难绘制的19种一阶符箓之一。不过他很快明白了这一点。2刻钟后，善公堂里，主管兑换的赵柯勤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对面的赵生，惊声道：你说什么？你真的画出了隐身符？秦叔，这还有假？你一看便知。赵生说着，从储物袋里掏出隐身符，拍到桌子上。赵柯勤一把抓起符箓，放到眼前仔细打量着，线条、符像、灵光全都符合，确实是隐身符无疑。看罢，赵柯勤神情异常激动道：我的天，咱们赵家竟然又出了一位符道天才，这真是老祖宗显灵了呀！赵生闻言一愣，心道：可不是吗？老祖宗真就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至于他口中的另一位符道天才，赵生知道指的是赵冲威。赵冲威于符箓一道天赋极高，仅练气2层便能绘制10几种一阶法符，而且各个成功率超过5成。整个赵家31修仙者，完全不依靠家族，只靠自身手艺就能赚取足够修炼资源的，总共不超过5位，赵冲威便是其中之一。赵家对赵冲威极为重视，将其视为筑基种子，即使家族再困难，也会挤出资源供应他修炼之用。是不是符道天才，赵生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隐身符值几颗灵石。于是他立即问道：秦叔，这隐身符能换多少灵石？赵柯勤伸出2根手指，面露喜色道：至少2颗灵石。好家伙，价格比春风化羽符足足翻了近10倍，可两者成本却相差无几。赵生听得两眼放光，心里只想着赶紧回去，一口气画上个180张，
那不得赚翻了呀！巧了，赵柯勤也是这么想的。家族正值困难时期，能赚零食的途径有限，现在忽然多了一个财源，他哪能放过？于是赵柯勤连连催促赵生赶紧回去多画一些隐身符，价格上保证不让他吃亏。就在赵生要离开这里时，一个慌慌张张的身影突然闯入单公堂，来人神情异常，一进来便大喊：“二哥，出事了！”赵柯勤在科字辈排行第2，所以同辈的人都称他为二哥。赵柯勤上前扶住来人，急问道：“科章，快说，出什么事了？”赵科章是2房的人，天生武林废根，年过5旬才堪堪修炼到炼气2层。赵家为物尽其用，让他负责一些杂事，比如收发符信、兼职跑腿、打探消息等等。赵科章惊慌道，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玉丹阁、百炼房、黄风兰家、骊山魏家全都将灵鱼退回，而且都说以后不从咱们这里进货。听到这话，不仅赵柯勤脸色骤变，连赵生也暗暗心里一紧，好狠的一招！要知道赵家最大的财源便是龙里湖出产的各种灵鱼鳞虾，尤其以赤鲤和碧鲤出名，2种灵鱼的肉质鲜美，灵气充足，不但能滋养修仙者的肉身，更能驱除修仙者体内的火气。修仙界中，炼气师和炼丹师因为职业特点，常年累月的接触各种灵火，时间久了，肉身难免会被灵火散溢出的火气侵蚀。这时候，富含水行灵气的灵鱼变成了化解火气的一种良药。因此，赵家出产的灵鱼肉很受欢迎，300年来已经在方圆千里打响了名头，笼络了一批稳定的大客户。然而今天，所有大客户居然不约而同的全部拒收了灵鱼。对风雨飘摇的赵家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一定有一只幕后黑手，不，也可能是默契使然。有些势力是想一点点逼死赵家，比如好亲家骊山魏家、好邻居黄风兰家等等。毫无疑问，赵家又遇上了一场危机，一旦处理不好，恐怕会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般的灾难。赵柯勤很快镇定下来，马上追问道：“科章，你通知其他人了吗？”还没来得及，出事后我第一个想到了二哥。赵科章摇头道。赵柯勤同样出身2房，在赵金刚闭关后，他就成了2房的主事人，所以赵科章第一个便找上了他。你马上通知所有在家的金字辈和科字辈族人，1个时辰后到同心堂议事。吩咐完赵科章，赵柯勤转身看向赵生，说道：“冲和，你也来吧。”赵生点点头，即便作为名义上的赵氏家主，他也有权参与家族事务。1个时辰后，演跃到湖心堂后堂议事大厅，一张面积超过20平方的超大黑色圆桌前，坐着赵生以及9位金科2辈赵氏族人。这张圆桌是赵生前世特意做的，象征着平等与团结。来之前，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灵鱼被退回的事情，因此同心堂里的气氛异常压抑。没人是笨蛋，这件事发生的十分蹊跷，很明显有人在暗中操纵。不过幕后黑手这一招着实厉害，真就打中了赵家的要害。眼见没人说话，众人寿数最长的赵金阁开口问道：“多说说吧，事情该怎样解决？”话音刚落，赵金鹏突然满脸气愤道：“一定是人在暗中捣鬼，我看是魏家那个老不死主使的。”他刚说完，一个2房的科字辈族人便反驳道：“六叔，没证据的事别胡乱开口。魏家和我们赵家联姻了快200年，2家向来同气连枝，你竟然敢怀疑魏老祖，到底是何用心？”嘿嘿，同气连枝，也就你们2房相信他的鬼话。赵金鹏阴阳怪气道。赵金阁见此情形，阻止2人道：“好了，那些无用的废话就不要说了，先解决此事，其他的以后再论。”沉默了片刻，赵克勤面色凝重道：“我刚刚算了一下，现在我们手里有21条灵鱼，100年以下的19条，1条100年以上的一阶碧鲤，2条200年以上的一阶赤鲤，灵鱼肉总共12000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仅靠零售远远不够，必须开发新的大客户，或者试着送往更远的房市发卖。当然，最好是劝说玉丹阁、百炼房等老客户回心转意。”说完，赵克勤想了想，补充了一句：“这只是我们半年的产量。”他说完，有人接口道：“要是能有新的大买家，我们早100年就找到了，如今再找1个字难。”话头一开，赵家众修纷纷议论开了。有人嚷嚷道：“我们大不了一点点散卖，先拖上一段时间，看看事情能否有转机。反正家族刚有一些结余，尚可支撑1年半载。”不行，这太消极。我看最好派人去百炼房等老客户那里打探消息，实在不行就降一点价格。老九，你这话难道就不消极了？我看这事骨子里透着古怪，咱们最好先按兵不动，等到2位族老筑基后再做打算。这也不好，咱们赵家好歹也是出过几位筑基修士的修仙家族，越是这种艰难时期，越要支棱起来，否则让人看透家族内部虚弱的本质，可就悔之晚矣。听到这里，赵科章连忙附和道：“这话说得对，我们不能主动示弱。”这时，赵金鹏突然怒骂道：“闭个屁！没有筑基坐镇，咱们越是强硬，就越显得咱们色厉内荏。你以为那些筑基修士都是笨蛋吗？”赵金鹏是赵氏大房的激进分子，对2房这种事，他向来不落人后。他说完，接着又有人说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赵生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心里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通过这件事，他发现赵家也有几位能力不俗的族人，并不全是酒囊饭袋。当其他人都开了口，却只剩赵生一人沉默不语。
这就显得很奇怪。赵金阁看了看赵生，想到前些天的事情，于是试着询问道：“中和，你来说说吧。”赵生笑了笑，也不推辞，直接朗声道：“在座的都是我的长辈，待会我说的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还请长辈们指正。”说到这里，他开口道：“首先，我们要弄清一个问题，在这件事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给众人思考的时间，赵生又问道：“玉丹阁、白练房是我们的敌人吗？”说着，他斩钉截铁道：“不是，他们并不是敌人，因为即便赵家最后败亡了，他们也得不到太大的好处。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谁最后能得到最大的好处，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时，赵生见到众人听得有些不耐烦，于是加快语速道：“凌鱼被退回，利益受损的不仅是我们赵家，还有我们的老客户，所以一定有人给出了更大的好处，比如承诺赵家败亡后，凌鱼价格会大幅度降低等类似的空口白话。”就在这时，赵金鹏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质疑道：“你啰嗦了一大堆，全是废话。我们现在最迫切的是怎样解决这件事？”赵生微微一笑，道：“这件事其实很容易解决。他们既然不要，我们索性暂时不卖了，先忍耐几个月。”这话一出，顿时引来一片哗然。赵金鹏当即讥讽道：“不卖？你倒说得轻巧，不卖凌鱼，让我们以后怎么修炼？”赵生回应道：“刚刚有人已经说过了，没有筑基坐镇，无论家族对外做出何种反应，都显得没有底气。所以最好的选择是不要有任何过激反应，一切顺其自然。我们尽量拖延时间，等到两位族老出关，再做决定不迟。”呵呵，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喽。赵金鹏阴阳怪气地嘲讽道：“六爷说得不错。”赵生含笑点了点头。赵生其实有办法解决此事，但他选择袖手旁观，因为他深刻懂得一个道理：有时候适当的外部威胁能促进家族内部团结。在他看来，凌鱼事件来的恰是时候，幕后黑手如此做法，虽然说不上是愚蠢，但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如果换作是他，会主动提高凌鱼收购价格，然后联合一众势力给赵家下一个超大订单，临近交货之时再突然取消订单。那时候为了捕获足够的凌鱼，消耗了大量临时弹药的赵家才真的是悔之晚矣，只得任人宰割。赵生发言之后，这次会议很快草草的结束，最终也没人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最后只得决定多管齐下，金字辈的去各个势力游说，看看能否劝说其改变主意；几个科字辈的带着一批凌鱼去往附近几大房市发卖。尽管散修不舍得买，一般临时楼购买量有限，但能卖一点是一点。剩下冲字辈的小辈老实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很快，赵家大部分练气中后期的修仙族人纷纷外出，家里只剩下一帮修仙菜鸟。为防意外，在赵生强烈建议下，家族不惜空耗灵石，开启了护山大阵石叠水龙阵。接下来半个月，赵生一边埋头苦修，一边全力绘制隐身符。隐身符不愧是最难绘制的19种一阶符箓之一，即便有天赋加持，赵生仍然屡屡失败。半个月辛苦下来，他面色苍白无神，眼圈黑得像熊猫，精神肉体仿佛被掏空。但隐身符仍旧以失败居多，成功者仅10之23。然而不幸的消息不仅如此，不出意外，赵氏的劝说也以失败告终，而且散卖了半个月，也仅卖出2000斤左右的灵鱼。还是那句话，灵鱼肉虽好，但它并不是丹药那样的必需品。随着一位位赵氏修仙家失败而归，龙里湖的氛围也越来越压抑，甚至连凡人亲族也被波及到。很多凡俗族人感觉非常惊慌，仿佛天要塌了似的。和合院里，赵生经过耐心的安抚后，将过来打听消息的赵小七打发走。送走了赵小七，他满脸苦笑的摇摇头，心想不禁感叹，这位幕后黑手真是煞费苦心，居然连在凡人中散播谣言的手段都用上了。看来不折腾死赵家是不罢休了。到了这时候，赵生已然隐隐猜出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十有八九是魏成我那个老狐狸，只有他才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魏成我之所以想逼死赵家，不仅仅是针对赵家修仙者，更重要的是为了赵氏5万凡人亲族。不要以为凡人亲族对一个修仙家族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是任何修仙家族最重要的根基。以赵家为例，赵氏31位修仙族人里，有超过10位出身世俗家庭。等到魏家吞并了赵氏5万亲族，其家族新生修仙者的数目必然会大大增加。修仙界里有相当一部分修仙家族就是通过不断同化其他家族凡人亲族，从而实现家族实力飞跃。赵生还猜测，也许不仅是他猜出来了，恐怕连家族几位精明的长辈心里也大略有数。可那又怎样？魏成我此举分明是有恃无恐，使出的阴谋更似阳谋。谁让赵家自己不争气，露出了这么大的破绽呢？对此，赵生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见招拆招。此事的破局关键就在于2位族老能否成功筑基。成了，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不成就只能做打算。烈日炎炎，7月流火，转眼间又过了2个月。这天，赵生在制服室内全神贯注地绘制着隐身符。片刻后，随着符纸表面灵光焕然，繁复华丽的符形一闪而没，一张隐身符赫然成型。一旁的赵冲威看见赵生又成功了，不由灰心丧气地扔下符笔，冲赵生抱怨道：“中和，隐身符怎么这么难呀？我今天都失败10多次了。”赵生闻言走到他身旁，从桌上拿起一张画废了的符箓，
端详了一阵后，开口道：“小薇，你的笔法和符形没错，灵窍节点俱全。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符线间的灵力分布不均匀，导致节点贯通不畅。”赵冲威取过符箓看了一会儿，沮丧道：“我已经尽力控制了，但隐身符太复杂，我全部精力都用在它的符形与灵窍上，实在顾不上其他地方。不是谁都像你那样变态啊！”赵生哑然无语，这都怪我了。最后他只得安慰道：“不用急，慢慢来，熟能生巧吗？以你现在的进度，最多3个月就成了。”赵冲威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嫌弃道：“你是不是在嘲笑我笨呀？”赵生闻言面皮一僵，连忙道歉道：“小姑奶奶，你可是家族的天才少女，年仅17就已经炼气3层境界了，我一个炼气2层的菜鸟，哪敢嘲笑你啊？”听到他这么说，赵冲威心中郁闷稍减，但仍叹气道：“炼气3层又有什么用？一点也帮不上家族的忙，也不知道族老们什么时候出关。”赵生表情微沉，安慰他道：“放心，2位族老一定会成功的。”赵冲威听完，双手合十，低头闭目，虔诚的祈祷：“老祖宗保佑我们赵家再出一位筑基修士啊！”说完，他肘了赵生一下，催促道：“中和，快跟我一起祈祷。”赵生有些无语，谁说修仙者不迷信？其实老迷信了。就像赵家的炼丹师赵科儒，他每次开炉炼丹之前都要沐浴更衣、焚香祈祷，声势十分隆重。不仅是他，修仙界大半的炼气师、炼丹师、阵法师都有类似的祭拜习惯，有的拜天地，有的拜悟道先贤，也有拜自家老祖宗的。见赵生不动，赵冲威又催促道：“快点呀！”赵生摸了摸鼻子，只好应付地说了2句祖宗保佑的话。由于态度敷衍，赵冲威很是埋怨了他一番，直到赵生改邪归正才放过他。话说，我求自己保佑自己后代，这也没谁了。事实证明，求老祖宗保佑一点毛用都没有。2天后，一道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让赵家慌了神。赵金刚筑基失败了，不仅失败，甚至经脉多处断裂，境界倒退回炼气9层初期。短短半个时辰，赵冲和作为唯一1位冲字辈和7位掌握实权的赵氏长辈又坐到了圆桌前。这时，同心堂里的氛围比2个月前更加沉重。毫无疑问，赵金刚的失败对赵家是一次严重打击，严重到动摇了所有人的信心。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赵生并没有开口发言。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失败就是失败了，又不是天塌了。赵氏其他长辈这次表现得十分理智，短暂的沮丧过后，立即把善后事宜商议妥善。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对外封锁消息，对内尽量淡化失败色彩，全力安抚人心，严厉打击任何谣言。离开同心堂后，赵生立即去了善公堂，以家主身份预支了10年灵凤，并将储物袋里的飞剑、玄蓝晶等宝物全兑换成辟谷丹和灵元丹。然后他一头扎进水脉修炼室里，开始了漫长的闭关修炼。他要为退路做准备了。如果赵金鼎也失败了，赵生就决定等他晋升炼气3层后，便提前进入天柱山。时间匆匆流逝，2年时间转瞬即逝。这天，头发胡子乱糟糟的赵生终于从修炼室里走出。此时，没人知道他已然成功晋升炼气3层。出关后，浮出水面，赵生登上一艘木船，吩咐船夫驶向龙里湖岸边。行至半途，他惊愕地发现龙里湖上的船只竟然比2年前多了6成有余。从3丈长的木舟到10几20余丈的宽底翘手船，林林总总加起来多达100余艘，更有2艘30多丈长、7、8丈高，船体表面闪烁着无数符文灵光的中型龙首法舟，在湖面上飞速奔驰。法舟上时不时就有人向水里撒下一张张泛着灵光的捕鱼网。这种忙碌景象，仿佛象征着赵家十分兴旺发达。然而，看到这一幕的赵生不仅没高兴，反而紧紧皱起了眉头。屹立船头，赵生喃喃自语道：“情况不妙啊！”上岸后，赵生又很快从族人口中得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1年前赵金鼎筑基失败。残酷的现实再一次验证了修仙者晋升筑基的成功率确实低得吓人，而且赵家也真的倒霉透顶。当天下午，赵生重新梳洗打扮，剪去多余须发，换了一套崭新衣袍后，便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善公堂的赵柯晴。2年未见，当赵生再次看到赵柯晴时，发现他竟然苍老憔悴了许多，不仅须发变得白，而且脸色也异常的枯黄，时不时咳嗽积下，就像受过重伤一样。见到赵生忽然现身，赵柯晴仔细一打量，顿时面露喜色，高兴道：“哈哈，你居然已经炼气3层了。”赵生点点头，谦虚道：“运气而已。”他刚晋升3层境界，尚未完全收敛气息，这才让赵柯晴瞧出端倪。在修仙界，除非相差一个大层次，相同阶层的修仙者，假如没有修炼过特定法术，很难分辨出其他人的境界高低。赵柯晴摇摇头，认真道：“这可不是什么运气，家族16位冲字辈族人，只有你一个能耐得住寂寞闭关2年，天道酬勤，没什么好谦虚的。不说这个了。”赵生说完，突然问道：“秦叔，龙里湖上为何忽然多了那么多捕鱼船？灵鱼难道找到新的销路了？”赵柯晴闻言脸色一变，叹气道：“哎，销路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因为总是卖不出去，家族不得不主动降了3成价格。3成？这降的也太多了吧？”赵生一听惊声道。赵柯晴满脸无奈地摊开双手道：“不降就卖不出去，降了还能多赚点。你也知道龙里湖租期只剩6年了，走之前能捞一把是一把吧。”
赵柯晴对续租的事情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虽然他听说赵金刚族老已经跟子阳筑基陈子川搭上了线，而且两者关系打得火热，但以他70年的人生经验看，这事怕是不怎么靠谱。赵生一听这话，立刻醒悟过来，家族此举无疑是为撤离龙里湖提前做准备。只是撤离之后，赵家能搬到哪去呢？要知道中州的每一条灵脉可都是有主的，中州作为此界人族的文明发源地，历史久远不可及。早在上万年前，中州所有适合繁衍生息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发成熟，经过无数年的大鱼吃小鱼，时至今日，中州绝大部分灵脉已经被各大宗派垄断。无数像赵家这样的修仙家族，甚至一些三流修仙宗派，必须租借大型势力的灵脉，才可有一栖之地。他们就像不断生长的韭菜，被紫阳宗等大宗派一年一年的收割。可以说，中州修仙界等级森严，阶级近乎固化。底层修仙者为了修炼，要不选择卷到死，要不干脆躺平。对于赵家的困境，赵生虽然有一些谋算，但也一时想不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于是他岔开话题，关切地问道：“秦叔，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受过伤？”赵柯晴闻言一愣，很快若无其事道：“没什么，只不过一次外出时碰到了几只杜虫。杜虫即是指杜修，在修仙界有这么一群人，或因资质，或因机缘，或因伤势，导致长生无望，前路断绝。这些人干脆不再修炼，自甘堕落，追求各类享受；有的则更进一步，自己修行不成，转而破坏他人修行，其卑劣之行径比邪魔外道更卑劣，更堪称神憎鬼厌。这样自甘堕落的修仙者被称为修仙界的杜虫，好听一点就是杜修。只是赵柯晴真是碰到了杜修吗？赵生心里很怀疑，他见对方不愿多说，便不再询问，马上道出此行的来意。得知赵生要摄取一些符纸和符墨，赵柯晴异常爽快，不仅一口答应下来，而且加倍给予，最后更是再三嘱托他尽可能的多绘制一些。家族这会儿正急需隐身符。离开单公堂，回到和合院，当赵生手持镜湖伏笔，再次绘制隐身符时，突然发现了一点惊喜。虽然2年没动笔，他惊觉自己似乎毫无生疏感，第一次画符就轻松成功了。疑惑之下，他思索了一会儿，忽然间赵生若有所思，之所以如此，好像是因为磐石之手的缘故。磐石之手，你的双手稳如磐石，换个说法，是不是意味着双手动作一旦肌肉记忆化，就会永不衰退？从结果来看，应该是这个样子没错了。想到这里，赵生直呼看走眼了，心想难怪当初春风化雨符的成功率提升那么快，原来磐石之手也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看来这世上没有无用的天赋，只有废物的人呢。稍后，赵生重新收敛思绪，开始第2次绘制，这次差一点成功了。接着第3次成功，第4次失败。当第16张隐身符绘制到一半时，赵生突然感觉丹田一阵疼痛，笔尖上的灵力瞬间中断，直到从心流状态下脱离，赵生才惊觉体内灵力赫然已经贼去楼空。看着5张灵光焕然的隐身符，赵生欣喜之余暗叹道：炼气3层的修为还是太低，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炼气大圆满。16张隐身符成功5张，成功率超过30%。对这一结果，赵生还算满意。看来先辈说的一点没错，修为越高，制服就越容易。赵生简单估算了一下，除去成本，他每天的利润大约在8块灵石左右。然而仅仅这样还不够，想那天筑山阴面何其危险，先后进出过2回的赵生对此有十分惨痛且刻骨铭心的体会。这一次他万万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即便不得不提前进入天柱山，他也要做好充足准备，法器要有，符箓要多，丹要备足，树欲静而风不止。出关后，赵生不理俗事，也无心交际，修炼之外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画符练法。只是有些事情他躲不开，有些麻烦也会主动找上他。1个月后某天下午，赵生刚从单公堂里出来，迎面看见同辈的赵冲霄和赵冲威2人向他走过来。赵生略感意外，也不知道2人找他有什么事。一见赵生，赵冲威兴奋地马上喊道：冲和，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猜猜是什么好事啊？什么好事？赵生反问了一句，同时他又跟赵冲霄打了一声招呼。赵冲威满脸兴奋，激动道：冲霄哥邀请我们去栖霞峰灌霞赏月，你说这是不是好事？赵生脸上露出意外之色，不禁看向赵冲霄。赵冲霄看见赵生有些疑惑，微笑着解释道：冲和，你和小薇都已超过18岁，自然有资格参加栖霞会，我是咱们赵家的引领人，今年由我带着你们2个去登栖霞峰。赵生听完若有所思，同时他暗暗后退一步，拉开与赵冲霄的距离，不是故意疏远对方，而是因为赵冲霄太臭了。他不说话还好，一开口便有一股腐臭气味从他嘴里散发出来，那味道很难形容，仿佛血液腐败后生出的强烈臭味。赵生感觉十分奇怪，这股臭味如此明显，为何赵冲霄和赵冲威2人表现得很自然，就像什么都没闻到一样？赵冲霄十分敏感，立即发现了赵生的异样，他下意识地闻了闻左右，随后诧异地问道：怎么，有哪里不对吗？赵生笑了笑，神情自然地说道：没有什么不对，我就想问问，今年的栖霞会还是在7月15举行吗？赵冲霄放下心来，流利答道：今年提前了，定在7月初1。哦，
那岂不是只有3天了？赵生闻言，眼神闪过一丝诧异，随即低声自语道。这时，仍旧十分兴奋的赵冲威突然提醒他道：“你别忘了到时好好打扮一番，另外要多带一些隐身符，这东西抢手的很。”知道了，你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在栖霞会上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哼，不跟你说了。赵冲威满脸害羞的一跺脚，扭过身子就跑远了。见此情形，赵生两人不禁莞尔一笑。栖霞会可不仅是蓝卫赵王等修仙家族年轻一辈的聚会，更有些类似相亲会的意味。修仙家族固然以联姻为主，但若是有小辈们两情相悦，岂不比盲婚哑嫁好上无数倍？别忘了7月初1。临走之前，赵冲霄拍拍赵生肩膀，十分郑重地嘱咐道。目送对方离开后，赵生用手摸了摸被拍的肩膀，放到鼻子下闻了闻后，神情瞬间变得异常严肃。他想了想，突然一转身又进了善公堂。很快，赵柯晴和赵生两人面色凝重，联袂从善公堂离开，赶到潮兴园，找到了正在疗伤的赵金鼎。半个时辰后，赵生两人分别从潮兴园离去。随后赵氏内部发生了一点异动，一些人被暗中叫去询问，一些人暗暗调动了岗位，另外有2队暗探很快被派了出去。1天后，赵氏外围巡逻队的人手忽然加了1倍，龙里湖悄然进入内紧外松的状态。2天后，潮兴园密室里，赵生、赵柯晴和赵金鼎3人再次碰头。刚坐定，赵生便抢先问道：“秦叔，查出什么异常了吗？”赵柯晴神色阴沉，肃声道：“中和，你说的没错，冲霄这孩子确实有问题，今年的栖霞会根本没有提前。”冲霄，他说谎了。话音未落，赵金鼎一掌拍碎了桌子，站起来怒吼道：“混账！他想干什么？他把你和微微骗出去，又有什么企图？麻蛋！老子平生最恨吃里扒外的东西。”相比愤怒的赵金鼎，赵生显得十分冷静。他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指道：“这应该不是他自己的主意，背后恐怕另有主使。”赵柯晴面色凝重的点点头，他也是这么认为的。看着2位长辈，赵生又说道：“暂且不提怎样处理赵冲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主使者为什么会将目标放在我们2个身上，而不是其他人。对方的目的，我大概能猜出来，应该是隐身符惹的祸。”赵柯晴马上接话道。赵生听完脸色一变，他没想到是隐身符的缘故。赵家的修仙者总共就30，不对，这2年家族意外频出，已经折损了几位科字辈族人，如今只剩下27位修仙族人。有心人只要认真打探一下，不难查出隐身符是他和赵冲威炼制出来的。赵生知道隐身符十分抢手，但他没想到会抢手到让人不惜大费周折也要掳走他们。说起来也怪他眼界太窄，赵生不但轻视了自身的天赋，也小看了隐身符的炼制难度。即便制符门槛再低，那也是需要一定天赋的，尤其是顶级难度的符箓，更需要最顶尖的符道天赋。为了一张长期饭票，赵生很难想象某些人或势力会干出何等疯狂的事情。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过是小儿科罢了。赵生很快问道：“那这件事该如何处理？”“那还用说，马上抓到那狗贼，挫骨扬灰。”赵金鼎怒气冲冲道。他越老脾气越暴，尤其筑基失败后更是一点，就着一肚子郁气，正愁没地方发泄呢，这帮贼休倒霉的撞上了。赵柯晴点头赞同道：“不找出主使者，我们寝食难安，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赵生看着赵金鼎问道：“既然如此，我们是将计就计呢，还是先擒下赵冲霄？”赵冲霄是大房的人，拿下他之前需询问赵金鼎的意见。没想到赵族老不假思索地喝道：“不用搞引蛇出洞的那一套，老夫倒要问问赵冲霄，赵家哪里对不住他了，竟敢勾结外人谋害自己人。”鼎老说得好，行事需谨慎，如有选择就不要去冒险。赵柯晴听完立即表示同意。赵生见2位长辈已经有了决定，自然不会反驳，毕竟他也不想拿生命冒险。商议妥当，3人马上离开潮兴院，去往赵冲霄的住处。仅仅半刻钟后，赵金鼎满脸愤怒的一脚踹开禁室大门，见到了在里面修炼的赵冲霄。禁室里，赵冲霄睁开眼，看见闯入的赵生3人，脸色微变，又瞬间恢复正常。他马上起身，恭敬的正要向2位长辈施礼问候，谁知这时赵金鼎忽然一闪身，欺进他身旁，右手掌心灵光闪耀，一掌拍在赵冲霄丹田处，雄厚的灵力汹涌而入，瞬间封死了对方的丹田气窍。赵冲霄脸色大变，勉强笑道：“二爷爷，您为什么要封住我的丹田？冲霄哪里做错了吗？”啪！赵金鼎一巴掌扇在赵冲霄脸上，扇得他口鼻渗血。哼，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勾结外人，谋害亲族，这些罪名你承不承认？赵冲霄闻言瞳孔一缩，笑意顿时僵在脸上，心里无比震撼和恐惧。在修仙家族中，勾结外人谋害亲族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任何人一旦触犯此罪，最后被处死都是小事，可怕的是求死不得。二爷爷，您在说什么啊？孙儿怎么听得都糊涂了？赵冲霄仍心存侥幸，装出一副茫然无措的模样。赵生见对方仍心存侥幸，于是上前晒出证据，问道：“我问你，今年的栖霞会是7月初1还是7月15？你为什么要我肩膀上有无影虫的宠粉？”赵冲霄一听这话，脸上表情顿时垮塌，他扑通一下子跪下了，转眼间哭成了狗。与此同时，他一把抱住赵金鼎的大腿，声泪俱下的喊冤：“二爷爷，
我都是被逼的呀，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他们在我身上下了符血蛊，一旦不照着他们吩咐的做，蛊虫就会发作，最后化为一滩符血。赵金鼎一脚踢开他，狠声问道：他们是谁？为何要让你这么做？把你知道的通通说出来。赵冲霄一咕噜爬起来，重新跪好，满脸恐惧道：孙儿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是3个人，自称巫山3县。7天前我不小心被他们抓住，并被下了符血蛊，然后他们就让我将冲和跟冲威骗出来。说到这里，他眼巴巴地看着3人。赵金鼎见状，没声好气地催促：还有呢。话音刚落，赵冲霄忽然砰砰砰地磕起了头，头都磕出血了。孙儿知错了，求爷爷和秦叔饶我一命，孙儿以后再也不敢了。赵冲霄知道，若不趁机求饶，最后他一定会死。赵金鼎又一脚将他踹到地上，同时喝骂道：你该死！赵生看到这一幕后，目光一闪，突然开口道：二爷爷，赵冲霄也是身不由己，既然他已知错，而且也没造成恶劣的后果，不如饶他一命，可好？赵柯秦闻言也劝道：是啊，冲霄本心也不愿这样，家里现在正缺人手，不如就让他戴罪立功吧。说着，他语气转厉，喝问道：冲霄，你老实交代，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如果让你将他们引出来，你能否做到？眼见救命之绳抛下来，赵冲霄哪有不抓住的道理？他心里大喜，连忙将自己知道的一股脑的吐露出来，最后更表示愿以身为饵，引对方上钩。听完他说的，赵金鼎怒气稍减，与赵生、赵冲霄两人商议一番后，决定引蛇出洞，争取将对方一网打尽。1天后正午时分，龙里湖赵家驻地之外，3头丈余高、4蹄生烟的青灵蛟马在空地上不停抖着马鬓，偶尔打几下响鼻，就见一股清气从其鼻孔里冲出。青灵蛟马是修仙界常见的一种御兽，它是由御兽宗专门培育出来的。传说它体内有一丝蛟龙血脉，不仅能日行千里，而且能连续奔驰3天3夜。蛟马旁边，赵金鼎神情郑重地将2件血红软甲分别交到赵生和赵冲威手上。赵生接过软甲一看，只见上面遍布着细密的赤红色鳞甲，鳞甲上有无数符文流转生灭。他瞬间惊声道：灵气赤鳞甲，不行，这太珍贵了。赵生连忙推辞：赤鳞甲可是赵家压箱底的宝物，它是由580头百年赤里的井下逆鳞炼制而成，防御力比同阶防御灵气更强1倍。赵家立足龙里湖近300年，总共才攒下4件赤鳞甲，其中2件已经被卖出。赵生2人手上的这2件，除了家族驻基老祖穿过，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家族宝库里，密不示人。赵金鼎重新将赤鳞甲推到赵生手里，非常认真道：穿上吧，你们的性命难比不上区区一件死物。赵生见状，只好将套上赤鳞甲，并用长袍遮住。一旁赵冲威也有样学样。赵冲霄看到这一幕，眼珠子羡慕嫉妒的通红。这时赵金鼎扭头看向他，语气冰冷地训斥道：到时候机灵点，即使你死了，也不能让他们2个受一点伤，否则别怪老夫亲手将你那一只青族逐出族籍。是，二爷爷，孙儿知道了。赵冲霄一听这话，身体巨震，急忙连连点头称是。在修仙界，被逐出族籍等同于叛族，几乎必死无疑，这种惩罚可谓残酷无情至极。临走之时，赵金鼎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张2阶困龙符，交给赵生，嘱咐道：中和，见到敌人后不要有任何犹豫，扔出困龙符，我们会暗中跟在后面，只需稍微拖延一下，我们马上赶到。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会小心的。赵生认真的点点头，然后翻身上马。驾！稍后，随着一声鞭响，3头青灵蛟马突然扬蹄，连踏烟云，神俊的身躯瞬间越空飞出，继而沿着笔直大道向天边踏烟疾驰而去。咱们也走吧。目送3人远去，赵金鼎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架2丈长由青灵木制成的法器木鸢。与此同时，赵柯秦、赵金阁等4位炼器后期也纷纷取出同样的法器木鸢。因为此事赵家动了真怒，不仅一次性派出5位炼器后期，每人手里更是配备了2阶真符。要知道，即便是最低等的2阶真符，其威力也相当于筑基前期修士的全力一击，一张至少也要好几百颗灵石。2个呼吸后，青灵木鸢在5人驾驭下呼啸着冲天而起，很快木鸢化作一个个黑点，消失在云层里。另一边，赵生3人骑着青灵蛟马，快马加鞭向栖霞峰方向疾驰。赵冲霄并不清楚巫山3仙有什么计划，他只得到命令要将赵生2人带去栖霞峰。至于巫山3仙会选择在中途下手，还是在栖霞峰下手，赵冲霄就不清楚了。于是3人骑马飞奔的时候，必须时刻留心周边情况，这样精神一直绷着，实在累人的很。3个时辰后，当太阳斜落到天边时，赵生3人一路上居然没遇到半点意外，非常顺利地抵达了栖霞山。栖霞峰距离龙里湖西北400多里之外的雁荡山脉深处，山峰高达1000丈，山势险峻，上面古木林立，绿草也遍布。一条丈余宽的青石小径在大树绿植掩映下若隐若现，一直从山脚弯曲转折的延伸到山巅。赵生3人在栖霞峰山脚下了马，将青灵蛟马交给守山人照顾。守山人是一群凡人，祖上同样出身于修仙家族，但现在都早已衰亡。他们接受附近修仙家族的委托，世代驻守栖霞峰，
专门为修仙者服务。就在三人踏上在石境台阶之时，赵冲霄突然停下脚步，神情忐忑地看向赵生，欲言又止。赵生察觉后略显诧异道：“你有事？那个见到巫山三仙后，能不能不要马上动手，先让我先说两句？”赵冲霄搓了搓手讨好道：“可以，但要给我一个说服我的理由。”赵生爽快地说道。这时赵冲威却不愿意了，气呼呼道：“冲和，咱们别理这个叛徒，说不定他打着什么坏主意呢。”赵冲霄满脸苦涩道：“我身上被下了腐血蛊，我想试试能否先骗回解药。”赵生闻言一愣，差点忘了赵冲霄身上还有一个要人命的鬼东西。赵生想了想，觉得可以拖延一点时间，而且赵冲霄总归是自家人，不能将人逼上绝路，于是他答应下来：“可以，但前提是不影响计划，绝对不会。”赵冲霄脸上大喜，连忙答应下来。赵生点点头，侧身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道：“那就请吧。”赵冲霄深吸一口气，率先踏上了栖霞峰。赵生拉着气呼呼的赵冲威紧随其后。栖霞峰虽然山势陡峭，石阶湿滑，但是完全难不住三位炼气修仙者。仅仅2刻钟不到，三人便跨过千级石阶，来到半山腰的一处平坦地方。这里是一片山间凹地，面积大约20几丈方圆，紧贴山崖的边角建有一座观赏风景的4柱石亭。三人刚登上这里，马上看见石亭里一站一坐着2个人。这2人俱都身穿杏黄道袍，头戴青叶冠，一副道士打扮。坐着的那人面如圆月，身体肥胖臃肿；站着的则须发泛绿，皮肤铁青，像死人多过像活人。赵冲霄一见2人，身体猛地一颤，顿时僵在当场。赵生眼角瞥见他的异样表现，心知对面2人无疑是巫山三仙中的2个，只是第3个人在哪儿呢？念头尚未散去，赵生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哒哒哒的响声，就像某种金属触碰石头时发出的清脆声音。赵生陡然转身向后看去，只见在下方10几个石阶之外，一个右裤腿空荡荡的瘸子，右手拄着一根银光闪闪的蛇头拐杖，正慢慢向山上走来。面对这种情况，傻子都知道不对劲了。赵生左手缩入衣袖，悄悄将困龙符握在手里，同时拉着赵冲威慢慢向山壁处退去。另一边，赵冲霄突然冲到石亭前，神情激动地冲石亭里2人，大喊：“前辈，我已经将人带来了，快给我解药啊！”石亭里坐着的胖子名叫张雄，炼气7层境界，他是巫山三仙的老2。站着的绿毛鬼是老3，名叫楚虎，炼气6层修仙者。听见赵冲霄呼喊，张雄拍了拍肚皮，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做得很好，道爷不会亏待你的，解药而已，接着吧。”话音刚落，就见张雄随手一抛，一颗血色丸子瞬间从其袖底飞出，划出一道弧线后，精准地落入赵冲霄手里。赵冲霄欣喜若狂，连忙抬手张嘴，一口吞下血丸子。服下解药后，他满脸感激，连连鞠躬谢道：“多谢前辈赐下解药，晚辈感激不尽。”这时候，拄拐的瘸子刚巧出现在这片凹地上，见到赵冲霄这副模样，他突然开口道：“小娃儿，老夫今日叫你一个乖，记住不要相信任何人的承诺，下辈子别忘了呀。”赵冲霄一听这话，脸色瞬间煞白，嘴巴吓得磕磕绊绊道：“前辈，你这是是恶。”话刚说到一半，赵冲霄突然身体一阵抽搐，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刹那间变得通红发紫，全身毛孔渗出无数血滴。霎时间，赵冲霄七窍流出黑紫色脓血，皮肤迅速溃烂，流出大量脓血。短短7、8个呼吸，赵冲霄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快融成一滩血污。一阵风吹过，就见一具红白相间的骨头架子轰然倒塌，散落于血污中，场面煞是吓人。赵冲威从未见过如此血腥的一面，他胃部瞬间翻腾抽搐，身体一弓，忍不住张嘴呕吐起来。瘸子看到这一幕后，心里十分满意，在他看来，这一招杀鸡害猴用得恰到好处，等会儿收服2位宝贝时，大概会省下不少力气。瘸子是巫山三仙的老大，真名和出身很神秘，即使他2位义弟也不清楚。他一向自称周老拐，是三仙中修为最高的，已经接近炼气大圆满。周老拐慢慢走近赵生2人，一边释放出炼气9层的强大气势，一边阴恻恻地恐吓道：“你们2个最好乖乖的束手就擒，别让老夫动手，否则以后有你们的苦头吃。”赵生拉着赵冲威退到山壁，神情戒备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周老拐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得意地大笑道：“哈哈，你问我们是什么人？老子是你以后的主人。且慢，我有话说。”赵生忽然大声喊道，他想拖延一点时间，因为此时形势跟他想象的有些出入。巫山三仙并没有站在一块，死瘸子和其他2人相隔至少5、6丈远，而困龙符的范围却只有3丈，这就有些难搞。周老拐嘿嘿笑道：“等老夫给你们下完禁制，你有的是时间说。”说话间，他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眼见死瘸子七进2丈之内，赵生一咬牙，抖手撕碎了困龙符。下一瞬，只见一道金色光圈陡然从赵生袖口射出，瞬间暴涨了无数倍，化作一道金色碗状光罩，闪电般将周老拐扣在中间。紧接着，10几条金色光链突然从罩壁上生长出来，瞬间探入内部，仿佛活物似的死死缠住周老拐的头、颈、腰胯、双臂、左脚和舌头。拐，老大小心！然而老2张雄的这一声警告终究晚了一步，被激发的2阶困龙符
速度快如闪电。等他喊出时，周老拐已经被困龙符锁住了。该死！张雄怒骂过后，解下腰间一重带，撑开带口，向外倒出了几百只拳头大的4翅血纹。嗡嗡嗡，半空中4翅血纹盘旋了一圈后，很快化作一团血云，杀向赵生和赵冲威两人。与此同时，老三楚虎的头脸4肢迅速长满绿毛，接着从石亭中直跳出3丈远，身体绷直，仿佛僵尸般一蹦一跳地扑向赵生这边。赵生将赵冲威拉到身后，并不理会那群4翅血纹，他迅速掏出一张火球符，灌注灵力后用力抛向天空。下一秒，7、8丈的高空上，一颗头颅大的橙红火球骤然爆炸散开，在昏黄的天色下显得异常显眼。与此同时，4翅血纹杀到赵生两人身边，正要狠狠叮咬，却齐齐撞上到一道厚重坚实的赤色光壁上。赤灵甲作为一件防御灵器，除了本身材质无比坚硬外，还自带一种2阶防御法术赤光。灵器域主一遇到危险，赤光会自动激发，防御任何有形与无形的攻击。绿毛鬼老三楚虎见状脸色大变，立即转换身形，合身撞上困龙符的金色光罩上。几十年散修生涯造就了楚虎极敏锐的危机意识，在见到赤光的那一刻，他下意识地预感到了某种危险，要糟，必须尽快逃走。只是在逃走之前，他要救老大出来。楚虎修炼的是一门名为化僵大法的邪道功法，这门邪功能将修炼者的肉身转化为金刚不坏的僵尸之身。楚虎修炼几十年，肉身已经从黑僵境化成绿僵，不仅身体坚硬如铁，而且力大无穷。他这一撞，力道何止千斤。然而2阶符箓哪里是一位炼器修仙者能轻易打破的？金色光罩微微一颤后，便立刻恢复如初。楚虎看到这一幕后，心急如焚，他全力运转丹田将力，浑身绿毛根根炸起，就像一头人形绿卫。只听噼啪一阵爆响，楚虎将身陡然胀大3分，接着双脚猛地向后一蹬，瞬间蹬出2处土坑，他的身体仿佛炮弹一般飞起，凶猛地砸到金色光罩上。这一次金色光罩被撞得向内一凹，内部金链忽然急速颤动了几下，蹦！然而下一秒，楚虎口吐黑血，瞬间被弹飞出去，再次无功而返。楚虎面容越发狰狞，他擦去嘴边血，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就要第3次开始撞击。就在这时，老二张雄却气急败坏地大喊：“老三，别管老大了，风景扯呼！”很显然，他眼力丝毫不逊于老三。在见到灵气和困龙符后，张雄也立即意识到他们兄弟钓鱼不成，反落入了陷阱里。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赵家祖传灵器赤灵甲的特点太明显。张雄一眼认出了那小子身上居然穿着一件赤灵甲，这正常吗？呸！这他妈完全不正常！楚虎神情异常执拗，扭头冲张雄大喊：“二哥，要走你自己走，我要救老大！”楚虎虽然无恶不作，但对周老拐却忠心耿耿，因为这些年如果没有老大屡次出手相救，他早死无数遍了。麻蛋，练个巴巴的僵尸功，最后连脑子都练坏了。好，你不走，老子先溜了。说着，张雄顾不上收回4翅血纹，四肢一缩，身体团成一颗大肉球，迅速弹出石亭，向山下飞滚而去。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响彻天际：“你们谁也跑不掉！”话音未落，5道身影从天而降。赵金阁与赵克勤两人飞身落到山边石阶上，堵死了张雄的去路。赵金鼎与其他2人则将楚虎围在中央。赵生看到这一幕后，心里放松下来，高声冲赵金鼎喊道：“二爷爷，赵冲霄死了！”赵金鼎瞥了不远处的血污骨架一眼，然后慢慢皱起了眉头。赵冲霄虽说死有余辜，但他毕竟是大房的人，最后又死得这样凄惨。赵金鼎不忍之余，心里怒火腾地一下子燃烧起来。面对5位炼器后期，楚虎和张雄根本毫无反抗之力，很快便被一一擒下。周老拐就更是不用说了，堂堂炼器9层修仙者，一招没出就糊里糊涂的成了阶下之囚。估计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计划明明十分周密，为什么会如此轻易的被赵家识破？赵金鼎等人不会轻易的杀死巫山3仙，要杀也要等到榨干净他们的价值。3日后，就在赵生一为此事已经过去了时，族老赵金鼎却一脸兴奋的突然找上门来。客厅里2人坐定，不用赵生开口，赵家鼎便迫不及待地取出一样东西，交到他手上，并神秘地说道：“冲和，你看看这是什么？”赵生接过一看，这物件看上去像是一块白锦丝绢，摸上去柔软丝滑，能轻松捏成一团。展开来看，绢面很薄透光，约有1尺见方。丝绢表面遍布密密麻麻的神秘符文，符文竟然不是写上去，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绣上去的。赵生不由疑惑问道：“这是什么？莫非是修炼功法？”虽不忠，却不远矣。赵金鼎笑着摇摇头，又很快解释道：“这东西虽说不是修炼功法，但对符修而言却跟功法差不多。这张丝绢上面记载了一种名为叠符术的符道炼法。”叠符术？赵生听完心里一动，自己好像在哪本古籍看过这个名字。他连忙展开丝绢细细看去，只是上面的符文跟修仙界流行的符文迥异，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似乎看出了赵生的心思。赵金鼎很快从储物带取出一本古册，交到赵生手上，同时郑重嘱咐道：“这本太乙灵文注解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你千万要保管好，不要让别人瞧去了。”
赵生听见太乙二字，心里顿时一震。在修仙界，所有跟太乙有关的物件都直指太乙灵界。据赵生所知，他所在的世界名为天柱界。天柱界因为灵气浓度限制，修仙者最高只能修炼到化神境界。晋升化神之后，修仙者便要想方设法飞升灵界，以便继续修炼下去。而太乙灵界就是天柱界化神真君飞升后的去处。飞升成功的化神真君其实并没有跟天柱界完全断了联系。每当天柱界有新的化神真君飞升，一些飞升无数年的前辈真君趁机通过飞升通道向天柱界传送一些太乙灵界的秘术功法。千万年来，不知经过多少代化神真君的努力，太乙灵界的秘术与功法渐渐在天柱界里流传开来。但是这种流传仅仅局限于大型宗派或者金丹以上的修仙家族内部，一般修仙家族根本难以窥见真容。赵生十分惊讶，像巫山三仙这样的散修竟然有能力搞到一本太乙灵文注解，这真让他对三人刮目相看。不过赵生更加惊讶的是，巫山三仙何德何能居然能拥有这等珍贵的宝物。要知道，修仙界中任何关于太乙灵界地功法之事都被大宗派大势力严格封锁，他们到底怎么弄到的？万一因为这两样东西给家族惹来灭顶之灾，那就完全得不偿失了。想到这里，赵生犹豫地问，这东西怕是烫手的很，家族有没有？赵金鼎忽然一摆手，自信道，放心，绝无后患。你要相信家族拷问的手段，那三个全是软蛋，上了7、8道开胃菜后，他们就全都交代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他们从藏天园外围的一处古墓里挖出来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本画江大法。他们正是因为怎么都学不会叠符术，这才想着绑架你和冲位。赵生听完，心里有些哭笑不得，原来是巫山三仙太笨了，才想出这种鬼主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三人到头来终究一场空，倒是便宜了赵家。想到这里，赵生放下心来，他知道从藏天园挖出来的古物应该没有什么后患。天藏园位于中州东部，是一片占地近万里的明地废墟。中州作为天柱界人族发源地，历史源远流长，千万年来不知经历过多少大灾大劫。天藏园原本是一处非常繁荣的修仙界，传说1万年前有邪魔通过万灵血迹大阵撕开一道时空裂缝，招引来幽冥鬼界入侵天柱界。天藏园就是布设万灵血迹大阵的地方，也是最先遭受幽冥鬼界入侵的修仙界。那一场大劫之后，天藏园完全化为一片废墟，因为那处时空裂缝并不能被完全封死，导致幽冥鬼界的名气不断渗入天柱界，使得天藏园最终沦为鬼物阴尸的乐园。送走赵金鼎后，赵生摸了摸古册，忽然哑然失笑。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失算了。俗话说烂船上有三斤钉，赵家300年来连续出了3位筑基修士，要说家族没攒下一点好东西，赵生根本不信。这不，到了紧要关头，先是拿出2件赤灵甲，这次又拿来太乙灵文注解。要是最后赵家不得不搬离龙里湖，赵生相信家族呱呱家底，狠下心再买一颗筑基丹也不难。别的不说，拿2件赤灵甲换1颗筑基丹绰绰有余。暂且放下对赵家前途的担忧，赵生拿起古册和丝绢，迫不及待地走进静室，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又是1年。时值夏末，作为此方世界的中央之地，天柱山依然云蒸霞蔚，苍风揽翠，生机勃勃。在天柱山南麓一段1000米高的山壁上，有一座洞口高达100丈，长约20里，内部占地近100里方圆的超大型洞窟。洞窟里面遍布亭台楼阁塔堡建筑，各房区划分明确，道路井然有序。洞窟外围更建有2重10丈高的金石城墙，看上去宛若一座十分繁华的城池。而在洞窟四周的洞壁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洞穴，时时刻刻都有修仙者从洞穴里飞进飞出，显得异常繁忙。这座超大型洞窟便是天柱界4大著名散修之城之一的洞天城。天柱山刚经历一场暴雨，积蓄的水流沿着特意开凿出的暗渠，从山体内倾泻而下，将洞天城的排水道彻底冲刷一遍，城区一下子干净许多。赵用武急匆匆踏上石阶，一连穿过3条房间，他十分警惕，右手始终按着怀里的木盒，盒子一点不重，却坠得他心口沉甸甸的。赵用武是一位先天武者，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他出身龙里湖赵家，与家主赵冲可是同支劲族，没出5服的那种。2个月前，他还在帮家族押运货物，万万没想到有一件天大好事忽然落到了他头上。那天，家主突然召见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洞天城。像这种大好事，赵用武当然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了。不过，有时一念之差，好事也可能变成祸事。赵用武突然神情一紧，把心里那点念想掐灭，快步走过一段石板路，已经进入了外城地界。洞天城经过万千年的不断开凿扩建，自然形成了3个区域，即最内部也是最初修建的内城，2道城墙之间的外城，还有洞窟四周依山开凿与山壁相连的洞府区。这也不是什么人为划分的区块，只是约定俗成而已。不过在赵用武这样的凡人心里，内城和洞府区是修仙者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外城则鱼龙混杂，既有落魄的散修采药客，也有更多像他这样为修仙者服务的凡人。赵家的赵氏杂灵殿就开在外城，门面不大，后院却异常宽敞，足有2重院落。不过
眼下赵氏杂灵殿却只开了半边门，里面有个精瘦小伙儿懒洋洋地坐着。赵用武轻手轻脚地进了门，精神小伙儿见了他，猛地站起来，疾步迎上去，满脸关切地问道：“二叔，娶回来了吗？”“进去再说。”赵用武轻轻点了点头，又小声问道：“叔爷出关了没？”精神小伙赵晓东会意一笑，赶紧将赵用武迎入后院，一边领路一边答道：“还没呢，这都3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等得让人好焦灼啊。”赵用武一时沉默下来。3天前，叔爷吩咐他去宝福阁取一样宝物后，便匆匆进了修炼室闭关。这几天来，他一直守在宝福阁门外，宝物刚运到，他马上将其取出来，并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杂灵铺。店铺后院，赵用武将存有宝物的木盒摆在桌子上。赵晓东嬉皮笑脸的伸手想打开木盒瞧瞧，不想被自家二叔一巴掌扇开。赵用武提醒道：“小心点，这里面的东西在洞天城能换一套门面。”一听这话，赵晓东脚下一个踉跄，什么好奇的念头都不敢起，立即躲得远远的。赵家为了买下脚下这间杂灵殿的门面和院子，可是足足了上千灵石。他心里寻思，什么宝物居然能卖得这么贵？也怪家主心大，这样的宝物也敢让二叔代买，难道不怕被那帮下三滥的杜修盯上？赵晓东不知道赵生的用意，赵生这么做也是机缘巧合，他本来可以不用赵用武带去，自己亲自去会更好。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纯粹是事情凑巧了。3天前，他突然心血来潮，想通了一处叠符术的疑难关爱。天赐机缘难得，赵生自然不会放过，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关，又怕错过取宝物的时间。于是赵生不得不将事情托付给赵用武，然后自己专心闭关画符。就在赵用武叔侄等的心焦气躁时，赵生也到了关键时刻。密室里，赵生凝神静气，手持符笔在符纸上笔走龙蛇，很快符纸上便有灵光焕然，符形闪烁生成一道奇异符像。空气中隐约有水雾凭空涌出，水雾朦胧缥缈，却蕴含森森剑气。这是雾剑符，它是赵生在半年前从滴水剑法术中创造出的一种新型符箓，品阶为一阶。因此在赵生所有掌握的符箓中，他对雾剑符的领悟最深，掌握最彻底。一符既成，赵生笔锋斗转，依旧是雾剑符，却没有画在别的地方，而是就在刚刚完成的符箓上沿着符文逆画一遍。外行人看不出什么来，要是哪个精研符法多年的行家看到，自然惊得瞠目结舌。赵生第2次画符，符笔笔尖灵光涌动，就是沿着已有符文的轨迹完全重合画上去。此法看来简单，实际上难如登天。若是不知内中诀窍，即便上千年万年也绝难做到。因为符箓一成，灵光自复。此时的符箓不再是单纯用灵力抹画的符形，而是感应阴阳五行，引动天地自然的灵性物品。这时候再注入灵力，无异于画蛇添足。若不能完全契合符形中的灵性，前后两灵相冲，符箓便自爆失败了。就像世间没有完全相同的人一样，每一张符箓也都独一无二，从来就没有完全相同的符箓。就算是最简单的凝水符，哪个符修敢保证能够将所有细节完全记在心中，并且重新绘制的时候100%复刻前一次的下笔力道、灵力灌输、灵窍节点的精确位置？即便能做到，但符箓上的灵窍节点已经固定成型，根本没有新的空间继续承载更多的灵力。叠符术的意义就在于它有秘法能拓宽灵窍节点的空间，并持续加固。第2次画完，赵生似乎是画上了瘾，2遍已过，却毫不停留，笔锋一转，竟然以正序开始第3次叠加。3次、4次，最终足足叠加了9次，直到精气神耗尽，这才停了手。此时雾剑符已经算不得一阶符箓了，符纸上的符形在灼灼灵光中变得模糊，浑厚的灵光聚而不散，在符箓外围形成一层亮眼光晕，看上去这张符箓更像一枚质地通透的玉符，而不像一张纸符。赵生看着眼前符箓，不禁仰头大笑道：哈哈，1年的心血没白费，叠符术终于成了。此时他心里十分感慨，叠符术对各种细节以及控灵入微的苛刻程度，简直到了非人的地步。若是没有子弹时间，以他的天赋，恐怕几十上百年也难以掌握这门符道秘术。难怪巫山3仙怎么也学不会，要是能学会，那才真的见鬼了。稍后，赵生平复心情，将变异雾剑符收入储物袋，换了一套崭新衣袍后，走出了修炼室。在后院等待的赵用武叔侄看见赵生重新现身，立即迎了上来。短暂寒暄后，赵用武将存有小周天符盘的木盒递到赵生手里。叔爷，这是您要的东西。赵生一听，眼前一亮，
手指一勾，啪嗒一声打开了木盒。只见木盒里盛放着一个古铜色圆盘状东西。这个盘子模样的东西，通体由风墨铜制成，外观呈周天圆形，直径不过1尺，上下却分为9层。盘面上每层都是9道同心回路，能盛放9张符箓。9层盘面一层比一层面积大，最下面的比最上面的要大出1半左右。而在符盘最中心有一块特意留出来的寸许孔洞，这是镶嵌灵石用的灵鞘。赵生伸手取出符盘，欣喜道：“小周天符盘原来是这副模样，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盘者，成物之器皿，又有天元环绕之意。而符盘，顾名思义，便是炼制法器的方式制作的，用以承载符箓，连通灵力的特殊法器。简单来说，它是符修专门用于战斗的一种特殊工具。任何一个修仙者都知道符箓使用方便，威力不俗。但与其他手段相比，符箓发动的时间太长了，越是威力大的符箓就越是复杂，发动时间也就越长。虽然符修有无数加速施法的技巧，但相较于其他的攻击手段，比如飞剑、御兽、神通之类，慢的实在不是一点半点。一道灵符还没释放出来，敌人的飞剑已经斩到你的脖子上。这种事情在修仙界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对于所有精通符法的修仙者来说，这是非常现实，更要人命的问题。于是符盘便应运而生。通过将符箓提前加载到符盘上，使符箓处于激发与未激发之间。当突然遇到战斗时，修仙者只需心念闪动，便可瞬间激发符盘上的符箓。这块小周天符盘有9层，每层可承载9张符箓。换句话说，若是遇到了生死危机，手持此盘的修仙者最多可同时发动9981张符箓，可谓恐怖之极。符盘好处多多，但它最大的缺陷让无数囊中羞涩修仙者对其望而却步。符盘实在太烧灵石了。要知道，为了维持符箓随时激发的特殊状态，符盘分分秒秒都在消耗灵力。符盘中心处镶嵌灵石的灵鞘就是专门为此而设。一颗下品灵石只能维持1天时间，而一枚中品灵石也才堪堪坚持4个月。一枚中品灵石可兑换100颗下品灵石，这样算下来，小周天符盘1年就要消耗3枚中品灵石。若是将符盘用于战斗，其消耗更是大大加快，有时一场战斗下来，1颗下品灵石都不够用。能买得起符盘的赵生是土豪吗？很明显，他不是。但即便倾家荡产，赵生也要买下这块小周天符盘。与生命相比，区区灵石也算不得什么了。有了小周天符盘，赵生进入死亡宝地前的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大半。他现在只剩下2件事情，不，也许是1件事情，那就是画符赚灵石。想到这里，赵生立即将符盘收入储物袋中，吩咐赵用武叔侄看好店铺后，便又转身回到制服室里。接下来的时间里，赵生除了日常修炼与睡眠之外，剩下大部分时间在疯狂的画符。每当绘制一批一阶符箓后，他留下1/5放在自家店铺发卖，其他4/5都卖给了宝符阁。赵生丝毫不担心宝符阁店大欺客，因为宝符阁是洞天城4味金丹大圆满中宝符真人的产业，买卖信誉极高，向来公平无欺，价格公道。洞天城很多散修都选择将宝物卖给宝符阁。3个月后，此时已是秋末，天气慢慢转寒。这天下午，赵生又一次耗光体内灵力后，停下手中伏笔，看着旁边厚厚一摞水疗符，他满意的点点头。赵生心念一动，唤出神魂深处的百事书，点开第4张书页，个人数据瞬间浮现心间。姓名赵冲和，赵生，寿元29期，境界炼气3层，职业一阶符师，体质4灵根黄级，初级自愈凡级，天赋灵秀黄级，子弹时间黄级，磐石之手凡级，技能功法玄灵功小成，法术针锋化雨术大成，滴水剑大成，折光术小成，水旋遁小成，轻身术。制服针锋化雨符大成，雾剑符炉火纯青隐身符小成，红雨符小成，水疗符大成。武功云龙9变前无古人，春雨剑法前无古人。这1年来，赵生的数据面板变化不小，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多了一个职业选项，一阶符师。这是他成功绘制出第10种一阶符箓后突然出现的修仙职业。另外，赵生了1个月时间将前世的轻功重心捡起来，
顺便自创了一套先天剑法春雨剑。灵力是比先天真气更高一个等级的能量，天生囊括了先天真气的诸多特性，它可以暂时充当先天真气使用，反之却不行。砰砰砰！制服室的大门突然被人敲响。赵生抬起头，语气略显不悦道：“什么事？”这话刚说完，门外就传来赵用武的声音：“叔爷，家族来人了，正在客厅等着您呢。”知道了，我马上就来。赵生听完眉毛一扬，但很快回应道。片刻后，赵生现身客厅，一眼看见了坐在红椅上的赵柯晴。赵生见他来了，感觉十分意外，不由问道：“秦叔，你怎么来洞天城了？莫非有事？”赵柯晴点头示意道：“我这次来确实有一件要紧事要办。”什么事？赵生边问边走到一张红椅前坐下。赵柯晴忽然叹了一口气，无奈道：“我这次来是要把这间铺子和铺子里的东西整体兑出去。”赵生闻言一愣，连忙道：“家族难道已经窘迫到这种程度了？这间铺子就算全部兑出去，也卖不了几千灵石吧？”这我知道，只是眼下家族确实非常困难。四叔他又要动用一大笔灵石，说是为了疏通关系，家里没办法，只好先变卖外面的产业。赵柯晴口中的四叔是指赵金刚。至于所谓的疏通关系，很容易理解。这2年，赵家为了续租龙里湖，不得不向紫阳宗内某些有利人士行贿。赵生更知道那些有利人士中筑基建修陈子川排在第1位，赵金刚的主要公关对象就是他。不过，赵生对赵金刚的做法十分不看好，他对陈子川没有什么好印象，此事到最后很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赵生真不知道陈子川暗中给了什么承诺，使得2房所有人都对他信心十足。尤其是赵金刚就跟吃了迷魂药似的，一个劲的往陈子川那里送各种宝物。胳膊拗不过大腿。赵生见家族已经有了决定，也懒得多问，直接唤来赵用武和赵晓东叔侄，吩咐他们2个听从赵柯晴的指示。2人又聊了一些家族近况后，赵生随意找了一个借口，很快结束了这段对话。3天后，就在赵柯晴为变卖铺子到处寻找合适买家的时候，一身采药客打扮的赵生悄悄离开了洞天城。找到一处无人的山壁后，赵生左脚一蹬石壁，身体瞬间直飞7、8丈高。下一秒，他右脚踩上一处凸起的石头，身体又是猛窜高7、8丈。就这样一蹬一踏，赵生仿佛一只羚羊，沿着天柱山岩壁迅速飞跃攀登，1000丈高度很快越过，最后渐渐缩小成一个黑点，消失在云雾里。1刻钟后，某处山壁与云海交接的地方，忽然冲出一道矫健身影。赵生站在一棵横斜的古木枝干上，俯视下方滚滚云海，茫茫无际的云雾间风雷激荡，呼啸如潮。几百年没来，天柱山云海异象仿佛一点没变，依然那么壮观浩大。突破了第1重云海，意味着他现在的高度距离地面已经超过10里。赵生想要找的地方接近第2重云海，高度大概在18里左右。从第1重云海往上到第2重云海之间的这片广袤区域，是天柱山最热闹的地段。赵生前世便主要混迹于此，但实话说，有30、40年采药经验的赵生仍旧对这里知之甚少。因为这片区域的面积太过广大，几百里方圆的地界放到这里一比，就跟指甲盖差不多大。2个时辰后，赵生手脚撑住边角，半边身子蹲在一条石缝里，稍作休息。踏上这片热土，赵生必须时刻小心警惕，一边要提防那些躲在石缝草树间随时发动偷袭的毒虫妖兽，另一边更要远远避开出现在视线中的草药客。但是他最要注意的却是，嗖！一块桌面大的残影带着尖锐的音效，瞬间从赵生眼前掠过，并以几乎超越音速的时速，急速向下方掉落。几个呼吸后，便缩小为一个黑点，坠入云海深处。赵生吓出一身冷汗，幸好他正在石缝里休息，否则就被砸中了。高空坠物，天柱山采药客的第1杀手。每年最少有1半的采药客因为被坠物砸中而掉落深渊，最后死无全尸。你可以想象，从万米高空扔下一块石头，最后砸到地面上的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天柱山高不知几万丈，其坠石的危险性比上面还要高出许多倍。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天柱山好在还有异象云海天罡，它拦截了相当一部分高空坠物。传说从3重云海天罡往上，每一重云海都被上古大能部下了极厉害的禁制。这些上古禁制具有封禁隔绝特性，能阻挡不符合标准的人进入天柱山更上层。至于拦截高空坠物，仅仅是他顺带的点缀罢了。过了大约半刻钟，赵生休息好了，他身体灵活地钻出石缝，手脚一扒一蹬，
瞬间像一只飞天壁虎，沿着岩壁急速飞游而下。10丈、100丈、1000丈，赵生身影渐渐消失在凹凸不平的山石绝壁中。半天过后，云雾渐起，寒风凛冽。无尽遥远的天边，醉了的夕阳俨然沉下了半边，漫漫云海被其染透，换上了酒红色容颜。天色已晚，赵生仰望上空第2重云海，估算了一下高度。一天下来，他不知不觉的已经爬到了16里高。剩下的路程看来要等到明天了。赵生四处张望了一会儿，很快发现1里外的凹地里有一处半人高的洞穴。几个蹦跃飞纵，赵生轻松抵达洞穴。这处洞穴不大，仅1丈多深，地面落有不少碎石，洞壁上遍布人为开凿的痕迹。赵生一看就知道，这处洞穴是采药客凿出来的暂时住所。对此，他早已司空见惯了。天柱山经过千万年的开采挖掘，山体表面早已遍布了无数这样的人工洞穴，并且天柱山风水冠绝5州，作为修仙界的散修圣地。千万年来，有数不尽的散修高人选择天柱山作为最后的作化之地。天柱山中大多数秘境民工遗府就是这样来的，因此天柱山每年都会有不少民工遗府出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修仙者聚集于此。洞天城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有很大缘故也是因为这些宝藏。天寒地冻，云雾升腾。赵生吃过干粮，小心封好洞口后，便早早睡下，一夜无话。第2天一早，赵生用凝聚出的清水洗了一把脸后，很快开始继续攀登。由于闹了大半夜的妖兽凶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昼伏夜出。赵生接下来的路程十分顺利，仅用了1刻钟时间，他就攀升到18里高度，继而向东方横向攀爬。1个时辰后，20里路程已过，赵生来到一处突出的石头上，正要停下稍作休息。突然，他鼻子一动，接着赵生猛地仰头，两眼看向东侧山壁上方。只见在30丈外的山壁上长着一棵半枯半绿的山柏。此刻，在山柏树腰间的枯烂树洞里，一株1尺高、盘子大小、靛青色的灵芝赫然背阴而立，一眼看去十分显眼。赵生瞅了瞅了灵芝，下一秒竟仿佛没看到似的，脚下突然一蹬地面，身体急射而出，10几个起落下去，转眼间人已经跑远了。而在这时，山柏一旁的山壁忽然水似的微微荡漾，闪烁几下后，山壁突然破开一个口子，从里面探出2颗黄白头颅。他们齐齐看向赵生远离的方向，满脸的遗憾。大哥，那小子是不是发现咱们了？不会，我布下的幻阵天衣无缝，那小子一看就是厨，绝对不可能识破。大哥，咱们已经在这里窝了7、8天了，能不能重新换一个地方？这里鸟毛都不见一根，偏僻的很。说的有道理，咱们这就走。另一边，赵生于绝壁间抓着一根山中老藤荡漾着远去。与此同时，他忍不住摇头，暗讽道：哪里来的棒槌，学什么不好，偏学那些尖种钓鱼，也不问问自己，你有那技术吗？赵生平生最瞧不上这种没脑子的钓鱼佬。你隐藏了身形，好歹也把气味处理一下。好家伙，体臭都迎风飘出30丈外了，试问有哪个傻蛋闻不着？2天后，赵生跋涉近千里，终于抵达天柱山阴阳交接的地方。又了1个时辰，他找到了前世入口的标志物，一块3丈高的大青石。站在大青石上，赵生看向3、4丈外，只见那里的浓雾无边无际，上通清明，下连深渊。他视野中除了浓雾别无他物，仿佛亘古前有一把无形的神兵，将天柱山切割成2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一边晴空万里，另一边却浓雾笼罩。片刻后，赵生缓缓吐出一口气，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隐身符，随手灌入灵力。随着无形波动闪过，赵生身周有水色一闪而没，紧接着光线微微闪烁，他的身影渐渐变淡，最后消失了。如果仔细分辨的话，便能发现赵生原先站着的地方光线稍微有一些扭曲。2个呼吸后，浓雾里有一处地方忽然破开了一道人形空隙，但周边浓雾马上填补过来，很快将空隙重新抚平。进入死亡宝地后，赵生心神戒备提升至极点，行动非常缓慢，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隐蔽不动，万事小心为上。赵生可不想好不容易进来这里，还没达成目的就死回去。300年时光荏苒，这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1世纪下的危险地点全部作废。赵生只能一边寻找着标记物，
一边小心翼翼地前进。幸好300年没来，沿路上的地形地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赵生只要小心躲开那些凶恶的妖兽凶禽就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死亡宝地的夜晚降临了。面对几乎绝对黑暗的环境，赵生明智地凿开山壁，挖出一处深坑，最后把自己埋了进去。很快，降级而出的冰霜将深坑外层土壤凝固。半个月后，浓雾深处，一处凹进去的山壁洼地终于又一次迎来了客人。赵生灰头土脸翻进坡地后，一屁股坐到地上，气喘吁吁。他顾不上其他，立即服下一颗灵元丹，同时撕了一张水疗符，治疗自己手臂上的伤势。他手臂上被拉开了一道深深的豁口，此时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流。随着灵水附着到伤口上，豁口处鲜血迅速止住。他真是太倒霉了。200里路程，15天时间，期间他迷路机10次，遇险17、8回，但一次都没受过伤。眼看9成9曲经路已经走完，只差一步就到了灵山了。临到门口，偏偏却遭了一场无妄之灾。离坡地灵要远不到10里的一处悬崖，赵生好好的走着，两头巨兽突然在他头顶的悬崖上互相厮杀起来，土石崩塌，成片掉落。赵生来不及完全躲开，就被从天而降的土石劈头盖脸的砸中了。一身灰头土脸不说，胳膊上还拉了一个大口子，一个字：晦气。不过片刻，赵生手臂上的口子迅速止血收缩，并生成一层红红筋膜，内部开始有肉芽生长。赵生见状知道这是自愈体质的缘故，他的身体恢复速度比常人快7倍。放下心来。一瞬间，几十种浓郁药香冲入赵生鼻端，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后，却忽然咧嘴笑了起来。赵生翻身站起，一步一步走进了灵药园。随着他视线转移，枯树下、草丛中、石头缝里，一株株珍贵灵药时时露出头角。但这些不足以让赵生停下脚步，他直奔靠近山壁的一侧而去。走过一段路，迎面可见山壁下被人开辟出一片平坦的土地，约莫有半亩大小。土地上整整齐齐长满了各种外界罕见的灵药：化龙果、七合翠叶、穷神、九曲参、炼神草。赵生上一世栽下这些罕见灵药的种子，赫然已经生长成型。能让这些成长条件苛刻的灵药发芽生长，必须归功于药泥的神奇功效。为了这半亩药田，赵生当年挖遍坡地，将收集好的药泥全投到这片土地上。现在看来，效果拔群。除了这些灵药，药田的另一半栽种着紫气枝、血剑草、燕龙果等坡地原有灵药，它们是赵生一株一株移栽过来的。当年移栽的时候，至少都有几百年药龄。300年过去了，除了少数灵药成熟后枯萎，其他大部分灵药仍然生长得好好的。赵生数了数，顿时乐得合不拢嘴。一眼扫过去，药田里500年以上的赤火枝竟然多达3株。然而赤火枝却不是最引人注目的。赵生视线不由自主地投向药田中央。此时那里长着一棵7尺高、手腕粗、枝干叶距都晶莹如白玉，内部遍布丝网状经络的灵植。灵植经络里更有一丝丝碧色灵液在内中不停流淌，看上去异常神秘。它昂然挺立于药田中央，如鹤立鸡群一般俯视着周边诸多灵药。一见这颗灵植，赵生顿时失声喊道：“白玉碧血，变异麒灵芝！”赵生万万没想到，区区灵药田竟然可以孕育出这种世间罕见的灵植。变异麒灵芝又称碧血宝树，千万麒灵芝难出其一，可谓世间罕有。它是修仙界极少数无饰品级，即使对化神真菌也能起到一点作用的奇珍异宝。碧血宝树产出的碧血灵液能纯化修仙者的神魂，无论你是化神真菌还是炼气菜鸟，这就厉害了。要知道，化神真菌作为此界的最巅峰战力，这个世上能让这些老怪物动容的宝物着实不多了，何况是这种能纯化元神的罕见奇珍。修仙界类似的宝物起步价至少20万灵石。当年赵生拍下龙里湖100年租助权仅了不到6万灵石，加上每年2000灵石租费，100年加起来才26万灵石。这点灵石也就能买下一滴碧血罢了。赵生急切走过去，伸手仔细一量，高度7尺3寸，可惜不到9尺啊！赵生满脸遗憾地叹道：“8尺为灵，9尺化宝。碧血宝树只有超过9尺，才有资格称为宝树。
因为只有9尺以上的碧血宝树才能对化神真菌起到显著作用。当然，这不是说9尺以下的碧血树就没用了，只不过效果微乎其微而已。赵生虽有很遗憾，但仍旧按捺不住狂喜心情。7尺高的碧血树已经足够珍贵了。对赵家而言，8尺以上的碧血宝树已经不是宝物，而是破家灭族的祸患。因为这种级别的灵，只能让无数元婴老祖趋之若鹜。7尺宝树对应着金丹级别，勉强是赵家能承受的极限。这时赵生突然目光一闪，视线看向宝树下的土壤。只见在树根附近3尺范围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沙粒大小的黑色颗粒。这片黑沙明显跟周围药土有很大差异。这是……赵生猛地蹲下来，捻起一撮黑沙，放到鼻子下闻了闻，气味似腥似麝，却带着一点涩味。难道……赵生忽然眼前一亮，马上手指伸进嘴里搅了几下，味道、口感全对，是灵壤无疑了。赵生疼的一下子站起来，迅速环顾四周。有灵壤的地方必定有灵丘窝，因为灵壤是灵丘的排泄物。赵生很快发现了端倪。仔细看去，可以发现从碧血宝树树根开始，有一条细细的黑色沙路，一直延伸到山体，最后没入一堆碎石中。赵生几步走过去，弯腰仔细观察着这堆碎石。忽然他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好像这边的灵气比药田更要浓郁一点。想到灵丘非灵不居，石气化壤的特点，赵生心里忽然砰砰乱跳起来，忍不住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堆碎石后面恐怕藏着一条灵脉。他的猜测并不荒诞无稽。天柱山有许多条灵脉，各个品级的都有，甚至有传言声称天柱山内部藏有此界唯一的一条5级灵脉，只不过这条5级灵脉在不知多少万年前就被某位绝世大能给禁锢了。更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天柱山其他灵脉只是这条5级灵脉的延伸分支。赵生知道此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别的不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灵力支撑，天柱山3重云海之上的上古禁制怎么可能从上古一直坚持到今天，仍然不崩溃？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聪明人一想便知。赵生现在陷入了甜蜜的烦恼中，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是先挖掘灵脉呢，还是先采摘灵药？想了想，他转身返回药田，反正灵脉又跑不了，倒不如先采灵药，入袋为安为妙。半天后，药田里的灵药变得稀疏了不少，地面也有些坑坑洼洼。赵生非常小心地将最后一株赤火枝放入储物袋里，接着他又取出早已备好的灵药种子，仔细撒到药田空出来的地方，最后用土埋合。做完这些事后，赵生忽然发现自己又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株碧血宝树怎么办？他的储物袋空间有限，根本带不走它。杀鸡取卵，这种蠢事赵生绝不会做。碧血宝树只要活着，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碧血产出，细水长流才是王道呀。赵生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先不动它。不仅如此，赵生也暂时熄灭了抽取碧血的心思。抽取碧血必然会极大影响宝树的生长。此时赵生心里已然生出更大的野心。若是等到下一世，想到美妙的未来，赵生忍不住笑起来。时间啊，永远站在他这一边。休息了片刻，赵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鹤嘴镐，缓步走到山壁碎石堆前。砰砰砰！随着一阵阵挖掘敲击声，赵生开始了凿洞之旅。灵脉必然隐藏于山体内部，赵生现在要做的便是开凿出一条通向灵脉之地的通道。刚挖了没一会儿，赵生忽然停下手中动作，表情变得有些震惊。山壁内部竟然也长有粗大的树根，看上去是那株庞大到不可思议的神秘巨树的残留根茎，并且看树根走向，它似乎向着灵脉生长过去。为了验证这个想法，赵生主动选择沿着树根的走向向山体内部挖掘。2天之后，赵生已经挖出了一条3丈深、1人高的隧道。站在隧道尽头，赵生可以感觉到四周灵气浓度有了微小的提升，虽然很微小，但也能分辨得出来。事实证明，他猜想的一点没错。随着挖掘逐渐深入，赵生苦恼地发现，山体里的树根竟然变得密集起来，时常阻碍他的挖掘。尽管如此，赵生也小心避开了这些树根。
因为这里的树根不仅看上去比坡地上的更加新鲜，更隐隐泛出一丝生机，这让赵生异常惊喜。上一世他曾经有过的某种想法，此刻再次浮现心头。1个月后，赵生灰头土脸地钻出洞穴通道，将储物袋里的碎石倾倒在洞穴旁的巨大石头堆上。经过1个月的不断挖掘，通道长度已经超过了100丈，但仍然不见灵脉的踪迹，只是灵气浓度有了显著提升，几乎比得上龙里湖灵脉核心的灵气浓度。种种迹象表明，这条灵脉的品阶要比龙里湖灵脉更高，甚至是一条2阶灵脉也说不定。倒完石头，赵生正想返回洞穴中，却突然听头顶云雾里传来一连串隆隆闷响，仿佛雷雨天不断炸响的闷雷，雷音由远而近，压迫而至。怎么回事？赵生神情惊异，隐隐生出不祥的预感。这时，他忽然听见山壁上传出一阵阵细密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冻结。转瞬间，赵生感觉外界气温骤降，紧接着就瞧见山壁上有冰霜迅速凝结而出。随着一道尖笑声突然划过耳边，一道寒流从上方雾气里冲下来，擦过赵生的头皮，瞬间打在山壁上。眨眼间，山壁附近就凝结出一大片厚厚的白色冰霜。寒流温度极低，寒意刺骨透髓，直让赵生脸皮发麻，手脚冻得变得有些僵硬。赵生见状勃然变色，失声惊叫道：“不好，今年的寒潮提前了！”就在此刻，周围浓雾开始变得紊乱，有无数寒流气旋从上空突降，不断搅动着周边浓雾，气温再一次大幅度降低。赵生看见雾气里骤然生出无数白色冰屑，簌簌下落，看上去极似冰雪。但他深知这种冰屑远比冰雪更加寒冷。随着气温降至冰点，周围雾气浓度骤减。赵生突然发现视野从未如此清晰，可他情愿这一切没发生。赵生仰头看向上空，却见视线尽头被无穷白色占据。令他心惊肉跳的是，有一道白线从更上层云海里浮现，由上向下，从左到右不知延伸到何处。白色寒潮漫无边际，以摧枯拉朽之势势碾压一切。以天柱山的高度，有阴风寒潮并不稀奇，这是天柱山独特气候的反应。但每年寒潮到来时都有迹可顿，根本不像今天这样来得如此突兀。天寒气重，本应自然下降，可是天柱山的寒流以混乱著称。在漫天气旋扰动下，天地间无数寒流化作一根根彻骨冰枪，一次千百丈，裹挟着周边云雾呼啸来去。这种浩大异象，若是没亲眼看见，一般人绝难想象出来。这是天灾，非人力所能阻挡。就在赵生想躲进洞穴里时，生存在这片区域的妖兽凶禽也感应到了即将来临的寒潮。这些平时悍不畏死、生性凶暴的妖兽凶禽似乎非常恐惧这寒潮，它们纷纷逃窜，或向下跳落，或躲入石缝洞穴。无论是何种选择，都是要避开这天灾。一转眼的功夫，赵生视线中的生灵已减少了一大半，但也有一小半倒霉的，来不及避开寒潮正风，逃到一半便被寒潮吞没。出大问题了，真是出大问题了！同样是天柱山中，不过是在阳面，无数采药客看着天上飘下的雪，俱都脸色大变，心神俱震。修仙者们大多很迷信，大多数人深信天柱山寒潮不会无缘无故的提前，而且提前了3个月，它必然是一种异兆，而天柱山上层云海也一定发生了某种绝大变故。或许是有大灾难要发生，又或许是有新的秘境出世。另一边，坡地灵药园，赵生正在迅速收拾首尾。此时，周边雾气被寒气吹成冰粒，在风中狂舞，甚至令人窒息的寒意。寒潮推进速度极快，无数妖兽为争夺生路，陷入了疯狂杀戮。临近洞穴时，赵生回身仰望，一眼望去，漫天血肉淋雨飞舞，无数大小妖兽妖禽均在空中逃窜厮杀，兽啸禽鸣声响彻云霄。砰砰！赵生迅速搬来一大堆碎石，死死堵住洞穴入口。洞穴里很快漆黑不见五指。啵！一声轻响过后，赵生掌心忽然浮现出一颗拳头大的火球，火球使得洞穴瞬间大亮。有了光线，人就会本能地放松下来。听着洞外隐隐传来的一阵阵呼啸嘶鸣声，赵生紧张的心情却出奇的平静下来。很快，他升起一堆火，借此抵抗周围寒冷的环境。一觉醒来，发现多了一个打赏，白眉很惊喜，感谢书友夜深不想睡的100币打赏。3天后，赵生感觉洞穴里的温度迅速升高，他知道寒潮已经过去了。于是
他站起身来，向外面走去。片刻，坡地某处山壁边的一堆碎石被推开，赵生从洞穴里钻出来。然而下一刻，他心神俱震，身体陡然僵住。此时此刻，他视线跟斜坡边缘一个缓缓升起的巨猿头颅对个正着。糟糕，要死了！赵生心里狂呼。和他对视的巨猿，赵生一点不陌生。前世他不止一次见识过对方的凶威。天生四臂，神力无双，他赫然是筑激战力级别的四臂凶猿。但随着四臂凶猿巨象般的壮硕身躯迅速浮现，赵生反倒是松了口气，只要没立即发动攻击就好。他了解这类凶兽，只要不触怒对方，在吃饱的前提下，四臂凶猿一般不会主动发动袭击。现在看来，凶猿并没有杀意，只是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他感觉这头凶猿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呢？就仿佛害怕自己似的。念头尚未散去，赵生突然感觉上方视线一黑，转眼间地上多了一大片阴影。下一秒，赵生瞠目结舌，只见四臂凶猿的头颅之上忽地按上了一只银色的巨爪，爪分四指，却也有锋利如刀的指甲。这只爪子十分巨大，凶猿的脑袋已经有脸盆大了，但五根长长的利爪依旧非常轻松地把这豆大的头颅收拢。只轻轻一合，凶猿一声不吭，脑袋便是四分五裂，红白夹杂的血浆迸射，四臂凶猿脖颈上气血直冲2丈高，溅湿了坡地老大一片地方。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赵生呼吸猛地停顿。这时候，一具庞大之极的身躯缓缓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最先是一颗巨大的头颅，四臂凶猿的身躯大如巨象，但这颗巨大头颅却比他还要大上一圈。更别说头颅下那庞大的身躯于雾气里若隐若现，绵延几10丈，简直如山一般巍峨。两者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等到赵生看清这头巨兽的全貌后，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头巨兽的头颅犹如驼手，宽阔的额头上凸起一根3尺长的银白短角，更有一张鳄鱼般的獠牙巨口，厚厚的唇边有2根长长的肉须迎风飘扬。从头颅颈部往下，一层层银白色鳞片堆叠铺展开来，一直排列到尾部。除此之外，长达几10丈的修长身躯之下生出4根鹿腿般的粗壮下肢，最末端常有4根锋利指甲。而在巨兽身下更有大片云雾缭绕，像是在托起，又仿佛仅是点缀。云从龙，风从虎，如此异象，修仙界里只有一类强大生灵才会拥有。怎么可能是云蛟？他们不是一向只在4重云海之上出没吗？赵生心里惊惧无比，差点叫喊出声。云蛟可是天柱山霸主级生灵，每一头都能匹敌金丹。不知是幸或不幸，这头高阶蛟龙并不在乎坡地上的小虫子，它只是把巨大的身躯完全伸上来，占据了坡地绝大部分地方。也幸好这头蛟龙躯体悬浮于空中，要是了地面上，坡地灵药园就全毁了，到时赵生哭都没地方哭。赵生心里万分后悔，他是大意了。明知寒潮过后往往会有各种强大妖兽突破云海天罡现身更下层，但是他并没在意，随随便便就出了洞穴。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失误，但现在后悔已是晚了。赵生果断将一切没用的心思压下，以微小的不服后已准备窥准机会，悄悄钻回洞穴里。赵生现在只希望云蛟并没注意到他。然而下一瞬，一声低沉而威严的龙吼声瞬间炸响，无尽磅礴的恐怖威压铺天盖地地涌向赵生。嗡的一声响，赵生的近距离直面这样的吼声，便像是被万斤巨锤轰在脑袋上，思维陷入停滞，连发动子弹时间的机会都没有。那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的脑浆都要溅出去，身子更是难以承受地向后抛飞，一直撞到坡地尽头的岩壁上，才停了下来。哦，勉强撑起身体后，赵生只觉气血翻腾，忍不住张嘴喷出大量带着粉色气泡的鲜血，鲜血里更夹杂着细碎的内脏碎片。金丹级数的云蛟竟然如此恐怖，仅仅一道余波便让他身受重伤。面临这样的绝境，赵生反倒冷静下来，大不了一死，反正还有下一世。赵生勉强睁着眼睛，吐尽胸腹里的积血，紧靠崖壁挣扎着站起。同时他取出一瓶回春丹，也不管3七21，仰头将整瓶丹药一股脑倒进嘴里。也在此刻，上空的雾气忽然涌动不止，赵生猛地扭头，眼前又是只看到浓浓雾气自高空而下，竟然裂开一道细长的缝隙，继而有一道璀璨的剑虹破空而来，在云蛟怒吼的刹那，
电射而没入蛟龙脊背。直到此时，赵生才听到仿佛是天外传来的细微剑吟之声。浓雾里随即响起一声惨烈的怒吼，紧接着云荡翻涌荡开，蛟龙身躯染血，脊背中间裂开了一道2丈长的鹿骨伤口。赵生终于反应过来，知道有人对云蛟出手了，且必然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物。赵生当然很好奇来者的身份，但这不是重点。他顾不上看清来人模样，脚下一蹬地面，见势地射入洞穴里。一进洞穴，赵生右手探入储物袋，下一秒小周天符盘出现在掌心。一念闪过，就见符盘上其中2层共18张符箓齐齐燃烧。金甲、水玄盾、10强10几种防御法术瞬间封堵住洞口。赵生看到这一幕后，心里一松，紧接着眼前一黑，昏迷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赵生缓缓醒来，忽地身上一僵，因为此刻鼻间有一抹暗香沁入，缭绕不散。稍迟一线，一道悦耳动听的女声响起：“你醒了。”赵生稳住心神，睁开眼睛，扭头看去。最先入目的是一片银白裙袂，裙角垂下一枚玉剑，用来压住裙边。视线向上，赵生便看到一条素色缎带轻束在腰身上，素色衣装却用巧妙技法织出雅致而细腻的纹，一时却看不细致。赵生不好盯着，视线再次往上，正对上一双如水清澈的眸子。说实话，他刚刚心绪萌动，更有些遐想，但与这双明眸相对，他那些小心思瞬间烟消云散。因为他看见这清澈明眸深处流淌着凛冽剑气，看似古井无波，背后却含蕴着令人胆寒的力量。赵生立即站起身来，举手至额，躬身深深一揖，十分感激道：“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晚辈赵生，敢问前辈高姓大名？”赵生其实是有些唐突了，不过对面之人并不在意，淡然应道：“紫阳月清寒。”赵生寻遍记忆，也没发现紫阳宗金丹真人里有月清寒的名字。紫阳宗什么时候多了一位金丹女修？将这名字在心中念了2遍，赵生正想着后面该如何说话，女修却先一步问道：“外面的药田是你开辟的？”赵生闻言一怔，转念一想，心里顿时暗道不好。他赶忙抬起头来，但因居高临下，他突然看到了月清寒白皙脖颈和勾人锁骨，玉色的肌肤透过轻薄的细纱映出炫目的光，真是令人着迷啊！但赵生马上移开视线，不敢唐突家人。不得不说，前后几世为人，赵生也从没有见过像月清寒这般超凡脱俗的美人。说她美貌无双倒也算不上，但女秀的气质却是她3生仅见，犹如折落凡尘的仙子。赵生强行掐灭念头，恭敬地点头道：“月真人，那块药田确实是晚辈开辟的。”月清寒听后直接说道：“很好，那棵碧血宝树我要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果然是这样，赵生心想。可没等他回应，便觉得身体一轻，随即一股不可抗拒的大力裹挟而来，眼前景物瞬间变得模糊，还有轻微晕眩。等到赵生双脚重新站定，却发现他已经到了药田边上。他刚回过神来，但看清眼前景物后，顿时吓了他一跳。只见原本的坡地赫然崩塌了大半，完好无损的只剩下药田以及靠近山壁一小块地方。除此之外，赵生还看见那条高阶云蛟奄奄一息地浮在悬崖外的云雾里，身体上遍布深可见骨的伤口，伤口里有凛冽剑意迸射，阻碍着云蛟的自愈。但这头云蛟却不敢逃走，因为此时他脖颈上套上一枚溅射着耀眼雷光的锁龙环。很明显，他被月清寒收服了。赵生仅瞧了一眼，便不敢再多看，他很怕这头云蛟迁怒到自己身上。他的小身板可万万承受不起云蛟的怒火。赵生扭过头去，却又被美景所吸引。在他眼前，月清寒裙带飘飘，云雾缭绕，背对无尽雾海，遍体彩云，肌肤生光，恍若天人。这一瞬，赵生忽然生出一种明悟，自己怕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眼前这一幕。他垂下眼皮，掩饰住内心悸动，转而道：“真人，若是喜欢，尽管拿去，区区外物，哪及得上救命大恩？”这时，月清寒脸上忽然闪过一丝笑意，但转瞬间恢复清冷之色。他摇了摇头，云髻上斜插的玉珠也在晃动。我向来不欠人因果。月清寒是星剑刘剑修，其心境已达剑心通明之境。上古曾有高僧留下4句真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道真言虽不对口，但也道出了些许真意。对星剑流的剑修而言，因果便是尘埃，只有剑不染尘，方能斩断万古。斩因果斩俗缘。
这6个字用在岳清寒等新建刘建修身上，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赵生当然不知道岳清寒的心性，他以为对方只是谦逊之词，但在看到岳清寒那双瞪尽明眸后，赵生沉默了。他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再次抬起头来，他仍然摇了摇头，十分诚恳地说道：“我这人很贪心，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一时又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真人若不喜欠人因果，那就随便赏下几样宝物，只要真人觉得两不相欠便好。”岳清寒听完，明眸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他神情微动，第一次正视眼前之人，道：“你很坦诚，这种心性非常适合当一名剑修，以后不若转修剑道。”赵生听完愣住了，这是想收他为徒的意思吗？但在看清对方神情后，赵生立刻掐灭了这个念头。很明显，这位金丹剑修并无收徒之意，仅仅是他心性如剑，通明瞪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已。想了想，赵生摇头道：“晚辈也喜剑，但没打算做一名剑修，可惜了。”岳清寒说完，解下裙边玉剑挂坠，交到赵生手里，同时说道：“我身上没有适合的宝物，这枚玉剑算是一件信物，你以后想到真正要什么了，便可拿着它到紫阳宗寻我。”赵生接过玉剑，躬身拜谢道：“多谢真人赐下信物，晚辈记下了。”岳清寒很快将碧血宝树连土带树一块挖走。做完这些，他轻声说：“你的这片灵地很罕见，小心不要暴露出去。另外，这天柱山已成是非之地，很快就有更多各派金丹赶来这里，说不得还要乱上一阵。你且跟我出去吧。”赵生闻言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道：“真人好意，晚辈心领了，但晚辈尚有未尽事宜，并不打算现在出去。寒潮一来，天柱难登，若是现在出去了，最少也要半年才能重新进山，而且在进来时也许不会像这次这样顺利。”赵生不想多冒生命之险，就赌天柱山广袤无垠，没人能发现这里。他赌赢的机会很大，因为坡地真的极其隐蔽，否则不会几百年都没人找到这里。既然如此，你好自为之吧。岳清寒说完，准备离开。不过临去前，他忽然抛出一物，同时说道：“既然你也喜剑，以后不妨多揣摩揣摩此物。”赵生接过飞来的物件，看清是一枚明珠，明珠内部有一道持剑人影闪现，表面透出丝丝剑意精神。在赵生观察玉珠的时候，岳清寒飘然飞至云霄头颅，玉手按住龙角。嗷！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巨吼，云霄身下陡然生出大片云雾，云雾升腾而起，蛟龙与女修袅袅升至高空，疏忽一闪，便消失于无边雾海里。这才是真正的修仙者。赵生深切觉得，只有像岳清寒这样御剑成龙、飘然如仙的人物，才是他应该追求的目标。像是魏无我、陈子川之流，不过是蝇营狗苟之徒，平白污了修仙者的名头，却不知何事才能到这般境界。赵生仰天长吁，不禁感叹飞升之路艰难漫长。沉默半晌，他忽地长叹一声，叹声未绝，又是哈哈大笑。笑声里，那位执剑降龙、超凡脱俗的女修，转化为一道飞升路上的信标，留待他去越过。只是不知道那时家人可在否？家人已去，赵生转身便要回洞穴。就在这时，他突然惊疑一声，快步走到洞穴旁的一块石壁处。赵生右手伸进石壁缝隙中，用力一拽，就从里面抽出一根如刀般的巨大指爪。指爪下半截连着一块血淋淋的肉块，肉块上面还挂着2片残破的鳞甲，而指爪上半截却是一根半人高如刀一般的利爪。不用多说，这东西是那只倒霉的云蛟留下的。赵生提着指爪环顾四周，这时他才留意到云蛟还真留下了不少好东西。坡地及附近山壁上可以看见一片片粘稠嫣红又散发着清香的蛟龙针血，山缝时间，坡地上也挂坠着细碎而大小不一的蛟龙血肉，偶尔也有或残破或完好的蛟龙鳞甲。赵生见状喜出望外。要知道蛟龙作为最顶级的真龙种之一，它全身上下都是宝。蛟龙内丹是炼制金丹的上品灵物，血肉可用来炼丹、提炼精血等等，鳞甲、爪子、骨头可用来炼器，连龙粪都能用来威慑下等妖兽。一只金丹级蛟龙身上掉落的血肉鳞甲，其价值之高可想而知。赵生忙活了大半天，才将坡地及周边山壁打扫干净。因为没有合适的容器，他索性用石头削出2个大缸，用来分开盛放蛟龙真血和碎肉鳞甲。至于指爪，赵生用法器飞剑费力切割了近半个时辰，才将爪子和下面连着的骨节血肉分开，只剩下4尺长的蛟爪勉强可放入储物袋里。将2个大缸搬入洞穴藏好后，赵生按下的伤势终于再次发作。
他脸色一变，勉强封死洞穴入口后，立即服下一颗疗养丹药，随即盘膝而坐，运转灵力，开始一点点修复体内腐脏的裂缝。时光荏苒，转眼间1个月过去了。此时的天柱山一天比一天寒冷，寒潮屡屡爆发，让无数采药人叫苦不迭，只得提前下山，等待来年化冻。于是天柱山冷清下来，1、2重云海之间的区域已经几乎看不到人影。与之相反，从3重云海往上的区域却是十分热闹。不时可见一位位金丹真人或驾驭法宝，或乘坐玉兽，或者干脆乘坐云舟抵达天柱山。大部分金丹真人一到这里，便直接飞入3重云海之上。也有少数人去往洞天城，寻找熟人打听情况，准备妥当后，才向某个神秘地界进发。对于外界的纷纷扰扰，赵生一概不知，也不愿理会。通道里，赵生挥动鹤镐，一镐下去便凿下一块石头。此时他正干得热火朝天。自从20天潜伏脏伤势完全恢复后，赵生就将大半精力投入到开凿通道上来。大半个月下来，通道又延长了1倍多，而周围灵气浓度也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已经大大超过了龙里湖灵脉的最高水平。最近2天，赵生隐隐生出一种预感通道快要挖到头了。又过了大约2个时辰，赵生一镐头砸到石壁上，突然感觉手上一轻，再一看，却见鹤镐大半没入了一个黝黑孔洞里。哈哈，终于打通了！赵生喜不自禁，急忙抽出鹤镐，一连凿了10多下，将眼前的孔洞扩大到一个能容人进去的大洞。看着眼前漆黑未知的洞穴，赵生从石壁上取下照明光球，扔进洞穴里面。随着照明光球落到里面，赵生借着亮光看清了洞穴的景物。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洞穴竟然十分宽敞，直径超过3丈。周边岩壁除了树根撑裂的地方，其他地方都非常光滑，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根圆形隧道，能让一辆重型大卡轻松在里面行驶。这是看到这种异象，赵生慢慢皱起眉头，心里忽然浮现一则在洞天城流传的秘闻：灵丘有王，其名山龙，大者如山岳，元婴不可弃，万寿犹不死，百劫化真龙。赵生喃喃自语道：莫非这隧道是山龙钻出来的？他不认为这个隧道是天然形成的，而且除了山龙，赵生也想不出有哪种强大妖兽能在200多丈深的山体里自由穿行，并且钻出这种巨大的隧道。片刻后，赵生神情异常谨慎地沿着隧道慢慢行走。他全副武装，右手托着小周天符盘，左手握着一根惨绿小剑，面前飘着3面水玄盾，身上还罩着2重金光甲。这个隧道并不是完全水平，而是呈30度倾斜向下。此时他发现神秘树根就是指示牌，它不仅沿着隧道生长，而且方向也跟灵脉走向一致。大约走了3、4里路，赵生只觉眼前豁然开朗，一处地下石窟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这处石窟占地面积积10亩，内部灵气浓度之高，他平生未见。可以肯定，这种灵气浓度与2阶灵脉的灵窍相比也毫不逊色。然而赵生心神并没放到这上面。此时他被眼前一幕震撼了。只见偌大的石窟里，无数蟒蛇般的树根破开石壁，从4面8方密密麻麻地倒垂下来。所有树根末端都扎入石窟中央一尊盘窝如山的庞大蛇形生物体内。先前他所见的金丹、云蛟已经算是巨型生物了，但与面前的这尊巨物相比，活脱脱成了一条小泥鳅。在看到他的第一眼，赵生已经100%确定这尊巨物是山龙无疑了。不仅仅是因为他宛若蚯蚓放大了无数倍的体态，也不仅仅看到一窝窝灵丘在其体内钻进钻出，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散发着与云蛟十分相似的气息，就像龙威。即便这条山龙已经死去无数年，但高等龙属生灵独有的天然威压始终没有散去，仍然时刻震慑着他的心神。赵生拨开阻路的树根，缓步走向山龙。随着越走越近，他更加被山龙庞大的身躯所震撼，同时心里也十分感慨像山龙这种受天地垂青的强大生灵，竟然也渡不过化龙之劫。万寿犹不死，百劫化真龙。望着已然化作土石的山龙一退，赵生神情满是遗憾，最后微不可闻的难道已是死在哪一劫呢？山中无丽日，寒尽不知年。寒潮封山以来，天柱山上气温一天比一天低，阴面雾海常常有漫天冰屑洒落，冰屑被寒风吹落到山壁上，日积月累下来，天柱山已是白雪皑皑。地龙洞中盘膝而坐的赵生忽然睁开眼睛，眼神里满是郁闷。他狠狠地捶了背后的山龙遗骸几下，猛地从地上站起身来。入宝山空手而归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他现在真的感受到了。明明山龙洞里灵气十分浓郁，可为什么？啊，为什么全是土星灵气？赵生有些抓狂的大喊。一个人独处久了，难免会控制不住情绪。赵生气得差点暴走，从储物袋中取出蛟龙爪刀，对着山龙遗骸猛地一通乱砍。等到情绪发泄的差不多了，赵生才收起爪刀，一步上前，弯腰伸手将劈砍下来的遗骸碎土聚拢到一堆，接着捧到不远处石缸里。无数年之后的今天，这头山龙的遗骸已经化作土石，流失了绝大部分灵性精华。但赵生惊讶地发现，这些土石居然可以当作药土使用，尽管比奥尼差了几筹，但也堪比灵壤。因此屡屡修炼失败的赵生兼职做起了药农，每天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药田里松土、浇水、撒药土，给灵丘移窝，凡是能想到的活计赵生都干了。要不然呢？寒潮封山，又不能修炼，他总得找点事情做吧。画符他倒是想，但灵力不允许啊。至于进山前的攒下的那点灵元丹，早在1个月前就被他吃光了。不过这样的苦日子总算快过去了。赵生算算日子，距离化洞开山已经不远了。半个月后，坡地边缘，赵生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看着雾气里最后一点冰屑悄然溶解，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反身将山壁上的洞穴用碎石封堵好后，赵生便立刻踏上了出山之路。20天后，当他再次出现时，人已经到了洞天城城门口。此时赵生身穿一身深蓝道袍，衣服上连一丝褶皱都没有，看上去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修仙菜鸟，全然看不出他刚从天柱山下来。万事稳当先，赵生可不愿因为衣服和妆容上的缘故，被洞天城眼力奇强的老鸟们瞧出破绽来。交了进城税后，赵生顺利地进了洞天城。一过城门口，他正想暂时找地方住下，却不妨一个邋里邋遢的人勇猛地冲上前来，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叔爷，您可算回来了，我都快吓死了，感谢老祖宗保佑。赵生一听这话，立即散去掌心法术，仔细一看，这人赫然是赵用武。用武，我不过是出去一趟而已，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赵生略感奇怪地问道。赵用武闻言满脸苦笑，看看左右，赶紧小声道：叔爷，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先回家再说。赵生点点头，随即跟着赵用武向洞天外城方向走去。7天后，洞天外城一座租住的院子，静室里，赵生睁开了眼睛，长长吐出一口白色气柱，体内的灵力漩涡又长大了一圈。刚刚他晋升炼气4层了。赵生自觉意外，他没想到天柱山一番生死历练，竟然让他突破了炼气3层到4层之间的关隘。尽管这种关隘仅仅是炼气7的一个小坎，修仙者最多上几年时间就能突破，但别忘了赵生是资质低劣的4灵根，修炼速度比3灵根慢了一大截。这次的突破最少节省了他3年时间。境界的突破让赵生十分高兴，暂时压下了对家族的担忧。7天前，他从赵用武口中得知，自从变卖了洞天城的产业后，赵家2房之间原本逐渐缓和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2房自认在紫阳宗有人支持，便不顾大房反对，开始变本加厉地搜刮家底。2房此举名义上是为龙里湖续租事宜，但暗地里谁知道打着什么主意。眼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赵家2房俱都发现赵生这个名义上的家主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偏偏这个时候赵生外出未归，这下可急坏了大房的人。赵生不回来，他们还怎么借家主之名阻止2房的愚蠢举动？然而大房的长辈们却没想过赵生会听从他们的吩咐，甚至他会回去吗？赵生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回去也不会插手2房恩怨，因为他知道即使自己回去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伟人曾说过，解决事情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赵生非常明白，导致赵家一切矛盾的根源有2点，一是家族缺少筑基修士坐镇，二是龙里湖续租事宜。只要解决了以上2点，其他全都迎刃而解。想到这里，赵生起身走出屋子，仰头看向洞窟之外。此时暮色已渐渐降临，他自言自语道：算算时间，应该快来了。第2天上午，就在赵生绘制符箓的时候，赵用武一脸兴奋地走进房间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赵金鼎族老亲自来了。片刻后，赵生迈进客厅，最先看见赵金鼎脸色苍白地坐在左上手的椅子上。此时在他的身旁坐着一位身材瘦削、面容跟赵金鼎有些相似的老者。
赵生目光看向这人，暗忖道：莫非他就是赵氏本代暗部首领？当年赵生吸取方彦谷灭亡的教训，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临死前2年亲自组建了赵氏暗部。进了客厅，赵生跟赵金鼎打过招呼，赵金鼎很快向赵生介绍了老者的身份。不出所料，老者果然是赵家这一代的暗部首领，真名赵金剑，炼气9层修仙者。三人重新坐定后，赵金鼎面色一整，语气凝重地问道：中和，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为什么非要将金剑招来洞天城？你难道不知道他身份特殊吗？赵金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年赵生曾定下规矩，族人一旦成为暗部，便独立于家族之外，绝对不允许插手家族事务，更不能沾染权力。赵生笑了笑，没做解释，而是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盒，推到赵金鼎面前，示意他打开。与此同时，坐于一旁沉默不语的赵金剑却在暗中观察赵生。对于赵家300年来最年轻也最特殊的家主，说他不感兴趣，那是骗人的。漂泊浪迹修仙界几十年，赵金剑自认识人无数，但从未见过像眼前之人这样特殊的人。明明是年仅弱冠，神态做派却异常成熟沉稳，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年轻人，反倒像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似的。奇怪，真是奇怪，莫非被人夺舍了？赵金剑心里正琢磨着呢，忽然听到赵金鼎发出一声惊呼：赤火之！听到赤火之3个字，赵金剑脑子一猛，瞬间将刚才的疑惑抛之脑后。他噌的一下子站起，一步上前，死死盯着玉盒里的东西。赤火如火，伞盖如玉。没错，是赤火之。赵金剑也脱口而出道。他从被召回时就想过家里为什么会把他叫到洞天城来，原先还有过猜测，家里是不是想让他出手处理某些人或事，毕竟暗部就是干脏活的嘛。但现在看来，他完全猜错了。不过错得好啊！赵金剑激动得面红耳赤，他不是傻子。在见到赤火之后，哪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赵金剑强忍放声大笑的冲动，心里却我能筑基了，老子居然能有这一天！要知道赵家是什么底色，他可是一清二楚。原本以为自己今生只能止步于炼气大圆满，可老祖宗显灵了啊，竟然送给他这样大的惊喜。相对于闷骚型的赵金剑，赵金鼎更加直接。他啪的一声合上玉盒，激动地问道：中和，这东西你是如何得到的？赵生笑了笑，神色平静道：可能是上天眷顾吧，让我在天柱山侥幸找到了几样灵药，赤火之算是其中之一。俗话说听话听音。赵金鼎闻言马上听懂了赵生言语间未尽之意，连忙追问：难道你还有媲美赤火之的灵药？赵生点点头，顺势又取出3个玉盒。回到洞天城后，他并没有选择去炼丹、格灵药铺等店铺售卖灵药，一个是这些灵药都十分珍贵，如果赵生一个人拿出来去售卖，终究有些显眼。即使他通过化妆隐藏身份，但修仙界奇功秘籍无数，若有心的话，有太多方法能找到他。毕竟他都能通过灵嗅迅速分辨出一个人的身份，不敢保证其他修仙者没有类似的秘术。这时候多找几个人分担压力就十分必要了。想来2个炼气9层修仙者能挡下绝大部分的贪婪目光。就在赵生这样想着的时候，赵金鼎也逐一打开3个玉盒。400年份的炼神草，700年的焰龙果，胳膊长的千年黄金根，3种灵药，每一种都价值不菲。尤其是千年黄金根，更是3阶灵丹黄金丹的主药。3阶黄金丹是金丹真人用来紧急恢复法力的一种珍贵丹药，一颗就能瞬间补足金丹真人3成法力，由此可见其珍贵之处。以上这4种灵药，仅仅是赵生储物袋里的一小部分，其他的2株赤火枝、超过1尺5寸的血剑草等等灵药，赵生不打算现在就拿出来。至于什么时候出手，那就要看龙里湖那边会闹到什么地步，以及赵金剑能否及时筑基。要知道距离租期已经不到5年时间了。赵生扭头看着激动不已的赵金剑，对其说道：按照家族辈分，我应该叫你一声四爷爷。四爷爷，我想知道有了这几样东西，你要能用几年时间去筑基？赵金剑闻言转念一想，立即听懂了赵生话里的意。他想了想，神色坚定道：4年时间足够了，我已经是9层后期，3年时间足以提升至炼气大圆满，剩下1年刚好用来筑基。一旁赵金鼎听他这么说，脸上表情悲喜交加。喜的不用说，悲嘛也好理解，看着别人可能筑基成功，自己却已经失败了。
他不伤感才奇怪，只怪他自己不争气，怪不得别人。3天后，赵金鼎踌躇满志地离开了洞天城，赵金剑却在赵生院子附近租下一处院落住了下来。3年时间一晃而过，夏至过后第3天，赵生亲眼看着赵金剑走进洞天内城一间专门用于筑基的修炼境室里。之后，他回到院子，吩咐赵用武守好家门。接着，赵生特地打扮的老成，又把容貌化妆成中年模样后，来到内城的丹顶阁。丹顶阁是一座占地超过2亩、6层高的大型楼宇，外观就像一尊超大的炼丹炉，建筑内部精致典雅，古色古香，空气里充满各种丹香和药味。它是修仙大派丹鼎派在洞天城开设的一间大型店铺，不仅经营灵药买卖，而且出售各种灵丹妙药。作为千年老字号，丹鼎阁的信誉不容置疑。3年间，赵生陆陆续续向丹鼎阁出售过4株灵药。另外，这几年他还了大量精力打听和了解丹鼎阁的情况。赵生这次之所以乔装打扮而来，是因为他终于要真正出手了。走进丹鼎阁后，赵生找上了一位相貌清秀的侍者，询问道：“我要找你们的刘管事，请去通禀一声。”侍者脸上维持着礼貌笑容，嘴里却说道：“很抱歉，刘管事不在铺子里。这位贵客，您如果想买丹药或者其他东西，可以移步交易室，或者也可向我咨询。”赵生听完手腕一翻，手里顿时多了一瓶灵元丹。他一步近前，贴近对方身体，手指一弹，灵元丹十分顺滑地落入侍者衣袖里，同时低声道：“劳烦小哥去看看刘管事回来了吗？”侍者动了动衣袖，触碰到丹瓶后，脸上顿时露出诚挚的笑容。这次他点点头，示意道：“请贵客稍等。”说完，侍者转身走进了丹鼎阁后院。片刻后，他面带喜色，快步走到赵生身前，笑道：“真是太巧了，刘管事刚好回来，您请跟我来。”赵生同样笑道：“是啊，真的好巧。”片刻后，在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里，赵生见到了刘管事。刘管事看上去40许，面白无须，身材匀称，身上穿着一身单袍，单袍上绣着2尊3足6耳的铜鼎。等侍者退出，两人坐定。刘管事抢先开口道：“敢问贵客高姓大名？今日见刘某有何要事？”赵生道：“在下免贵姓赵，单名一个生字。今日见刘管事，却是为一件好事而来。”刘管事面露好奇之色，问道：“敢问赵道友，你说的好事好在哪里？”赵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方形玉盒，打开盒盖，推到刘管事眼前，同时说道：“我要卖1株赤火枝，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刘管事不愧是大派出身，见到赤火枝后，仅露出一丝惊讶，便恢复平静。他笑道：“区区赤火枝而已，哪里算是什么好事？”赵生不以为意的笑道：“我说卖，可没说过一定要卖给贵客。”刘管事闻言脸色一变，语气急促地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说完，他两眼死死盯着赵生。赵生伸出右手轻轻拍了拍玉盒，语气淡然道：“如果我把它卖给你，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刘管事闻言一怔，瞬间转怒为喜，笑道：“赵道友，你这是何意？刘某可拿不出筑基丹来。”赵生也微笑道：“无需筑基丹，只要有等价的丹药灵石即可。在下只是想跟刘管事交个朋友而已。俗话说，听话听音。”刘管事何等机灵，马上心领神会，对面之人分明是有求于他。他放下心来，喜笑颜开道：“好，赵道友这个朋友，刘某交定了，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赵生心头暗赞对方处事老练之余，脸上忽然露出一丝迟疑之色，几次欲言又止。刘管事见状，恰到好处地问道：“赵老弟，莫非真有什么难处？不妨说出来，让刘某听听。”见对方配合如此默契，赵生不由露出感激之色，顺势道出真正的来意：“不瞒刘兄，在下所在的家族丁口众多，原来住的地方快要住不下了，家族现在愁得很，也不知去哪里找一块新的灵地。刘兄出身丹鼎派，见多识广，不知听没听过哪里有灵的要出租？”刘管事听完心里一震，暗暗吃惊于对方消息灵通。2个月前，宗门长老堂确实传出话来，说是要举办一场小型拍卖会，将几条空闲的灵脉出租出去。然而，这拍卖会也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早在这之前，那几条灵脉已经暗中有了去处。赵生突然想临时插上一手，无异于虎口夺食。想到这里，刘管事暗暗摇头，正要说没听说过，刚想开口，却看见赵生似笑非笑地把玩着赤火枝。他表情一僵，又有些犹豫。看着眼前的赤火枝，刘管事越看越眼热。即便他出身大家族，家里头有好几位金丹老祖坐镇，但家族越大，竞争也越激烈。他虽然算是出身嫡系，但想得到一颗筑基丹也不容易。这颗赤火枝放到外人手里，
只能换一颗筑基丹。若是落到他手里，回头找家族长辈炼上一炉，一转手至少净赚好几颗筑基丹罢了。即便得罪了那些关系户又如何？想我堂堂丹鼎刘家，岂会怕几个落魄小家族？刘管事拿定主意后，马上说道：“不瞒你说，我派最近正好有意放出几块百年令，老弟你算是找对人了。”赵生闻言心道：“找的就是你。”为此，我几百块灵石都出去了。刘管事刚说完，赵生立即欣喜道：“真的吗？那太好了。敢问刘兄，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一块百年令？”刘管事瞄了一眼赤火之，并没言语。赵生心领神会，大方地表示道：“刘兄尽管放心，不管结果如何，这株赤火之都只会卖给你。”刘管事一听这话，脸上露出满意笑容，于是语气温和道：“3个月后，在我丹鼎派宗门会举办一场百年令拍卖会，只要有邀请函便可参加。不过……”见对方说话吞吞吐吐，赵生不由十分认真地问道：“不过什么？还请刘兄明言。”咳咳，刘管事咳嗽了2声，有些尴尬道：“不瞒老弟，那几块百年令怕是已经找好了下家。”赵生微微一笑，从容道：“赵某自然不会让刘兄为难，我仅仅想要一张邀请函，这对刘兄来说应该不难吧？”刘管事闻言大喜，立即拍胸脯保证道：“区邀请函而已，你放心，最多半个月，你再来丹鼎阁，邀请函保证奉上。”赵生笑道：“那就劳烦刘兄了，放心，小事一桩。”话到至此，双方皆大欢喜。1刻钟后，刘管事异常热情地将赵生送至丹鼎阁门外，最后目送他离开。离开丹鼎阁，赵生穿过几条街后，闪身进了一家客栈，再出来时又换了另一张面孔。接下来，他漫无目的地在内城里闲逛，直到确认身后没人跟踪后，才重新换回本来面目，返回住的院子。一回到家，赵生便马上进了静室。盘膝坐到蒲团上后，赵生取下储物袋，从里面取出一堆瓶瓶罐罐，聚灵丹10瓶，养神丹10瓶，固脉丹7瓶，爆灵丹4瓶，破障丹3瓶。除了各种一阶灵丹之外，赵生还特意兑换了一些灵药种子，总共加起来大约价值3万灵石左右，正好是一颗筑基丹的市场价。赵生知道自己亏了，这些灵丹是刘管事以市场价卖给自己的，那他的成本一定更低。但赵生并不后悔，有些事情吃亏是福，做人一定要有远见。检查完丹药后，赵生将大部分灵丹收回储物袋，手里只剩下1瓶聚灵丹。聚灵丹是比灵元丹效果更好上3成的一阶上品灵丹。作为4灵根的废材，赵生若想筑基，注定要成为一名科药流选手。服下1颗聚灵丹后，赵生闭目盘坐，静心凝神，空气里很快浮现出无数5颜6色的灵气粒子。随着聚灵丹的药效发散，赵生丹田内灵力漩涡的旋转速度陡然加快了3分，无数灵气粒子比以往更快地被吸扯入丹田漩涡里。与之对应的是，后续的提纯和炼化过程也随之大大加快。赵生估算，有了聚灵丹相助后，原本突破炼气5层需要至少8年，现在却只要5到6年，至少节省2年时间，这笔买卖很划算。赵生见烈欣喜，整整修炼了3天3夜，直到精神实在支撑不住，才从静室里出来，爬上床后很快沉沉睡去。7天后，静室里，赵生盘膝坐在蒲团上，面前地板上摊开一卷古册。古册的左边书页写着密密麻麻是蝇头小字，右边却是一副佶屈鳌牙、繁复庞杂的符形布像。赵生所看的这个符形布像是玉虚符经上记载的一种名为幻影盾的2阶真符。幻影盾符属于水形符箓的一种，同时是一种盾符。在修仙界里，盾符作为保命专用符箓，一向比其他符箓价格更高出几倍。但与此对应的是，盾符也是符箓中最难绘制的一类。观察了良久，赵生忽然啪的一声合上符经，表情复杂的长叹一声，道：“哎，2阶符箓为什么这么难呢？”从离开天柱山后，赵生便开始研究如何绘制幻影盾符，至今已有3年了。可以说，他自认对幻影盾符无比了解，无论是81处灵窍贯通，还是符形的起笔与收尾，都完全掌握了。甚至最短板的灵力，也在爆灵丹的帮助下，足够支撑他绘制完成幻影盾符。然而3年来，他尝试绘制了至少上百次，竟然1次都没成功。以前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到最近参加了一次符修聚会后，他突然被无意间点醒了。气通天真，独具其神，可谓符。赵生将卷成一团的符经握在手里，敲打着脑门，同时满脸郁闷地自言自语着。过去这些年来，他依仗天赋画符时无往不利，以至于渐渐偏重于技术，竟然险些忘了画符的关键在于神意。虽然他已经醒悟过来，但仍然对2阶幻影盾符毫无办法。
因为他的精神力不足以构造出二阶符箓的神意。二阶真符之所以称之为二阶，可不仅仅是其威力比一阶符箓大上许多倍，实际上更隐含着只有筑基修为以上才能绘制此等符箓的意思。稍顷，赵生收起玉虚符经，起身走出净室。从净室里出来，赵生忽然看见一只符鹤在院子上空不断盘旋，他眼前一亮，伸手发出一道灵力，将符鹤招引下来。符鹤一感应到灵力印记，马上飞落到赵生手里。赵生打开符鹤一瞧，只见上面写着本日申时，公邀赵同道参加符道小聚，地点是洞天内城堡符房京城院，文字最下面落款是一个抽象的太极符形。赵生看见这个太极符形后，不禁笑道：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也不知道谢老头明天去不去。这样说着，他向符纸上留下一点灵力印记，接着重新把纸鹤叠好，灌输了一道灵力后，轻轻一送，纸鹤随即振翅飞起，很快飞出墙头，返回某处地点。第二天申时，洞天城堡符房，换了一身符袍的赵生缓步来到一座精致的院落前。这时，守在门口的年轻侍者看见赵生来了，立即满脸堆笑的迎上前来，同时恭维道：赵前辈，您这段日子没来，我爷爷最近总是念叨您，今日你一来，他老人家指不定多高兴呢。魏老最近身体可好？赵生随口问了一句，同时顺手给了对方一张水疗符。爷爷身体棒着呢，最近又纳了一房小妾。年轻侍者收下符箓后，笑得合不拢嘴，很流利地答道。赵生听完瞥了他一眼，语气淡淡的说道：要不是你们不争气，魏老用得着这样拼命吗？我记得他今年91了吧？年轻侍者闻言面色一滞，讪讪说不出话来。说来也怪，他们魏家一家老小加起来都超过100人了，居然没有一个有灵根的。要知道在修仙界，一个修仙家族如果生不出灵根子孙，无论他们现在多么兴旺发达，都意味着绝嗣。走到大门口，赵生挥手示意道：行了，你在门口等着接待下一位吧，反正这里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说完，赵生瞧都不瞧对方，转身进了小院。这次的符修聚会还是在老地方举行。赵生顺门熟路地走进聚会大厅后，立刻有很多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赵道友，你来了，这次带了几张隐身符，我想买几张防身。哎呀，赵老弟，有日子没见你越发精神焕发了，看来修为又有精进啊。对了，上次的水旋遁符效果极好，这次我想要多预定一批。赵老弟，我这里有一根上等符笔，只要200块灵石，还奉送1瓶灵木。赵道友，你要老婆不要？赵生娴熟地应付着诸位同道，顺便再三婉拒某人的送女行为。将这帮人打发走后，赵生环顾大厅，看见大厅一角围着一圈人，人群中间一个童颜鹤发、龟背鹤形的老者正在眉飞色舞地对周围人说着什么。赵生看到这一幕后，脸上浮现一丝笑意，随即迈步走到人群外围，静静倾听起来。不是老夫跟你们吹，紫霞仙子风华绝代，容貌身姿举世无双，但最关键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众人深知谢老头的脾性，于是很捧场地问道。谢老头扫视了一圈后，得意洋洋道：他是天生白虎，懂吗？哦，听说白虎不祥呀，这次的价钱必须便宜一点。对啊，万一被克了，我们岂不是惨了？祝兄言之有理，100灵石确实贵了，不如50灵石如何？眼见众人一声一和的要压价，谢老头勃然大怒，气冲冲的大喊：你们爱买不买？想要占老夫便宜，门都没有，除非我死了。就在这时，从人群外围传来一句话：谢前辈，那位紫霞仙子我买了。谢老头听了转怒为喜，扭头看向从人群外走进来的赵生，他不由拱拱手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小子呀，你可听清了，我这张春宫符绘制不易，必须要100块灵石。赵生表情认真道：100块灵石只多不少，而且我不光要紫霞仙子，你以前绘制的惊鸿仙子、龙女、九尾狐娘等等我都要了。谢老头闻言大喜，一把拉住赵生的胳膊就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念叨：还是你小子识货，这些可都是老夫的挚爱啊。大厅一角，谢老头松开手，神色认真地问道：你真的要买？9张都要。赵生点头说道：晚辈全都要了，不过不用不过了，你想要什么直说便是。谢老头直接打断他的话。俗话说人老精鬼老灵，他活了这么多年，哪里会看不出赵生此举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赵生见状坦诚道：我想学如何炼制幻影符，就像春宫符这类人物幻符。赵生最后特意强调道：不行。谢老头断然拒绝道：紫霞仙子他们可是老夫的挚爱啊。就在赵生认为失败了的时候，谢老头喘了一口气后，又蹦出几个字来：的加钱。7天后，赵生盘坐于净室里，手上不停，五指弹动，调的指尖上一枚光球来回滚动。
光球里隐隐有几道光影闪现。这枚光球正是一阶法术幻光术。赵生松开手，让光球悬浮在眼前，双眼直视。可是随着心念流转，他感知到光球上有9处灵旋分布在其内外各处，有丝丝无形脉络将9处灵旋互相相连，并且这些脉络上不断溢散出星星点点之光。与之同时，他心里不停回荡着7天前些老头指点他时的声音：符必有窍，窍必通神。画符若开窍，神意归入窍；画符不开窍，神意图消耗。那些星星点点便是溢散的神意。而这也是赵生为什么会不断观察揣摩幻光术的根本缘由，因为他对神意的控制太弱了。窍窍相通，神意连绵。这句话记载在《玉虚符经》第2页上。赵生之前一直以为这句话是指画符时神意灵力要流动不息，下笔横贯纵接，笔笔相通。这本也是没错的，可如今看来，他想的有些浅薄了。按照谢老头的说法，画符须知窍控神。炼气修仙者之所以很难炼成2阶符箓，最大的原因不是神意不足，而是对神意的控制程度不够。是以在画符时，修仙者有相当一部分神意被无意识的浪费了。按照赵生的理解，符箓与法术中的灵窍便如人身穴位，灵力则搭建了灵窍之间的线路，必须贯通无碍。神意则是线路上的标识，指引天地灵气按照线路运行并转化。以最简单的幻光术为例，它共有9个窍眼，待发动之后，便与天地灵气彼此沟通，灵气即可通过这9个窍眼，循着神意灵力指引，转化为各种天地物象。符法相通，通法便知符。想要绘制2阶幻影遁符，赵生得从最基础的幻术开始解析，并且要尽可能提高对神意的控制，以达到减耗增效的效果。所谓知易行难，受了谢老头的指点之后，也不是说立刻就能成功的。这几日，赵生为提高对神意的控制，已经反复绘制了几百道幻光符。从7天前绘制18张符箓便会耗光精神力，到今天提高到23张，这种进步不可谓不大。但对2阶幻影遁符而言，这种进步程度还达不到炼制它的最低标准。稍后，赵生挥手散去幻光球，叹息道：“算了，来日方长，先去丹顶阁看看吧。算算时间，邀请函应该已经到了。”说着，他站起身来，推开门走了出去。半个时辰后，赵生再次来到丹顶阁。这次不用他询问，有人早已恭候他多时。赵生一来，便有侍者领着他去见刘管事。3楼交易室，刘管事刚送走一名筑基修士，一见赵生来了，当即笑着打招呼：“赵老弟来的正好，你要的东西已经到了。”赵生拱拱手，笑道：“还要多谢刘兄才是，要不是刘兄，小弟哪能得到如此机缘？”刘管事听了心里十分慰贴，尽管他也知道赵生所言只是恭维之词，但好话人人爱听，他当然也不例外。寒暄了2句后，刘管事很快从储物袋中取来一张通体墨绿色、表面散发着药香的书帖，递给赵生。同时递过来的还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赵生接过2样东西，看着册子，疑惑道：“刘兄，这是？”刘管事笑了笑，神秘兮兮的低声道：“这本册子，你回去好好看看，上面记载了上拍灵脉的概况，还有一些修仙家族的情报，都是你的竞争对手。”赵生听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立即击手道：“刘兄有心了，此等恩情赵某铭记于心，容我以后再报。”刘管事摆摆手，一脸无所谓的说道：“赵老弟，你这就见外了，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再说，托你的福，刘某这次可赚大了。”这次回到家族，刘管事运气爆棚，一炉筑基丹居然炼出了6颗，其中甚至有1颗是上品。受此事影响，刘管事不仅筑基的是铁板钉钉，而且在家族里的地位大增。为表心意，他得做些事情表示对赵生的感谢。听他这么说，赵生却道：“刘兄何出此言？上次我们2人是公平交易，即使赚得再多，也是刘兄你福星高照，跟赵某并无一点关系。”哈哈，不说这个了。刘管事哈哈大笑着，又道：“3个月后，我正好也要回宗门述职，到时赵老弟，你带人跟我一块走。”赵生听了，连忙表示感谢。刘管事见状，故作嫌弃道：“赵老弟，你也太见外了。”赵生闻言正要再开口，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从过道里转出，向2人这边走过来，看上去仿佛路过似的。刘管事一见来人，马上打招呼道：“沈管事。”沈管事是一个年过甲的老者。他对着刘管事点了点头，但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然而，这人经过赵生身边时，手指间却悄悄划过赵生衣摆边缘。刘管事仿佛没察觉到异样，
但等到沈管事离开了，赵生却忽然提出告辞。刘管事挽留了2句，见赵生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言。片刻后，赵生面无表情，步履匆匆地离开了丹顶阁。等到他渐渐走远，一个相貌普通、肩上站着一只乌桕、上半身罩着一件银白护甲的中年人突然从街角转出。他看着赵生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杀意。随着乌桕振翅飞起，中年人冷笑一声，悄悄跟上了赵生。赵生仿佛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低着头向外城走去。大约走了3、4里路，穿过了7、8条街后，他忽然脚步一缓，转身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中年人看到这一幕后，仰头看向天空，那只乌桕正在上空不断盘旋。中年人见状放下心来，脚下无声地走到巷子边，闪身拐进了里面。一进巷子，他突然看见一位身披紫色薄纱、千娇百媚的绝代佳人，正站在不远处，笑盈盈地看着他，眼眸里俱是柔情蜜意。乍见如此诱人的景象，中年人忍不住心神一荡，瞬间失了神。就在此刻，变故突生。突然，大片雾气升腾而出，瞬间笼罩了整条巷子。中年人视线一被阻挡，马上回过神来，脸色大变的惊呼：“不好！”然而一切为时已晚。铮铮剑鸣声中，漫天蕴含锋锐剑意的水滴凝聚而出，下一瞬犹如暴雨般轰然落下，淹没了中年人。霎时间，白茫茫的雾气里爆出大片血雾，一股股浓郁作呕的血腥气息很快蔓延开来。等到雾气渐渐散去，巷子里已经空空如也。此时，巷子的地上竟然密密麻麻地遍布无数小坑，而在巷子边上，那件银白半身护甲此刻已然成了蜂窝，正有一大滩血糊糊的肉泥从里面缓缓流出来。丹顶阁，赵生一走，刘管事的脸刷的一下子阴沉下来。他转身返回阁内，闯入2楼一间朝阳的房间里，找到了刚才的沈管事。一见面，刘管事便疾言厉色，质问到：“沈中则，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这时，望向窗外的沈管事回过头来，神色平静地说道：“刘老弟，什么解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呸！还跟老子装？你刚才做过的勾当，难道马上忘了？”说着，刘管事又恶狠狠道：“你们沈家好大的胆子，竟然连宗门长老堂发出的邀请函也敢接！是不是以为即使事情最后暴露了，单公堂的沈执事也能保下你沈家？嘿嘿，敢做这种下作事情，你问过我们刘家了吗？”沈管事一听这话，顿时脸色大变，连忙堆起笑容，讨好道：“刘老弟，有话好好说，干嘛为了一个不想干的外人，伤了咱们自己人的和气？你也知道，我们沈家对百年令期盼已久，原本10拿9稳的事情，现在突然多了一位竞争对手，反应激烈一些，在所难免。”说到这里，沈管事很熟练将一枚灵光灼灼的玉佩塞进刘管事的手里的。刘管事见状，脸色稍霁，不由埋怨道：“即便是为了家族前途，也不能不择手段呀。本来我还挺看好那个年轻人的，年纪轻轻便如此知情知趣，如今在修仙界可不多了。就像赵生想过的那样，修仙界奇功秘籍无数。他虽然做过精心伪装，但却隐藏不了本身澎湃如火的血气。”刘管事仅仅通过感应气血，就分辨出赵生的年龄绝不超过30岁。虚伪！沈管事暗中对其腹诽不已，心道：那人的情报还不是你们刘家泄露出去的？想在两头吃好处，却不想沾一点星子。呵呵，真不愧是笑面丹佛刘家的人。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一阵扑棱扑棱振翅声，一头乌鹫突然从窗户飞进房间，落到2人面前的桌子上。一见乌鹫，沈管事顿时脸色大变，失声道：“不好！”另一边斩杀了追踪者后，脚步不停地向洞天城外走去。一边走，赵生一边取出那本小册子，开始翻阅起来。很快，他目光一凝，视线在其中一页上停下。山南国沈家。一出洞天窟，赵生马上换了一套衣服，又将旧衣随手抛下悬崖。接着，他腾空而起，沿着山壁迅速向天柱山上方攀爬而去。短短一会儿，赵生便缩小成一个黑点，很快消失于云海之中。20天后，坡地灵药园终于又迎来了它的主人。3年未至，赵生发现这处坡地仿佛跟3年前丝毫没变。不对，药田里的灵药更加茁壮了。此外，他还看见药田里一条条大小不一、体表浮有一圈圈金色环带的灵丘在不停地吃土，一边吃一边排泄出一粒粒新鲜灵壤。赵生这次返回坡地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群可爱而勤劳的生灵。他们可是赵生从丹顶派换取百年令的最大砝码。
因为时间太急，所有事情都赶到一块了。赵生并没有在坡地多做停留，他下到山龙洞，从山龙遗骸里将一窝灵柩移入到灵虫袋里，然后将3年前尚未取走的云蛟血肉鳞甲放出新的储物袋里。因为有冰封，所以即便是过了3年，云蛟血肉仍然新鲜如初。做完这些，赵生回头看看山岳般的山龙遗骸，犹豫了片刻，最终他什么也没做，转身离开了这里。又过了1个月，赵生面色苍白地走进了自己租住的院子。赵用武看见摇摇晃晃的赵生，全身一震，赶紧上前扶住他，同时万分焦急地问道：“叔爷，您受伤了？”赵生摆摆手：“我没事，你去打几盆水来，我要沐浴更衣。”虽然他说没事，但其说话间却有浓郁的血腥味从口鼻散发出来。赵用武见状，心里越发忧虑，但他不敢违背赵生的吩咐，应了一声后，马上转身跑向后院。接下来大半个月里，赵生窝在家里养伤之余，一边继续研究幻影遁符，一边指使赵用武去赵金剑闭关的洞府外守候。如果在出发前赵金剑还没出关，说不得赵生就要独自去往丹顶派。只可惜平白少了一大助力，赵生拍下百年令的几率又降低了几分。离出发还有3天，养好伤的赵生终于坐不住了，亲自赶到洞府外等候。3天、2天，最后1天，就在赵生快要死心之时，临近傍晚，洞府的大门忽然缓缓开启，接着赵金剑从里面走了出来。此刻他满头银丝，一脸的褶皱，看上去竟然比闭关前更要老上许多。失败！赵生见此情形，先是脸色一变，但瞬间转忧为喜，不对，是成功了。因为此刻赵金剑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丝毫不下于筑基修士。只是看着赵金剑苍老的面容，赵生心里十分沉重。他知道赵金剑为了成功筑基付出了惨重代价。燃髓术，一种通过燃烧寿元提高筑基成功率的魔道秘术，一旦发动就绝不可能停下来，除非筑基成功，否则只有一个结果：咒元耗尽而死。赵生必须承认，温室里的躲远不如野顽强。同样是筑基，赵家2位族老就没有赵金剑这种不成功便成合的狠劲。这时候赵金剑走到赵生面前，微微一笑道：“幸不辱命。”赵生听完眼睛一热，心里暗暗感动。要知道发动燃髓术后不成则死，并且即便筑基成功了，消耗的寿元也不会恢复过来。换句话说，赵金剑的寿现比其他筑基修士生生少了一大截。这时候说什么赞扬的话都属多余。赵生想了好久，最后却开口道：“辛苦了，我想老祖宗在天之灵，看到家族又有了新的筑基修士，必然无比欣慰。”此刻赵金剑一脸风轻云淡，绝口不提燃髓术的事情。他用无比赞赏的目光注视着面前的年轻家主，语气温和道：“中和，若是没有你相助，老夫哪里会有今日之盛？谢谢。”赵金剑的这声谢谢看似轻描淡写，然而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坚定的承诺。赵生听完这声谢谢后忽然笑了，他知道家族的事已经稳了。清晨雾气尚未散去，天柱山洞天窟下的云州码头已经陆续有修仙者来到这里。云州码头是一片占地1000亩的庞大广场，地面全部用金刚铸就，能承受万军重压。今天来到此地的修仙者的身份都是乘客，他们要在今日乘坐浩然宗的班月云州赶往修仙界各处地界。赵生和赵金剑2人也是乘客中的一员，两人早早的赶来这里，默默的等候。看着身旁年仅弱冠的赵生，赵金剑感慨之余，心里十分震撼。他没想到这位赵家史上最年轻的家主竟然如此厉害，厉害到超乎他的想象。直到此时，他仍然忍不住常常回忆起当昨夜被告知要去丹顶派参与拍卖百年令的事情时，自己目瞪口呆的神情，真是丢大人了。想到这里，赵金剑不禁有些汗颜。不过他很快振奋起来，家族在这样一位天才家主的带领下，未来可期啊。赵生却不关心赵金剑心里想些什么，此时他正在一遍遍的推理和预测抵达丹顶派后两人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意外。此次百年令拍卖关乎到赵家未来几百年气运，容不得有半点马虎。时间一点点过去，云州码头上的修仙者越来越多。待到日上3竿，忽然有人大喊：“来了，来了！”码头上顿时一阵骚动，人们纷纷仰头看向天空。赵生也右手搭在眉间，仰望着看向上空云海天罡。只见这时万丈高空之上，白色云层后有一个黑点显现出来。很快黑点变得越来越大，周围云朵波涛翻卷，被其挤压排开。在白云掩映下，一片黑漆漆的巨大船体缓慢探出云海，看上去犹如一头庞大巨兽的肚皮。7、8个呼吸之后，班月云舟已然从万丈高空悄然降落到云州码头上。此时班月云舟终于在众人面前展露出全貌。大，实在太大了。云州码头占地超过1000亩，然而仅仅一艘班月云舟就占了码头1/10的面积。班月云舟长度约有200丈，从最底层甲板到船底的高度也超过了20丈。此外，甲板上还有多达9层楼宇建筑，最高一层距离地面估计接近50丈。与其说它是一艘运输工具，
不如说是一座可在空中自由移动的飞行之城。赵生听闻浩然宗里像搬月云州这样等级的巨型飞舟竟然足足有10艘，并且在搬月云州之上还有覆海和通天2种更高级的恐怖存在。传说浩然宗的山门并不在修仙界地表，而是在一艘通天级巨型飞舟上。这艘承载山门的通天巨舟常年漂浮于天罡大气之上，随时可能出现在修仙界各处界域。如果要问修仙界哪个势力的山门最难攻破，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要问谁家山门最难被发现，浩然宗自称第2，只有地藏宗敢称第1。万古以来，天柱界屡次遭劫，修仙界最顶尖的10大势力几乎换了大半。然而浩然宗却始终屹立不倒，始终位于修仙界的最顶端。之所以如此，大部分功劳都要归功于通天巨舟。就在赵生回忆着关于浩然宗的种种传闻时，两人混在人群中，很快登上了搬月巨舟。搬月云舟的船票是按距离收费的，每千里1块零食，至于食宿费另算。如果你舍不得零食，尽可以待在甲板上，甲板不收零食。如果想住得好一点，从1天2块零食的鸽子房到1天1万的九霄云宫，有多重收费等级可供选择。洞天城距离丹顶派山门有2万多里，路程看似遥远，可在搬月云舟不停住的前提下，这点距离上1天1夜就能赶到。不过搬月云舟终究是一艘运输工具，一路上要停靠很多处地方，比如各大房市或某些势力的山门驻地等等。这样算下来，从洞天城赶到丹顶派需要5天时间。赵生暗暗一算，拍卖会还有7天才举行，时间足够了。1个时辰后，搬月云舟体表忽然浮现出一层白色光膜，接着它无声无息地从地面漂浮而起，笔直飞向天空。短短1分钟后，搬月云舟便已破入云海天罡，升至万丈高空。紧接着，搬月云舟表面光华暴涨，覆盖整个舟体的光膜上浮现出不计其数的神秘符文。转眼间，搬月云舟便破开天罡大气，风驰电掣地向天边疾驰而去，只在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云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5天时间一晃而过，正午时分，艳阳高照，搬月云舟缓缓从高空落下，最后停靠在丹顶派的专用码头上。1刻钟之后，赵生和赵金剑2人下了搬月云舟。按照计划，2人先去九鼎房市找地方住下。云州码头旁边就是九鼎房市，而九鼎房市又位于丹顶派山门以西200里，这点距离对金丹真人来说可谓近在咫尺，1天下来轻轻松松反复来回10趟。因此九鼎房市简直是建在丹顶派的眼皮子底下，其安全程度就不用多说了。就像九鼎房市之于丹顶派，修仙界各大宗派势力也都有类似的方式。凡间传说中，修仙宗派的山门往往建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实际上恰恰相反，修仙界大部分宗派的山门驻地往往是所在地界最繁华、最热闹的区域。这一点极大颠覆了凡人对修仙界的刻板印象。当年赵生知道这一点时，也惊讶了许久，直到真正接触修仙者之后，他才恍然醒悟过来，修仙者也是人呐。半刻钟后，赵生2人顺着人流走进九鼎房市，2人很快找到一间客栈，开了2间客房住下。关好客房大门，赵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长条形木盒，放到桌子上，示意赵金剑打开。赵金剑见状好奇地打开盒子，就见木盒里面盛放着一根4尺长、银白色闪着金属光泽的爪子。咦，这是？赵金剑惊异一声，急忙伸手拿起爪子放到眼前仔细观察。没等他完全确认，赵生便道出了爪子的来历。四爷爷，不用看了，这根爪子是从一头金丹级云蛟身上砍下来的。赵金剑闻言倒吸一口气，失声道：不可能，你从哪里弄来的？要知道，云蛟可是能吊打一般金丹真人的恐怖存在，岂是一般的阿猫阿狗？他的爪子怎么可能轻易得到？赵生解释道：这爪子是我在天柱山捡到的，不仅是这个，还有一些云蛟的血肉和鳞甲。说着，他翻开储物袋，倒出一堆云蛟身上的零零碎碎。看着桌子上鲜艳夺目、散发着淡淡微压的血肉，以及一片片脸盆大的银白鳞甲，赵金剑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心脏猛地砰砰乱跳起来。这一切竟然是真的！一时间，赵金剑忍不住浮想联翩。若是将这根爪子炼成法器，至少也是中品灵器起步。一件中品灵器用来兑换1颗筑基丹，简直绰绰有余。另外，鳞甲可以炼成灵气级甲盾，还有云蛟的血肉也是大补之物。若是用来喂养灵里，赵生看见赵金剑有些失态，于是咳嗽了一声。赵金剑一下子惊醒过来，连忙问道：中和，这些宝物虽然珍贵，但远远不够拍下1块百年令。赵生颔首道：这我知道，但我没说过用它们来兑换百年令。见赵金剑满脸疑惑，赵生微微一笑道：这些宝物是用在你身上的。堂堂筑基修士手里没有2件趁手的灵器，岂不是令其他同道嘲笑？另外有一点，我们很可能会遇上某些意外状况，为了以防万一，尽量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王道。用在我身上。赵金剑直接听完又惊又喜，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立即追问：那你要用什么宝物拍下百年令？用这个。说着，赵生手里变戏法似的多了一条8、9寸长、手指粗、不停挣扎扭动的金环灵丘。这是什么？赵金剑看见灵丘后有些傻眼了，不怪他不认识。灵丘在修仙界十分罕见，
除了在丹顶派等大型势力的灵药园里可以偶尔见到之外，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灵丘的踪迹。赵生解释道：“这东西叫灵丘，它的排泄物叫灵壤，最能肥沃领土。”赵金剑听到灵壤二字，顿时恍然大悟，很快回忆起有关灵丘的零星记忆。冲和灵丘虽罕见，可是丹顶派里应该也早就有了吧？你拿它来换百年令，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4个字还没说出，赵生却神秘地笑道：“我这可不是一般的灵丘，放心，丹顶派若是识货，百年令必然逃不出我们的手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挑选哪块灵地作为家族未来的驻地。”说着，他收起灵丘，接着取出记载灵脉信息的册子，摊开放到桌子上。赵金剑半信半疑，可见家主满脸自信的模样，不知怎么的，他的信心瞬间大增。拍卖会前一天，赵生窝在客栈里不出，而赵金剑则带着东西一个人去网房市里的炼器铺子。等他回来时，天色已晚。赵生看见赵金剑满脸喜色，就知道一定收获满满。果然，不用他问，赵金剑便迫不及待地将几样东西摆放到他眼前。一把3寸长的飞剑，表面晕起一层赤光；一面玄黑色甲盾，护心镜大小，盾体上偶尔隐现出一只黑色巨龟的幻象。此外，还有一件亮蓝色衣袍，面料如水一般丝滑，上面绣有无数白色云纹，摸上去冰寒刺骨。不待赵生询问，赵金剑便略显得意地把3样宝物解释了一遍。原来飞剑名为赤红剑，中品灵器，除了飞剑杀人御敌的作用外，更天生自带一种剑盾奇技，能剑化赤红，一盾千里。玄黑色甲盾名为玄武盾，是一件下品灵器，它没什么特点，中规中矩的，唯一的优点便是防御力极强，堪比赤灵甲。至于第3件亮蓝色衣袍，则是赵金剑特意为赵生准备的，它名为撒云袍，是一件极品法器。极品法器又被称为半灵器，除了不具备灵气大小自如的特性外，其他跟一般下品灵器差不了多少。这件撒云袍功能很单一，就是加速聚拢水行灵气，同时储存下一部分灵气。但当主人遇到危险时，它可瞬间生出大量云雾，遮蔽敌人视线之余，凭借自带的腾云遁法，及时驾云飞遁，逃离敌人的追杀。赵生爱不释手地摸着撒云袍，心中暗赞赵金剑的眼光高明。昨夜不过随口提了几点要求，没想到今天便收到了这件撒云袍。这件极品法器实在太适合他了。不提腾云遁法，单就生成云雾这一项来说，配合赵生的9叠雾剑符一起释放，可以说既能阻敌，更能杀敌于无形之中。何况撒云袍居然还有一部分聚灵阵的功效，这可有点出乎赵生的意料。要知道在修仙界，聚灵阵十分罕见，而且以昂贵著称，它是一种绝对禁止外传的阵法，向来被各大修仙势力垄断。赵生很好奇赵金剑是如何得到这件撒云袍的，一问之下才得知这里面有些运气成分。原来在某座炼器商铺里，一位2阶炼器师相中了那根云蛟爪子，非要买下来不可。赵金剑老奸巨猾，故意欲擒故纵，摆出一副绝对不卖，只是炼器自用的架势，成功唬住了那个2阶炼器师。最后赵金剑装作被磨得没办法的样子，顺势提出了赵生要求。为了得到云蛟爪子，那位炼器师翻箱倒柜，又不得不联系诸多炼器同道，才找来符合要求的极品法器。这便是撒云袍落入赵生手里的缘故。赵生听完之后，不由竖起一根大拇指，赞叹道：“高，实在是高。”就在赵生2人鉴赏法器之时，房市某处院落里，此刻也有人谈及他们明天的拍卖会有几家参加，总共12家，但只有7枚百年令，狼多肉少啊！哼哼，竟然又插进来2家，我们几家好不容易弄出来的局面，可不是为了让人抢食的。既然狼多了，就先把弱的排除出去。明天你安排人这般，听懂了吗？听懂了。只是这样做的话，已经触犯了宗门条例，万一被执法堂的弟子发现，那可就糟了。放心，家族在执法堂有几位好朋友，即便被发现了，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何况明天也不只是我们一家出手，起码周家、万家的老头子也一定会使阴招。原来如此，我这就去安排。去吧。赵生和赵金剑尚不知一场围绕着拍卖会的暗战正在徐徐拉开帷幕，有人已经安排了陷阱，等待他们往下跳。这个时候，赵生2人将计划的最后一点细节定下后，各自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回到客房睡下。明日刀光剑影，2人能否得偿所愿呢？第2天一早，赵生梳洗一番，穿上撒云袍后，出了客房，与赵金剑在1楼会合。今天赵金剑也打扮得精神抖擞，满头银丝扎成一个道鬓，那柄赤红剑插入道鬓里当做法簪。2人一见面，忽然都会心一笑。拿昨夜赵金剑的话来说，就是今天这事成败暂且不论，起码气势上不能输。赵生取出邀请函，递到赵金剑面前，询问道：“这张邀请函要不然放在你那里？”“不用，今天你是主角，老夫负责压场。”赵金剑将邀请函推回去后，又道：“走吧，先去房市驿站。”赵生点点头，收起邀请函，出的客栈，2人直奔驿站而去。在修仙界，各大修仙宗派的山门一般不允许外人进入，外人如果想进山门，必须有人接引才行。九鼎房市的驿站里，常年有丹鼎派的外门弟子驻守，专门负责接引修仙者。丹鼎派位于中州南部，靠近南疆10万大山，与镇守无尽莽陵的玉兽宗、
并称南域双雄。两派同属于中州10大顶尖宗派之一。南疆气候炎热，乡土风情与中部的洞天城迥异。两人去往驿站的路上，打眼一扫，随处可见身穿胸衣短裙、身材火辣的南疆美人，更有一些肌肉大汉干脆赤裸着上半身，胸前背后纹着熊虎龙等各色妖兽图腾。除此之外，街面上各种各样的妖兽竟然堂而皇之地行走人群之间，也就是有域主在旁边看着，不然这些妖兽早被修仙者宰了。与其他4大洲陆相比，中州开辟最早，陆地上的妖兽和灵药早已日渐稀少，尤其是在某些修仙界域，妖兽都快被杀绝种了。也就是南疆地形特殊，有10万大山和无尽莽林2处妖兽天堂，才得以见到如此繁多的妖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赵生大开眼界，不禁感叹修仙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瑰丽玄奇的气象，凡人连想都想象不出来。半个时辰后，赵生2人横跨大半个房市，终于走到了驿站。刚到门口，赵生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啾啾之声，随即看见一只黄嘴白羽的小鸟从驿站里飞出，飞到他头顶上盘旋不去。赵生见状，心里暗暗提高了警惕，而赵金剑也是如此。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单纹白袍、细眉长脸的年轻修仙者从驿站里匆匆走出。他四下张望，看见赵生2人后，面露喜色，直接快步走到2人面前，语气温和地问道：“敢问2位道友，可是为拍卖会而来？”赵生听完，与赵金剑对视了一眼，随后点头道：“不错，我们正是受邀参加拍卖会。那2位能否出示一下邀请函？”赵生犹豫了一下后，从储物袋里拿出邀请函，在年轻人面前展示了一下。年轻人看过后，十分欣喜道：“很好，在下周4名，现为丹顶派接引使者，专门负责接引2位道友去往外务堂参加拍卖会，请跟我来。”说着，他做出一个请的动作，接着转身向驿站走去。赵生2人见状，又对视了一眼，然后双双跟了上去。片刻后，一头宽背双足、翼展超过5丈的独角飞蜥忽然从驿站里冲天而起，直接飞向天际。待到飞过云层，这头飞蜥一个振翅摆尾，转向西南方向飞去。站在飞蜥宽阔的后背上，周四明扭头看向2人，面容和煦的笑道：“还未请教2位高姓大名？”赵生也笑道：“我2人都姓赵，在下姓赵，名冲。呵，这位是我家长辈。2位来自何处？看2位打扮，似乎不是南疆中人。”周四明好奇地问道。周道友，好眼力，我们确实不是南疆人，而是……面对好奇宝宝似的周四明，赵生打起精神，跟他说说笑笑，而赵金剑则始终一言不发，保持一副高人风范。飞蜥速度极快，200多里的路程仅用了1刻钟。眼见即将抵达丹顶派山门，赵生和周四明的对话忽然停了下来，3人心情各有不同。赵生向下俯瞰大地，只见下方俱是群山峻岭、山谷大湖，所过之处遍布绿林林植，真兽异妖。然而在这片生机勃勃的世界中央，却是一大片面积广袤的荒山沼泽，看上去与周边极不协调。赵生看见荒山沼泽南面有一块平坦地方，上面遍布亭台楼阁、高塔宫殿，竟是一大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落。然而让赵生意外的是，这头飞蜥不飞向那片建筑群落，却偏偏飞往荒山沼泽。周四明见2人神色有异，于是解释道：“2位千万不要误会，那荒山沼泽只不过是战法幻象而已，我派山门隐藏在它的后面，还有下方那片建筑也不过是外围群落，并不是我丹顶宗的山门所在。”赵生对周四明点点头后，忽然扭头冲赵金剑问道：“差不多了吧？”赵金剑看了看前方荒山，又低头俯瞰了一下，最后微微颔首，沉声道：“差不多了。”听到这句话，赵生微微一笑，对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周四明说道：“多谢周道友送我们一程，下面的路我们自己走便是，就不劳烦道友引路了。”周四明闻言脸色一变，但不等他做些什么，赵生一步踏出西背，身体自由坠落向下方建筑群落。而这时，赵金剑鬓发上的赤红剑蓦然发出一声剑吟，随即化作一道赤色剑红裹着赵金剑，疾驰直下。周四明简直把赵生2个当成傻子了，真当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个门派的山门都不能擅闯的规矩吗？即便有门派弟子领着，但如果没有通行令牌，一样被当作闯入者擒下。设计这一出戏的人计划很简单，也很有效，只是想打一个时间差罢了。如果赵生稍微反应慢一点，以飞蜥的速度，等他察觉到不对时，恐怕已经飞进幻阵里了。到那时一切都晚了，赵生2个定然赶不上拍卖会。落到一半时，赵生被画红飞来的赵金剑接住，2人踏在赤红剑上，很快落到下方建筑群落的一处石板路上。一落地，2人就突然听到一声暴喝：“你们什么人？”赵生扭头看去，只见一队红袍带剑的巡逻弟子从不远处向2人这边跑来，领头的是一位身高9尺、豹头环眼的壮汉。刚刚那句话就是他喊出来的：“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闯我派，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壮汉冲到赵生面前，抢先喝问道。赵生取出邀请函，展示给他看，同时解释道：“道友不要误会，我们2人是受邀而来，不是不请自来之人。”壮汉检查了一下邀请函，见是真的，脸色稍霁，但仍质疑道：“你们的接引使者呢？他到哪里去了？”“呵呵，你看他不是来了吗？”赵生呵呵一笑，右手一指天空。此刻，周四明驾驭着飞蜥迅速向这边飞来，但没等到他从飞蜥背上下来，壮汉忽然大骂道：“周四拈，
看你干的好事，你不好好接应客人，乱跑什么？是不是想去执法堂走一遭？周四明听到壮汉的声音，身体一震，急忙跑过来，连连作揖道：“任师兄，我知错了，求您开开恩，千万不要上报执法堂。”哼，看在周师姐的份上，下不为例。等到壮汉带着巡逻队走远，赵生看着满头大汗的周四明，笑呵呵道：“我说周道友，你是不是应该带我们去外务堂了？这次不会再走错路了吧？”哼，走吧。周四明没声好气的冷哼一声，狠狠剜了赵生一眼后转身就走。这回周四明并没有暗中使坏，仅仅一盏茶的功夫，三人便来到一座宫殿样式的宏伟建筑前面。建筑中间的牌匾上写着外务堂3个烫金大字。外务堂是一座6层宫殿建筑，占地面积近10亩，高度超20丈，仅大门就多达5座。此时许多身穿各色单袍的丹顶派弟子和其他衣服样式的修仙者从这里进进出出，看上去十分繁忙。周四明带着2人穿过广场，绕过正门，来到外务堂其中一道侧门前。到了，你们自己进去吧。周四明冷冷撂下一句话后转身就离开了。赵生不以为意的笑了笑，和赵金剑一起走进了外务堂。谁知2人刚到门口又被拦了下来，一个白袍外门弟子守在门口，面无表情的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赵生见此情形暗叹一声，心道：看来无论哪个世界都一个鸟样，店大欺客，门槛高了，这事就难办，脸也难看。尽管心里不舒服，但赵生还是老实拿出邀请函，第3次重复了一遍说辞：“拿来吧。”拿来什么？赵生闻言一愣，竟然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时赵金剑走上前，挥手将一瓶丹药置入对方怀里，谁知这位直接恼了，一把将丹药踩到地上，怒骂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说的是邀请函。”听他这么一说，赵金剑尴尬之余，心里却暗暗吃惊，不吃红门包，这似乎不太像是大门派外门弟子的作风呀。要知道，一些没跟脚的散修和小家族子弟来门派办事，如果不给守门弟子红包，他们连门都不让人进去。千百年以来，这种陋习都快成修仙界的惯例了。难道他们今天遇上一个正人君子了？恐怕不会这么简单。赵金剑心里这样想着，正要开口提醒家主，却见他毫不犹豫地将邀请函收回储物袋中。那人看见这一幕后，怒气冲冲道：“你干什么？快拿来！拿什么？”赵生笑眯眯地反问对方：“邀请函。”那人强忍怒气，咬着牙狠声道。赵生摇摇头，郑重其事道：“邀请函不能给你，要是给了你，万一你弄丢了呢？”那人气笑了，怒问道：“没有邀请函，那你们就别进去了。”赵金剑见状上前一步，暗运灵力，放出助激境的气势。呵呵，筑基修士又如何？你敢动手一下试试？那人丝毫不惧，反而主动挑衅道：“他有恃无恐。别看丹顶派门规森严，但凡是规矩必有漏洞可钻。这么多年来，丹顶派的规矩早被门下弟子摸透了，再加上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外人不知厉害，贸然对上丹顶派弟子，即便本身占理，最后也得吃亏。要知道，修仙不只是打打杀杀，也是人情世故。那么赵金剑和赵生2人小，不晓得其中厉害呢？一个是混迹修仙界几十年的老人，另一个则是转生4世的老不死。答案不言而喻。赵生上前一步，示意赵金剑不要动手。看着有恃无恐的守门弟子，赵生笑了笑，突然大声喊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说过没有邀请函，一律不得进入。”那人不耐烦道：“可是我们有啊！”赵生暗运丹田，声音越发洪亮。这时守门弟子看见周围有人好奇地看过来，不仅不慌，反而嘲讽道：“喊什么喊？你早点拿出来，我早让你们进去了。”赵生看到这一幕后，眉毛一挑，心知此人背后必有靠山，而且靠山很硬。眼见小伎俩不成，赵生念头一转，又故作愣头青的和那人大声争辩了几句。此时赵生这里的变故已经成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见到火候差不多了，赵生气呼呼地从灵虫袋中掏出一条金环灵丘，扔到地上，作势要踩。就在这时，一声暴喝突然炸响，住手！霎时间，天上仿佛打了一道霹雳，震得周围人心口一痛，难受的几欲吐血。赵生只觉眼前一定睛一看，却见一个长须老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此人方面大耳，长须过胸，身穿一件天蚕丝袍，袍面上绣有6座3足2耳丹顶。长须老者将金环灵丘射入手里，一脸后怕道：“幸好我来得及时，不然好宝贝就让你小子糟蹋了。”赵生看到此人出现，心里一喜，暗道：果然有识货的，不枉我一番作谢，总算引来了一条大鱼。守门弟子看见来人，脸吓得全白了，连忙慌张的行礼道：“弟子拜见灵参真人。”丹顶派有一项十分有趣的传统，那就是一旦有弟子成功结成金丹，不仅自动成为门派长老，而且道号必然以一种灵药为名。灵参是修仙界最著名的灵药之一，长须老者能用灵参作为道号，可想而知他在丹顶派的地位有多高。此时守门弟子怕得要死，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他心里一个劲的祈祷灵参真人没留意刚才发生的事情。要知道灵参真人可不仅是宗门长老那么简单，他老人家更是兼任了执法堂堂主一职。最关键的是，他老人家的脾气太火爆，只怕这次逃不过一劫了。那人心里忍不住哀嚎不已，同时恨透了指使他的万家修士。谁知他怕什么就来什么。灵参真人冷哼一声，指着他道：“马上去执法堂报道，到冰火洞待上1个月，
就说是老夫吩咐的，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弟子这就去。多谢真人网开一面。守门弟子战战兢兢地施了一个大礼，刚说完，便像呆仔的鹌鹑似的，一溜烟的掉头就跑，生怕灵参真人再加罚一等。处理完渣子后，灵参真人眼角上挑，目光扫过全场。我去，金丹大佬的死亡之事，溜了，溜了，赶紧散了。众人见状心头一震，转眼间一哄而散。一眼清场后，灵参真人转过头，面容和蔼地看着赵生两人。赵生和赵金剑两人见状，连忙上前施礼。晚辈赵冲和见过真人。龙里湖赵金剑见过真人。真人谦寿，免礼。灵参真人不在意的摆摆手，紧接着吩咐道：你们两个跟我走。赵生和赵金剑两人对视了一眼，刹那间交换了很多信息。赵金剑心领神会，顿时脸上浮出一丝难色。禀真人，我等正要参加一场拍卖会，若是去晚了，怕是……还没说完，灵参真人已经醒悟到，原来你们是来参加百年令拍卖会的。不过现在你们不用去了，只管跟我走便是。话音未落，一道温润的女声突然在三人耳边响起：慢着，谁说他们不去了？赵生循声望去，就见一位雍容华贵、身穿6顶单袍的美妇人正从外务堂6层飘然而下，落到三人面前。美妇人现身之后，当即对灵参真人施了一礼，笑盈盈道：灵参师兄闭关10年，今日一见，你的法力又有精进，如今怕是已经进阶金丹后期了吧？灵参真人见到来人后，心里一沉，脸上却毫无异样。他颔首道：穷神师妹，言过了，金丹后期哪有那么容易突破？老夫只不过略有所得而已。师兄，你不在九曲峰闭关，今日怎地有闲情雅致来我外务堂了？哈哈，红，老夫只不过是路过罢了。谁成想竟然有了一点意外收获。接下来，两位金丹真人又寒暄了几句，听着两位大佬打击风，赵生和赵金剑两个就像木桩子似的一动不动，不敢有任何冒犯举动。眼见占不到上风，穷神真人眸光一闪，终于正色道：师兄刚才做的有些差了，这两位明明是为百年令而来，为何不许他们参加拍卖会呢？灵参真人打哈哈道：老夫从未说过不许二字，不信师妹可以问问他们两个。看到两位金丹真人双双投来的目光，赵生心里暗暗叫苦，他有些失算了，没想到金环灵丘竟会惹出两位金丹真人来。两位大佬，他谁也招惹不起啊。顶着两道意味深长的目光，赵生硬着头皮答道：真人确实没说过不许二字。灵参和穷神两人感觉挺意外的，他们本以为那位助机会开口，没想到回话的居然是那位年轻人。穷神真人一语不成，又道：你们可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回真人的话是。赵生敏锐意识到对方话里的意思，立即答道。穷神真人满意的点点头，温和的说道：你们进去吧，拍卖会马上开始了。赵生刚想点头回答，一道温润而强大的法力轻易侵入他的身体，瞬间封死了他的动作。慢着，师妹你这是何意？灵参真人面色不悦的问道。师兄莫怪，师妹只是遵循规矩行事而已，而且那金环灵丘岂是你一个人能独吞的？穷神真人说完，长袖一扫，一道幽蓝光芒没入赵生体内，轻松替他化解了入侵的一种法力。哼！灵参真人见话已被挑明，不由不悦的冷哼一声，回头看向赵生两人，喝问道：我问你们，你们是想将灵丘卖给老夫，还是坚持要参加拍卖会？说着，一位金丹境修仙者的磅礴气势毫不隐藏地释放出来。毫无疑问，他这是以势压人。面对金丹真人的气势压迫，赵生苦苦支撑，而赵金剑也好不到那儿去。不成金丹，一切都是蝼蚁，无论筑基还是凡人。但让人奇怪的是，穷神真人居然没有出手阻止的意思，只是在一边平静地看着。就在这时，赵生心念闪动，仿佛想到了什么，张了张嘴，勉强道：请真人恕罪，我们只求百年令，其他别无所求。赵生虽然没正面回答，但话里的意思显露无遗。穷神真人见状微微一笑，随即放出自身气势，挡住了灵参真人的气势压迫。师兄，请不要让师妹为难，公然挖宗门墙角，可是我辈大忌。灵参真人气得一甩长袖，但还是辩解道：师妹你言重了，老夫刚刚只是见猎欣喜而已。也罢，你们两个进去吧，老夫正好也想进去瞧瞧热闹。师妹你请自便。师兄，你难得来我外务堂一趟，师妹自然要亲自作陪。外务堂3层，其中一间厅堂。此时厅堂的座椅上已经稀稀拉拉的坐了不少人，从这些人的衣装和位置分布来看，可以分辨出他们大概分为9方势力：山南国沈家、陈国周家、万蚁山魏家。以上9个筑基家族便是来参加百年令拍卖会的。本来总共有12家的，但因为某些人暗中使了一些小手段，成功排出了3家。许是等得太久，厅堂里有人忍不住嘟囔道：时辰都已经到了，怎么还不开始？声音虽小，但仍然让其他人听到了。顿时厅堂里响起阵阵私语声。为了让丹顶派开恩放出百年令，这些家族了大量心血和资源，若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拍卖会流产，到时他们可就惨了。更惨的是连哭诉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用的手段有些见不得光。万一有金丹真人质疑门派资产流失，有人贪污自肥，一旦丹顶派较真审查，最后所有人都逃不了。眼见厅堂里的声音越来越大，刘去即不得不走上前台，
面色严肃的高声道：“安静。”此话一出，下面顿时鸦雀无声。见此情形，刘去疾满意的点点头，心道：外务堂不愧是宗门核心堂口之一，即便是做一名3等执事，也比外派当一个主管强多了。不枉自己求了三叔半个月，才被安排进来。转身下了高台，刘去疾悄悄找到三叔刘法登，小声问道：“三叔，拍卖会怎么还不开始？”别人不急，你急什么？老祖宗有事耽搁了，让你等一会儿，难道你有意见？在后堂闭目养神的刘法登睁开眼睛，斥责他道：“刘法登是外务堂1等主管，有筑基3层修为，同时他和刘去疾都是丹佛刘家的人，除此之外，两人还是穷神真人的亲族后辈。穷神真人也是刘家的人，是刘家3位金丹真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刘去疾吓了一跳，连道不敢。就在这时，前厅忽然响起一阵吱呀椅子挪动的声音，紧接着两人便听到众人齐声喊道：“山南沈家万以山万家，拜见穷神真人，拜见灵参真人，真人签售，老祖宗到了，咱们赶紧出去。”刘法登打了一声招呼后，迅速跑向前厅，而刘去疾紧随其后。此时他们却不知道，前厅9个修仙家族的人心里是何等震惊。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亲眼看见堂堂丹鼎派2大金丹真人，竟然亲自陪着2个貌不惊人的修仙者进来这里，而且看上去态度十分平易近人。这还是丹鼎派金丹大佬的做派吗？这些家族修仙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对那2人羡慕嫉妒恨，恨不得以身代之。而这时赶到前厅的刘法登叔侄也看到了这一幕，两人面面相觑，心惊之余也不知说些什么。不过刘法登仅仅愣了一下，很快便抢先跑到老祖宗面前下拜行礼，然后十分恭敬地对灵参真人行礼参拜。刘去疾稍稍慢了一点，但也及时赶到，跟在叔叔身后行礼作揖：“免了吧，拍卖会可以开始了。”穷神真人说完，从储物袋中取出一颗头颅大的水晶球和7枚青铜令牌递给刘法登。做完这些，穷神真人看向灵参真人，笑道：“师兄，不如我们且去后堂，让下面的小辈便衣行事，你看如何？”灵参真人点点头，接着扭头看向赵生2人，吩咐道：“你们2个先去坐下，相中了哪条灵脉尽管拍下，若是准备不够，可向老夫请求。另外，说到这里，灵参真人沉吟了一下，最终忍不住问道：告诉老夫，你们手里有多少条灵丘？”话音刚落，穷神真人便道：“师兄，你犯规了。”灵参真人哈哈一笑，道：“师妹莫怪，老夫只是好奇罢了。再说我孙家和你们刘家联姻几千年，2大家族向来同气，连枝，稍微通融一下，应该没问题吧？”穷神真人听完这话默不作答。丹鼎派有1鼎214大丹7大修仙世家，灵参真人本名孙思退，是7大世家药王孙家的金丹老祖。经过几千年联姻，丹鼎7大世家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既疏远又十分密切。而在7大世家中，丹佛刘家确实和药王孙家走得最近，这一点灵参真人倒是没说错。见此情形，赵生老实说道：“晚辈灵虫袋里有1窝灵丘，但数目……什么1窝？”灵参真人一声惊呼，突然打断了赵生的话。下一秒，灵参真人急切地问道：“你手里有没有那种体型巨大的金环灵丘？”赵生回忆了一下，不确定地答道：“好像有2条超过1丈的，给我。”说着，灵参真人不顾身份，释放法力，凝成一只金光巨掌，直接抓向赵生腰间灵虫袋。哪知巨掌刚飞到一半，便被一道蓝光击溃。“师兄，你这香了！”穷神真人脸表情凝重地指责道。灵参真人之所以如此失态，是因为金环灵丘跟普通灵丘有很大不同。灵丘是一种无性繁殖的灵虫，品阶并不高，也没什么厉害的神通异能，只因为它排出的灵壤可以改善和提升土质，所以灵丘深受所有修仙势力的追捧。可以说灵丘在修仙界并不罕见，大部分修仙宗派的灵药田里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不过灵丘具有代际退化的缺点，分裂带子多了就会退化为普通蚯蚓，再无生成灵壤的功能，这一点让所有修仙势力十分挠头。金环灵丘作为灵丘中的贵族，血脉最接近山龙，相比普通灵丘，它们更加罕见，但往往可以分裂更多代次。但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关键是只有金环灵丘才有可能进化成山龙。山龙是灵丘之王，具有万寿不死的特性，生命力极度顽强，堪称修仙界的水熊虫。金丹真人如果跟一条山龙签下灵契，不但多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灵宠，更重要的是寿元会猛增至2000岁，丝毫不逊于元婴老祖。尽管金环灵丘进化成山龙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是万一成了呢？另外，化龙几率与灵丘长度成正比，一条超过丈长的金环灵丘比普通金环灵丘化龙几率更高出100倍不止。看到这里，便可以理解灵参真人为何失态了。这时候，厅堂里的修仙家族见到2位真人居然为一名年轻人动了手，全都震惊莫名。但无论他们心里怎样震惊，都比不上刘去疾。刘去疾应该说是刘管事此时肠子都快悔青了，因为他已经听出了那个年轻人的身份正是他的好兄弟赵生。参与100年令拍卖会的也就那么几家，其他家族都是南疆本地出身。赵生的口音和洞天城居民十分相似，再加上年纪相仿，刘去疾若是再猜不出赵生的身份来，
就愧对他在洞天城10几年的经历了。要是早知道，哎，悔不当初啊！这个时候，刘去疾很想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外务堂3层厅堂，此刻灵参真人心里也十分懊恼。早知道那小子手里有超过丈长的金环灵丘，他就不说什么废话了，直接先掳走再说。可惜，想到这里，灵参真人咳嗽了一声，恢复平静道：“师妹说的是，老夫终究定力不够，你且在这里主事，老夫这就去冰火动静静心。”说着，他长袖一挥，脚下涌出一团青光，拖住身体，蓦然飘然飞离而去。但在临走之前，灵参真人饶有深意地看了赵生一眼。赵生眼角余光瞥见，心里忽然一颤，变得有些不安。莫非自己被金丹大佬盯上了，还是另有他意？但不等他细想，旁边挠心挠肺的刘去疾终于按捺不住小心思，试探道：“老弟。”赵生闻言抬头看向刘管事，见对方一脸忐忑神情，心里微动。他忽然微微一笑，高兴道：“原来是刘老哥啊！几个月不见，你从洞天城回归派了？”刘去疾见赵生没否认，喜出望外，赶紧说道：“是啊，托老弟你的福，我才被调回外务堂。”赵并没有隐瞒身份的意思，而且就算隐瞒一时，也瞒不过一世。等到赵家全族搬至南疆，外人很容易查到他的根脚。最重要的是，赵家未来会跟着丹顶派混，在丹顶派有个朋友不算坏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这时，赵生貌似不经意地问道：“累了，沈管事也回来了吗？”刘去疾闻言，心里咯噔一下，勉强笑道：“沈管事还在洞天城，哎，可惜了。”赵生叹息一声道：“别人不晓得这声可惜指的是什么，刘去疾却已然有了猜测。”穷神真人看见这一幕后，眸光一闪，突然问道：“去疾，你们两个认识？”听到老祖宗问话，刘去疾马上恭敬道：“回老祖的话，赵老弟，不，赵道友的邀请函就是侄孙亲手发出去的。”穷神真人点点头道：“你做得不错。”接着他看向刘法登，吩咐道：“拍卖会可以开始了。”是，老祖。刘法登和刘去疾叔侄面容一整，齐声答道。说完，刘去疾面色潮红，整个人晕晕乎乎地向前台走去。此时他心里澎湃万分，激动难耐。老祖宗竟然称赞他做得不错，我的天，老子要时来运转。沈家，这次就对不起了。赵生和赵金剑两人也躬身行礼道：“真人见谅，我等先去了。”穷神真人冲两人点点头，然后飘然离去。厅堂里9大家族众人看见这一幕后，心里齐齐一凉，不禁暗暗哀叹时运不济。本来就狼多肉少，现在好了，其中一条灵脉铁定的被人占了。只要刘家叔侄不傻，该怎样做还用提醒吗？这时候，赵生两人随便找了2个空闲的座位坐下，旁边的人见状纷纷凑过来打招呼，同时暗暗试探两人的身份来历，以及跟2大金丹真人有什么关系。赵生和赵金剑两人都是老油条，应付这点场面根本小菜一碟。两人随便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便让其他家族的人感觉赵家高深莫测，不由对赵生两人心生敬畏。拍卖会开始前，刘法登走上前台说了一段场面话，接着宣布正式开拍。三河丘一街中品灵脉，有灵田50亩，翠金灵矿1座，人口超过10万，范围从。随着刘法登的介绍，刘去疾往水晶球里灌入灵力，下一秒就见水晶球爆发出大片白光，3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汇聚到一片山丘下，古意盎然的繁华小城，大片金黄色的灵谷，一幕幕栩栩如生的画面瞬间投射到厅堂里。看见这些真实无比的景象，众人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赵生看到这一幕，心里暗暗震惊，如此逼真的3维立体画面，简直堪比第一世的虚拟现实技术，不，比他还要强上许多。因为赵生真切地闻到了灵谷成熟时散发的清香。等到刘法登介绍完，厅堂里却忽然奇怪的鸦雀无声。赵生正感觉有些古怪，却发现其他人全都向他们这边看过来。赵生心里一想，很快恍然明悟过来，这分明是看他们选不选这条灵脉吗？若是不选，其他人才敢个施手段；若是相中了，其他人就不用费力气争了。想到这里，赵生微微摇了摇头，随即对众人露出矜持的笑容。见此情形，人群中当即站起一位红脸老者，朗声道：“我周家有一宝，名为9曜玲珑星，刘主事，请您过目。”说着，老者大步上前，取出一枚生有9孔的星形金玉，递到刘法登面前。300年前，紫阳宗的100年令拍卖会主要是为了收集灵石，而丹顶派富的流油一点不缺灵石，因此这场拍卖会主要是以宝换灵。这时，又有一家站了出来：“我也有一宝，名为古蛮药典，请刘主事过目。”很快，第3家、第4家争相出来争夺3河丘灵脉。从一开始，拍卖会就陷入了白热化。之所以如此，全拜赵生两人所赐。无意间，他们成了搅局者。1个时辰后，7条灵脉已经有3条被拍卖了出去。这时，刘法登看了看赵生两人，接着高声道：“下面的这条灵脉是一条一阶上品灵脉，地点在太乌山，从开辟至今已超过600年，主要出产由……”随着幻境画面逐一展现，赵生终于站了起来，平静道：“这条灵脉我要了。”此话一出，万蚁山万家众人如丧考妣，因为太乌山灵脉是他家老祖精心选中的龙兴之地，现在龙兴之地成别人的了。2个时辰后，
沈家众人面色铁青地离开了外务堂。他们这次居然连一条灵脉都没拍下，明明自家准备的宝物在酒家里至少排前3，然而那个可恶的刘主事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沈家人一时想不明，但估计很快便会想通，因为他们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拍卖会结束后，赵生和赵金剑两人刚想离开，便被刘去疾拦下了。外务堂门口，刘去疾满脸兴奋地冲赵生说道：“赵老弟，你走运了呀！穷神老祖想见你。”果然不出所料，对穷神真人要见他这件事，赵生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因此并没感觉任何意外。赵生将百年令交给赵金剑，然后便跟着刘去疾走了。片刻后，在外务堂6层，赵生见到了临窗而立的穷神真人。而这时，刘去疾一常识趣地退出房外，并小心关好房门。房间大门一关，赵生立即恭敬地躬身行礼道：“晚辈赵冲和拜见真人。”充气以为呵，名字取得好。穷神真人称赞了一句后，挥手放出一道法力，扶起赵生，同时和颜悦色道。赵生站直身子，表情坦然道：“真人邀晚辈相见，可是为那金环灵丘？”穷神真人笑了笑，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忽然问道：“金环灵丘可是你发现的？”赵生点头道：“是的，金环灵丘是晚辈上天筑山采药时，在一处绝壁凹谷找到的。除了上交的那些，晚辈手里还有10几条。”呵呵，你倒是很坦诚。我派炼器弟子里像你这样聪明的不多。穷神真人看着不卑不亢的赵生，目光里充满了欣赏。赵生微微一笑，并不接话。他主动摸出一只灵虫袋放到桌子上。在来丹顶派之前，他已经尽可能的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现在这种情况并没出乎他的意料。一个得到了金环灵丘的修仙者会傻乎乎的全部上交吗？不，正常修仙者都会主动藏匿一些，而且是藏下品质最好的一批。赵生也是这样做的。穷神真人将灵虫袋摄入手里，神识探入其中，脸上很快浮出一丝惊喜。这个灵虫袋里共有金环灵丘12条，最短的一条都有5尺长，其中更有一条体长居然超过3丈。要知道金环灵丘只要不分裂繁殖，便会一直生长下去，长得超过1丈就代表着具有返祖山龙的潜质，长度越长，返祖几率越大。3丈长的金环灵丘品阶接近2阶，称得上是世所罕见的珍品，返祖几率高达1%。别小看1%，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修仙界有的是金丹真人，为博这1%的，可能选择倾尽所有。仔细看过之后，穷神真人手腕一翻，将灵虫袋纳入衣袖，同时笑容可掬地赞道：“很好，你有心了。”赵生谦逊道：“晚辈不敢居功，还请真人饶恕晚辈隐匿之罪。”穷神真人道：“这算什么罪过？人之常情罢了。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了？”赵生闻言心念千丝百转，忽然想到一事，于是试探道：“真人，灵参真人好像对晚辈很感兴趣。”他没直接说灵参真人也打这批金环灵丘的主意，而是委婉地换了一个说法。穷神真人听完不以为意道：“不用担心，灵参真人那里自有我去应付，牵扯不到你身上。”赵生闻言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晚辈不敢有奢求，只求真人赐下一部丹经。”其实对于拿这些灵丘换什么，赵生也早有预案。原先他只想换几张丹方，但自从见到了穷神和灵参两人对灵丘的重视程度，赵生暗暗将条件提高了2个档次。修仙界法才履第4大要诀，法是第1位。好不容易有个敲竹杠的好机会，赵生若不顺势提点稍过分的要求，就白活几百年了。穷神真人笑道：“你倒真敢开口。”赵生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少卿，赵生表情平静地从房间出来，马上看见了守在6层楼梯旁的刘去疾。赵老弟，怎么样了？刘去疾一见赵生便着急地问道：“什么怎么样了？你是问穷神真人吗？”赵生避而不答，却反问道。刘去疾脸色一变，突然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讨饶道：“我刚刚说错话了，老弟，你千万别在意。”赵生笑道：“刘兄说哪里的话？若不是有你相助，我哪能得到这种机缘？穷神真人对我很欣赏，特意把他年轻时的一些丹道笔记赐给我了。”什么？老祖宗竟然将他亲手写的心得给了你？这不可能！刘去疾十分激动，他宁愿相信赵生得了一件上品灵器，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听到的。赵生没有解释，而是默默掏出一本册子，在他面前扬了扬。看着册子表面那一行娟秀的文字，刘去疾羡慕的眼珠子都红了。赵生看着对方这副模样，心知他被自己唬住了。实际上，一位金丹真人的炼丹心得怎么可能赐给一个外人？穷神真人只是随便给了他一些心得笔记而已，上面仅仅记载了10几张丹方，还有他对丹方的分析与总结。即便是这样，赵生心里也十分满意。一位金丹真人的部分炼丹心得，足以让赵家多出一份丹道传承。此事的内中实情，赵生自然不会告诉刘去疾。对于扯虎皮拉大旗这一套，赵生早已轻车熟路，每一次使用都效果拔群。这不，经此一事，刘去疾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隐含敬畏之余，目光更是热切。当得知赵生要去接手太巫山时，刘去疾自告奋勇要陪着他去一趟，并直言替他解决一些琐事，比如交接时某些人的刁难等等，无用赘言少叙。4天后，在刘去疾的全力帮助下，赵生两人不费一点力气，便从外派驻守弟子手里接管了太巫山。又过10天，九鼎房是云州码头。赵生向刘去疾再三告别后，
转身和赵金剑登上了返回洞天城的班月云舟。5天后，夕阳西下，目送班月云舟升空离去，赵金剑仿佛放下了一个绝大负担，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赵生见状也仿佛被感染了一样，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等到笑够了，赵生收敛表情，沉声道：“走吧，龙里湖那边的大戏已经开场，再不去的话，咱们就赶不上落幕了。”赵金剑闻言面容一肃，点头道：“有些人闹得实在不像话。”赵生表情淡然道：“大难临头各自飞，仅此而已。”龙里湖东边10里之外有一座县城，名为东赵，人口超过10万，其中有1半以上的人口姓赵。这座县城历史将近300年，是龙里湖赵家世俗亲族的主要聚居地。最近东赵城里氛围异常沉重，仿佛天要塌了似的。赵氏族人们无不面色沉重，心里焦虑不安。1个月前，同心堂突然传下话来，说是紫阳宗要在1年后收回龙里湖，并要求赵氏在到期后搬出龙里湖。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瞬间摧毁了赵氏5万族人最后的期盼。300年养尊处优的优渥生活，赵氏族人早已将龙里湖氏为祖地故土，现在却被突然告知要搬离故土，换作任何人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时间，整个赵氏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不过到了最近几天，则流言在赵氏族人之间飞快流传，事情似乎有了某种好的转机。东赵城某处宅院里，有人正在交谈：“去岁星海吗？哎，不去不行啊！谁让我太爷爷的兄弟的儿子是修仙者呢？我全家都在5府之内，不去都不行。我听人说岁星海在中州之外，离咱们这里不知多少万里。你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回不来就回不来呗，反正天塌了，有家族修仙者顶账。再说没了修仙者遮风挡雨，东赵城赵氏以后还不知怎么着呢。我劝你也跟大家伙一块去岁星海得了。哎，故土难离呐。再说我还有一大堆家业，不知道怎么处理。算了，不走了，反正我家早就在5府之外。”赵氏驻地某间议事堂里，赵家大房几位主事者也愁眉苦脸的聚在一起，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良久，赵金鹏突然开口打破了沉寂：“二哥，紫阳宗难道真的铁了心的要收回龙里湖？”赵金鼎满脸无奈道：“搬迁令都发下来了，难道这还有假？那也不能搬去岁星海。听说岁星海那里十分危险，我看二房的人真糊涂了，怎么听信了陈子川的鬼话，一门心思的要搬去岁星海？”赵金鹏反驳道：“紫阳宗在岁星海刚开辟分支，正缺少人口呢，咱们赵家却倒霉的撞上了这当口。若真不去岁星海，莫非要当居无定所的散修？散修的凄惨你又不是没见识过，而且咱们赵家几万丁口，总得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吧？”冲和也真是的，在这种紧要关头，居然玩起了失踪。要是有他在，说不定能想出什么好主意。赵金鼎听到有人抱怨，神情变得十分复杂，脸上皱纹更加的深了。赵氏搬离龙里湖已成定局，面对这种无解局面，赵金鼎自认没有任何办法。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只在赵冲和，不应该说是赵金剑身上了。可惜半个月前，他去洞天城找他们2个商讨对策时，却扑了一个空，连赵用武也说不清2人去了哪里。他只知道4祖爷出关之后，马上和太爷离开了洞天城。赵金剑出关了，那他有没有晋升筑基呢？怀着这个疑问，返回龙里湖的赵金鼎心里一直隐隐生有某种期盼。议论了许久，众人仍然毫无头绪。赵金鹏见状，嚷嚷道：“再这么拖延下去，赵氏的族人都被二房的人说服了。我听说咱们大房也有不少人被说动了，都想去岁星海闯出一片天地。若不然，索性咱们一块去得了，反正咱们离了龙里湖也没地方去。”听他这么一说，有人隐隐心动，但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就在这时，赵冲威突然闯进来，气喘吁吁喊道：“二房的人突然要求召开家族大会，这会儿他们已经去了同心堂，说是1个时辰后大会正式开始，过期不候。”什么？放肆！二房居然不和我们商量，就擅自召开家族大会，他们眼里还有没有祖宗规矩了？走走，赶紧去同心堂。这时，赵金鼎猛地拍案而起，面容冷峻道：“去同心堂？老夫倒要看看赵金刚他耍的什么鬼把戏！”1个时辰后，偃月到同心堂。同心堂里氛围紧张，赵氏2房彼此怒目而视，剑拔弩张。放眼望去，只见大堂里不仅赵家27位修仙者全部到齐，甚至还有10几位世俗亲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而在二房一方，紫阳宗筑基修士陈子川也赫然在列。此时他正和赵柯秦言谈甚欢，丝毫没有一点拘谨。见人都到齐了，赵金刚忽然咳嗽了2声，佝偻着身子从二房人群里走到大堂中央，声音嘶哑地开口道：“人都到齐了，老夫有大事宣布。”话音刚落，炼气6层的赵柯强忽然跳出来大声道：“慢着，赵金刚，你没和我们大房商量过，哪有什么资格召开家族大会？放肆！老夫的名讳岂是你一个小辈能叫的？”赵金刚勃然大怒，双目如狼，冒出森森寒光。这时赵金鼎走到他对面，肃声道：“赵老三，你不要避重就轻，你今日召开家族大会有什么目的？若是想劝说大家搬去岁星海，就不必再说了。老夫代表大房表示绝对不会同意。”呵呵，赵金鼎，你说你能代表大房？问过所有人了吗？至于去不去岁星海，你一个人说了不算。另外，老夫索性告诉你，我已经代表赵家接下了移民诏。此话一出，赵金鼎还有一些蒙在骨子里的赵氏族人全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遗名赵氏子阳宗最近颁发的一张诏书，它代表了子阳宗的威严和信誉，一旦接下来了，就绝不可能反悔，否则必会遭到子阳宗的雷霆打击，毁家灭族是必然的下场。你赵金鼎面色潮红，手指颤抖地指着赵金刚，气得嘴唇直哆嗦。赵金刚，我赵家哪里对不住你了？你非要将家族带到绝路上才罢休？赵金刚冷冷一笑，道：赵金鼎，你不要血口喷人，老夫这么做全是为赵氏着想，而碎星海才是赵家未来的出路。胡说八道！哼，老夫胡说八道？赵金鼎，你的眼界和格局太低了，老夫真是羞于和你同为赵氏族老。赵金刚讥讽了2句后，又火力全开，咄咄逼人的质问道：怎样宗收回龙里湖后，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整个赵家四分五裂，族人沦为散修？你能拿出什么好办法？又有什么好主意？难道只会像疯狗那样狂吠？赵金鼎被问得一时语塞，不由面色铁青，表情难堪之极。赵金刚句句扎心，要是他真有办法，根本不会让二房这么猖狂。就在这时，赵金鹏忽然跳出来，高声道：我说句公道话，赵族老说的一点没错，为今之计，去碎星海是我们赵家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要尽快动身，抢先选择一块宝岛，若是去晚了，就只能挑别人剩下的了。对啊，先去先得，后去遭殃。六爷言之有理。二房一位修仙族人马上附和道：难道真要去碎星海？先是见赵金鼎族老轻易败下阵，后又听赵金鹏一番蛊惑，大堂里的赵氏族人们心里忽然生出同一个念头来。这时候赵金刚看见众人神情有变，似乎已经被自己一套言辞打动，见此情形，他忍不住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要问赵金刚难道真想让赵家搬去碎星海？答案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回头了，因为这7、8年他为了龙里湖续租之事已经付出了极高昂的沉没成本。从听到陈子川提议赵家搬去碎星海的那天起，赵金刚已然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别人的陷阱。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已经泥足深陷，脱不了身了，只能一条路走下去。所幸在他看来，搬去碎星海并不是一条绝路，反而极有可能是赵家涅槃重生的希望。中州修仙界死气沉沉，阶级固化，碎星海却是一片崭新天地，没了重重枷锁，赵家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何况就在赵金刚陷入遐想连篇之时，同心堂大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随着一阵脚步声，赵生和赵金剑2人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迎着惊喜、震惊、厌恶等等不同表情的面孔，赵生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同心堂里。冲和家主，咦，他竟然回来了！呵呵，家族需要他的时候玩失踪，现在大局已定，反而这时现身，真不愧是赵冲和，聪明的过头了。对族人的议论，赵生充耳不闻。由于眼界的缘故，这些赵家人根本不知道自家家主为了整个赵家的未来付出了何等心血。当然，赵生并不在意这些指指点点，都是自己的子子孙孙，老祖宗这点容人的度量还是有的。赵生走到赵金鼎面前，从容道：二爷爷，我们回来了。赵金鼎看着赵生，又望了望面容大变的赵金剑，瞬间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他神情激动，声音微颤道：金剑，他成功了。赵生笑着点点头，接着赵金剑上前一步，一边放出助激进的气势，一边说道：二哥，劳你担忧了，老祖宗保佑，我幸不辱命。嗡！随着一声剑鸣，灵气赤红剑冲天而起，光滑灼灼的狂长到3尺长，转瞬间又闪电般绕场3匝，最后悬停于赵金剑头顶。灵气筑基修士，老天爷！难道？赵家众人看见眼前一幕，无不心间颤动，激动莫名。赵家危急存亡之秋，竟然出了一位筑基族人，老祖宗显灵了呀！这时，赵金鹏突然一脸潮红地冲到赵金剑面前，激动地喊道：堂哥，你是我堂哥赵金剑！这一刻，赵金鹏心里那个兴奋就别提了。要知道他和赵金剑可是最亲的堂兄弟关系，他们的爹是一对亲生兄弟呢。赵金剑看了看眼前的激动难耐的老头，这才回想起他好像是自己的堂弟赵金鹏，于是他点头示意道：原来是老六呀，咱们兄弟可是几十年不见了，等今天这事结束了，我们两个好好叙叙旧。哎，堂哥说的是。赵金鹏连连附和着，转瞬间腰杆子比之前挺得更直了。咳，赵金刚突然咳嗽了2声，老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冲赵金剑道：老四，你什么时候晋升筑基的？这么大的好事，怎么不早点通知家族？赵金剑表情转淡，平静道：三哥，相比家族迁移到碎星海这种大事，我晋升筑基也算不得什么了。赵金刚闻言一滞，后面的话却是再也说不出来了。只用一句话，赵金剑就鲜明地表明了自身立场。不得不说，赵金剑作为赵氏唯一的筑基修士，他的话分量太重，仅仅这么一句话，顿时动摇了大半人的立场。二房人群中，陈子川停止与赵柯琴的交谈，视线投向赵金剑，但他并没有出头，而是给了赵柯琴一个眼色。赵柯琴见状，心里暗叹一声，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出来。没办法，为了陈子川承诺的筑基丹，他必须拼尽全力，何况他还有杀手锏在手。他走到大堂中央，直视赵金鹏，行了一礼后，欣喜道：恭贺四叔晋升筑基，您回来的正好，家族搬迁的大事正要由您主持。赵金剑呵呵一笑道：柯琴，几十年未见，你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耍心眼，老夫什么时候同意此事了？
赵柯晴见状解释道：“四叔，您可能不清楚，龙里，哼，不必再说了，一切前因后果我十分清楚。家族虽说要搬离龙里湖，但不一定非要去碎星海。”赵柯晴一听这话，脸色大变，质问道：“你这话是何意？”赵金剑不屑于解释，他回头看了看家主，接着向后退了一步。这一退，顿时将赵生凸显出来。同样是这一退，赫然表明了两人中谁主谁次。此时能出现在同心堂的赵家人，没有一个是笨蛋。仅从这个动作上便瞧出无数端倪。正因为如此，他们无不心头巨震，看向赵生的目光瞬间全变了。赵生微微一笑，上前一步，朗声道：“紫阳宗要收回龙里湖，就让他收回去好了。我们赵家不会流离失所，因为家族在南疆已经有了新的领地。”此话一出，顿时轰动全场。赵家众人里，有人狂喜，有人半信不疑，还有人恼羞成怒。赵金刚怒目圆睁，指着赵生质问道：“胡说八道！老夫怎么不知道这件事？你一个黄毛小儿，竟敢信口雌黄！如若耽误了家族大事，你赵冲和万死难恕！”赵生见对方如此失态，心道：“你不知道的事多了。老子生你祖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老祖宗，我大人有大量。”不，啪！一张青铜令牌甩到赵金刚脸上，睁大你的老眼看看，这是什么？赵生冷冷说道：“紫阳宗和丹鼎派的百年令虽然细节上略有不同，但大体上一致，而且百年令是由金丹级炼器大师亲手炼成，万万做不得假。”赵金刚拿在手中打眼一看，再一摸，他心里陡然一沉，这块令牌的质地与手感跟供奉在祠堂的那块一模一样。这么说，他居然没说谎。赵金刚蓦然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委曲求全，亲手送出的大笔灵石，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快要疯了。赵金刚死死捏住百年令，双手青筋暴起，老脸不自觉露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看上去犹如厉鬼。赵柯晴看到这一幕后，突然咯噔一下，心骤然沉了下去。与此同时，陈子川瞧出风头不对，心里暗暗摇头，暗骂道：“都是废物，看来我得亲自出手了。”他推开阻路的人，大摇大摆地走到赵生、赵金剑几人面前，微微一笑后，陈子川满脸和煦道：“先是恭喜赵道友晋升筑基，赵家又得200年气运，真是可喜可贺呀！”不敢，陈道友是紫阳宗高徒，又是筑基前辈，赵某不敢生受陈道友道贺。赵金剑闻言脸色微变，拱手道。陈子川没有接话，而是直接道：“赵家在南疆得了一块新灵地，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不知几位可愿听我一言？”陈前辈但说无妨。赵生笑着接口道，他早已看出来了，怂恿二房搬去碎星海的人，除了处心积虑的陈子川，也没别人了。不过此举隐约契合了他心里的某个计划。转念间，赵生心里生出无数念头。陈子川特意看了赵生几眼，心想就是这个毛头小子，前几年破坏了他的谋划。不过这次的事不同于以往，他是一桩阳谋，自古阳谋最难破，一个人就算再聪慧再能力出众，也难敌大事。而紫阳宗在碎星海开辟支脉，便是煌大事。心里转过几个念头，陈子川面上却道：“你赵家虽得一块灵地，但也只得100年缓则，100年后必会重临今日形势。到那时，你们又要搬去哪里呢？若是搬到碎星海，形势就截然不同了。本派开创天阳剑派的天阳老祖已经亲口许诺，但凡有家族占据任何灵脉岛屿，从此后领导永远属于占据的家族。一条灵脉的拥有权，岂不是比时刻担心宗派收回100年令，家族流离失所强上无数倍？”不得不说，陈子川口才了得，短短几句话便完全扭转了局势。他说的对，相比永久占据一条灵脉，区100年租期简直不值一提。眼见赵家众人被人轻易蛊惑，赵生暗暗摇头，心道利令智昏。陈子川只提到了好处，却对风险只字不提。碎星海的领导乃是那么容易占据的？再说，即使赵家能抢占一座领导，但能守得住吗？想想碎星海里无数海中妖兽和肆虐的魔修妖道，赵生不怎么看好二房的未来。幸好赵家不止他一个聪明人，赵金剑立即反驳道：“陈道友说的好听，老夫听闻碎星海魔修猖獗，海兽遍布，危险不说，而且厮杀争斗惨烈。我赵家身单力薄，族人向来不善争斗，压根不是那帮恶人凶妖的对手。即便领导再好，也得有命享受才行啊。”陈子川闻言眉毛一挑，转又恢复正常。他环顾一周后，回望赵金剑，略微讥讽道：“赵道友真是夸大其词，碎星海哪有你说的那么危险？想我紫阳宗天剑老祖为开辟天阳剑派，成因后单人独剑奔赴碎星海，30年间纵横1万里海域，杀得碎星海万千魔修妖道胆寒，已经打下万里海疆，麾下领导过千。如今天阳剑派出力，正急待有识之族加入。”说到这里，陈子川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突然提高音调，高声道：“我天阳剑派现有元婴老祖1人，金丹真人过3，筑基剑修基始，如此强大的实力坐镇疆域，试问有哪个魔修敢来冒犯我天阳剑派？而且你们若是搬去碎星海，正好是第一批元老家族。所谓富贵险中求，越早去的所得好处就越多。”陈子川的话真打动了一批人，有些胆子大好赌冲动的赵氏族人，真正开始考虑搬去碎星海发展的可能。陈子川不给众人思考的机会，又加了一把火，又特意强调道：“别的不说，我天阳剑派出力不足5年，门内弟子匮乏，
最近几年正要招收大批炼器弟子，我可以做主，许你赵家2个外门弟子名额，0根标准放宽到40根。这个许诺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因为有筑基和没筑基的赵家完全是2个概念。毋庸置疑，陈子川看上了赵金剑。别看他表面说得好，什么有元婴老祖、金丹真人坐镇海疆，无人敢冒犯天威。实际上，天阳老祖为了开辟天阳剑派，早已在碎星海树敌无数。疆域内部常有魔修捣乱，海兽也暴乱不止，而且万里海疆面积太大，防御十分困难。即便天阳剑派筑基以上的战力全出，也是救火不及，时时捉襟见肘，忙得焦头烂额。如今天阳剑派正急需修仙者补充，筑基修士算是修仙界的中坚力量，守护一方水域绰绰有余。如果说陈子川前半段话仅仅打动了一些人，那么2个外门弟子名额却是引起了一片轰动。要知道紫阳宗等有元婴老祖坐镇的大型宗派，收徒极其严苛，最低标准也要30根才行。天阳剑派也有元婴老祖坐镇，已经摸到了大型宗派的门槛，这次居然开恩主动降低门槛。若是错过了这种百年难逢的机缘，赵家才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朽木难雕。条件如此优越，莫非？赵生转念一想，便摸到了陈子川的心思。想到对方打赵金剑的主意，赵生不禁摇摇头，暗道：对不起了，赵家唯一的筑基修士不能跟你去碎星海。见到形势再次偏转，赵生果断祭出大招，突然高声道：陈前辈如此厚待我赵家，晚辈十分感激。但所谓人各有志，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背井离乡，去往天边之远的碎星海。说到这，赵生语气一缓的又道：为了两全其美，我以赵氏当代家主的名义提议，想去碎星海的人站在我左手边，愿意去南疆新地的站在我右手边。此话一出，赵氏众人纷纷交头接耳，有些人这才意识到赵生竟然还是赵氏当代家主。尽管之前只是名义上的，但看到赵金剑以他马首是瞻的模样后，所有人都意识到对方已然今非昔比。从今天起，赵氏家主的名和权尽数落到了赵冲和的手上。然而有人终究不愿面对现实，赵金刚突然暴怒的大喊：不行，老夫绝对不同意分家。赵家本来实力就弱，好不容易妖天之幸出了一位筑基，现在却要喊着分家，这简直挖了二房的根。一旦家族分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赵金剑和大房一定会选择去南疆。二房修仙族人不过寥寥10数，筑基更无，即使搬去了碎星海，那也前途堪忧，崛起之势渺茫。赵克勤也道：族老所言极是，按照祖训，我赵氏不能分家。对，要去一块去。赵家要团结，绝不能分裂。说得好，有些人不为家族未来着想，反而一门心思拆分家族，像这样的家主，我们绝对不认。对于二房族人们的聒噪讥讽，赵生犹如春风拂面，充耳不闻。二房族人的意见不重要，即使赵金刚和赵克勤言辞抗议也毫无作用，只要有赵金剑和大房支持，这个家他分定了。不过赵生的提议却惹恼了一个人。陈子川深吸一口气，将心头烦躁压下。他暗中谋划10几年，好不容易才将赵家逼上梁山。这碎星海，他们不去也得去。陈子川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大块肥肉被人割去大半。要知道天阳老祖曾许下承诺，任何弟子若能成功拉拢一家修仙家族全体迁移至碎星海，都会得到一大笔善功。本来在紫阳宗，陈子川已经绝了晋升金丹的心思，如今却看到了结丹的希望，多督促几家修仙家族搬去碎星海，他未尝不能攒下大笔善功，兑换1枚结金丹。眼见软的不行，他只能来硬的了。哈哈！于是乎，陈子川突然捧腹大笑了起来。等到众人目光看向他这边，陈子川笑声陡停，脸色转寒，厉声道：想分家，问过我了没有？赵金剑见状面色一沉，上前一步质问道：陈道友，你这话是何意？分家乃是我赵氏私事，何用你来智慧？哼！陈子川冷哼一声，手指对赵金刚勾了勾，命令道：移民诏呢？把他拿给他看看。说罢，陈子川回头目光扫过赵生、赵金剑等人，继而冷笑道：教化我紫阳宗的移民诏，岂是尔等想钻空子就能钻的？赵金刚打了一个激灵，脸上竟然浮现一丝喜色，赶紧取出移民诏递到赵金剑手里。移民诏外观是一卷金黄色奇异皮革，长1尺，宽8寸，皮面上绣有一颗紫色大日，大日上隐现出一只3足金乌的暗影。赵金剑打开移民诏细看了一遍，脸色微变，立即将移民诏转递到赵生手里。赵生迅速看完上面的诏文，心里却是一松。移民诏上写的是赵家迁移去碎星海，但没说不能分家。虽说分家有欺骗紫阳宗的意思，一般修仙家族万万不敢这么做。然而赵生敢提分家2字，自然有几分依仗，他从不打没有一点把握的仗。哼，你们赵家既然已经接下了移民诏，就别想耍什么样，老实的给我搬去碎星海。若是谁再敢提分家，别怪我陈子川不讲情面。陈子川恶狠狠地说道。有紫阳宗在，他十分清楚赵家根本不敢违抗移民诏的命令。这时赵金刚满脸喜色道：老夫早说过这家一定不能分，现在看到了吧？哼，还想分裂赵家，你是何等居心叵测？万一惹怒了紫阳宗，你一个黄毛小儿，即便拿命来偿，也都担待不起。旁边赵克勤也附和道：祖老说的不错，老祖宗为什么要将这里取名同心堂？
自然是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意思，所以分家万万不可取。这时赵金鹏也不甘寂寞，跳江出来喊道：“我再说句公道话，赵家合则生分则死。赵冲和此举分明是存心不良，大家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老六，你说的是什么屁话？还不赶紧退下去！赵金见闻言严厉训斥道：“四哥，我也是为赵家好，再说去岁星海又有什么不好？”赵金鹏很是委屈地抱怨道：“你再说，就别怪我翻脸不认兄弟了。”赵金剑怒吼道：“不说便不说，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事事都听一个黄毛小的。”赵金鹏一边嘟囔着，一边麻溜地退回人群中。听到这里，赵生掂了掂手里的移民照，看了看二房族人，又看了看陈子川，他忽然面带笑意地问道：“陈前辈，贵派可有一位姓岳名清寒的金丹真人？对了，他跟前辈一样，也是一名剑修。”陈子川闻言心里大惊，脑里不自觉地回想起当年紫阳之巅上那位仙姿绝世乘龙归来的当代剑子岳清寒，变异精灵根，剑道奇才，天阳老祖衣钵传人，100年前崛起于岁星海，16岁之前仅是一位普通的渔家女。当年天阳老祖试剑岁星海时，在一岛屿上偶然间发现了心灵纯粹天资卓越的岳清寒，于是收其为闭关弟子。接触修仙之后，岳清寒绝世天资暴露无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30岁炼气大圆满，同年晋升筑基，不到100岁便迈入金丹之境。5年前，岳清寒晋升金丹后期，跟随天阳老祖返回紫阳宗。同年紫阳大比，他以一柄洗心剑，剑挑紫阳13峰，接连击败9位同辈金丹，使得紫阳元婴以下竟低头，最终赢得了广寒剑仙的美誉。回想着清寒师叔祖的种种传奇故事，陈子川喘了几口粗气，声音微颤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问？莫非你认识我师叔祖？”赵生看见陈子川失态的表现后，不禁嘴角上扬。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玉剑，在陈子川面前扬了扬，神情自若道：“你可认识这柄玉剑？”陈子川蓦然睁大了眼睛，怎么可能不认识这柄玉剑？他分明和师叔祖压群边的那枚试剑一模一样，而且作为筑基剑修，他十分清晰地感应到了玉剑上散发出的丝丝剑意，竟然跟岳师叔祖的斩神剑意极度相似。你呼，这柄玉剑你是从哪里得到的？陈子川急切地问道。赵生微微一笑，淡然道：“你可以回去问一问岳真人，问他可曾记得当年天柱山上姓赵的小友。”陈子川闻言心头巨震，再也不敢小觑眼前这位年轻人。既然他敢这么说，自然不敢撒谎。陈子川万万没想到此人竟跟岳师叔祖相识，而且似乎有过一段缘法。好，你这句话陈某记下了，回去之后我自会向岳师叔祖求证。赵生侃侃而谈道：“陈前辈尽管去问，另外晚辈没有在移民诏上看到任何不许分家的事项，法务禁止皆可。因而我赵氏分家并未违反移民诏令。”陈子川深深看了一眼赵生，不再提起刚才威胁的事情。陈子川生性谨慎，在没有弄清此人与师叔祖的关系前，他绝不会贸然行事。与岳师叔祖的态度相比，赵家些许擦边球的小事又算得了什么？陈子川走了，走得十分干脆，丝毫不顾及二房众人的苦苦哀求。失去了靠山，赵金刚和赵柯勤等人自然阻挡不了赵氏分家的大事。于是在赵金剑的主持下，龙里湖赵家全族5万丁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分家割业。与此同时，赵氏各个分支也陆续选对站边，有的分支想去岁星海搏一搏，有的分支觉得迁移到有筑基坐镇的南疆更好，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赵氏亲族不愿意搬离龙里湖。对于这些南离故土的族人，赵生索性直言，凡修仙族人5父之内的直系亲属必须搬离龙里湖，至于去岁星海还是南疆，任其自由选择。赵生完全没有阻止族人迁移去岁星海的意思。狡兔3窟嘛，赵家血脉分散一些，更有利于他转世修仙，也省得他总是担心赵家被人一网打尽。10几天过去了，赵氏分家事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紫阳宗那边并没有传下只言片语。陈子川更是一去不回，这足以表明紫阳宗或者说是天阳剑派已经默认了赵家分家之举。多余的话不用解释，岳清寒这尊大佛必然在其中起了绝大的作用，否则紫阳宗会让所有人都知道冒犯天威的下场。转眼间1个月过去了，这天天光正好，龙里湖畔偃月岛前，从4面8方陆续有成千上万的老老少少、青壮年夫妻携家带口的汇聚于此。日上中天之时，多达1万余人的赵氏族人已然全部到齐，形成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海。岁星海是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未知地狱，此去前途未卜，因而赵氏族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离愁别绪，人群里时时有哭泣声传出。与凡俗亲族的担忧愁闷不同，二房赵金刚与赵柯勤等人却是踌躇满志，个个跃跃欲试地幻想着到岁星海大展宏图，开创一番事业。赵氏大房以赵金剑为首，也全部到此送别二房中人。眼见离别在即，此去天各一方，仿佛自然而然的，两房几百年来积累的矛盾冲突，忽然在临别一刻全然消散，有的只剩下同族血脉间骨子里流淌的亲情。就在赵氏两房一笑泯恩仇之时，赵金鹏却是如丧考妣，他围着赵金剑，满脸哭丧的恳求着：“堂哥，你可是我亲堂哥呀，求求你向冲河讨个情面，千万不要把我发配到岁星海，我想跟你们去南疆呀。堂哥，
你只要一开金口，赵冲和绝对不敢忤逆你。我们的爹可是亲兄弟，你不能不管我呀。他这是公报私仇，你倒是说句话啊。赵金剑被他嚷得烦了，没声好气道：你之前不是一直嚷嚷着去碎星海吗？现在趁你意了，反倒要反悔？世上没有那样的道理。而且家主已经和我通过气了，赵氏2房同气连枝，大房不能没人去碎星海。另外2房不也是有一支族人派往南疆吗？你要理解家族的难处。可是，赵金鹏凄凄哀哀。可是什么？你好歹也是一个练气后期，2房实力弱，在碎星海很难站稳脚跟。你去了也算是一大助力。可是我年老体衰，实力大不如前了。赵金鹏想了半天，终于找出一个理由来。哼，你半个月前才纳了一房小妾吧？老夫看你龙精虎猛的。哼！赵金剑直接戳穿道。就在2兄弟掰扯之际，一艘云舟似缓时急的从天边飞向龙里湖畔。片刻后，搬越云舟无声无息地降落到地面上。他那庞大如山岳的船体，衬得下方人群微小如蚂蚁。不得不说，紫阳宗不，天阳剑派手笔大的吓人。浩然宗总共才10艘搬越云舟，天阳剑派为了迁移人口去往碎星海，居然天价租借了1艘。赵生心里暗暗震惊，仅这一趟的租费，怕是最少以100万灵石起步。很快，一道宽10丈的木质通道从搬越云舟甲板上探出，延伸出300余丈之远，最后斜搭到地面上。因为该做的准备早已做好，是以不用赵生费心指挥。赵家1万族人按照顺序开始慢慢登船，而赵金鹏也被制住后强行送了上去。这时候，陈子川忽然从云舟上飞下，飘然落到赵生面前。陈前辈，有何见教？赵生面带笑意的开口道。陈子川表情平静，沉声道：岳师叔祖问你何时去紫阳宗？赵生闻言一愣，收敛起笑容，沉思良久，最终也没说出一个期限。半个时辰后，搬越云舟缓缓脱离地面，升空而起，转眼间缩成一个黑点，最后消失遥远的天际中。走吧，现在该轮到咱们动身了。赵生回头冲神情各异的赵金鼎、赵金剑等人打了一声招呼，接着率先向同心堂走去。赵家没有天阳剑派那么财大气粗，而赵氏剩下的4万余人口中，大房仅5代之内的直系亲族多达3000余人。如何将这3000禁族平安迁到南疆太巫山，成了摆在赵家大房面前的最大难题。受天阳剑派的启发，赵生和赵金剑、赵金鼎几经商量之后，狠下心从变卖家产得来的灵石里拿出大半，向浩然宗租借了1艘天蓬级云舟。光这一笔租借支出便超过10万灵石，也就是赵家300年来持家有道，家业尚算丰厚，勉强的支付了这笔费用，多余赘言少叙。2个月后，偃月岛同心堂，赵生等人拜祭过先祖，将赵氏历代先祖牌位收入储物袋里，然后一众人登上了停靠在偃月岛上的天蓬云舟。少顷，1艘100余丈长、10丈高的银白巨舟呼啸着划破天际，向南方疾驰而去。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已过了5年。太巫山半山腰，无名小筑，静室里，赵生盘膝而坐，双目紧闭，两手各握着一块拳头大的幽蓝晶石。昏暗的背景下，幽蓝晶石透射出丝丝缕缕蓝光，继而蓝光一点点被吸扯入赵生体内，最终融入丹田气海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咔嚓咔嚓2声微响，赵生手里的幽蓝晶石忽然碎成一堆晶粒。几个呼吸后，赵生缓缓睁开了眼睛，疏忽只见他一双瞳孔里一抹蓝色转瞬即逝。停下修炼之后，赵生脸上忽然抑制不住地露出了笑容。蓝水石不愧是中品灵石，效果超乎他的预料，仅用了2枚，便让他成功提升到炼气5层境界。从静室走出，赵生缓步穿过小筑前院落，走出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不远处的一池幽深静谧的碧潭。此时，淙淙溪水从山上蜿蜒流下，汇入碧潭里，满溢出的泉水又顺着一道石渠淌过山间，最终流进山脚下的玉水里。玉水是一条3丈宽的小河，从西北群山之间顺流而下，绕着太巫山折出3道河湾，最后以里流向100里之外的碧罗江。赵生踱步走到山腰边缘，俯瞰山下风景，远远遥见山下玉水以里曲折，将太巫山下的平原谷地分割成大小2片区域。山外一侧土地平整，整整齐齐地划分出100亩灵田，灵田里载满灵谷、黄金蕊、三色、灵参等灵粮药草。临近太巫山的这边，从山脚到山巅满目翠色，郁郁葱葱的桃林遍布山林，树丛里有朵朵淡红、粉红、淡紫色桃点缀其间。山间清风阵阵吹拂，一缕缕浓郁香随风飘至，不断涌入赵生鼻端。一时间他只觉心旷神怡，心情舒畅，有诗可证：人间4月芳菲尽，太巫桃始盛开，长恨临近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望着山间美景，赵生心有所触，随即慢慢陷入了回忆。5年前，赵家乘坐天蓬云舟抵达太巫山，第一天便遇上了一个大难题。太巫山上建筑有限，绝对住不下3000人。面对困难，赵生力排众议，拿出最后一笔临时积蓄，雇佣了天宫房的灵将，仅用半个月时间，硬生生的在太巫山50里外的平原地带新建了一座城池，最后取名赵安城。只是光有住的地方还不够，修仙者有太巫山灵脉出产的资源，足以供其修炼之用。可是3000凡人亲族未来如何过活呢？所谓修仙，
可不是断亲绝义。同为赵氏族人，赵生等修仙者责无旁贷的必须肩负起这3000亲族的未来。为此，赵金剑等大房16位修仙族人连修炼都顾不上，便马不停蹄地拜访周边所有修仙家族和门派势力，为家族开拓生存空间。赵生则直接去往丹鼎派，找到刘去疾，直言不讳地将赵家的困境说了出来。他之所以如此直白坦诚，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有时候向朋友求助更能促进两者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彼时刘去疾正有与赵生亲近的意思，听到赵生前来求助后，刘去疾十分高兴，于是发动全部人脉关系，为赵家牵线搭桥，成功弄来几样长期的合作买卖。可以说，赵家3000族人能顺利安顿下来，刘去疾在其中起到了大作用。赵生也因此投桃报李，顺势将太巫山出产的灵桃、灵骨、灵药大半通过刘去疾之手卖出去。因为有了利益牵扯，一来二去的，赵生与刘去疾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正是借助丹佛刘家的虎皮，赵家刚搬到太巫山没几年，便轻松融入了当地的修仙环境，与周边几家修仙势力顺利的缔结关系。太巫山的环境比龙里湖强出许多，不仅山美景美，灵气浓郁，而且出产的灵桃等修仙资源比卖灵鱼更赚钱。再加上赵家大房的修仙者总共才不到20位，几年下来，赵生等人惊喜地发现，仅太巫山的灵桃一项就足以供应赵氏所有修仙者的修炼之用。太巫山以灵桃享誉周边，山中有几百亩桃林，其中300年以下的灵桃树48棵，300年以上、1000年以下的灵桃树7棵。除此之外，在太巫山顶还有一棵镇山灵桃树，树龄超过1000年。这棵1000年灵桃树扎根于灵脉核心灵窍，10年一开，10年一结果，10年一成熟，30年里仅生18颗灵寿桃，具有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当年赵生之所以选中太巫山，有大半原因要归功于这棵1000年灵桃树。说句题外话，当年赵生选走太巫山后，那家竞争失败的修仙家族是一路哭着回去的，了大价钱，最后却两手空空，可不得哭着回去吗？由于修仙资源足够分，赵家的氛围前所未有的和谐，每位修仙族人士气异常高昂，修炼起来废寝忘食。等到前2年困难时期一过，赵家率先迎来了一波婴儿潮。这几年赵家仿佛否极泰来，短短几年时间便接连生下了多达7位拥有灵根的孩子。这7个孩子便是赵氏玄字辈第一批修仙族人。赵生清楚地记得，他给第一位玄字辈取名为赵玄静，有赵氏从此平安尽遂的寓意。正当赵生陷入回忆之时，他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孩童打闹的声音。赵生抬头循声望去，只见2个萝卜头一前一后的向他这边跑来。前头的那个约莫3、4岁大，身上穿着红肚兜，脸圆眼大，手脚嫩如莲藕，一眼看去仿佛年画上的胖娃娃。此时这孩子眉开眼笑的怀里抱着一颗红顶大白桃，一边跑还一边不忘抱着灵桃啃。与这个灵童式的孩子相比，后面追着的却是逊色了许多。他身高跟7、8岁孩子相差无几，皮肤略黄，手脚粗壮，浓眉大眼的勉强算是周正，但却天生是一副苦相。二弟，你快把灵桃还给我，姑姑说过这颗归我，你赖皮，哈哈，你追上我，我就把灵桃还给你，追不上就只有桃核了。赵生看到这一幕后，眉毛上挑，眉心紧蹙，当即厉声道：赵玄安，你给我过来！那灵童抬头看见神情严厉的赵生，魂差点吓飞了。这孩子赶紧停下脚步，老老实实地凑到赵生眼前。七叔，玄安知错了。话音刚落，4岁的赵玄安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两手将啃得坑坑洼洼的灵桃高高举过头顶。这时后面的孩子也赶了过来，看到赵生后马上恭恭敬敬的行礼道：玄静见过七叔。赵生冲其点点头，脸色一缓，问道：弟儿，是不是玄安又欺负你了？5岁的赵玄静偷偷看了一眼赵玄安，正巧迎上了一双可怜巴巴的大眼睛，他心里不忍，支吾道：七叔，二弟没欺负我。就是。赵玄静天生性子老实木讷，连说谎都不会，憋得满脸通红，支吾了半天也没想出一个好理由。赵生见状哼了一声，板起脸来说道：连说谎都不会，跟你爹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赵玄静的爹不是别人，正是赵家唯一的炼丹师赵科汝。话说5年前赵生把穷神真人的炼丹心得亲手交给赵科汝时，他立即钻进炼丹房里埋头苦读，连刚出生的儿子都顾不上看一眼，直到孩子都快满月了，他才第一次抱上儿子，简直离了大谱。转过头，赵生看着眼珠子滴溜乱转的赵玄安，严厉道：给我背一遍赵荣让梨，若是背对了，今天这事就算过去了，但要差上一个字，就给我滚去祖祠跪上2个时辰。定居太巫山之后，为重整家风，赵生不仅更改了一些祖训，还亲手编写了几10个先祖故事，赵荣让梨便是其中一则寓言故事。赵玄安一听这话，如蒙大赦，小嘴巴一张，几百字故事流利地背了出来，竟然一字不差。赵生见此情形，心里不禁暗叹，同是赵氏玄字辈族人，明明赵玄静比赵玄安大了1岁，却光长个子，论心智比弟弟差了不止一座太巫山。如果2人换一下就好了。赵生忍不住心里想到：起来吧，下次再敢抢兄弟的东西，小心你的屁股蛋子开。七叔，以后再也不敢了。赵玄安麻溜地爬起来，话虽然说得很诚恳，
但眼珠子却咕噜噜的眨呀眨的。赵生见此情形，也拿这个小机灵鬼没什么好办法。七叔，那我们可以走了吗？赵玄安小心翼翼地问道。赵生点了点头，挥手示意两人可以走了。赵玄安和赵玄静两个闻言俱都松了一口气，转身向山上跑去。就在这时，一道满含怒气的女声突然从下面传来：“赵下划线，玄下划线安，你给我站住！”赵生听见这道声音，一脸无奈地看向山下，只见身材丰盈许多的赵冲威怒气冲冲的正向这边追了过来。哎呀，我娘来了！赵玄安一见来人，吓得魂飞魄散，哪里敢停下来，撒开脚丫子，一溜烟的跑远了。赵冲威追至赵生身边，掏出一支玉净瓶，塞到他怀里，中和：“这是你要的紫霞玉露，分量大概1升左右，如果不够，盛露盘里还有一些。灵桃树沐浴晨间第一缕阳光后，偶尔会在叶尖上凝聚出的一滴蕴含生机的灵露，这种灵露便是紫霞灵露，虽不算太罕见，但收集起来十分麻烦。”赵生收起玉净瓶，沉声道：“远远不够，起码要10倍以上。”赵冲威闻言一愣，连忙道：“这样最少也要10年才能收集到你要的分量。你要那么多紫霞玉露有什么用？你又不会炼丹。”赵生摆摆手道：“我自有用处，只不过要暂时保密。”“行，谁让你是赵氏家主呢？我会督促充盈几个收集的。冲威，我已经卸任了，现在建伯才是赵家的一族之主。”赵生无奈地解释道：“都一样。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还要追那个兔崽子呢。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回老娘非打烂他的屁股不可。”说完，赵冲威便气冲冲地向山上追去，只留下赵生在原地哭笑不得。想当年赵冲威是多么善解人意、知情达理的女人啊！可当了娘之后，没想到她会变得这么泼辣。看看天色，赵生转身向山下的炼丹房走去。赵大炼丹师正在那里等着他呢。自从得知他先天嗅觉超凡后，赵科儒就缠上了他，分辨灵药的产地、药性以及看顾灵丹火候的等等，都离不开他的鼻子。赵科儒常常感叹，要是他修炼的不是玄灵功，而是火炎诀就好了，到时赵家就又多了一位炼丹师。可惜春去秋来，时光如水，寒霜降下之时，太乌山下的10几亩灵谷已被完整收割，而山上的几10棵灵桃树上的灵桃也被小心地采摘下来，并放入专门的储物袋里。这天清晨，天边刚露出一丝杜白，一只木鸢突然从太乌山顶飞出，冲上高天后，振翅东北方向飞去。3个时辰后，丹顶派外山门外务堂，赵生收起木鸢，步履匆匆地走进了里面。1刻钟后，在2层一间待客室里，赵生和刘去吉2人分列而坐。刚坐定，赵生察觉对方身上气息有异，不由面露喜色，连忙道喜道：“恭喜刘兄晋升筑基，此后仙路大开，金丹有望。我哪里敢奢望结成金丹，能成功筑基也是邀天之幸了。说起来还得多亏你的那株赤火枝。”刘去吉既得意又感慨地说道。赵生闻言笑道：“哎，刘兄此言差矣，赤火枝不过锦上添而已，说到底还是刘兄你根基深厚。哈哈，不说这个了，老弟你来的正好，前些天你托我搜寻的土行功法找到了，快看看符合不符合你的心意。”说着，刘去吉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玉简，递到赵生手里。玉简，赵生见状心里一惊，这玩意可不常见，看来这功法必定非同小可。赵生将玉简贴至眉心，神意探入玉简里，霎时间，大量晦涩未知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片刻后，赵生闷哼一声，将玉简从眉心处挪开。他擦去额头汗水，神色意外地冲刘去吉说道：“刘兄，这功法竟然如此高明，是不是有些太过珍贵了？”玉简里记载的是一门名为无量后土诀的土行功法，里面内容详细之极，居然把从炼气入门到筑基大圆满的每个阶段都阐述得明明白白，简直事无巨细。这门功法明显是经过无数代人的接力修炼，才被解析到如此细致地步。像无量后土诀这种完全成熟地功法，向来是散修和一般修仙家族可遇而不可求的至宝，只有傻子才会对外出售。刘去吉微微一笑，略显得意道：“赵老弟无需担心，这门功法出自地藏宗，绝对没问题。”地藏宗？赵生嘴里重复着这3个字，脸上若有所思，接着恍然大悟，神情大喜。他想起来了，地藏宗在修仙界被称为隐世仙宗，向来不对外公开招收弟子。他的传承方式与其他修仙宗派大为迥异，通常会主动在修仙界各处借于散播门派专属功法。凡是有修仙者修炼了地藏宗地功法，都算地藏宗的外门弟子。一般等到他们修炼到筑基大圆满后，便会发现修为止步不前，无论如何都不能结丹。而这时，地藏宗往往会通过秘法主动找上门来。面对这种情况，修炼者通常有2个选择：一是修为永远停止在筑基大圆满境界，二是拜入地藏宗，获得下半部功法。他们会如何选择，还不用多说吗？想明白这些后，赵生终于放下心来。他不认为自家子弟能在几百年内触及金丹壁垒，在他看来，能晋升筑基已经算功德圆满了。刘兄，敢问这门功法如何兑换？不贵，今年灵桃产量的7成就能兑换下来，毕竟它是地藏宗故意传播出来的，并不罕见。好，就按这个价格来。赵生听完脸色一喜，立即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一炷香后，赵生拜别刘去吉，带着用灵桃灵骨换取地功法、丹药以及各种修炼资源，
程慕渊从外务堂离去。秋去冬来，春又至，又是一年陶开。这一年，赵氏修仙学堂正式建立。修仙学堂建于太巫山下，北临玉水，周围都是桃林。前院里有一棵700年树龄的灵桃树，镇压学堂气郁。已年满6岁的赵玄静和5岁的赵玄安，这一年成了学堂第一批学童。虽然暂时仅2个学生，但是赵家却万分重视，光老师便配备了好几位。赵生亲自出任山长，同时负责教授符文与画符；赵科儒负责变药、炼丹与种植课程。年高德少的赵金鼎向孩子们讲述修仙界各地见闻与风土人情，还有修仙宗派的各种信息。赵崇威更似教导主任，除了时刻关注着两孩子的修炼之外，更负责纠正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防止重蹈赵氏两房的覆辙。此外，还有几位赵氏族人偶尔会过来传授经验。可以说，修仙学堂寄托了赵生对赵家未来的美好期盼。可怜的是，赵玄静哥俩小年纪便陷入水深火热的学习生活。接下来几年，随着玄字辈陆续进入学堂，赵生修炼和画符之外的空闲时间，大半都被这帮不省心的小家伙占据了。与此同时，灵丹、符箓、灵酒、灵蜜、桃木法器等等太巫山特产，也在赵家人的齐心协力之下，渐渐在周边打响了名号。赵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赵氏修仙者的实力也在一天天的提高着。这天一大早，赵玄静便来到了学堂。今天七叔难得松了口，要传下他的拿手绝学，万万不能错过了。踏入学堂，这里早已排好了17张矮桌，下面配备着静心蒲团，蒲团上大多已经坐上了人。赵玄静稍一观察，便向最前面一排蒲团走去。大哥，快借我你的笔记抄抄，我课业还没做呢。静哥哥，你可来了，你答应我的月偶呢？大哥，我借你的零食，能不能缓几天再还？赵玄静一边应付着弟弟妹妹，一边走到前头，熟练地坐到第一排最靠近讲台的蒲团上。这个时候，在他旁边的蒲团上早已坐着一位皮肤白皙、身材修长的少年。这个少年相貌英俊，朗目含星，眼神里充满灵动与洒脱，皮肤暗黄，面相越发愁苦的赵玄静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英俊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已经15岁的赵玄安。看着四肢发达、高大威猛，犹如小巨人一般的赵玄静，赵玄安哈哈一笑，打趣道：“大哥，你怎么又当老好人了？说说这些年你都搭出去多少好东西了，怎么还不长记性呢？”赵玄静挠挠后脑勺，不好意思道：“都是弟弟妹妹，他们求到我这里来，我能帮就帮一下，也没什么了。啧，烂好人一个，你说说，为什么他们不找我来帮忙呢？”赵玄安不以为然道。赵玄静憨厚地笑了笑，目光一瞥，正好看见一道熟悉的人影从后堂走出，他赶紧盘膝坐好，同时小声提醒道：“七叔来了。”赵玄静天生身亮异于常人，嗓门也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多少，他即便刻意压低声音，也和普通人正常说话一般。经他一提醒，学堂里顿时一阵鸡飞狗跳。等到赵生走到讲台中央时，赵氏17位玄字辈族人已经老老实实的坐好。10年之后的今天，赵生年龄已经40，此时他脸上蓄起了须，眼角处隐隐多了几道浅纹。站在讲台上，赵生表情严肃，环视1周后，语气平淡道：“今日我讲叠符术。”长辈加师长的威严让学堂一下子静寂下来，一帮小辈大气不敢出，全神贯注地听着。玄静，画符最紧要的是哪3句话？赵玄静赶紧站起来，老实答道：“符箓不精气，殊途象以通神者也。气通天真，独具其神，可为符。窍窍相通，而灵光焕然，符成矣。”这3句画符要诀，赵氏一帮小辈一点不陌生。从接触符箓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被一遍遍地告知要谨记在心。只是他们不明白的是，今天七叔为什么又特意点出这3句话？赵生不做解释，继续说道：“天地自然，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一个理字。这个理是法，是道，也是窍，通窍而得法，符箓亦然。这话里有话呀！”赵玄安悟性过人，竟然脱口问道：“符箓之理在于通窍，莫非叠符术是叠窍之术？”此话一出，赵氏小辈齐齐向他看来，眼神里充满震惊。旁人的目光赵玄安是不在乎的，可是赵生却不一样。七叔在整个家族里举足轻重，就连老祖都非常重视他的话。赵玄安十分重视他在七叔心中的地位，一找到机会便会表现自己。赵生目光看过来，眼神锐利如剑，仿佛插到他的心底。赵玄安一时间尽是窒息了，紧接着耳边却传来一声赞语：“说得好！”赵生的语调似乎扬起一些，但很快又平淡下去。他对此不多做解释，反而说起另一个问题：“你们这些年可学会画符了？”这话问得颇不寻常，就算是答案明摆着，小辈们也没有一人敢于回应。最终还是赵玄静性子老实，他答道：“我学不会，但玄安已经会炼制4种1阶符箓了。”赵生嘴角微微抽搐，也不理会赵玄静的言语，自顾自地道：“今日我教你们如何画符。”说罢，他伸出手，修长手指在眼前虚空纵横转折，挥写几十笔。倏忽，虚空里灵光乍现，一幅散发着淡淡光华的符像显现于众人面前，组合成一个简洁而抽象的符形。看到这一幕，赵氏小辈惊异之余，纷纷认出这是春风化雨符。当年他们第一个绘制的符箓便是它。如此基础的符箓，赵氏小辈大部分都已经掌握，但接下来的事便让他们目瞪口呆，两眼发直。
一符既成，赵生从头开始，依旧是春风化雨符，却没有画在别的地方，而是就在刚刚完成的符箓上重新描画一遍。这时众人没看出跟先前有什么不同，但等到赵生毫不迟疑的一遍遍重复，2遍、3遍、4遍，乃至9遍、10遍，最终足足抹画了18遍，这才停了手。此时悬空的春风化雨符已经算不得一阶符箓了，符像在灼灼的灵光中变得模糊，浑厚的灵光聚而不散，在符箓外围形成一圈明晃晃的光晕，看上去像一颗灿烂明珠悬浮在学堂上空。学堂里死一般的寂静，神乎其技。赵氏17位玄字辈大概也只剩下这个念头。赵生此时方道：“此为叠符术，是赵氏的独门绝学，你们照着练便成。照着练？怎么练？”看起来神乎其神的技巧，让所有人都抓耳挠腮，摸不着头脑。此时众人都眼巴巴地看过来，等着自家长辈进一步讲解。然而赵生只以一句话应答：“此术无捷径可走，唯熟能生巧。悟性高的1-2年便成，悟性差的等下辈子吧。”学堂里一片死寂，赵玄静则觉得头皮发麻，他就是属于天生悟性极差的一个。课罢，赵生将赵玄静和赵玄安2人留下，其他人散去，转入后堂。赵生坐在符桌后，也不理会2人，而是不紧不慢地绘制着一张又一张的一阶符箓。符桌前，赵玄静战战兢兢地站着，不敢抬头看七叔的脸，而赵玄安则紧紧盯着赵生画符的整个过程，眼睛里流光溢彩。这样安静的氛围整整持续了1个时辰。就在赵玄静紧张的满头大汗，赵玄安突然开口了：“七叔，我懂了，你这是考验我们2个。”赵生听见这话后，心里暗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不错，阿儿果然有悟性，这2样东西你拿去吧。赵生称赞了他一句后，取出一书一卷递给赵玄安。赵玄安满脸欣喜地接过来一看，忍不住惊呼：“太乙灵文注解，还有这是什么？莫非上面记载的是叠符术？”赵生点头道：“不错，那白纱上记载的确实是叠符术。这门符道秘术是从太乙灵界流传下来的，十分珍贵，你要收好了，不要让外人学了去。”说到这里，赵生视线扫过旁边的赵玄静，只见他满是羡慕，脸上却毫无嫉妒之色。见状，赵生暗暗点点头，心里已然有了决定。好了，你出去吧，以后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我请教。然而赵玄安却没走，反而舔着脸笑嘻嘻地讨好道：“七叔，你是福到大家，给我几张符箓保命呗，嘿嘿，比如幻影遁符什么的就不错，阿儿一点不嫌弃，来个3、4张就行。滚，还几张？你以为2阶真符是那么容易绘制的呀？就1张，多了没有？”赵生笑骂了几句，挥手扔给赵玄安一张表面灰扑扑的方形符箓。“哎，多谢七叔。”赵玄安一把抓住幻影遁符，嬉皮笑脸的哈腰欠身，接着转身就跑，动作流利之极。赵玄静正要跟着溜出去，却被赵生叫住了：“玄静，你留下。”“七叔，您有什么事吗？”赵玄静苦着脸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问道。赵生见状暗暗摇摇头，问道：“你现在炼气几层了？”“七叔，我前几天刚好突破到炼气3层。”“咦？”赵生闻言十分意外，赵玄静修炼的不慢呐，16岁就突破到炼气3层，即使是3灵根也算上佳表现。赵生站起身来，从桌后转出，一边向外走去，一边冲赵玄静招手道：“那我走。”赵玄静见此情形，心里很是纳闷，心想：难道七叔转性了？这次怎么不骂我了？虽然这样想着，他不敢迟疑，立即跟上赵生的步伐。2人出了学堂，向太屋山顶走去。沿路上有族人偶尔遇上2人，纷纷上前跟2人打招呼。赵生一一点头示意，而赵玄静则见人就行礼。没办法，谁让他辈分最小呢？走了大约1刻钟，2人登上了300丈高的太屋山顶。来到山顶，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株枝繁叶茂、球曲苍劲、高达9丈的千年古桃树。这株接近3阶的灵桃古树，树冠亭亭如伞盖，3、4亩大小的庞大树荫完全遮住了整个山头。而在古桃树的树荫下，一座占地2亩的青石院落将其树干包围在里面。这里便是赵氏唯一的筑基修士赵金剑的住处。正如和其他赵氏修仙族人的选择一样，赵金剑之所以住在这里，既是为了守护灵桃树，又是借助这里浓郁的灵气环境修炼。太巫山几百亩桃林，为什么灵桃树却不足100棵？原因很简单，其他桃树并没有长在灵脉节点之上。进来院子，赵生一眼看见红衣银发的赵金剑正站在古桃树下，仰望树冠。循着视线抬头望去，赵生看见在树冠繁茂的树叶之间，隐隐露出一颗颗毛茸茸、如杏大小的青色小桃。赵玄静一见到赵金剑，连忙上前恭敬的行礼问候，进而见过四祖爷。赵生也走到他身边，赵金剑没理会2人，他仰头望着灵桃，轻叹一声道：“哎，可惜了，值得吗？”赵玄静摸不着头脑，赵生却点头道：“值得。”这时赵金剑才扭头看向赵生，又瞥瞥赵玄静，突兀地问道：“已决定就是他了？”赵生点点头，我观察他们2个整整10年。玄安聪慧过人，悟性极佳，但心眼儿太活泛，耐不住寂寞的。进而样样不如他，但能耐得住性子，更重要的是心性单纯。赵玄静听到这里，虽有些懵懂，但感觉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关乎到他。七叔，你们在说什么啊？进而听不懂，不要急，过几天
你就明白了。赵生安抚了他一句，然后表情严肃地冲赵金剑道：“麻烦了，可以动手了。”赵金剑也神情严肃地点点头。下一秒，他身周光芒涌动，身体轻飘飘地飞离地面，很快飞上了古桃树巅。赵生望向树巅，只见那里有青光闪耀，一阵阵浓郁的香气从树巅处散发出来。赵玄静鼻子耸动，闻着四散的香气，感觉心神舒畅，体内灵力变得更加活泼灵动。片刻后，赵金剑擎着一根1人高、胳膊粗的树枝，飘然落回地面。只见这根桃树枝通体青翠欲滴，枝叶间青芒闪烁，枝干表面泛起点点碧光，并且蕴含着浓郁之极、近乎凝实的生机。给你。赵生接过这根桃树枝，小心将其放入特制的灵纸袋中。砰砰砰！就在这时，3颗青色小桃突然毫无征兆从树冠里掉了下来，砰砰滚落到3人脚边。赵金剑见状满脸心疼，马上拾起桃子，沮丧道：“总共才剩了18颗，现在倒好，只剩下15颗了。”赵生安慰道：“四爷，你别心疼，等到了那个地方，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冲和，这可是你说的呀？赵金剑表情认真地看着赵生，早几年他就十分疑惑对方为什么能拿出那么多珍稀灵药，但他一直忍住没问，直到前段时间对方主动找到他透了一丝口风，因此这才有了今天的举动。赵生抬头看天，说道：“天色不早了，我们马上动身，不用跟柯如打声招呼吗？玄静毕竟是他的儿子。”“不用，我早就知会他了。再说玄静以后又不是不能回来。”听到七叔和四祖爷的对话，赵玄静越听越糊涂。他本来就不是极致的人，这时候脑子里更成了江湖，只隐约发现自己好像要离开太巫山去往某个地方，而且要很久才能回来。走吧，搬越云州快要来了，再晚就赶不上趟了。说完，赵生放出了木鸢。片刻后，一只木鸢载着2个身影疾飞而起，很快远离了太巫山，一道剑光也紧随其后，向天边飞去。5天后，天柱山洞天城云州码头，赵生3人从搬越云州下来后，过洞天城而不入，直接沿着天柱山岩壁向上飞去。2个时辰后，天柱山18里高度，赵生驾驭着木鸢落到一块凸起的大青石上，而在他对面不远便是迎面雾海。赵金剑随之落地，收起赤红剑后，面色凝重道：“莫非那个地方就在死亡宝地之内？不错，进去后你们一定要听我指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赵生一边说着，一边取出隐身符和幻影盾符分发给2人，最后又将赤灵甲套在赵玄静身上。眼见七叔如此郑重其事，从未见识过死亡宝地危险的赵玄静心里突然慌了。见到赵玄静紧张模样，赵生安慰道：“不用担心，这里我已经进出过好几回了，还不是好好的。再说还有你四祖爷呢。”赵玄静点点头，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将隐身符加持到身上后，赵生带着2人慢慢挤进了雾海之中。2天后，赵生拉着赵玄静气喘如牛的一头扎进了坡度灵药园，接着躲进了山壁洞穴中，才停下逃窜的脚步。2人靠着岩壁坐下，气喘吁吁之余又满脸心悸。3人进入死亡宝地后，前大半段旅程十分顺利，但到最后一段路程时，却非常倒霉的被一头金铜蛟蟒盯上了。这头金铜蛟蟒活了几百年，早已进阶2阶妖兽，不仅战力匹敌筑基中期，一双妖异金铜更是直接窥破了3人的行迹。3人又是被偷袭的一方，若不是紧要关头，赵生及时激发了幻影盾符，幻化出9道逃窜的虚幻人影，暂时迷惑了蛟蟒，这才让3人险险逃过一劫。不过金铜蛟蟒很快又追了过来，期间3人又连续释放了2道幻影盾符，最后赵金剑更不惜以身涉险，主动将蛟蟒引走，赵生才得以拉着赵玄静逃到坡地灵药园。喘息了片刻，赵玄静突然一脸担忧地问道：“七叔，四祖爷最后能安全脱身吗？”赵生咧嘴笑了笑，道：“放心吧，你四祖爷混迹修仙界近10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遇到过，这点危险奈何不了他。”话虽这么说，赵生心里也暗暗着急。很快，他取出一张引路符，灌入灵力，引路符瞬间烧成一团飞灰，继而生出一道辉光，疾飞而出，飞入浓浓雾海之后，隐没不见。又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就在赵生心里暗叫不妙之时，一道惊呼突然从外面传来。赵生一听大喜，连忙跑出洞穴，便见身上满是血糊的赵金剑站在坡地边缘。此时他站在那里不动，一脸惊喜地看着不远处的灵药田。呼，没事就好。赵生见状，终于松了一口气。赵玄静也很快冲出洞穴，看见赵金剑后，立即十分担忧地上前问询道：“四祖爷，您没受伤吧？”“没事，哈哈，我好得很。”赵金剑一把抹去脸上的血迹，哈哈大笑道：“冲和，你真是给了老夫一个天大的惊喜。我很好奇啊，这块灵秀之地你是怎么找到的？”赵生闻言笑了笑，道：“可能是老祖宗保佑，让我无意间得了一张宝图，于是就找到这里来了。你胆子不小，当年你才炼气3、4层吧，竟然就敢闯进这死亡宝地，而且还真让你找到了，看来我赵家气运未衰啊。”赵金剑兴致勃勃地走进药田里，俯下身子，开始一株一株地抚摸着这些珍稀灵药：燕龙果、穷神、九曲参、紫气枝。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问道：“冲和，那株赤火枝莫非也是从这里找到的？”赵生点头称是，同时取出一个玉盒，说道：“不是一株，而是2株。
剩下的1株还在我手里。其实赵生采摘了3株赤火枝，只不过有1株用在了刘去疾身上，这点不便赵金剑透露，省得他到时埋怨。赵金剑闻言，一步窜到赵生身旁，抢过玉盒，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1株赤火如火、枝盖玉化的灵芝。不错，正是赤火枝，哈哈，这下科乳筑基有望了。赵金剑确认后，面色兴奋地喊道：“赵家几10位修仙者中，除了年事已高的赵金鼎之外，暂时只有赵科乳一人修炼到炼气大圆满境界。不得不说，有了炼丹这门技艺，修仙者修为提升就是快。赵科乳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例子。”赵金剑压根没提及赵生筑基的事情。一来赵生才炼气7层，等到他晋升炼气大圆满，最少也要20-30年时间。若是等到那时，赤火枝的药性必定会流失不少药性，根本划不来。二来根本不用多说，等到赵生达到炼气大圆满境界后，赵家即便刮空家底，也会助他筑基，这一点根本不用言明。赵家上下早已经达成共识。听到四祖爷这么说，旁边赵玄静傻傻的笑僵起来。赵科乳是他亲爹，亲爹能晋升筑基，他不高兴的傻了才怪。赵生看着一老一少笑得开怀，只能无语的等着两人平静下来。过来一会儿，等到两人不笑了，赵生才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大摞玉杯。这些玉牌长1尺左右，宽高各3寸，整体就像一块块长方体令牌，表面灵光闪烁，正反背面刻着无数云纹。赵金剑看见玉牌后，惊异地问道：“冲和，这些阵基是从哪里逃还回来的？什么阵法？1阶还是2阶？”赵生将玉牌递到赵金剑手上，同时解释道：“这是2阶流云幻阵的阵基。四爷，拜托你将这座法阵布置到坡地。阵法是修仙百艺中最难的一种，向来难学难精。阵法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布下的，要按照地势与灵脉的不同变化随机应变。修仙者晋升筑基后，诞生神识，对地脉与灵气变化的敏感度远超炼气修仙者，自然是布置阵法的最佳人选。因此，在修仙界，只有晋升筑基后修仙者才可出设阵法之学，其门槛之高可见一斑。赵生尚未筑基，只能由赵金剑代劳。赵金剑接过玉牌后，闭目感应了一番，然后开始在坡地上四处忙碌起来。1个时辰后，随着赵金剑将最后1枚玉牌埋入地脉之中，突然就见坡地上上空雾气急速流动起来，继而大片浓雾向这里聚集。几个呼吸后，只见地面上一阵光华涌动，升入雾气里，迅速弥散不见。坡地很快恢复平静，似乎跟之前没什么变化。但这时，如果有外人望向坡地这里，只会看到一片浓浓雾气，即使走近了，也只能看到一片平坦的山壁。咦，不对，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山龙？山龙洞窟里，赵金剑对满洞窟的树根视而不见，目光全投向山岳般庞大的山龙遗骸，神情无比震撼。他急切地跑过去，亲手抚摸着山龙石化粗粝的真皮，表情转瞬间变得万分遗憾。可惜了，若是他还活着，那该多好啊！旁边赵生听到这话，满心腹诽，心想要是山龙还活着，咱们爷仨早死囚了。倒是赵玄静没有太关注山龙，他年纪小没听过山龙的赫赫威名，他倒是对那些钻进钻出的灵丘十分感兴趣。他乐颠颠地跑过去，捞起一条胳膊粗的放在手里把玩甩摸，玩得不亦乐乎。七叔，这是什么啊？怎么好像放大的蚯蚓？还有，这里的灵气好浓郁啊，比太巫山强太多了。赵生解释道：“玄静，这是灵丘，算是跟蚯蚓是近亲。灵丘生性温和，没有攻击性，任凭赵玄静如何玩弄，都仿佛没什么感觉，反而与他更加亲近。”赵生见状心里奇怪，暗道莫非是属性相近的缘故。赵玄静是土金木3灵根，主修无量后土诀，一身土形灵力十分精纯。经赵玄静一提醒，赵金剑这才恍然察觉洞窟里的灵气浓度极高，简直媲美2阶灵脉的灵窍之地。他神情狂喜，不禁激动道：“老祖宗保佑，我赵家崛起有望了！太巫山虽好，但最多只能供养出筑基修士，但这处洞窟却足以修仙者一直修炼到金丹境界。更重要的是，这处灵穴是赵家独有，而不像太巫山那样是租来的灵脉，每过100年都要担心被人赶走。这代表了什么？”赵金剑心里万分清楚，这是赵家最后的退路，代表着即便家族衰落，甚至沦落到灭亡边缘，但只要这处灵穴不暴露出去，赵家早晚有重新崛起的一天。直到这时，他才突然弄懂了冲和最近10几年为何屡次做出种种不合常理的举动。冲和，你你是好样的！面对激动到快语无伦次的赵金剑，赵生笑而不语。早在发现山龙洞窟的那天，他就已经决定将这里作为赵氏秘府，并且也当作暗部最核心的秘密基地。而赵玄静就是他费10年时间才选定的本代暗部首领。前些年他做了无数准备工作，便是为了这一天。这时赵金剑突然满脸热切地问道：“冲和，山龙的龙珠是不是还在你手里？”赵生闻言脸色一窘，龙珠他好像忘挖了。3天后，赵金剑抓起一把灵壤，小心地均匀撒进药田里。这些灵壤一半是灵丘的排泄物，还有一半是碾碎了些微山龙遗骸碎片得来的。3天前被赵金剑点醒后，赵生爷仨用灵剑法器开凿山龙遗骸，生了2天时间，在山龙体内凿出一条通道，最终在其腹部找到了一颗1人多高的石球，石球便是龙珠。
只可惜绝大部分已经石化。赵生小心地将龙珠一层层剥离，最终得到一颗头颅大的黄玉珠子。不幸中的大幸，珠子上有氤氲黄光升腾流动，这代表着内部还残存着最后一点山龙精华。轰轰，一阵阵轰鸣爆响从山壁洞穴里传出。片刻后，赵生从里面走来，走到破地边缘，撑开储物袋，将一大堆碎石倒下万丈深渊。1天前，洞穴开始第2轮大规模改造升级，修炼室、休息室、静室、制服室、炼丹室、储藏室等等一大批洞府建筑全部都要开辟出来。赵生算过，要把赵氏秘府开辟成型，大概要1个月时间。不过他打算将开辟洞府的重任托付给赵玄静，而他和赵金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赵生脚下轻点，身形飘然而起，飞到山壁3丈高处的一块凹地上。这块凹地已经被挖进山壁4丈余深，地面碎石被清除得干干净净，露出凹凸不平的黄白色木质截面。仔细一看，便能看到上面竟然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圈状年轮，这赫然是一根直径超过4丈的庞大木桩。四爷！赵生冲赵金剑远远喊了一声。赵金剑听见后，直起身子，拍去手中凌壤碎土，同时回应道：“这就来。”说完，赵金剑纵身飞起，转眼间飞过6丈远距离，落到赵生身旁。冲和，你有把握吗？他关切地问道。赵生摇摇头道：“最多1成把握，但足够赌上一把了。”赵金剑望向这根庞大树桩，又回想洞窟里那些超乎想象的粗壮树根，他沉默了。要是成了，他不敢想象到时会孕育出何等罕见的奇珍异宝。赵生取出1瓶紫霞玉露交给赵金剑，接着取出小周天符盘，只见符盘上灵光耀眼，光晕重重，72张18叠春风化雨符和9张2阶甘霖真符赫然罗布其上。赵生深吸一口气，面色凝重道：“四爷，动手吧。”赵金剑点点头，手上一翻，多了一柄赤红剑。下一秒，就见赤红剑爆出一道赤色剑光，转瞬间没入树桩里。咔嚓一声微响，树桩表面裂出了一道细缝，长径不过3寸。早在1天前，两人就骇然发现这树桩材质有异，简直硬得超乎想象。以赵生炼气7层的修为，手持上等法剑，竟然伤不了他分毫。仅从这一点上，两人便知这根树桩起码可以用来炼制灵气。但可惜，用它来炼制灵气，简直暴殄天物。砰！咔嚓，剑光旋起旋灭，赵金剑一连斩出近100剑，终于将木桩劈出1道1尺余深的裂缝。好了，赵生看到这里，急忙拦住了赵金剑。赵金剑见状后退1步，让开地方，同时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赵生后续动作。赵生走到裂缝前，挥手从灵植袋中取出那节灵桃树枝。昏暗的环境下，灵桃树枝通体闪着翠碧辉光，娇艳欲滴之下，越发显得生机盎然。赵生小心翼翼地将桃枝下端插入裂缝里，然后他连忙又取出1瓶紫霞玉露灌入裂缝中，1瓶倒尽，看见未满，他又倒了半瓶下去，直到裂缝处灵波荡漾，生气涌动，鸣出朵朵氤氲，止不住地升腾出来。赵生才后退1步，两眼紧紧盯着那里，丝毫不放过一点异样。感谢书友苍雷有声疾风无语的1000币打赏，感谢书友一炮而红的100币打赏，白没拜谢了。本章完。第78章神秘灵术复苏。第78章神秘灵术复苏。1个呼吸，2个呼吸，7、8个呼吸过去了，灵桃树枝和木桩似乎安静如初，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之处。看到这里，赵金剑心里一急，忍不住问道：“冲和，是不是失败了？”为了配合这个异想天开的试验，赵家已经付出了不少代价。紫霞玉露不提，便是那3颗掉落的青桃，成熟后1颗就能兑换1-2万灵石。别急，再等一等。赵生这话刚说完，突然地面一阵颤动，隐隐有嗡鸣声从地下传出。这时就见树桩裂缝处的紫霞玉露迅速沉降下去，仿佛那有一张无形大嘴大口吞咽着。成了！赵生惊喜的大喊。然而这时，那翠绿欲滴的灵桃树枝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就像被抽取了大量生机一般。快灌玉露！赵生脸色大变。话音未落，赵金剑右手一引，便见手上玉净瓶中的紫霞玉露瞬间飞出，形成一道水线，精准地落入裂缝中。赵生也一个箭步冲上前，剩余半瓶玉露不顾一切地灌了进去。只是他们2人仍然小觑了一颗沉寂枯死无数年的神秘灵术复苏时对生机灵气有多么大的渴望。短短几个呼吸，足足3瓶紫霞玉露的分量便被其消化殆尽。赵生见状一咬牙，将剩下7瓶紫霞玉露全部取出，并交给赵金剑，而他则表情凝重地托起小周天符盘，随着心念闪动，整整9张18叠春风化雨符瞬间化作飞灰。霎时间，以坡地为中心方圆10里范围内的雾海陡然翻腾开来，一道超级大漩涡随着道道灵光射入雾海中后，4慢10快的成型。2个呼吸后，一个漏洞状仿佛巨型龙卷的大漩涡缓缓降临到赵生头顶，随着他的闪念间，漩涡下方很快生成一朵散发着强烈生气的凌云，继而凌云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滴，富含着充沛生机的雨滴落到木桩上，仿佛落到了沙漠上似的，眨眼间便被吸收进去。看到这一幕后，赵生脸色又变，下一瞬又有9张18叠春风化雨符化为飞灰。接下来第3批、第4批，赵生可能不知道，
也可能知道却顾不上了。随着他大量释放符箓，那道龙卷漩涡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波及到百里之外。这一回弄出的动静着实有些大，一时间不知惊动了多少妖禽凶兽，更甚至某些被波及到的修仙者也被这一异象惊动了，一些选择远远避开，但有胆大不要命的却向这里赶来。行至半途，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巡射过来的妖兽群撞上了，于是一场人妖大战在坡地百里范围内接连爆发。对于坡地外的种种异变，赵生完全顾不上。随着72张春风化雨符释放殆尽，赵金剑手上的紫霞玉露也空了6瓶，若是最后1瓶倒进去还不够的话，他手里只剩下最后9张2阶甘霖符了。但说实话，赵生曾试验过，甘霖符的效果比18叠春风化雨符强不了多少。继续道，赵生咬紧牙关，果断地下命令。到赵金剑面色凝重地点点头，随即将最后1瓶玉录到镜裂缝里。赵生正要发动最后一波符箓，忽然间他眼中爆出惊人异彩，脸上露出万分惊喜之色，因为这时木桩终于有了第2种反应。只见那处裂缝突然一阵蠕动，转眼间愈合了，而那灵桃树枝终于跟木桩长到了一起。而这时木桩年轮上渐渐生出一圈圈淡淡白光，灵桃树枝的枝叶也浮现出一层光晕，显得无比神异。活了！冲河，他终于活了！赵金剑兴奋地猛地跳起来，神情十分激动。这些年了那么大代价，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赵生忍住激动，运转灵力，继续维持凌云现状。慢慢的，灵雨越下越大，木桩不再也不如那般饥不择食，那些富含生机的水滴滚落到灵桃树下，最后形成一片小小的水洼。这时候赵玄静忽然慌慌张张地跑出洞穴，仰头冲2人大喊：七叔，四祖爷，洞窟里那些树根活了。知道了。赵生大半心思放在灵桃树上，浑不在意的点点头。神秘灵树复苏总会产生某些异象，这一点不稀奇。赵玄静闻言挠后脑勺，郁闷道：可是洞窟里的灵气刚刚被吸走了大半，灵气浓度大衰。什么？赵生眉头一皱，不好，有妖兽闯进幻阵里了。这时赵金剑突然脸色一变，赤红剑蓦然急射而出，没入外层云雾里。下一秒，赤红剑上带着猩红鲜血倒飞而回，悬于赵金剑头顶。冲河，快停止施法，晚了就来不及了。赵生闻言心头一震，立即挥手放出7、8道灵力，很快搅散了头顶上的凌云。那道龙卷漩涡一时间没了灵力支撑，也很快平复消散下去。四爷，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流云幻阵能否支撑得住？赵金剑的神识早就扩至最大范围，几10丈内的动静尽在掌握中。他脸色阴沉道：阵法还能支撑，3阶以下的妖兽只要不蒙头乱闯，就窥不破幻象虚实。但如今在坡地周围游荡的妖兽很多，万一引来一头大家伙，那就不妙了。赵生知道所谓的大家伙是指金丹级数的强大妖兽，金丹级妖兽已经生出类似神石那样的妖石，区2阶流云幻阵生成的幻象很难迷惑他们。先躲进洞穴里头，剩下的交给老天爷吧。赵生知道这次他有些行险，但所谓富贵险中求，修仙路上艰难险阻无数，若是连这点险都不敢冒，那就不用修仙了。随即3人神情各异地走进洞穴中，赵生2人主动退后，而赵金剑侧身洞穴边缘，赤红剑灵光湛然，严阵以待。1刻钟后，赵金剑出剑3次，引走2头妖兽。3刻钟，出剑2次，杀死1头1阶岩蟹。1个时辰后，周围妖兽慢慢散去，坡地虽有小样，但大体无损。1个月后，赵金剑带着满满一储物、带灵壤和3株精挑细选的灵药，欣喜地从坡地离去。时光如水，2年时间转瞬即逝。坡地灵桃树下，赵生盘膝坐于木桩截面上，闭目运功修炼。此时他周身云雾笼罩，弥散不去。在他身后，那株灵桃树已经长到了2丈余高，通体灵光焕然，胳膊粗的枝干表面遍布细密灵纹，桃叶如碧玉，散发着点点白光。2年来，随着神秘灵桃树逐渐复苏生长，已经带给了赵生不小的惊喜。1年前，洞窟灵气浓度慢慢恢复正常，而就在那时，赵生突然发现这棵嫁接后的灵桃树竟然天生能聚拢木形和水形灵气。一开始只是灵气浓度有些许提升，但到了最近，赵生却欣喜地发现，在灵桃树3丈范围内，灵气浓度已经丝毫不逊于1阶灵脉。尤其是灵桃树主要吸收木形灵气，剩下大半水形灵气反倒便宜了赵生。再加上撒云袍也具有部分聚灵阵的作用，两者一叠加，赵生修为提升速度居然比太巫山还要快上几分。1个时辰后，赵生缓缓收工，而赵玄静仿佛掐着点似的来到灵桃树下。赵生睁开眼睛，看着赵玄静，问道：课业做完了吗？赵玄静愁眉苦脸，小声道：还没，我又失败了。赵生闻言皱了皱眉头，训斥道：3个月，光符纸就浪费了上百张，你连1张都没成功，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七叔，那岩浆符太难化了，还不如不学算了。赵玄静难得抗拒道：不学画符，你能干什么？炼气你不行，炼丹这种精细活就更不必说了，难道最后学那些灵匠专干开府造房的苦活？赵玄静眼前一亮，连连点头道：七叔，我最喜欢开辟洞府了，咱家这处秘府都是我开辟出来的，另外建房子也行啊，
我觉得当灵将也不错。赵生猛地跳起来，一巴掌拍在他腰眼上，呵斥道：“不错个屁！老子费了这么多心血，是为了让你筑基，不是让你当工匠的。再说那些灵将有几个能筑基的？”赵玄镜皮糙肉厚，一巴掌打在他身上，根本没感觉。他才18岁，身高竟然接近1丈，魁梧铁塔般的巨大身躯，看上去如同巨人。赵生站在他身旁，矮得像一个小孩。很难说这是天生体质的问题，还是修炼了无量后土诀的缘故。其实到了这会儿，赵生自己也快放弃了。赵玄镜除了修炼速度尚可，还会挤手土、行法术之外，其他都一塌糊涂。说他笨是算是夸他了，简直是榆木脑袋。算了，既然你学不会，以后就不用画符。藏经阁里有2门炼体术，其中一门是玄黄战体残篇，你学那个好了，省得浪费了你这天赋异禀的身体。七叔，其实我已经学过了。赵玄镜说完，身体暴涨3分，裸露在外的皮肤瞬间多了一层灰白眼甲，体表爆出一层黄色光晕，衬得他犹如巨灵神一般。好小子，你都学会瞒着我了。赵生见状笑骂道：“我不是怕你骂吗？”赵玄镜摸摸脑袋，不好意思道：“骂你是轻的，既然你学炼体术这么快，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也少让我生几回气？”七叔，玄镜知错了。你没错，是我错了。赵生拍拍赵玄镜的胳膊，最后感叹道。从此之后，赵生除了关注赵玄镜的修炼之外，不再随便干涉他的其他行为。对于七叔的放手，赵玄镜差点没了疯了。于是坡地又开始了第3轮大规模的洞府改建。一天天过去，大量新石室、石桌、石凳，甚至石人、石雕被赵玄镜开辟和塑造出来。弄到最后，赵生看着数以百计的空寂石室，神情异常无奈。又过了1个月，坡地外围幻阵突然一阵波动，接着2道人影从外面闯进坡地里。灵树下，赵生陡然睁开眼睛，向下望去，脸上瞬间露出了欣喜笑容。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赵金剑和赵科汝。赵生飘然落到2人面前，看着变年轻许多的赵科汝，兴奋地问道：“汝叔，你晋升筑基了？”赵科汝忍不住笑着点头道：“是啊，多亏了你那株赤火枝，太好了，这样家族就有2位筑基修士，终于不用担心衰落的风险了。”赵生话刚说完，洞口那边忽然传来赵玄镜惊讶的呼喊：“爹，你怎么来了？兔崽子，看你老子来了，你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啊。”赵玄镜赶忙跑过来，尽力弯下腰，讨好的看着自己亲爹。赵科汝拍拍他的脑袋，感叹道：“2年多不见，你小子居然长这么高了。”“爹，我已经炼气4层了。”赵玄镜略显炫耀道。“呵呵，炼气4层算个球，你爹我已经筑基了。”赵科汝笑骂道。“真的？”赵玄镜一听这话，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1天后，坡地要填。哎，这是谁种的？地支怎么能跟苍生草种一块呢？不知道2者相生相克吗？哎，赤火之种的这么密集，简直是外行。验龙果洗水，你看都粘成什么样了？也就是这里灵地特殊，否则大半灵药早就枯死了。赵生坐于灵桃树下假装修炼，他听着下面赵科汝的一声连一声的唠叨，脸皮微红。当年他对药理一无所知，那些灵药都是随意栽下的。这些年见灵药长势不错，他也没用心管理。不过这不算什么大错，小小疏漏而已。有了专业的炼丹师兼药师，不仅坡地灵药园被规划一新，就连山龙洞窟也被赵科汝当成了一座药园，种上了地支、幽灵菇、长生蒲、六玄珠等喜阴不喜阳的灵药。10天之后，赵生见到赵科汝完全乐在其中，于是放心地跟随赵金剑离开秘府，返回太巫山。2年多没回家，赵生听说修仙学堂的小辈们闹得有些不像话，学习风气一天不如一天。他这次回去必须尽快杀下这阵歪风邪气，不然一旦形成风气，再去纠正就晚了。7天后，当赵生再次走上讲台时，下面16位玄字辈惊得目瞪口呆，身体顿时僵在当场，仿佛石化一般。上课。进室里，赵生突然一声闷哼，脸色瞬间苍白。他强忍精神被斩裂的痛楚，将斩神珠从眉心上拿下来，看着眼前玉珠里隐现的人影，赵生神情略显郁闷。哎，岳清寒啊，岳清寒，你送我一个用不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赵生忍不住哀叹一声，随手将斩神珠送回储物袋中。30年多前，天柱山一遇，他从岳清寒手里获赠斩神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每次神意探入玉珠内部，迎面都是一道剑光劈来，无论他怎么躲闪，即便用上了子弹时间，但仍旧躲不过。转瞬间，神意便被一剑斩断，接着便头痛欲裂，精神大损的退出玉珠，以至于这些年来他剑法上没多大长进，倒是神意强度增强甚多，这也变相提升了他画符制路的水平。缓了一口气后，赵生取出一瓶骸神丹，倒出一颗送入嘴里咽下。很快，他脑海里一片清凉，剧烈的头痛立即减弱了许多。骸神丹是记载在穷神真人炼丹心得上的一种2阶灵丹。赵科汝晋升筑基后，炼丹水平突飞猛进，于秘府闭关的第3年，成功炼出1炉。赵生得知后如获至宝，这些年他神意被斩无数次，却很快恢复如初，全得益于骸神丹。精神大为好转后，赵生唤出百事书，翻到第4页，数据面板随之浮现心间，姓名赵冲和，
赵生，寿元6297，境界炼气9层，职业准2阶符师，10分之7，体质4灵根，黄级，初级自愈，凡级，天赋灵秀，黄级，子弹时间，黄级，磐石之手，凡级，技能功法玄灵功，炉火纯青，叠符术，小成18叠，法术千丝剑雨，大成折光术，炉火纯青，水龙吟，小成水雷法，小成燃水术，入门制符隐身符，出神入化，流云剑符，出神入化，敛神符，2阶，大成甘霖符，2阶，小成幻影遁符，大成幻真符，2阶，炉火纯青，武功云龙9变。看着面板上的数据，赵生心里感叹时光飞逝之余，对自己的修炼进度感觉还算满意尚可，毕竟只是4灵根罢了，即便丹药灵石都不缺，但炼化吸收上限摆在那里，他想快都快不起来。刚过甲子兽，算起来有3次冲击筑基的机会，足够了。想到这里，赵生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收起百事书后起身走出了静室。刚出静室，他忽然眉头皱起，脸色一沉，扭头看向角落，严厉道：玄安，你藏什么藏？快给我滚过来！哎呀，七叔，我就知道瞒不过您老人家。赵玄安被叫破行迹后，赶紧从角落里转出，一溜小跑到赵生身旁。阿谀奉承道。此时赵玄安已年过30，已然从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进化成风度翩翩成熟俊朗的男神，看上去仍然十分年轻，最多20几岁的模样。赵生见对方还是那副浪荡不羁的模样，不由气不打一处来，训斥道：你瞧瞧你都30多了，心性怎么还不成熟？你躲到我这里，是不是又遇到麻烦了？赵玄安闻言连连点头，竖起大拇指夸赞道：七叔，您是这个。今天我娘又催我赶紧成亲，你也知道我的性子，这不，我暂时到您这里避避风头。赵生眉头紧锁，断然道：不对，若是仅仅这样，你绝不敢凑到我跟前。说吧，又有哪位你交好的女性道友找到太巫山来了？赵生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赵玄安前科累累。这小子从16岁情窦初开之后，风流性子很快暴露无遗，也不知道他遗传的是谁。天生一张伶牙俐齿，长得俊不说，又懂得伏低做小。从18岁从修仙学堂毕业后，赵玄安便撒开了欢，10几年来惹下无数风流债，更闯出了桃源君的名号。有时候赵生偶尔在想，是不是太巫山上桃树太多了，使得赵玄安命犯桃。现在看是桃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演变成桃劫。赵生这样想着，便听赵玄安郁闷道：七叔，你得帮帮我啊，我可是你唯一的亲传弟子，我娘这边催得紧，偏偏小凤如今又找上门来，我都逼得没办法了。赵玄安的话没错，整个赵氏能传承赵生符到衣钵的，如今只有他一个。这些年来，赵氏玄自辈族人增长到23人，其中4人的符道天赋尚可。然而赵生传下叠符术后这么多年，却仅有赵玄安一人修炼成功。仅从这点看，赵生必然十分看重赵玄安。但让赵生不能容忍的是，赵玄安居然……赵生劈手给了赵玄安一个暴力，怒喝道：小凤又是哪家的小姐？以前的小兰小还没解决呢，你又惹上风流债，你是不是要气死你娘呀？赵玄安摸着脑壳委屈道：七叔，我跟小兰他们都是真爱，而且我是风流不错，但不下流呀。但这次的小凤不一样，她是死缠烂打的，我记得明明没招惹她啊。不等赵生再骂，赵玄安又哭丧着脸道：这次我惨了，那个小凤可是药仙葛家的嫡小姐，听说她爷爷是一位金丹真人。赵生听完心里一震，马上追问：快说，你是怎么惹上她的？你这分明是给太巫山招灾惹祸啊！丹圣葛家在南疆鼎鼎有名，他不是一般的修仙家族，而是跟丹佛刘家、药仙孙家等齐名的丹鼎7大世家之一。家族虽说没有元婴老祖坐镇，但仅金丹真人便超过5位。赵家与其相比，简直是土鸡瓦狗。赵玄安回想了一下，委屈道：2个月幽兰小猪聚会时，我好像给他画过一张写真符，但其他妹妹也有啊，又不光他一个人。赵玄安最后特意强调了一句。赵生一听这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写真符顾名思义是一种能幻化出人物并进一步美化其形象的符箓，它是赵生在8年前结合厉老头的春宫符和秘符经上的2阶幻真符，成功推演出的一种新型1阶符箓。当年为了教授幻真符，他顺手把写真符交给了赵玄安，谁知道他竟然用来勾女，呸，这个不成器的小子。但赵生很快冷静下来，这次不同于以往，一个应对不好，恐怕真能给赵家惹来大祸。实在不行，赵生瞅了瞅赵玄安，心里暗暗发狠，快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又如何交往的？不要有任何隐瞒。赵玄安回忆道：小凤名为个凤儿，半年前我去九鼎房试，5个月后太巫山上张灯结彩，从清晨起，一波波修仙家族或宗派的使者流水似的赶来这里，恭贺赵氏又有一对新人喜结连理。赵氏筑基老祖赵金剑更是亲自出马，站于太巫山脚下，迎接一位位筑基同道到来。而在他旁边同迎的却是葛家的一位筑基大员满族人。这一日，随着葛家一位金丹真人亲临，太巫山的喜庆氛围瞬间达到了高潮。从此之后，太巫山方圆千里内的所有修仙势力
都知道了赵家攀上了丹圣葛家的高枝。同年，赵金剑卸下家主之位，由赵玄安顺利接任。2年后，赵生晋升炼气大圆满。而在这一年，赵玄安多了一子，取名赵通仙。天柱山，赵氏秘府。当赵生再次踏入坡地之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3丈余高、枝繁叶茂的灵桃古树。它通体灵光烁烁，玉叶蔽之，周围云雾缭绕，一眼看去便知此树神异非凡，好似传说中的灵界仙树。赵科儒正在药田里忙碌，抬头看见赵生，便打趣道：“中和，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来秘府了？”赵生走到药田边上，笑道：“我来给你送一样宝贝，保准你喜欢。”“什么宝贝？赶紧拿来！”赵科儒眼前一亮，马上催促道。他知道赵冲和这人眼界极高，能让他称之为宝贝的一定不简单。赵生微微一笑，手腕一翻，掌心上顿时多了一尊3足6耳，表面遍布灵纹的赤金小鼎，灵气丹鼎。赵科儒一声惊呼，目光定在丹鼎上，再也放不开了。他几步冲出药田，一把抢过灵气丹鼎，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此鼎名为九犀，是一件中品灵器，鼎内蕴含9缕西风，能洗炼丹药杂质，提升灵丹品阶。赵生含笑介绍道：“这尊九犀灵鼎是葛凤儿陪嫁的嫁妆之一，因为赵家的2阶炼丹师只有赵科儒一人，所以赵生这次来秘府筑基，顺便也把他带来了。你稍等，我先炼上一炉再说。”赵科儒说完，扭头边走，浑然将赵生忘在一边。赵生摇摇头笑了笑，心里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赵科儒是单吃，有这样的举动正常的。仅过了片刻，赵玄静突然跑出洞穴，见到赵生便高兴道：“七叔，你可算来了。咦，你这么着急，莫非在洞天城有相好的了？”赵生见状打趣道。赵玄静当场闹了一个大红脸，强辩道：“七叔，你冤枉人，我只是见到你高兴罢了。”呵呵。赵生笑而不语。与风流成性的赵玄安相比，赵玄静纯粹是一个纯情男孩。可怜他都30多了，但因为常年驻守秘府，到现在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见赵玄静越发窘迫，赵生收起笑意，嘱咐道：“玄静，你在洞天城要留多几个心眼，你这人太憨直，当心被人骗了。”说着，赵生将隐身符、敛神符、幻影遁符等一堆符箓塞到赵玄静手里，同时拍拍他的胳膊道：“去吧，别忘了1个月后及时回来。”赵玄静点点头。突然他仿佛刚想起了什么，连忙道：“七叔，那颗龙珠能给我吗？小金他快蜕变了，我想有龙珠相助，他能蜕变得更快一些。”赵生闻言一愣，立即摇头拒绝道：“不行，那颗龙珠我另有大用。”哦，赵玄静有些失望。他口中的小金是一条7丈余长的金环灵丘，算是灵丘群中潜力最大的一条。若是这次蜕变成功，他的体长就能超过10丈极限，成功进阶2阶灵虫。若是能连续蜕变下去，等到小金体长超过100丈时，一条出生的山龙就从此应运而生。当赵玄静面带失望地离开秘府后，赵生飘然飞到灵桃树下，盘膝而坐，感应着周围浓郁精粹的水灵气。赵生满意的点点头，随即闭上双眼，运转玄灵功，开始一点点炼化周围灵气。1个月后，当赵玄静回返秘府的那一天，赵生终于达到了自身极限，灵力修为已然进无可进。这一天，他将储物袋交给赵科儒和赵玄静父子，又交代完所有事情，最后盘膝坐于灵桃树下，开始闭目凝神。赵生没有立即突破，而是不断回想着筑基3大步骤。根据前人记载，炼气进阶筑基有气、体、神3个步骤。第一步是灵力质变液化，第2步是灵力洗身寿元大增，最后一步是破子府凝神石。3步皆成，才算是筑基成功。其中破子府是最是凶险的一步，10个筑基有9个倒在这一步。万一失败，在灵力冲击下，修仙者轻则精神大损，重则神智失常，沦为白痴。赵生闭合的双眼豁然睁开，眼里倒映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他不怕死，失败了大不了下一世再来。取出筑基丹，赵生毫不犹豫地吞下肚去。轰的一声，他丹田气海里仿佛有一座火山爆发，霎时间，一股股无比精纯的灵气蜂拥涌入丹田气海，并不断融入灵力漩涡。本已胀大到极限的灵力漩涡瞬间透出体外，不仅再次膨胀大半，转速更是提升1倍不止。赵生不禁一声闷哼，但他远比普通修仙者强大的精神力，立即控制住了即将失控的灵力漩涡，开始全力炼化外来灵气。也不知旋转了多少圈，渐渐的，云雾状灵力漩涡下方终于凝出一滴透明灵液。当第1滴液化灵力出现后，灵力质变不可逆转的开始了。转眼间，第2滴、第3滴，无数滴液态灵力迅速凝聚成型。到了这一步，气态灵力漩涡轰然崩塌。短短几个呼吸之后，丹田深处一个缩小了无数倍的玲珑灵液漩涡陡然成型。当灵力质变完成后，赵生默默的一遍又一遍的运转玄灵功，随着液态灵力一次次流变，四肢百骸，奇经八脉。他能清晰的感觉到，在灵力的不断浸润下，细胞在壮大，经脉骨骼在增强，血液骨髓越发鲜红。赵生知道这是在伐毛洗髓，脱胎换骨。1天、2天、3天，时间一点点流逝，赵生体表慢慢浮出一层厚厚的黑黄色的血污，那是他体内深处的杂质以及曾经积郁的组织暗伤。修仙者修炼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长生不老，
而在修炼过程中，身体素质会自然而然地不断提升。到了筑基境，则是第一次质变，退掉凡人之躯，进化到生命的更高层次，就好像一块顽石在打磨炼制之下，一步步变成美玉，排除体内的杂质，就相当于在锤炼自我，加速成玉的过程。这样的变化很细微，但效果却明显无比。也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冥冥中赵生忽然感觉脑清目明，思维转动如电光般快捷无比。这时候他忽然有了一种明悟，筑基第2步达成了。赵生不悲不喜，心神提升到极致，默默调动丹田里的灵力，一缕液态灵力开始沿着12重楼经脉逆流而上。在神意的引导下，这缕灵力很快触及子府屏障。而就在这一刻，赵生心头灵光乍现，一道剑光蓦然浮现心头，那曾经无数次被斩的经历，在这瞬间全部凝聚为一道璀璨剑光。剑光如电，轻易便将子府劈开。霎时间，黑暗沉寂的子府仿佛成了一方初生的世界。剑光破入黑暗，点亮了亘古第一缕神光。神光就像一粒种子，随着更多灵力涌入子府，它在发芽，在茁壮成长，随后便不由自主地突破子府，向外剧烈扩张。下一瞬间，赵生忽然看到了周围14丈内的所有事物，大到远远注视这里的赵玄静父子，小到空气中的水汽颗粒，只如掌上观纹，纤毫毕现。子府开神实现，筑基第3步圆满成功。赵生一点点将灵力收摄回丹田，神识随之收敛。与此同时，他身周突然凭空凝聚出一团团水云，化作一条瀑布飞流直下，不断冲刷他的身体。继而携带大量血污的水瀑又蜿蜒转化为一条水桶粗5、6丈长的水龙。水龙轻摆龙尾，龙头昂起，即飞出坡地后轰然爆开，最后坠下万丈深渊。这个时候，赵生猛地睁开双眼，眼中神光爆射出1寸有余，转瞬间泯灭无踪。原来如此，哈哈！赵生神情狂喜，猛地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转生4世，他终于晋升筑基。这时候，赵科汝满脸笑容的快步走上前，称赞道：“中和，恭喜晋升筑基。七叔，您太厉害了，一次就成功了。”赵玄静也凑过来，忍不住惊叹不已。啪！赵科汝闻言一巴掌拍在他大腿上，呵斥道：“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不会说话就别说。”赵生收敛笑容，看着两父子，劝道：“汝叔不必着闹，既然性子历来如此，不用太过苛责。”赵玄静连忙道：“七叔说的对，我一向嘴笨，爹你不用总是打我吧。再说我都30多岁的人了，你岁数再大也是我儿子，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赵科汝振振有词的一说完，啪，又给了儿子一掌。爹，你说的对。赵玄静老实道，他一身钢筋铁骨，这点力道犹如春风拂面，丝毫感觉不到痛楚。旁边赵生看着父子俩别具一格的相处方式，不禁忍俊不禁，含笑不语。筑基之后，修仙者实力会有一个飞速成长期，赵生也不例外。稍稍放松了1天后，他立即重新进入闭关修炼状态。刚运转玄灵功，赵生丹田气海仿佛成了一个无所不视的黑洞，灵桃树下弥漫的云雾灵气被其极快的吸扯进去。若有外人在此，可以看见一个云雾状的龙卷漩涡很快在赵生头顶生成，漩涡末端直指其丹田气海。而这时，灵桃树的枝叶忽然无风自动，来回晃动之时，叶间洒下无数点点神秘光点。霎时间，坡地上很快风起云涌，雾海里有更多的水灵气全被吸引而来。一晃2年过去了，灵桃树下，赵生盘膝闭目，神识探入丹田，只见气海深处已经积蓄起一层浅浅的水洼，水液中不断升腾出袅袅水汽，水汽带着大片雾状灵力，继而被漩涡吸入，又化作滴滴灵雨，重新汇入水洼里。赵生满意的睁开双眼，经过2年苦修，他不仅稳过了筑基境界，修为也提升至1层中期，再有个7、8年，很可能突破筑基2层。修仙者晋升筑基之后，修为提升越发艰难，有时10年8年都提高不了1层境界都很平常，更多的是当到了某个境界后，修为很可能永远止步不前。造成这个的原因有很多，走火入魔、功法缺陷、经脉肉身受损、沉沦享乐、年龄太大等等。幸好赵生主修的玄灵功中正平和，虽精进缓慢，但如果持之以恒的修炼下去，能顺利修炼到筑基大圆满之境。赵生觉得以自己的劣等资质，今世恐怕连修到筑基后期都难，几乎不用考虑筑基圆满后结金丹的事情。收功起身，赵生手掐指诀，随即面前空气里一道胳膊粗的微型水龙，鳞爪分明，活灵活现的浮现出来。仔细分辨，可以看到这头水龙竟然跟几10年前的那头云蛟几乎一模一样。因为记忆太过深刻，赵生修成水龙引法术后，下意识地将云蛟复刻了出来。去！一声低喝后，水龙即飞到灵桃树下，灵活修长的龙躯绕着树干急速飞旋。与此同时，大片云雾在其身下迅速涌现，这些富含灵气的云雾不断滋润着灵桃树，使其枝叶越发翠碧而有灵性。见此情形，赵生满意的点点头。自从筑基后，他每日3次的施展不同水法，浇灌灵桃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修炼法术，提升施法速度与法术威力；二是为加快灵桃树的成长。3天后，赵生正在灵桃树下修炼。就在这时，一阵滋滋仿佛东西被腐蚀的声音突然从上方传来。赵生陡然睁开眼睛，
仰头望去，只见在坡地上空5丈余高的云雾里，有一块脸盆大区域竟然被浸染成血色。看到这一幕，赵生脸上闪过一丝亚色，因为他十分清楚，那5丈高的云雾正是流云幻阵的边缘。也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居然能无声无息地穿过流云幻阵，眼看就要腐蚀进坡的来了。赵生一拍地面，身体陡然飘出凹地，空中身躯轻松伸展开，两脚落到下方坡地上。啪！只听一声轻响，一团血雾突然从云雾上掉落下来，跌到距离赵生不远的地面上。这时赵生瞳孔一缩，看见那团血雾竟如活物一般不停起伏扭动，而且表面不时凸现出一个个蜈蚣、蜥蜴、蛇等不同生物，甚至还有人的头脸来。赵生看得心里一阵恶心，忍不住骂道：“这是什么鬼玩意？”话音未落，那血雾仿佛感应到了赵生的人气，陡然拉成一根细长如蛇般的诡异生物，急扑向赵生这边。雷来！赵生低喝着，右手一翻，一颗电光灼灼的水球瞬间浮现于掌心，并且急速膨胀到头颅大小。去！滋滋电光中，水雷脱手而出，急飞出2丈后，与那诡异血污迎头撞上。轰！一声巨大雷鸣轰然炸响，刹那间电光四溅，一声凄厉的惨叫骤然传来。很快，一股股恶臭伴随倒卷回来的罡风不断涌入赵生鼻端。赵生本能捂住口鼻的时候，神情忽然浮现一丝震惊，因为受到一击水雷重击，那团血污居然还没死，只是体积缩水了大半。他跌落地面后，迅速退下焦了的大半躯体，剩下拳头的残躯化作一条血蜈蚣，躬身猛地一弹，离地而起，急射向赵生头脸。哼！赵生冷哼一声，右手五指大张，向前一挥，转眼间就见厚厚一层水幕生出，蓦然挡在他身前。血雾砰地撞入水幕里，赵生心念一动，水幕迅速凝成一颗半个人高的大水球，将那团血雾死困在中间。血雾眨眼间幻化出百种生灵形象，但都无法突破水球屏障。看着水球中不断挣扎幻化的血雾，赵生心里很好奇，他很想知道这团血雾是一种奇异生灵呢，还是某种邪魔外道的产物。赵生运转灵力，一点点切割血雾，1分2， 2分4， 4分8。等到切割到只剩下发丝粗细之时，残存的血污竟然同时失去了活力，崩塌未点点污血。即便这样，赵生仍然对其极度顽强的奇异生命力十分震撼。赵生绞尽脑汁，也没想起修仙界是否有过这等诡异事物，它到底是什么呢？赵生心里暗暗想到。坡地如今只有他一人，赵科汝父子2个月前返回太巫山了，弄得他想找个人商量都没有。赵生将地上的污血铲起，盛入一个玉盒里，打算下山去洞天城打探消息。他自己不知道，并不代表其他人也不知道这鬼玩意的来历。滋滋！赵生猛地抬头，脸色顿变。此时只见上空云雾中竟然又出现了3片血色，面积小的直径不足半尺，大的却超过1丈方圆。1刻钟后，赵生面色凝重地将一小团血污收入法器玉净瓶里，并用封印符箓封死瓶口和瓶身。接着，赵生运起灵力灌入撒云袍中，转瞬间大片云雾迅速从撒云袍上涌出，很快将赵生团团围住，最后淹没其身形。下一刻，这团云雾飘然升入上空云雾里，很快消失无踪。一出流云幻阵，赵生现身于雾海之中，他贴在山壁上，身体隐藏于云雾里。赵生神情警惕地观察四周，同时神识扩张到极限，时刻留心着周围任何动静。然而1刻钟过去了，占据大半视野的浓郁雾气仍然沉寂如初，除了周围偶尔传来的吼声嘶鸣，赵生没听到也没看到一点异样。此外，赵生能闻到空气里弥散着泥土腥气、苦涩草味，却没闻到一丝血腥，仿佛刚刚侵入坡地的血污没出现过一般。赵生心里很是纳闷，他望了望上空，只见山壁上凹凸坑洼，遍布土石与苔藓。他想了想，心念转动，一张脸神符闪现指尖，继而化成飞灰。赵生全身气息顿时收敛如土石，接着他身周云雾缓缓升腾而起，沿着山壁一点点向上方云海飞去。1个时辰后，天柱山第2重云海之上，23里高度之处，赵生小心翼翼地躲在一处突出崖外的岩石下面，神识探向上方。此时，在他上方6、7丈远的悬崖上，躺着一具胸腹溃烂大半、污血不断溢出的尸体，尸体旁的土石上倒插着一柄古铜飞剑，而在这具尸体附近，又有更多残破的尸体，或挂在或趴在周围的山石、树杈、石缝里。可这些尸体不足以让赵生如此谨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尸体里流出的污血竟然犹如活物般在尸体里钻进钻出，就跟赵生在坡地上见到的血污几乎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血污表面顶着一张面无表情的人脸，稍稍分辨就能认出这一张人脸和那些尸体的面孔一模一样。默默观察了一会儿后，赵生惊异地发现，那些尸体居然被血污一点点溶解吞噬。尸体被吞噬殆尽后，血污不仅体积有了极大的增长，而且主动融合成一团。这时候，他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似的，很快如变成一大片血毯，沿着山壁迅速向上方攀爬离去，转眼间超出了神识探查范围。赵生见此情形，稍微犹豫了一下，最终好奇心占据了上风，给自己释放了2张隐身符和脸神符后，赵生托起小周天符盘，马上追踪而去。片刻后，赵生心里越来越忐忑，
因为他发现网上追踪的一段路程后，周围一片死寂，毫无生命存在的迹象，这十分不正常。因为天柱山阴面生灵众多，若不是出了某种大变故，绝对不会如此。片刻后，赵生神识里忽然偶尔出现其他血雾的身影。从行动轨迹上看，这些血雾好像是涌向同一个地方。随着高度更往上，赵生神识范围内血雾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到了这个时候，赵生心里已经开始有了退意。当追踪到30里高度时，赵生脚步一顿，突然停了下来。他脸上表情变幻不停，心里瞬间生出某种不祥的预感，不能再往前了。看着眼前犹如遮天云墙般的云海天罡，赵生犹豫再三，最终放弃继续追踪下去。天柱山3重云海之上的广袤区域是筑基修士的主要活动范围，偶尔也有金丹出现。赵生虽已晋升筑基，但面对如此诡异的血雾，他终究没拿性命去冒险。不是他不敢，而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尚未做成。赵生转身驾驭云气，迅速向山下击落下去。然而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当其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那，一张巨大的面孔突兀地浮现于云墙之上，没有鼻子耳朵眉毛，只能看到一双冷漠无比的血色眼眸，以及暗红色内部仿佛有岩浆涌动的血口，整整覆盖了几十里云海，恍若无情的神邸一般俯瞰着下方雾海，还有那渺小如尘的人影。2天后，洞天城万宝阁3层一间雅室里，赵生与一位面容和气、身着素色丝袍的中年人分列而坐。此时，在两人面前的桌面上，林林总总摆放着7、8样灵光闪闪的刀、剑、帕、牌等中上品法器。赵生端着一碗灵茶细细的品着，中年人则一样样的拿起法器仔细鉴定着。片刻后，中年人放下最后一件法器紫金牌，含笑道：“让赵前辈久等了。这些法器品相上好，内部静置无损，我万宝阁全收了。不知贵阁能出多少灵石？”赵生放下茶盏问道。中年人立即说道：“总共8000灵石，打包如何？”“好，就依这个价格。”赵生爽快地答应下来。这些法器只是他上次意外收获的一小部分，能卖这么多灵石已经出乎了他的预想。中年人闻言略感意外，本以为对方会讨价还价一番，哪知赵前辈稍等，再下去便回。慢着！赵生叫住了他。赵前辈，您有何吩咐？中年人转过身来问道。赵生道：“我需要一套2阶防御法阵，贵阁现在可有存货？”中年人闻言笑道：“我万宝阁背靠百炼宗，2阶法阵自然不缺。您请稍等，再下取几套回来给前辈过目。”片刻后，中年人拿着2个储物袋返回雅间。前辈请看，我这里有3套2阶防御法阵。这第1套是乙木大阵，此阵能生出无数铁木，只要乙木之气不散，便能无数次恢复，最是顽强不过。赵生对此不置可否。中年人见状，又倒出几十块金色阵基，介绍道：“这是历经阵法，擅长以攻为守，一旦受到外来攻击，便会生出无数利金剑，反杀来敌。下一个，此为2阶10强阵，能生出100到10强，强体硬比金铁，若能结合土形灵脉，此阵防御强度至少翻倍。”赵生闻言眼前一亮，马上追问道：“这阵要多少灵石？”中年人见状笑眯眯道：“一点不贵，只要1万灵石。”赵生跟他讨价还价一番，最终以9400灵石拿下。出了万宝阁，赵生换上一身服袍，走过2个房室，来到宝福房。院子还是那个院子，但主人已经换了一茬。守在门口的美貌女士看到赵生到来，连忙笑容满面道：“赵前辈万安，您来得可巧，这次的聚会才刚刚开始。”赵生冲他点点头后，走进了院子里。洞天城散修无数，盛行各种圈层交流，符道同好会便是一群符师聚会交流的圈子。这20几年来，赵生每回来到洞天城，都会来这里看看。一方面是为交流画符经验，另一方面也为收集各种独特稀奇的符箓。毕竟符箓一道博大精深，闭门造车是万万不可取的。聚会大厅的摆设跟几10年前差不多，但主持者已经换做了一位2阶符师。原先的主人魏老早已在13年前作画了。这些年，赵生在符修同好会算是一个名人，不仅出手大方，而且手里的符箓种类繁多，许多手头拮据的符师往往会主动跟他交易。赵生和一众熟人聊了一会儿后，熟练地走进大厅旁的雅室里，等待寻求交易的符师上门。没多等一会儿，大门便被敲响。“请进！”赵生朗声道。话音刚落，一个身材瘦削、长脸浓眉的小老头舔着脸开门溜了进来，同时谄笑道：“赵前辈，叨扰了。”赵生看见来人，眉头不经意地挑了挑，但还是含笑道：“原来是魏道友，请坐。”来人名叫魏有权，炼气6层修仙者。当年魏老死后，这货自称和魏老有亲戚关系，打着告丧吊唁的名头，突然闯入魏家，事后却霸占了魏家的产业。也亏他机灵，及时找了靠山，献出大半家产，这才勉强保下剩下的小半。魏有权为人奸猾，不学无术，这些年魏家的产业早被他败得七七八八。近几年来，赵生从他手里淘换到不少罕见符箓，1阶符箓最多，连2阶真符都有3、4种。尽管是老主顾了，但赵生仍然不待见对方。魏有权走到近前，麻利地坐了下来。赵生问道：“魏道友，今日来可是有新符箓要出手，还是按老规矩？”魏有权谄笑的连连点头道：“按老规矩换灵石就好，反正我也不会画符。”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血红色、
巴掌大的纸符递到赵生身前，同时递过来的还有一张写满字迹的纸张。赵生闻着符箓上浓郁的血腥味，目光一凝，并没接手，而是肃声问道：“这是什么符箓？魔道还是邪道？”魏有权闻言一愣，赶紧答道：“赵前辈，不要误会，此符名为炼血符，有凝练精血的作用，并不是后患无穷的邪魔道符箓，您一看便知。”说着，他将写着炼制方法的纸张又往前送了送。赵生想了想，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上面仅写有一半炼制方法，但并不古怪，反而中规中矩的带有明显的道门风格，丝毫不像邪魔道的画风。赵生心里一松，露出一丝歉意道：“原来是赵某误会魏道友了。这道符箓我收下了。道友想要多少灵石？”其实一阶符箓本身并不贵，贵的是炼制方法。魏道友欣喜地搓了搓手，试探道：“1000灵石如何？”赵生干脆道：“有些贵了。”魏有权脸色一僵，满脸夸张道：“一点不贵，这炼血符不是那些普通一阶符箓可比的，它能凝练精血呢。精血这玩意对咱们修仙者来说，可是用一滴少一滴。且不说走炼体之道的同道们，您想想，祭炼血气，增幅符箓威力，喂养灵虫，有哪一样少得了精血？”他说的夸张，但赵生却不吃这一套，立刻反驳道：“首先，我不走炼体之路，炼血符对我并无大用。另外，有的必有失，这符虽说可凝练精血，但必然会亏损元气，不然品阶不会只有一阶。”见哄骗不了对方，魏有权不由讪讪一笑，又是叹道：“那赵前辈能出多少价钱？”“最多300，不行，最少800块。”魏有权满脸通红的大声喊道：“500，不能多了，700灵石，不然我就不卖了。”说着，魏有权一把抓起符箓与纸张，站起来装作要走的模样。赵生并不阻拦，只是笑盈盈的看着。见此情形，魏有权眼珠子转了一圈，又坐了回去。“赵前辈，您得剧痛快话，到底能出多少灵石？”他满脸郁闷地问道。赵生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道：“700灵石不是不可以。”魏有权闻言面露喜色。然而这时赵生话锋一转，突然问道：“但你必须老实告诉我，这炼血符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魏有权笑嘻嘻道：“只要赵前辈付完灵石，魏某自会告知此符的来龙去脉。”赵生听完，数出700块下品灵石，推到对方面前。魏有权麻利的收好灵石，又取出写有后一半炼制方法的纸张，连同前面的交到赵生手上。这样以后，他很快将炼血符的来历全部道了出来。原来炼血符是他从归元真人门下一位3代弟子手里得到的，与符箓一起的还有一本名为《炼血断体诀》的炼体功法。归元真人是洞天城4大金丹大圆满巨头之一。最近2年，洞天城有传言称归元真人已暗中晋升元婴，并且即将脱离洞天城，开建属于自己的门派势力。尽管这些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归元真人已经闭关20年，但其门下开始暗中招收弟子，不断扩张势力的事情却是确凿无疑。赵生对此也略有耳闻，但他没想到炼血符居然出自归元真人门下。这么说，你是选择加入归元真人一方了？赵生问道。也不算吧，就是有便宜不沾是王八蛋，既然有好处送上门来，我不收才是傻瓜。魏有权咧嘴一笑，很光棍的摊手道：“哦，莫非不是你求上门去，而是别人主动找上了你？”赵生眸子闪了闪，貌似好奇的问道：“嘿嘿，若不是如此，谁能看得上我一个糟老头子呢？”魏有权这样说，倒是非常有自知之明。赵生靠回椅背，试探地问：“那本炼血断体诀可否让赵某一观？”魏有权眼珠子一转，直接伸手道：“不用看，直接卖给你得了，不贵，500灵石就行。”这么便宜？赵生心里第一个念头刚浮现，立刻觉得不对，功法比符箓贵多了。刚刚那炼血符就要700灵石，没道理，更珍贵地功法只要这点灵石，其中必有蹊跷。但不等赵生追问，魏有权便解释道：“赵前辈不用怀疑，这门功法仅是残篇，只有炼气篇的内容，而且传我功法的人也说了，十分欢迎更多同道修炼这门功法。”说到这，他嘿嘿一笑，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归元真人他老人家不愧是散修出身，即便元婴在即，也想着念着咱们散修，颇有一番有教无类的大家气度。少请。”魏有权哈着腰，连连感谢着，退出雅室，随即心满意足地去了飘仙楼。雅室内，赵生一页一页翻着手上的册子，神情十分凝重。可是，在反复看了3遍后，赵生很迷惑地放下册子。这炼血断体诀风格充满道家色彩，修炼方法以食药炼3法为主，并没什么奇险怪绝的地方，看上去十分正常。可是赵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后来有些怀疑，以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怕是发现不了那种蹊跷。他正这样怀疑着呢，砰砰砰，雅室大门又被敲响了。进来，有新客至。赵生思绪顿时被打断，眼见有人走进来，他不得不放下思绪，开始接待客人。1个时辰后，赵生连续送走了3波寻求交易的同道。见到时间差不多了，赵生起身收拾停妥，跟主人打过招呼后离开了这里。少请。赵生穿过城门口，放出木鸢，正要离去。修仙者筑基之后便可御气飞行，赵生并不想张扬，因而仍旧选择乘木鸢代步。突然，他目光一凝，扭头看向城门边，却见城门两侧多了2位身穿大红袍的城门守卫。这2人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
一身的彪悍阳刚，血气旺盛到几乎溢出体外。他眸子闪了闪后，没有多问，顺势跳上木渊后，欲使其腾空而起，向天柱山上方飞去。时光如水，半年时间一晃而过。赵氏秘府灵桃树下，灵气氤氲。赵生坐于树下，闭目修炼，丹田内灵力漩涡一圈圈转动，周围灵气俱被吸扯进去，灵气带动云雾涌动，围绕其身体，久久不见散去。一炷香之后，一道3尺长气柱蓦然从赵生口中吐出，他缓缓睁开双眸，眼中露出些许喜色。经过半年苦修，他的修为又有了一定精进，神识范围扩增了1丈左右，已经达到了15丈之远。今天的修炼结束后，赵生从上方跳下，来到药田里，开始给灵药松土，并释放春风化雨符，画出一片灵雨，为其浇水。忙碌了小半个时辰，这点活计也很快被他干完了。赵生站起身子，凝出一团清水，洗净双手后，突然感觉一阵寂寞。自从遭遇诡异血污事件之后，这半年来天柱山峰平浪静，再也没发生一点诡异事情。赵生原本悬着的心渐渐放下来，心思很快转移到另一件事上来。时间都快过去1年了，赵可儒和赵玄静两人居然还没返回，此种情况这些年来还是头一次，这让赵生感到十分奇怪，忍不住总想着莫非太巫山那边发生了什么变故，耽误了两人的返程。1个月后，寒潮即将来临，赵生心情异常烦躁。就在他忍耐不住要动身返回太巫山之时，赵可儒出乎意料的一个人回到了秘府。赵生从灵桃树下飘飞到他面前，见状好奇地问道：“弟儿怎么没回来？”赵可儒一边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一边答道：“中和，这次不光玄静不回来，你也要马上跟我回太巫山。”赵生顿时心头一凛，立刻追问道：“汝叔，家里莫非出事了？”赵可儒闻言一愣，忙道：“你放心，家里一切安好，只是家里如今有件大事等着你回去商议。”听到家里没出事，赵生放下心来，笑道：“家里有什么事，非要我回去才能决定？莫非是静儿要娶亲了？”莫开玩笑，玄静那个榆木脑袋要是有玄安一半的机灵，我哪里用愁他的婚事啊？赵可儒连连摆手道。一说到他儿子，赵可儒是一脸的无奈。闲话家常说罢，他神情忽然变得凝重，沉声道：“我说的这事跟玄静无关，却关乎家族未来几百年气运，又是几百年气运。”一听这话，赵生震惊之余，心里下意识浮现某个奇怪念头：气运这词是不是快被提烂了？按下这个无厘头的念头，赵生神情顿时严肃起来。不用他再问，赵可儒便道：“已在天柱山这里，并不知道丹鼎派有一位金丹真人功行圆满成功晋升元阴境。”赵生听完，心里先是一惊，接着一喜。赵可儒这会儿功夫还有心思卖关子，说明此事对赵家是喜不是悲，就是不知道家族与那位新晋元婴老祖有什么关系？难道是葛家的那位终于成功走出了这一步？想到葛家也有一位金丹大圆满，赵生心里暗暗欣喜。汝叔，进阶的可是葛家的那位？不是。赵生一听，心里凉了半截。这时却听赵可儒的意道，但也差不多，晋升元婴老祖的那位是葛家金枝真人的道侣。赵生下意识道：“玉叶真人。正是此人。”赵可儒点点头笑道。赵生见状心里大喜，要知道金枝玉叶这对金丹道侣不仅在丹鼎派赫赫有名，而且在整个天柱界也是名声在外。当年玉叶真人是散修出身，而金枝真人却是葛家的大小姐，两人身份明天差地别，但金枝真人却慧眼识人，一眼相中了尚未展露峥嵘的玉叶真人，自家大小姐相中了一个落魄散修，这对来说葛家简直是奇耻大辱。当年葛家便多次打压和刁难玉叶真人，屡屡试图拆散这对道侣，然而世事难料，命运莫测，葛家越是想拆散两人，这对著名道侣的感情越是坚贞不渝。更甚至，玉叶真人不仅没在葛家的打压下颓废，反而修为突飞猛进，奇遇连连，年仅130岁便成功晋升金丹。到了这时，葛家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了玉叶真人这位女婿。至此，两位真人情比金坚的名声传遍南疆。近100年来，随着金枝玉叶两位真人双双晋升金丹后期，两人的故事已经成了修仙界一段津津乐道的轶事。确认了消息后，赵生不禁感慨道：“玉叶真人真可谓是我辈楷模，勇猛精进如斯，简直是散修中的艺术。”旁边赵科如也心有所感的连连点头。感慨之后，赵生收敛表情，冷静问道：“玉叶真人晋升元婴，又跟家族大事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家族搬迁到南疆这么多年，不要告诉我你没听说过拓荒战争？拓荒战争？听到这个词语，赵生心头震惊之余，瞬间恍然大悟。汝叔，玉叶真部，玉叶老祖莫非真有此雄心壮志，要在南疆荒域开疆辟土？他选择的方向是10万大山，还是无尽莽陵？赵可儒道：“玉叶老祖选择哪处地界暂且未知，但大概率是偏向10万大山，毕竟无尽莽陵是玉寿宗的地盘。”赵生心里虽有无数疑惑未解，但没有再问，而是表情严肃道：“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动身回去。稍等一下，我尚有事没做。”赵可儒见状连忙道：“何事？”2件事，一是我这次要采摘一批灵药，2是要把小金带回太巫山。赵生听完眉头一皱，采摘灵药可以理解，赵家要参与拓荒战争，费必定巨大，
用灵药兑换灵石丹药等资源还可以理解，但小金却是一个巨大隐患。带回太巫山后，万一不小心暴露出去，对赵家堪称一场灾难。前些年他只敢偷偷摸摸取一些灵壤回去，却不敢带走一条金环灵丘，正是害怕不小心露了马脚，让有心人查到破绽。汝叔，是玄镜让你把小金带回去的吧？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非常危险吗？赵生质疑道。赵科汝挠挠手，老实道，我也劝过这劲儿，但他坚持如此，还说这次拓荒战争小金能派上大用场。赵生闻言沉思片刻，果断点头道，既然如此，就按玄镜的意思办。赵生是看着赵玄镜长大的，深知他的秉性，既然他这么坚持，必定有他的用意，毕竟玄镜不是信口雌黄大言欺世的那种人。2个时辰后，两人收拾停妥后，马上踏上了返家的旅程。长话短说，无话即过。7天后，2道流光从天边疾驰而来，飞到太巫山上空时，如流星般击落下来，转眼间落入山顶上的青石院落中。半个月后，山腰小筑院落里，赵生面容冷静地站在一面墙壁前，目光紧紧盯着上面。此时这面墙壁上密密麻麻地钉满了纸条，纸条上记载的都是赵家最近收集来的情报，小到最近市面上符箓丹药炼材等价格的变化，大到丹鼎派内部的调动，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尽管赵家实力有限，收集来的情报大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重要的情报很少。汇总完所有信息后，赵生忽然敏锐意识到风平浪静的南疆即将因为拓土战争而风起云涌。自由以来，战争都是兵马为栋梁草先行，拓土战争的消息尚未传开，南疆几大房室内丹药、符箓、法器、法阵等资源的价格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赵家得益于与葛家结亲的关系，成了第2波知悉内情的家族。赵生很清楚，消息根本瞒不了多久，多则1个月，少则7、8天。玉叶老祖欲要发动拓土战争的消息，必然传遍整个南疆。南疆已经将近500年没有发动拓土战争了。赵生可以想象，一块香喷喷的大蛋糕突然摆到南疆无数修仙者面前，一定会引来无数渴望吃到战争红利的参与者。这是宗派、修仙家族和散修们共同的狂欢盛宴。届时，一定有不少修仙家族趁势崛起，也会有一些势力伤亡惨重，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消亡。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修仙界的战争尤其如此。妖兽的领地意识格外强烈，修仙者想要在南疆开辟出一块新的人道沃土，必然要和万千妖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战争。对赵家来说，拓土战争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拓土战争有一项公认的传统，那就是谁打下谁占领，谁开拓谁拥有。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能占据一块灵地，并且成功开辟出来，那么这块灵地就属于你的了。之所以有这项传统，是因为独木不成林，开发一块地域从来不是1、2个人甚至1、2个势力就能轻易办到的。即使丹鼎派实力足够强能做到，如果选择吃独食，也会犯众怒。玉叶老祖切下最大一块蛋糕后，往往会放出剩下的边边角角，供其他势力抢夺。只不过南疆修仙家族和宗派势力无数，到时选择哪些势力参与其中，这就要看玉林老祖的个人意见了。而这就是赵家的机缘所在。早在他回来之前，赵玄安便带着夫人葛凤儿回葛家探亲去了。名为探亲，实则打探消息，一旦得到任何有用情报，便会立即传回太巫山。赵家有3位筑基修士，赵生坐镇太巫山，负责汇总与分析情报，并随时调动和象族人下达各种指令。已是筑基3层的赵金剑实力最强，现在人在9鼎房室，一边为家族选购丹药等各种物资，一边保护族人和物资安全。为了偷偷搜集物资，赵家30多位修仙族人已经有大半分散到9鼎房室里。赵科汝则一头扎进炼丹室，开始没日没夜地炼制破障丹、回春丹等各种丹药。南疆荒域多深山老林，遍布瘴气蛊虫，破障丹是必备的丹药，回春丹是疗伤丹药。不用多说，为了获得一块灵地的所有权，赵家这次可谓动用了全部力量和底蕴。时间一天天过去，赵生面前的那堵墙壁有无数过期情报被无情撕下，但又会有更多的纸条被贴上去。当拓土战争轰然传遍南疆的那一天，赵家的物资储备工作才刚刚做了1小半。赵生心里十分担心，倒不是因为物资不足，而是他发现了家族有一个很难弥补的弱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弱点很可能决定家族最后的成败。翌日清晨，赵安城里炊烟袅袅，一片安静祥和，但在内城中央的城主府里，氛围越是异常紧张，府里的下人侍女大气也不敢喘一下。赵生坐在大堂上首，默默注视着下方7位赵氏族人。赵安成建成将近30年，赵氏亲族也从3000余人繁衍到近万人，可这近万族人里总共才出了7位先天武者，这对以吴起家的赵氏来说，人数有些少了。要知道赵家每年都会赐下不少金器丹，再加上赵氏历代先天武者留下的众多经验手札，赵氏远不应该仅有7位先天，在赵生看来至少也应该超过10数才是。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哎，看来赵氏这些年又变得懈怠了。赵生心里暗暗叹息完后，面容变得异常冰冷。他转头看向旁边惴惴不安的赵氏凡族当代族长，冷声命令道：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1年之内
必须凑齐20位先天，少1位，你族长的位子就让给别人坐吧。听到这个严苛要求，这位素以精明强干著称的赵氏族长差点哭出来。先天宗师又不是大白菜，哪能说长便能长出来的？他正要开口讨饶，但见赵生严肃的表情后，将涌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只好默默的点点头。赵家如今有一个很棘手的弱点，一个正常的修仙家族，族人实力的高低由上到下往往呈金字塔形，而赵家却偏偏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哑铃状，炼气中后期的中坚力量严重稀缺。随着赵家赵金鼎等老一辈的陆续逝去，赵家科字和冲字辈加起来才12位，炼气后期的只有2人，中期6人，剩下4个是炼气前期，排不上大用场。到了玄字辈，人数倒是快30了，但修为最高的赵玄静不过炼气8层，其次的赵玄安才炼气6层，剩下大多数只有炼气1、2层。赵生曾暗自估算过，家族3位筑基修士里最强的也不过是筑基3层修为，并且赵科汝不善争斗，以他们3人的力量打下一块灵地不是不可能，但很困难。这还不算什么，更难的是如何在外人和妖兽的窥伺下力保灵地不是。不过赵家现在最棘手的却是可用人手严重不足。要知道在南疆荒域开辟新灵地，普通人压根排不上用场，最低也要是先天武者，因为普通人绝难适应荒域极度恶劣的环境，有时一点瘴气便能取走一个人的性命，更不必说那些凶残的妖兽与蛊虫了。可惜赵家家底太薄了，远比不上其他老牌筑基家族丰厚，顾不起散修助权，与其他家族联手，赵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这样做，因为彼此的信任是一个大问题。你永远不能低估一个修仙家族对自主灵地的渴望，同样你也不能相信任何家族的承诺，即便签下血契也不行。在等级森严的中州修仙界，一个修仙家族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灵地，永远处在修仙界底层。清晨，天边刚亮起了鱼肚白，赵安城东城一座深宅大院的大门口旁，一匹身高近丈、遍体生鳞的青椒马，在马夫的竭力安抚下，却是不停地昂头摆尾，4个碗大的铁蹄十分不耐烦地踢蹬着地面。稍后，随着吱呀一声，府门缓缓被人打开，接着一位身材高大、方面阔耳的中年人被一大群人簇拥着走了出来。夫人，你们回去吧。赵硕拉住马缰，转身对夫人说道：“老爷，你能不能不去啊？要不然让儿去求求太爷，他可是修仙者，一定能让你免去这趟差遣。”看到自家夫人哭哭啼啼的模样，赵硕板起脸来，肃声道：“夫人之见，正因为儿是修仙者，我这做爹的才更要去。而且为了赵氏的千年基业，我赵硕身为赵氏先天，责无旁贷。可是万一……”赵硕一摆手，打断了夫人的话，斩钉截铁道：“没有万一，即便我这次死在了南疆荒域里，也是为家族大业而死，也算死得其所。”话说完后，赵硕突然翻身上马，一拉缰绳，调转马头，回头看着夫人，最后道：“夫人保重。”说完，赵硕一加马腹，青椒马受疼之下，前蹄骤然高高扬起，接着猛窜了出去。老爷呜呜！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向来养尊处优的赵家女主人忽然泪流满面。片刻后，赵硕驾驭椒马，快速接近城东门。这时候，他遥遥看见城门边上已经有12位骑在椒马上的人影，正在默默等待着。这些人中，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像他这样正值巅峰壮年的仅有一个。到了城门口，赵硕拉住马头，驾驭着青椒马，沉默地加入其中。过了一会儿，从赵安城各处又陆续赶来8位赵氏先天武者。眼见人到齐了，众人中年纪最大的赵温熙忽然沉声道：“诸位，这回我赵氏可以说倾巢全出，因此这次南疆之行，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另外，老夫要再提醒一句，即便是要死，我们这帮老骨头也要死在家族修仙族人的前头，听明白了吗？”三爷放心，这是自然。哈哈，三哥孰轻孰重，我们还是分得清的。一众赵氏先天神态或是凝重，或是洒脱的纷纷回应道。赵温熙面露笑意的点点头，接着拉紧马缰，扬声道：“出发！”话音刚落，他身下青椒马当先冲了出去。其他赵氏先天见状，纷纷扬鞭加腹，21匹椒马先后奔腾而起，向太巫山疾驰而去。3天后，山腰幽塘旁，赵生望着山下渐渐远去的2支马队，面容古井无波，许久未发一言。站在他身侧的赵玄安见状，忍不住问道：“七叔，这事是否有些太仓促了？”赵生回头看向赵氏现任家主，语气平淡道：“这是一场试炼，也是一次磨合。他们如果连附近的鬼物岭都适应不了，到了南疆荒域，岂不是更派不上用场？”赵玄安听完，心里虽不太认同七叔的做法，但并没有继续质疑。这2年来，他一直待在葛家打探消息，随着对拓土战争内情了解越深，赵玄安越发清醒认识到拓土战争的残酷。七叔的决定虽有些残酷不近人情，但对家族来说却是最佳的选择。玄安，这次南疆之行，你和凤儿就不要去了，负责坐镇太巫山。听到这话，赵玄安急切道：“这怎么行？家族如今人手不足，我与凤儿又都是炼气6层，岂能袖手旁观？”赵生摆手道：“家族所有人，包括我都可以死，但你们夫妻谁都不能死，你明白吗？”赵玄安沉默不语，他懂得七叔话里未尽的意思。再说，你们夫妇坐镇太巫山对家族也非常重要，
一边要切断不怀好意者的窥视，一边又得看顾好玄字辈这些练气1、2层的小鬼头。最重要的是，家族的后勤大任也要落到你的身上。相比多2位练气6层战力，这些事情才更加重要啊！赵玄安听到这里，心悦诚服的点点头，心里的疙瘩瞬间解开了。对了，凤儿还有几天回来？这时赵生忽然问道。赵玄安想了一下，道：算路程，应该快回来了，最多1、2天。赵生若有所思的点点头。2天后，太屋山顶的青石院落里，赵金剑、赵科儒、赵生、赵玄安等赵氏关键人物一个不落的出现在这里。之所以如此人奇，是因为葛凤儿带回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葛凤儿身量不高，长得娇俏玲珑，性格却开朗大气。她俏立于丈夫身旁，笑盈盈地看着众位赵氏叔伯长辈，气场居然隐约压了赵玄安一头。凤儿，快把东西拿出来吧！这时赵玄安催促道。葛凤儿性同横了丈夫一眼，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枚人头大的水晶球后，含笑道：诸位叔伯长辈，凤儿信不辱命，将真影球带回来了，里面记录着一部分荒域地形。说完，她又取出一卷地图递到丈夫手上，同时说道：那是我从家族李抄录下的一张简略地图，大体包囊了这次拓土战争的范围。听到这话，赵金剑难掩喜色，立即上前接过真影球，同时连连赞道：凤儿有心了，当真为我赵家立下汗马功劳。若是此次攻城，你当立为首功。凤儿不敢居功，既然已嫁入赵家，就应当以家族为重。葛凤儿谦逊道：这话说得好，阿儿能娶你为妻，当真是3生有幸。赵生也称赞道：七叔言重了，谁让我当年相中了这个新大萝卜呢？说着，葛凤儿白了丈夫一眼。赵玄安见了，讪讪一笑，脸上隐约露出一丝苦涩。几句话的功夫，赵金剑顺利启动了法器真影球。此时就见真影球表面突然浮现出一层光芒，接着一片栩栩如生的3维影像从球体内部投射到半空中。影像视角是在高空，就像有一个人正玉气急速向前飞行，视线向下俯视，沿途景物地形尽数收入其中。放眼望去，大地上俱是连绵高低起伏的峰峦丘陵、山谷湖沼。浮光掠影之下，只见山峦丘陵上遍布参天古木，林木间藤蔓连绕蔓延，五颜六色的瘴气不仅弥漫林间，更在上空形成一团团剧毒云雾。山峰丘陵及林木草丛中，常常看见凶兽妖禽出没，更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古虫石聚石散，形成一片片虫云，与山林沼泽里肆虐横行。看到面前迅速变换的影像，赵生不禁满脸笑容。他知道这些是荒域中的真实地形，这些影像十分珍贵，因为他们是一位元婴老祖的真实记忆画面。这是玉叶老祖亲自探查过荒域之后，以强大神念将沿途所见所闻全部烙印到真影球上。虽然这枚真影球上的只是其中一份拓印，但也是寻常修仙家族万难得到的宝物。仅仅观看了一会儿，赵生马上吩咐赵玄安打开地图。赵玄安点头，将手中地图向前抛去，一卷地图徐徐展开，顷刻间一张近3平方的硕大地图悬于众人面前。赵氏众人纷纷走到近前，俯视看去，只见地图上山川河流、森林沼泽俱全，并标记着各种名称，只不过上面有一小部分地形被黑、灰、红、黄、绿等不同颜色覆盖。地图最中央被染成一片灰黑色，看上去一片面积不小的山岭，上面标记着朱黄岭3个字。葛凤儿上前指着地图介绍道：诸位叔伯请看，这幅地图面积将近7000余里，危险程度高低用颜色表示，黑色是绝地死地，属于最危险级别，即便元婴进入也九死一生。灰色区域代表有化形大妖出没，其次的红色对应金丹妖兽，黄色对应筑基妖兽，剩下大部分绿色区域不代表绝对安全，而是表示未知，只不过现在尚未探查到有筑基以上的妖兽出没。赵生仔细看着眼前地图，发现越是距离朱黄岭近，红色与黄色的区域越多，相反在地图边缘绝大部分是未知绿色。不用葛凤儿再加解释，赵氏众人很快明悟到，那些妖兽盘踞之地很可能便是灵脉所在，颜色代表危险程度，也往往预示着灵脉等级。灰色的朱黄岭极有可能有一条3阶灵脉，而黄色区域大概率是1阶灵脉，最次也是杂灵之地。红色以上的区域不是赵家能窥视的，赵生直接略过，目光转向那些黄色区域，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赵生心里暗选中了几处区域。他抬起头对众人问道：看过地图，你们可曾选中几处攻略之地？我觉得黄风谷不错，地形开阔，适合种田，不然我倒认为五龙河更好，这里无水汇聚，天然形成一处龙穴，必能孕育出重宝。安全为上，这处青松山周围全是绿色，危险性不高，适合家族攻略。众人说了7、8处地方后，赵生扭头看向赵金剑道：四爷，真影球。赵金剑点点头，挥水启动真影球，随着大片光影急速变换，影像很快停在一处地形平缓、遍布红黄枫树的谷地上面。黄风谷。赵金剑冷静道：真影球出自元婴老祖之手，影像是由神识画面转化而成。尽管黄风谷只是神识中的一瞥，但分辨率仍然极高，林木地形看得很清楚。而这时，葛凤儿适时取出一本书册，连翻几10页，很快停在其中一页上。他念道：黄风谷遍布林峰，
林间有赤尾飞鼠妖兽群出没，现有2阶赤尾飞鼠一只。见他不再念下去，赵生诧异道：“没了，没了。”玉叶老祖仅仅口述了这几句，想来在他老人家的眼里，2阶妖兽以下根本不值一提。赵生听了十分惋惜，只得无奈道：“大家叫的黄风谷怎么样？为了家族大业，请大家畅所欲言。”我觉得2个时辰后，天色渐渐暗淡下去，太巫山青石院落里，赵氏众人讨论的热火朝天。为了某处灵地，时不时便传出激烈的争辩。此时地图上已经有3、4处黄色区域被打下插号，黄风谷、五龙河等区域因为种种缺陷被赵家放弃。赵生抬头看看外面的天色，又看看众人，突然开口道：“我提一处地方吧，烂桃山，大家觉得怎么样？”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安静下来。葛凤儿连忙翻找册子，念道：“烂桃山，山中常有烂桃无数，并遍布桃瘴气，有长臂白猿群聚居于此，又有2阶白猿，公母2只，生性凶猛好斗。”赵金剑调出烂桃山影像后，看着画面中山林上空飘荡着的大片粉红色瘴气云，他不禁皱眉道：“桃瘴以迷星剧毒著称，一般避瘴单怕是不起作用，并且还有2头2阶妖猿和数目未知的白猿群，这种凶险地方，家族很难吃得下啊。”听他这么一说，赵玄安、赵科如等人纷纷点头，接着看向赵生。赵生目光扫过众人，含笑道：“我之所以选这里，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3点原因。第一，烂桃山方圆600里内有不少1阶、2阶灵地，说明此地灵气浓度一定不低。等未来开发出来后，周边区域必定是一处繁华的修仙地狱。第二，烂桃山上桃树无数，灵桃必不罕见，这跟太巫山非常相似，以后无论是迁移交换，还是移植灵桃，都十分方便。第三，我看中了。”等到赵生将3点原因说完，赵金剑等人简单商议一番，决定将烂桃山暂时定为备选之地，还要继续讨论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对此，赵生并无不满，因为事关重大，大家理所应当的要考虑万全。若是3言2语的就轻易定下地方来，赵生反倒很失望。对于选择何处拓荒，赵家整整讨论了3天，几乎将所有黄色区域都讨论了一遍后，终于选出2、3处合适的地方，其中便包括烂桃山。接下来，赵家众人为荒域开拓前的准备事宜，一时间忙得团团转。面对一场人妖大战，赵生不敢掉以轻心，他被把赵氏23位炼器3层以上的修仙者和21位先天武者混编成3支小队，并以世俗军队的练兵之法进行严格训练。1个月后，正当赵氏众人被赵生调教的玉仙玉死之时，一道消息突然从葛家传到太巫山。赵生看着主动登门的葛凤儿，问到拓土战争的日子定了。葛凤儿点点头，什么时候？待到秋来9月8。9月初8，北地已是金菊开遍，霜杀百草的时节，南疆这里仅仅气温稍降，仍旧十分闷热潮湿。这天一早，9顶房市街面被全部封锁，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出行。而在房市高空之上，悬浮着一座庞大而绚丽的3重宫殿。这座宫殿样式古朴巍峨，底座直径超过100丈，最下面有20几处孔洞，孔洞里伸出一根根粗大的炮管，而外面则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白色光罩，光罩上有无数神秘符文闪烁游走。这座飞行宫殿四周围绕着7、8个体积不一的大型法器，有云舟也有山峰、贝壳等样式的飞行法宝，体积最大者几近100丈，最小的也超过30丈。这些大中型飞行法器上面都插着一道道旗幡，幡面上绣着沈、陈、刘、张等大字，而一个都意味着一家势力强大的金丹家族。此时，在他们外围又有着许多体积更小的云舟，这些往往实力稍弱的筑基家族。这时候，不时有新的云舟或其他形状的飞行法器从4面8方向这里汇聚而来。日上中天时，9顶房市上空已经黑压压一片，此刻赵家所乘坐的10丈长的小型云舟也悄然汇入其中。趁着尚未启程，赵家交友最广、实力最强的赵金剑立即去拜访周围其他修仙家族，一是为了抓紧时间交流情报，确定各自目标，尽量避免多个家族都选中同一处目标；二是建立一个临时联盟，为以后遇到危险时可以及时求救，彼此互助互利。修仙者没有人是傻子，赵家的想法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家族的想法，因此根本不用赵金剑提议，一些热心的修仙家族早就提前张罗开了。1个时辰后，赵金剑忧心忡忡地返回家族云舟。小型云舟仅有10丈长，近50位赵氏族人全部坐进里面后，云舟内部变得十分逼仄。即便赵生、赵科如2位都是筑基修士，其实也好不到哪去，最多空间大一点罢了。云舟2层甲板上，赵金剑一见到赵生，便哀叹道：“中和，这次有些棘手了。”赵生问道：“怎么？莫非咱们选中地方也被其他家族看中了？”正是如此。赵金剑点头道：“呵呵，其实这些不都在我们意料之中吗？荒域灵的就那么多，某一处同时被多家相中，一点不稀奇。”赵金剑看见赵生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心里又惊又急。他虽年过百寿，但要论养气功夫却远远不及赵生。中和，刚刚已经有至少2家老牌筑基家族对外放出话来，说对石兰山和火焰岭2处灵的志在必得。听完这些，难道你不着急吗？赵生笑道：“着急有用吗？而且所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家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也可能只是一个幌子罢了。不到见真章的时候，谁会将底牌全抛到桌面上呢？赵金剑闻言一愣，而后暗暗惭愧不已，心道自己真是关心则乱，竟然不如小辈看得明白。赵生说完便问道：四爷，有没有烂桃山的情报？赵金剑摇摇头，没有，暂时没有家族放出话来。赵生听完嘴角紧紧抿起，眼中若有所思。冲和，莫非你认为有人也暗中相中了烂桃山？赵金剑试探地问道。赵生语气稍重，沉吟道：情报太少，分析不出什么来，不过最好提前做些准备，以防不测。就在赵生等人为了家族大业苦心积虑之时，位于10万大山深处的朱黄岭忽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烈日炎炎，朱黄岭上空一片蔚蓝，万里无云。突然100丈高空上一处空间微微扭曲之后，一道娇小玲珑的人影从虚空踏出。这道人影身高仅有3尺，皮肤白皙如玉，身材纤细有度婀娜多姿，一张完美无瑕的面孔，简直迷煞万千众生。呀呀，什么人竟敢啊！千唤娘娘！一声震天大吼之后，一位人身猪头、体壮如山的彪形大汉，裹着黑色妖风，一口气冲上高天，冲着来人刚吼了半句，便戛然而止。呵呵，小三句，几百年不见，莫非不认识幻娘了？幻娘妩媚一笑后魅惑道：千唤娘娘又名幻蝶娘子，原型是一只7阶千幻灵蝶，她是南疆10万大山的4大妖王之一，在中州修仙界可谓赫赫有名。千唤娘娘赎罪，小猪即便忘了爹，也不敢忘了您老呀。不知娘娘来朱黄岭，所谓何事？朱三句满脸堆笑，连连哈腰道：朱大汉名叫朱三句，本身是一头6阶猪妖，原型是上古一种巨牙獠猪妖兽，从结成妖丹开始，品阶便与金丹真人等同。3、4、5阶对应金丹前、中、后期，6阶妖兽对应的却不是金丹大圆满，而是假阴境。200年前，朱三句受朱黄指点，修炼了天妖化形法残篇，得以褪去妖身，炼化恒骨，化形成这般模样。但由于没有真正度过化形劫，朱三句化形不完全，仍然残留着一颗猪头。幻娘眼波流转，忽然问道：朱黄前辈还没苏醒吗？朱三句眼珠子一转，陪笑道：可不是嘛，大人睡得正香，不便被人打扰。娘娘若无大事，最好不要唤醒大人，因为朱黄大人最烦别人吵醒他，万一起床气上来了，到时伤到了娘娘就不好了。哼，你尽管去唤醒朱黄，到时有什么事自有奴家担着。哎，好脸，小妖这就去。娘娘稍待片刻。千唤娘娘魅力太惊人，朱三句不敢反驳，也不敢多看对方一眼，缩了缩脖子，应了一声后，卷起一片黑风，火急火燎地冲下高空。快到地面后，他忽然头下脚上，猛地一头扎入土里，动作丝滑顺畅，点沉不起。轰隆轰隆，周黄岭上连绵丘陵突然震动起来，大片地表蓦然起伏不定，裂开了无数深不见底的口子。转眼间，就见岭上一块范围超过10里的土层迅速高高隆起。而这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刚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忽然间凭空凝聚出大片厚厚的乌黑后云层。刹那间，雷霆阵阵，闪电雷光蔓延，云层里一股极清晰的毁灭气息迅速向天上地下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幻娘见到上空黑云凝聚出的一刹那，脸色大变，身形急速幻化，瞬间隐没虚空。这片黑云是雷劫降临前的征兆，而雷劫又是世间所有妖物的绝对天敌，即便7阶大妖也对雷劫畏之如蛇蝎，唯恐躲避不及时被劫雷波及。见到劫云后，幻娘才恍然明白，为何最近300年来朱黄一直隐居朱黄岭不出世，而且总是昏睡不醒，原来是为了躲避雷劫加身。所幸劫云来得快去得也快，2个呼吸后，漫天黑云迅速散去，天空转眼间又是一片蔚蓝祥和。忽然一道醇厚的声音同时在幻娘耳边响起，原来是千唤呀，请来岭上一见。老朱，我现在有些不方便。下一秒，幻娘从虚空中踏出，重新现身于岭上。朱黄，奴家换蝶有礼了。这时下方大地微微震动，那道醇厚声音从厚厚的土层里传出：呵呵，几百年不见，幻娘你的修为又有精进，本皇甚是欣慰。只是你不在万古里作威作福，今日来我朱黄岭干甚？幻娘做了一个侧身礼后，语气恳切道：朱黄莫非不知，那群人族修仙者现在快要打上家门来了，知道如何？不知道又如何？幻娘眸中流光变幻，略显急切道：朱黄，您的领地可是10万大山的门口，如果让人族攻打进来，到时难免又是一场浩劫。中州人族势大，我们妖族如今蜷缩一隅，苟延残喘，若是再这样放纵下去，几百上千年后，中州恐怕再也没有妖族的立身之地了。为了妖族的未来，为了无数小妖有活命的机会，还请朱黄出手给人族一个深刻的教训。话音刚落，大地顿时震颤不止。朱黄大笑道：啊，小辈都说千唤娘娘巧舌如簧，今日本皇总算见识到了，但你也不看看老朱我现在这个状态能出手吗？幻娘闻言很不甘心地咬了咬嘴唇，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他想了想，试探道：既然朱黄不便出手，能否让奴家代劳？到时希望您老不要埋怨奴家出手狠毒。呵呵，幻娘尽管出手便是。领地内死再多的小妖，老朱也不用心疼，但有一点，不要将老朱本族哄骗了去。
尤其是那头见色忘形的朱三巨。巧在这时，朱三巨偷偷摸地从土里钻出，仰头死盯着浣娘裙底，一脸色眯眯的朱相，嘴角哈喇子流出来了，都浑然不知。浣娘娇笑一声，媚光四射道：“朱皇放心，奴家不会对他施展幻梦迷神大法。”少顷，浣娘达成来此目的，心满意足地离去。等到朱皇岭空荡无人时，天上忽然又响起朱皇的声音：“这下你满意了吧？”话音未落，一位玉树临风、容貌俊美无双的年轻道士瞬间出现于朱皇岭上。满意，朱皇前辈的诚意，在下已经感受到了。哼，你答应老朱的东西呢？年轻道士微微一笑，手腕一翻，掌心顿时多了一卷奇异的皮革。与此同时，他开口道：“另一半卷天妖炼刑法在此。”只是朱皇答应过在下，一旦得到此法，便立即让出这7000里荒域。为慎重起见，还请朱皇立下真灵结誓。玉叶小鬼，本皇可不像你们人族那样说话不算话。既然你小子信不过，老朱立下真灵结誓便是。本皇朱重山以太古真灵重山朱血脉本源发誓，得道若有违反，必遭血脉反噬，天雷碎灵而亡。哼，这下你放心了吧？新晋元婴大修玉叶老祖微微一欠身，歉意道：“请朱皇前辈体谅，在下也是出于无奈，毕竟你我族类有别，若无保证，很难信任彼此。”说着，他信手将天妖古卷抛向地面，古卷刚脱手，便被一阵黑风卷过，转眼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片刻后，天地间响起朱皇满意的声音：“不错，玉叶小鬼，你果然没骗老朱。”玉叶笑道：“在下怎敢欺骗朱皇？您可是快要铸就真灵之体的9阶大妖王，我丹顶派万承受不起前辈的雷霆一怒。呵呵，你不用跟我戴高帽，老朱说过不插手，就绝不会按下绊子。你还是担心浣娘那小妮子吧，她对人族恨之入骨呢。”玉叶毫不在意道：“在下敢发动拓土战争，自然对千幻娘娘有过防备。她虽然极难对付，但并不是没有弱点，在下已经有了完全之策。既然如此，老朱懒得你们理会这帮小辈的破事儿。荒域你尽管去攻占，但这株皇岭要等本皇度过了真灵劫。”玉叶道：“在下不急于一时，不过为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还请朱皇与吴某逢场作戏几番。作戏而已，简单的很。小三子出来。”话音未落，猪头人身的朱三巨蓦然从土里钻出，驾着黑风飞到玉叶老祖对面。他恭敬地冲下方隆起处，喊道：“大人有何吩咐？”“小三子，你陪他玩几场吧。”天地轰鸣声再起。“嘿嘿，谨遵大人令。”朱三巨一听这话，顿时喜笑颜开地回应道。下午申时，当所有参与开拓战争的势力到齐，位于中央的悬浮宫殿，其体表防御光照忽然连续明暗闪了9次，这就仿佛是一个信号。之后，悬浮宫殿缓缓升入天罡大气层，旁边的云舟等飞行法器犹如鱼儿一般，纷纷跟了上去。悬浮宫殿由慢至快，轰的一声爆出一圈阴暴云，瞬间排开大气云层，急速飞向西南天际。后面的飞行飞器也极快启动，先后追赶上去。由于飞行速度不同，短片刻，天空上很快拉出一条长长的洪流，而赵生乘坐的小型云舟性能最次，从一开始便被甩到了最后一波。对此他并不在意，虽说先到者能抢占先机，但在一场战争中，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1天后，5000里路程已经走完，朝阳渐渐升起，赵生站在船头俯望大地。此时大地地表上人类活动的痕迹逐渐稀少，最后绝迹，取而代之是连绵不绝的丘陵与灰绿色莽荒古林，而妖兽古云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视野里。放眼望去，赵生只觉无穷狂也残酷的蛮荒气息迎面扑来，受其感染，他原本冷静的心绪竟然变得狂放起来。这时候开始陆续有云舟等飞行法器脱离队伍，分散向荒域各处飞去，有的独自成行，也有的三三两两。大约半个时辰后，整条队伍变得稀稀拉拉。这个时候，赵金剑走到赵生身旁，取出地图展开后，询问道：“我们先去哪个地方？”赵家先前选定了石兰山、火焰岭、烂桃山3处目标，但并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因为要等实地探查过后，才能真正得出哪处灵的最适合他们赵家。赵生立刻道：“先去火焰岭，再到烂桃山，两地正好在一条直线上。”“好，就先去火焰岭。”少顷，赵氏云舟船头忽然一偏，船身陡然70度弯转，很快从队伍中脱离，向东方的天际飞去。半个时辰后，600里路程甩在身后。就在这时，赵金剑突然喊道：“中和，有人跟在我们后面。”赵生闻言转身向后看去，眼睛微微眯起，遥遥可见天际尽头有一个黑点若隐若现。观察了片刻，赵生确定那是一艘小型云舟，体积长度跟他脚下的这艘差不多。不用管它，说不定只是顺路。当赵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身后的那艘云舟上正有人谈论着他们赵家。面容苍老的沈正辉看着家族筑基修士，问道：“大伯，我们就这样跟踪下去吗？”沈阳敖是沈家唯2的筑基修士，修为已达筑基中期。他一边盯着前方云舟，一边说道：“太巫山赵家最近几年刚与丹圣葛家结亲，这次定然知道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内情。与其盲目选择地方，不如跟着赵家走。他们选定的灵地一定不错。言之有理。而且
我早打听清楚了，赵家2位筑基中修为最高的才3层境界，根本不用大长老出手，我一个人便能应付。沈阳敖并不知道赵家还有第3位筑基修士。赵生筑基后一直待在天柱山秘府，直到最近因为拓土战争才返回太乌山。因为他故意低调的缘故，外人根本不知道赵家竟还藏着第3位筑基修士。1刻钟后，赵生眉头渐渐皱起，身后那艘云舟一直阴魂不散地跟着，这已经不能用巧合解释了。他想了想，突然高声道：“读书，减速，全员警戒！”云舟应声速度骤减，而赵氏族人纷纷掏出飞剑、硬弩等武器，神情瞬间严肃起来。旁边赵金剑冷声道：“你打算跟后面的碰一碰？”赵生沉声道：“先去打个招呼，看过情况再说吧。”另一边，大伯，赵家减速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迎上去便是。片刻后，沈赵2家云舟在高空上相隔100丈，相对而立。赵生暂不出面，赵金剑踏出船头，御使赤红剑飞到2船中间，朗声道：“太乌山赵家在此，敢问对面的是哪方贵客？”哈哈，山南沈家，沈阳敖见过赵道友。沈阳敖纵身飞出云舟，同时哈哈大笑道。赵金剑表情严肃道：“贵家为何要跟踪我赵氏？跟踪？呵呵，笑话！这片天空如此空阔，我沈家喜欢怎么飞就怎么飞，碍着你赵家什么事了？”沈阳敖冷笑道。赵金剑顿了顿，道：“既然如此，请贵家先行一步如何？”沈阳敖闻言，眼中寒光一闪，冷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只是我家云舟刚好出了一点小问题，暂时得停下来修一修。”赵金剑不动声色地说道。沈阳敖听完，神情阴晴不定地停在空中，没有马上开口。这时，赵科汝忽然从云舟上飞出，赶来与赵金剑并肩而立。面对2位筑基修士，沈阳敖脸色发狠，正要动手，突然他身形一滞，侧耳倾听起来。几个呼吸后，沈阳敖点点头，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飞回云舟。很快，沈家的云舟加速越过赵家，向天边扬长而去。回到云舟，赵金剑马上找到赵生，不解道：“沈家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怎么突然一言不发地溜走了？莫非我们猜错了？”赵生没有立即回答，他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后，才笑道：“四爷，咱们这次有些大意了，你来看。”说着，赵生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同时解释道：“从脱离队伍后，我们就沿着一条直线向火焰岭飞去。我们现在的位置距离火焰岭已经不足200里，人家稍微用点心，很容易知道咱们的目标。”赵金剑俯身一看，果然距离火焰岭已经很接近了。他神情一紧，立即道：“那还等什么？赶紧追上去啊！别让沈家抢先喽！”赵生摇头道：“不用追了，火焰岭暂时放弃，直接去烂桃山。火焰岭有一条的火脉，对炼丹炼器都有大用。这个目标太显眼，沈家想拿下它并不容易。现在指不定有几家渔翁等着捡现成的呢，咱们顺便当一当渔翁也无妨。”1刻钟后，赵氏云舟飞行穿过厚厚的云彩，云层下方是一座植被稀少，中间凹成环状山谷的红褐色山峰。此刻，沈家的云舟已经落到了这座死火山的山顶上。过了火焰岭，云舟又飞了大约400里地。赵生向下眺望，看见前方山岭上空不时升腾起一团团粉红色云雾。烂桃山终于到了。这时，云舟忽然从天上降落下去，最后降落到距离烂桃山20里外的一处山谷。落到地面后，大家根本不用赵生吩咐，赵氏族人立即跳下云舟，按照事先做好的预案，开始着手建立临时营地。炼气7层的赵冲威领着一队先天武者，去往附近森林狩猎，探索环境。炼气8层的赵玄静带着几个炼气族人，很快找到一处稳定的岩壁，发动化石维尼法术，开始凿山挖洞。赵玄静在天柱山上挖洞建造洞府，一干就是近20年，如今堪称挖洞大师级人物。建个临时洞府跟完事的。短短2个时辰，当暮色渐渐降临时，一座拥有20余间石室、大厅、储物室俱全的洞府已经成型。赵家众人搬进洞府后，赵生和赵金剑2人很快在洞府外围部下了一座警戒法阵，一夜无话。第2日清晨，赵生吩咐其他人暂在洞府休息待命，接着他和赵金剑、赵玄静3人悄然摸向烂桃山。战争打的就是情报，赵家在攻打烂桃山之前，必须要将山中的情况摸排清楚了。半刻钟后，烂桃山到了。看着眼前粉艳斑斓的陶瘴气，3人明智地停住脚步。赵生掏出一个储物袋，交于赵玄静手上。储物袋里装着隐身符、炼神符、幻影遁符、千丝剑羽符等各种符箓。赵生关切地问道：“玄静，没问题吧？”赵玄静一拍腰间灵虫袋，一只体长7丈、恍若巨蟒的金环灵丘瞬间落到3人近前的地面上。金环灵丘一出世，便亲昵地围着赵玄静打转。赵玄静拍拍灵丘脑袋，冲赵生笑道：“七叔，有小金在，我安全得很。”赵生点点头，知道他没说大话。之前赵玄静一意坚持要带回小金，果然给赵家带来一个大惊喜。赵玄静与这条金环灵丘配合无间，竟然出乎意料地生出土遁神通，能在土层中随意穿行无碍。土遁神通的用处之大，自然不必多说，便属整个赵家，包括3位筑基修士，赵玄静都是探查烂桃山的不二人选。四祖爷，七叔，我去了。打过招呼后，赵玄静搂住金环灵丘脖颈椎，一人一冲体表同时浮现一层淡淡黄光。
而这时，附近地面忽然变得松软如水，疏忽间赵玄静带着小七陡然沉入地下，地面很快恢复正常，原先人虫待的地方已经空荡无人。赵生和赵金剑耳语了2句后，赵金剑留在原地驻守，赵生则服下一颗破障丹，隐去身形，收敛精气神后，偷偷飞上高空，俯察烂桃山全貌。烂桃山只有200-300丈高，山势连绵平缓，有3座山头，2处夹谷，面积将近100里。烂桃山顾名思义，山上长满桃树，因为长久无人采摘，地上落满了腐烂败坏的桃果。千百年来，一年又一年掉落的桃树叶枯枝，已在地上积累了厚厚一层腐殖物。经过发酵后，这层腐殖物混合着腐烂的桃果，渐渐生出一团团含有剧毒且迷人心神的桃瘴气。日积月累下来，烂桃山逐渐被浓郁的桃瘴气笼罩，以至于此山虫兽稀少，除了那群喜食桃果不具瘴气的一种白猿。1个时辰后，赵生站在100丈高空上，遥望下方桃林，清楚地看到桃林中有许多2臂齐长的白猿在嬉闹追逐。这些白猿身体壮硕，身高大多在5尺上下，但也有少数突破至7-8尺高。它们身形矫健，行动如风。更让赵生惊讶的是，这些异种白猿居然有一手投掷绝活，称得上指哪打哪，齐整无比。碎石、桃核甚至粑粑都是他们投掷之物。从一次次破风声和轻易折断枝干上看，赵生很确定异种白猿的力量十分惊人，其中最弱的双臂力道也超过1000斤。转变3座山头后，赵生心里暗暗吃惊。刚才他细数了几遍，发现这群异种白猿数量超过100只，身高超过7尺的至少10只以上。据他初步观察，7尺以上的白猿战力不逊于炼气中期，有几只超过9尺的白猿更能抗衡一般炼气后期。另外，他没有发现2阶白猿的踪影，只在中间夹谷的一段悬崖下看到一座石洞，石洞附近遍地白骨。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处洞穴应该就是2头2阶白猿的住所。赵生没有贸然偷进石洞探查，而是返回赵金剑那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2人面前的地面突然泛起一层黄光，转眼间就见赵玄静抱着金环灵柩从地下升上地面。七叔，我回去再说。赵生突然打断道。稍后，3人回到临时营地洞穴。石室里，3人分别坐下后，赵玄静迫不及待地将侦查到的情报详细道出。赵生想的没错，2头2阶白猿果然躲在石洞里未出。让他大为惊喜的是，那头母猿居然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妖兽怀孕之后，实力大多会大幅度降低。本来赵生还愁怎么拿下那2头2阶白猿，现在天赐良机，岂能错过？他当机立断，决定等公园外出落单后，玄镜联合所有修炼土行功法的族人，施展法术镇他通道，暂时封住石洞。而他和赵金剑、赵可辱3人一起出手围攻2阶公园，争取一战攻城。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赵生的计划尚未展开，便不费而废了。因为这天下午，烂桃山又迎来一批不速之客。夕阳西下，赵生站在一株古木的树杈上，远远眺望烂桃山。此时，一艘赤红雕龙的云舟正在烂桃山上空不断的来回盘旋，看上去十分嚣张，赤裸裸地显示出对烂桃山的窥视。观察了片刻后，旁边赵玄静表情讶异地问道：“七叔，这个家族的人是不是傻呀？”赵生莞尔一笑，道：“也可能不是傻，而是自大惯了。看云舟的样式风格，这家应该不是南疆本地，而是从石朝修仙界来的。石朝的妖兽近乎绝迹，那里的修仙者恐怕早忘了荒域妖兽的恐怖。”赵玄静挠挠下巴，问道：“那我们还动不动手了？”赵生笑道：“有别家抢着当炮灰不好吗？咱们不急，先看戏再说。”“哦，那我回去通知大家伙。”“去吧。”赵玄静走了，赵生仍然默默地观察着烂桃山的动静。后来的这家还没蠢到家，也知道事先侦查周围情况，这时候就看出赵生先前行事谨慎的好处来了。赵家的营地在洞穴里，在故意隐藏行迹的情况下，那个家族的人根本发现不了。20里之外的山谷里还有别的势力隐藏。1天之后，外来势力和烂桃山白猿群的战争随着一片从天而降的火雨开始了。离烂桃山西南10里外的一座山头上，赵生、赵可辱、赵金剑等3位筑基修士并排而立，3人神情严肃地望着烂桃山上不断升起的火光与烟尘，看着身穿红袍的修仙者仿佛下饺子似的从云舟上跳下，勇猛无惧地杀入白猿群中。哪知想象与现实差得太远，这群白猿速度太快，太灵活，有时一个法术过去，人家早跳出老远了。飞剑飞刀连斩如雨，却总接2连3的劈空。有些火球、金剑之类的法术，往往被一颗颗石头砸散。这群修仙者仅仅嚣张了一会儿，就被这群异种白猿各种抓伤、咬伤，被撞飞，甚至被砸得筋断骨折，连连后退。听着从烂桃山传来的猿吼与惨叫声，赵生轻声道：“幸亏我们没抢先动手。”“是啊，没想到这群白猿如此凶猛。”赵可辱也后怕道。赵金剑却道：“此战胜负尚未落定，关键要看那家的筑基修士能否降服2阶白猿王。看那头白猿王现身了。”赵生和赵可辱2人应声望去，此时那处石洞里猛地钻出一头巨大的白猿，它体高丈5，身上肌肉奔张，恍若金刚，2条异常壮硕的臂膀就像2根粗大的石柱。最让人瞩目的是，白猿王右手托着一根9尺余长、
大腿粗、外表坑坑洼洼的大棒，大棒表面被厚厚的血痂肉末糊住，看不出本来的质地。钻出石洞后，白猿王仰头怒吼一声，猛地屈身跳起7、8丈高，手中大棒抡起，带起一阵凄厉呼啸声，劈头砸向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红袍老者。红袍老者正是这个家族的筑基修士，此时他正欲使一个灵火葫芦，释放出大片赤红火雨，烧得下方白猿群毛焦肉烂，四散奔逃。老者一时大意，直到大棒临头了，才惊觉白猿群里竟然还藏着一头2阶白猿。他大惊失色，下意识地将灵火葫芦系到头顶上。轰！一声轰鸣巨响，霎时间灵火四溅，老者倒飞出去，竟被生生砸下地面，身体瞬间砸出一道浅坑，躺在地上，嘴里连连吐血。红袍老者心疼坏了，不是心疼自己受伤，而是心疼祖传的灵火葫芦竟被砸出几条裂缝，而且一缕缕赤红灵火直接从裂缝里泄露出来。小心，老祖躲开！就在这时，红袍老者耳边突然传来2声惊喊，尚未来得及反应，便觉眼前一暗，头顶有寒风扫过。他心里大骇，顾不上其他，瞬念间激发了怀里的符宝。刹那间，老者头顶瞬间浮现出一面通体黝黑、盾面如龟甲的巨大盾牌，盾牌表面显现出一头独角巨龟的虚影。砰！大棒狂砸在盾牌上面，刹那间白猿王凶暴无匹的神力轰然爆发。谁知这面盾牌纹丝不动，反倒是白猿王被自己的怪力震得踉跄后退。好！白猿王一击无功，愤怒的眼珠子通红，双手合握大棒，一蹦跳起，开始了狂暴模式。大棒被他抡出一片片棒影，如暴风雨般噼里啪啦地砸到龟甲盾牌上，根本不给红袍老者躲避的机会。这群长臂白原本就异常敏捷，而白猿王更是其中翘楚，动作之快，力量之凶暴，落到普通人眼里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只会觉得眼前全是白猿王的身影。短短2个呼吸，龟甲盾牌在数以百计的狂暴打击下，肉眼可见的速度虚化下去。此刻，盾牌后的红袍老者被震得脸赤如血，身体竟被深深砸到土里。眼见法盾将破，红袍老者顾不上脸面，急冲上方大喊：“快快出手！”话音未落，就见云舟上陡然爆发出一道惊人剑影，下一瞬，便见一道巨大的金色剑光冲天而起，剑光中浮现一柄赤金小剑的虚影。斩！随着云舟中传出一声冷喝，金色剑光陡然划破天际，倒斩而下。下方白猿王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忽然仰头狂笑，手中大棒猛地挡在身前。转瞬间，金色剑光轻易穿过白猿王躯体，剑光于波扫及身后地面，竟然斩出一道20余丈长、3尺深的狭长剑痕，剑痕沿途十分木断，一连几10株合抱粗的桃树被拦腰斩断。一剑之威，恐怖如斯。此刻，远在10里之外的赵生3人亲眼目睹了这惊天一剑后，无不大惊失色。符宝，一定是符宝！赵金剑失声道：“不愧是来自十朝修仙界的修仙家族，家底确实丰厚。加上刚刚那面盾牌，已经用了2张符宝了呀。”赵生点头感叹道：“哎，白猿王这一死，烂桃山已经大半落入别人手里了，咱们是不是该出手了？”赵科如忍不住问道：“不急，让子弹飞一会儿。”赵生刚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后，突然惊疑一声：“咦，竟然没死！”他十分惊讶道：“是啊，受了相当于金丹真人全力一击之后，居然还活着。那头白猿王手上的大棒材质非凡啊！”赵金剑同时感叹道。就在2人感叹之际，烂桃山上白猿王喘着粗气，将大棒杵到地上。尽管他没死，但也受伤不轻，全身因被剑气波及，皮开肉绽的遍布无数深浅不一的伤口，大的半尺余长，不仅深可见骨，鲜血更从伤口处哗哗流下，很快将毛发染成红色。红袍老者顶着盾牌，小心拔出土坑，一边后退，一边目光贪婪地窥视着那根大棒。这根貌不惊人的大棒也不知是什么材质，竟然才被斩出2寸余深的剑痕。要知道刚刚那是法宝级飞剑的一击，普通中下品灵气根本承受不了这一剑，而大棒居然凭着本身材质硬扛了过去。红袍老者出身炼器家族，非常清楚这代表着什么。不过此时不容他多想，刚才吃了一个大亏的白猿王忽然冲麾下白猿连声大吼，而后擎起大棒又直接冲了过来。红袍老者见状脸色大变，而这时白猿群忽然一改先前的散漫，居然犹如军队一般3、5成群的集结到一起，联手对付一位修仙者。因为这一变，人族一方顿时溃不成群。就在这时，云舟里突然飞出一位红袍中年人，他是这个家族的另一位筑基修士，因为擅长炼器而不精于战斗，刚开始并没有参战，现在见到家族快要落败了，他不得不现身参战。谁知他不出现还好，一出现，耳边陡然传来一声怒吼：“好！”下一瞬，中年人还没反应过来，一颗豆大的青石闪电般飞来，瞬间砸到他身上。噗！红袍中年狂吐鲜血，砰的倒飞出4、5丈，撞断了一棵桃树后才跌倒地上。直到这时，众人才万分惊恐地发现，石洞边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头大腹便便的巨大白猿。见此情形，这些人心里刷得凉了半截，真正感受到了情报不足的苦楚。可惜现在明悟这些已经太晚了，快逃啊，快逃啊！眼见家族2位筑基落败，人群里也不知谁喊了一句，众人听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纷纷拼命向山外逃窜。红袍中年见势不好，连忙飞回云州，几次想降落下来，但每次都被一颗炮弹般的石头打飞回去。几次三番之后，云州放弃在烂桃山降落，只得逃向远方，企图接应残存的家族成员。这群白猿已经打出了真火，哪里容得敌人逃出升天？白猿王带头追向玉湖飞窜的红袍老者，其他白猿也成群结伙地追击其他人。面对行动如风的一种白猿，本来就不熟悉周边环境的修仙者，这下可惨了。短短几分钟时间，大半修仙者就被白猿团团围住，最后不是被咬死，就是被撕成4、5截。当然，这些人临死之前也疯狂杀死了不少白猿。一场人妖大战落幕，白猿虽胜，但也伤亡不小。时间稍稍往前一点，当看到那些修仙者纷纷逃窜之时，赵生3人感觉十分意外。虽然此时形势对人族不利，但只要不笨，连普通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逃跑是最愚蠢的选择。可这帮货偏偏选了一个最不可取的做法，这让3人怎么也想不通。就在这时，旁边地面忽然泛起黄光，紧接着赵玄镜抱着灵丘钻出了地面。见到3人眉头紧皱，赵玄镜心里一惊，连忙问道：“四祖爷、七叔，你们怎么了？难道又出什么事了？”赵生看见他回来了，笑道：“没什么，我们只是有些奇怪，这帮修仙者的表现太拙劣了，好像在凡尘俗世享受的太久，居然能蠢到这种地步。”赵玄镜点点头，赞同道：“是啊，他们太蠢了，我就随便喊了一声快逃，他们居然真的逃跑了。”“什么？你一喊逃，他们就真逃了？”哈哈。赵生一听这话，大为惊讶，说到最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旁边赵柯如忍笑问道：“静儿，你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赵玄镜摸摸后脑勺，表情奇怪的反问：“难道我很笨吗？”哈哈。3人一听这话，顿时放声大笑。一会儿后，等3人停住笑声，赵玄镜马上转移话题，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动手？”赵生望向10里外的烂桃山，远远看着正拖着红袍老者尸身一步步返回的白猿王，含笑道：“不着急，黎明之前才是最黑暗的时候。”日落星移，转眼间距离黎明不足半个时辰。此时外界漆黑一片，而赵氏所居洞穴里却灯火通明。赵生站在石台上，望着下面全副武装的赵氏族人，神情严肃道：“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众人士气高昂的齐声喊道。赵生点点头，最后叮嘱道：“等会出手，要狠要快，更不要忘了互相配合。现在出发！”“诺！”赵氏众人齐声称诺，接着分成2队，鱼贯走出洞穴，在赵冲威、赵柯清2位练气后期的带领下，2队人马迅速摸向烂桃山。与此同时，烂桃山上，赵玄镜鬼祟祟地从地下钻出半截身子，看着睡得正香的白猿们，偷偷一笑，接着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堆土黄色符箓，开始围绕着这帮白猿埋设起来。这些土黄色符箓是一阶符箓，名为10牢符。出发前，赵生特意绘制了一批，本来没觉得能派上用场，谁知有愣头青抢着替赵家挡了一劫。这些白猿万想不到，打退一帮人之后，还有人在背后算计他们，因而一时大意，不小心着了某个老阴逼的道。为了防止白猿王察觉，赵玄镜没敢过深入石洞，仅在石洞外侧和稍稍往里一点的地方埋下了地刺符、裂地符等土形符箓。大约半个时辰后，天边亮起了鱼肚白。赵氏众人恰在这时摸到了烂桃山下，此时正是烂桃山中桃瘴气最清淡的时间，视线最佳，3、40步之外仍然能看清人影。桃瘴气不同于浓雾云气，阳光越盛，气温越高，从腐烂败果中孕育而出的桃瘴气越会大量升腾而出，久久浓郁不散。早在山下等候的赵玄镜马上迎上前来，跟赵生耳语了一番。赵生点点头，回头冲族人一挥手，赵氏众人见状纷纷服下破障丹，2队人马一左一右，慢慢接近呼呼大睡的白猿群。片刻后，当众人快接近3丈范围时，终于有嗅觉灵敏的白猿被惊动了。“是打！”2道呼喊近乎同一时间响起。就在此刻，赵玄镜咧嘴一笑，全身灵力轰然爆发，大片黄光转眼间掠过周围地面。下一瞬，白猿群四周地面蓦然冲出无数根粗大石柱，这些石柱纵横交错，弯弯曲曲，转瞬间形成一大片石牢。刚被惊醒的白猿困在原地，石牢刚成型，下一波打击接踵而至。最先的是一片箭雨，赵氏21位先天宗师各擎一张法器，连弩冲着白猿群便是一通乱射。嗖嗖嗖，白猿群被困在原地，想逃都逃不了，顿时被金刚破甲剑扎个正着。幸运的没伤到要害，倒霉的脑门、眼睛、心脏被扎个通透。然而这还没完，箭雨过后，一波赤火球、寒冰刀、金光针、石锥法术，夹杂着飞剑、破魔刀、3棱枪等法器，一股脑的砸向这帮倒霉的白猿。他们昨天刚经过一场大战，体力腰力尚未完全恢复，现在又遇上了一帮不讲武德的赵家人，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不过赵家虽说废了不少白猿，但也只能到此了。这片石牢仅坚持了几个呼吸，便被这群力量惊人的一种白猿破开。至此，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正式掀开帷幕。一方虽然死伤惨重，可凶性不减，敏捷如风；另一方士气高昂，配合娴熟，但实战经验偏少，先天武者居然不是一头白猿的对手，只能硬着头皮当肉盾。赵硕手中由龙剑疯狂的横劈竖斩，
一道道剑光纷飞，隐隐连成一片光幕。可即便如此，他仍然心头巨震，感觉眼前漫天都是爪影。只有与白猿真正短兵相接时，他才震惊地发现，白猿速度之快，竟让他分不清哪只是真，哪只是假，只能被动的防御。啊！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惨叫，赵硕眼角余光瞥见，年龄最大的赵温熙已然倒在地上，胸膛上破了一个大洞，眼见活不成了。赵硕顾不上悲伤，此刻他只觉手上宝剑越来越沉，原本雄浑的先天真气以骇人的速度大量消耗，但他不能呼救，更不敢逃跑，因为家族修仙者的境况比他好不了多少。一旦他胆怯逃走，最后一定会死，不死在白猿手里，也会死在族人手里。既然同样都是死，何不为家族而死？坚持！赵硕心里给自己打着气，同时狠了狠心，将藏于舌下的爆气丹咽下肚子里。一个呼吸后，他感觉胃里仿佛有一座火山轰然爆发，无穷热量瞬间烧遍全身，转眼间四肢百骸重新充满了力量。与此同时，大量先天真气从肌肉骨髓五脏六腑里源源不断生出，近乎枯竭的丹田很快蓄满先天真气。霎时间，赵硕精气神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巅峰。变慢了，原本快到闪出残影的白猿，忽然间仿佛变慢了许多。赵硕已经能看清他的动作。杀！赵硕怒吼着，眼珠子沁出血色，由龙剑快若闪电，剑尖吐出3寸剑芒，一闪没入对面白猿的眉心里。在爆气丹的辅助下，直面生死的赵硕突破了，正式步入先天大成境界。砰！赵硕震剑磕飞一块呼啸而来的碎石，陡然跳入另一个战团，联手修仙族人对抗一头白猿。人猿战争迅速白热化，赵家一方很快便倒下了6、7个族人，而白猿群连续大战，精力不济，死掉的更多。赵生、赵金剑、赵科汝3人严阵以待地盯着石洞。当战斗一打响后，白猿王卷起一阵腥风，飞似的窜出石洞。他刚露面，一道赤红迎面斩来，砰！一片棒影扫过半空，砰的一声，轻易砸飞了赤红剑。哪知这时，一片白茫茫的雾气忽然浮现，凭空笼罩了白猿王的大半个身子。电光火石间，雾气里无数蕴含锋锐剑意的水滴齐齐嗡鸣震荡，斩神剑意瞬间激发。这一刻，白猿王胸眸深处蓦然见到一道剑光越来越大，最后映满心头。下一瞬，他只觉头痛欲裂，头颅就像被一剑斩成2半。白猿王一双胸瞳忽然茫然无神，身体顿时僵在当场。好机会！就在此刻，他脚下地面泛起黄光，一条金环巨蟒陡然冲上地表，不仅死死缠住白猿王2条大粗腿，更是拼命往下一拽。扑哧！白猿王腰部以下生生被拉入土里。也在这时，白猿王心神重新凝聚，及时用2条臂膀撑住地面，这才避免身体被拖入土里的悲惨下场。只是棋差一招，满盘皆输。笑傲山林几百年的白猿王，万万想不到有人类为了对付他做了多少次预演。他刚撑住下沉的身子，一尊长大如缸的灵鼎忽然从天而降，重重砸到他的脑瓜子上。嗡嗡！白猿王被砸懵了，眼前顿时金光乱窜，一阵天旋地转。噗！刹那间，他眼底恍惚掠过一道赤红，接着他感觉脖颈一疼，接着双目剧痛，失去了视线。在陷入黑暗前的一刻，白猿王听到石洞那边传来轰然巨响，继而有惊怒的嘶吼声传到耳边。看着高高抛起的白猿王头颅，赵生松了一口气后，立即飞掠到石洞边上，和赵玄静站到一起。这时石洞已经垮塌了，但堵住洞口的碎石却震动不止。此外，还能隐约听到石洞后面母猿王的嘶吼声。赵玄静神情凝重道：“七叔，看样子挡不了多久了。”赵生表情轻松地说道：“不碍事，如今大局已定。”说话的时候，赵科汝和赵金剑2人已经冲入猿群里，大开杀戒。半个时辰后，当太阳爬上山头时，烂桃山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不过山上随处可见的血迹、尸骸与断体残肢，空气里挥之不散的浓郁血腥味，昭示着刚刚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石洞附近的一片空地上，17、8头神色萎靡的白猿被一圈圈铁线藤牢牢捆住手脚，扔在一边。而在他们面前，不仅放着一颗龇牙咧嘴的白猿王头颅，更躺着奄奄一息的母猿王。这些白猿见道族王与族后都要死了，圆脸悲伤之余，眼睛里更泛起明显的恐惧。赵生站在一旁，仔细打量着母猿王，见到其眼底流露出祈求之色时，赵生眼中金光忽闪，右手一翻，手里顿时多了一柄3寸长的飞剑。他走上前，对准母猿王高高隆起的腹部，小心翼翼地划了下去。少顷，当母猿王最后眷恋的眼神暗淡下去后，赵生手里托起了一头婴孩大小的小白猿。片刻后，在小白猿哭啼着睁开眼睛的一刹那，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男人。这时候，赵金剑一脸沉重地走到赵生身旁，声音低沉道：“死了19个，先天12人，炼气中期1人，前期6人，还有6人重伤。此外，赵科清胸肺重创，经脉断裂，今生修为止步，炼气8层。”赵生听完，神情很是悲伤，不禁感慨道：“一场惨胜啊！”赵金剑反而安慰道：“天意难违，上天注定让我赵家遭此一劫，幸好最终是我们胜利了。烂桃山是我赵家的了。”赵生将小白猿递给赵金剑，同时说道：“这只小东西也是，咱们家以后不缺守山灵兽了。”一场大战之后，琐碎事情有很多，清理战场、埋葬族人、
收集战利品等等，整整忙活了2天。赵家3位筑基修士才抽出空来，着手处理收集过来的宝物。赵金剑、赵科儒和赵生3人站在一堆宝物旁边，开始各自挑挑拣拣。赵生拿起的第一件宝物，不是红袍老者身上的储物袋，而是白猿王的大棒。刚入手，赵生感觉手里猛地一沉，好家伙，起码有1000斤重。幸好当时没给白猿王施展棒法的机会，否则没人能挡得住他一棒。咦，赵生忽然惊异一声，视线投向大棒上的那道剑痕，竟然看见凹痕里有点蓝光闪烁。难道？赵生心里蓦然生出一个念头，他立即将大棒斜放，挥手拧出一条水龙，反复冲洗大棒表面。随着外面厚厚一层血痂被洗去，大棒逐渐露出本身的质地。大棒看上去仿佛被高温烧融后又重新凝固后形成的。坑洼不平的表面随处可见琉璃般光滑熔状晶体，但在某些坑洼处却裸露出零星几颗沙粒大、闪烁着蓝光的神秘金属颗粒。这是庚金！赵生异常惊喜，脱口喊道：“什么？”听到赵生失态的惊呼，赵金剑2人立即被惊动，赶紧走过来查看。一看之下，2人顿时也震惊了。庚金，修仙界万千金型天材地宝材里，只有来自9重天外的庚金才会释放出这种独特的神秘蓝光。若真是庚金，赵家这次为烂桃山死了这么多人，也算值得了。要知道，庚金是高等天材地宝，通常用于炼制法宝。修仙界有一类极特殊的法宝，名为剑丹。剑丹是甲丹中最顶级的一种，以剑丹进阶的剑修，实力毫不逊于其他凝成金丹的金丹真人，因此剑丹向来是剑修们的心头挚爱。而庚金则是炼制庚金剑丹最核心的宝材。经过3人轮番检验，3人一致认为这些蓝光灵晶真是传说中的庚金。赵生收起笑容，果断道：“庚金是太白金的衍生品，这根庚金棒足以说明烂桃山附近必定有一座庚金矿藏。”赵生之所以如此肯定，是由太白金的特殊性决定的。来自天外的太白金会自主发散出一种类似辐射的一种灵光，这种灵光能将附近的金属转化成次级同属灵晶，也就是庚金。赵金剑和赵科儒2人满脸惊喜地互相看了一眼，接着重重地点了点头。与一座可能存在的庚金矿相比，石室里的宝物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3人草草清点了一番，普通法器、灵石、丹药、炼材药草、储物袋等等就不细说了，反正林林总总一大堆，全是那个倒霉蛋家族留下的。就这些东西便让赵家不仅赚回了本钱，还大大暴富了一把。仅法器一项，赵家每人平摊完2件后仍有剩余，这让3人不得不感叹时朝修仙界真是底蕴深厚，连一个普通筑基家族都富得流油。除了上述那些之外，有几件宝物最让3人重视。首先是4件灵器，第一个是受损的灵火葫芦，内部装载着天地灵火赤灵焰，可用于炼丹和炼器。这件灵火葫芦直接被赵科儒收入囊中。第二件是灵气大红法袍，是从红袍老者身上扒下来的，赵金剑也不嫌弃是死人穿过的，直接换上了。剩下的2件灵器分别是一枚黝黑小印和12面小旗幡，小旗表面泛起红色霞光，不停散发着甜腻之极的气味。除了灵气之外，此次最重要的收获是一枚龟盾符宝，这也是那位红袍老者贡献出来的。从这一点上看，这人堪称送宝老人。这枚龟甲符宝已经被用了2次，但还有1次使用机会，即便如此，它也异常珍贵。3人互相推让了一番后，因为赵生年龄最小，最终不得不收下他。1个时辰后，3人清理好战利品，立即召集所有族人，将一部分宝物发放给族人。别的不说，法器至少人手1件，灵石300，丹药另论。自古战功最重，赏赐宜早不宜迟。3人这么早分发战利品，也是遵循此理。就赵家众人分享烂桃山之战的收益之时，这片荒域中无数修仙势力也先后发动了开山伐妖的战争。与此同时，一场围绕拓土战争的阴谋也开始了。一处古木参天的莽林中，20余的妖狼上蹿下跳的正在围攻一头2阶斑灵鹿，旁边一棵合抱粗古木的枝干上站着一头大如牛犊、额头呈现月牙状纹路的银白巨狼。此时，这只头狼目不转睛地盯着下方2阶灵鹿，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忽然，一道娇小的身影浮现在头狼身侧，幻娘刚现身，便挥手撒下迷神幻光，区2阶妖兽丝毫没有反抗之力，转瞬间便被迷神幻光迷惑了心神。幻娘随手在头狼魂海里种下一个念头：人族必死。等到白灵开之日，立即发动狼群袭杀人族。与此同时，他顺手指明了附近人族的落脚点。做完这些，幻娘身形一闪，瞬移而去。从朱黄岭离去后，幻娘就一直在做类似像这样给低品级妖兽种下暗示的事情，而且她还会持续的做下去，直到白灵开的那一天。兽潮最厉害的地方是数量规模与突然性，少数妖兽袭击人族压根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会给人族送战利品。另外，1、2阶妖兽的数量再多也伤不到人族的根本。幻娘只是随手而为，她最看重的是3阶以上能跟金丹抗衡的强大妖兽。只是3阶以上的妖兽灵智已开，仅迷神幻光很难迷惑他们。为达到目的，身为7阶大妖的幻娘不惜放低姿态，不辞辛苦的一只只的找上门去，亲自说服或者打服这帮桀骜不驯的妖兽。刚刚幻娘仅是路过，她的目标是100里外黑松林中的一头3阶猎的妖熊。
赵生等人并不知道，明年白灵开之时，一场狂兽浩劫即将袭击身在这片荒域的无数修仙势力。这时候，赵生坐镇烂桃山，带领族人开始一点点开辟领地，同时负责修建一个能长期居住的安全驻地。赵家其他2位筑基修士刚刚已经乘坐云舟护送战利品返回太巫山。回到烂桃山后，2人还要将一部分战利品兑换成各种物资，用于开发烂桃山。在云舟返回太巫山之时，赵生把赵玄静叫去，把更金矿的秘密告诉了他，同时暗中吩咐他去附近搜索更金矿的位置。少顷，赵玄静领命而去。1天后，赵生将12面灵幡插到烂桃山各处。这时，赵氏族人惊喜地看见烂桃山上空的陶瘴气居然迅速流向12面灵幡，并被其很快吸收炼化。随着陶瘴气渐渐消散，灵幡表面的霞光越来越盛，幡面上渐渐凝出一朵朵霞云，最后霞云竟然脱离幡面，围绕灵幡四周自动生成一片浓郁且甜腻至极的粉红神光。这片神光是陶瘴气进一步凝练之后的产物，不仅剧毒无比，而且惑人心神。筑基以下的修仙者闻上一口立即毙命，筑基以上的即便不死也会陷入自身幻象里不能自拔。3天后，陶瘴气消散，赵氏众人不用服下破障丹，也可自由进出烂桃山。直到这个时候，一个从未有人开发的宝地终于向赵家展开了怀抱。烂桃山占地近100里，山中桃树无数，有一种树木仅30余株的灵桃树。这种灵桃树上结下的灵桃，桃皮金黄，桃肉呈浅红色，味道甘甜之极，吃下肚后生出丝丝灵气，具有不分乏毛洗髓的功效，可大大改善体质，提升肉身素质。难怪烂桃山上的白猿如此敏捷，平均身体素质比先天武者还要强大，原来都是拜这种黄桃所赐。除了灵桃树，烂桃山种的灵药也不在少数，其中药龄最长的一株竟然超过2000年。千万年来，烂桃山上的灵药都无人采摘，以至于这些山中灵药一茬茬的成熟，最后白白腐烂。烂桃山落入赵家手里之后，这些灵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现在赵家饱受人手不够的痛苦，开辟一座灵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清理腐土，砍伐灵木，驱逐虫豸凶兽，开辟灵田药田，建造住处与防御堡垒等等。以上随便一件事情都不是区区几10个人能轻松完成的。此外，还要成立专门的巡山队，时刻提防外敌与闯入的妖兽。可以说，即便将所有赵家人劈成2半也不够用。一时间，赵生为无数琐事忙得团团转，偏偏这个时候没人能帮他分担一下。荒域危机四伏，为了保证云州安全，必须要有一位筑基修士坐镇才行，而赵金剑是不二人选。由于要驾驶云州不断往返太巫山、九鼎房市、烂桃山3者之间，赵金剑帮不了赵生，而赵科汝又做不来这等事情，并且他也忙得焦头烂额。烂桃山一场大战，家族积蓄的丹药消耗一空，光炼丹这一项就够赵科汝忙上1、2年了。时间一点点流逝，转眼间2个月过去了。这个时候，烂桃山上千头万绪的诸多琐事已经被赵生完全理顺，种种事宜逐步走上正轨。赵生也终于能抽出时间去关注其他事情，比如最重要的更金矿。2个多月了，赵玄静每天早出晚归，到处奔波劳碌。然而，他搜遍烂桃山附近200里范围，却始终没找到更金矿。赵生觉得有些奇怪，心想莫非他猜测错了，那根更金棒只是一个巧合。3天后，就在赵生想亲自出去搜寻一番的时候，赵玄静满脸兴奋地找了过来。七叔，我找到了。赵生疼地站起身来，急问道：什么？你真的找到更金矿了？七叔你看。赵玄静点点头，说着慢慢摊开手掌，只见一撮闪烁着蓝光的更金颗粒出现在他掌心里。没错，真是更金。玄静，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赵生表情激动地追问道。赵玄静笑道：那根金矿在距离烂桃山400多里外的一座湖里。你说过太白金经落到地上后会砸出一个大坑，我就按照这个线索找。刚开始找遍了所有洼地山谷都没找到。前2天我路过那座野湖时，忽然想到这座湖是不是被砸出来的，于是潜下去搜索了一番。这一搜还真让我找到了。赵生听后高兴地拍拍赵玄静的胳膊，赞扬道：玄静，你辛苦了。赵玄静憨厚地摸摸脑袋，不好意思道：七叔，相比那些为家族而死的叔伯兄弟，我这点辛苦根本也不算什么。赵生道：很好，要是家族的人都像你这样想，何愁我赵家以后不兴旺发达。半天后，赵生和赵玄静落到一座野湖边上，透过清澈见底的湖水，可以清楚看见湖底下到处都是大片凝固的琉璃似的溶状物。赵生抬头看看东北方向，目光闪烁了几下。稍后，赵玄静拉着赵生穿过厚厚的土石层，进入了更金矿洞里。赵生站在矿洞最深处，手托一颗夜明珠，淡淡白光扩散出去，映射到四周矿壁。只见最里面的岩壁上有星星点点的蓝光反射回来。赵玄静走上前，伸手触碰岩壁，手上涌出的黄光扩散到附近岩石表面，岩石簌簌掉落了一层。转眼间6枚沙粒大的更金颗粒被挤出来，丁丁落到他的手里。赵生见状问道：玄静，你估算这座更金矿最多能出产多少更金？你找到了那块太白金晶吗？赵玄静回答道：七叔，这片更金矿的岩石极其坚硬，我和小金联手也遁不进去，并且不用法术很难弄碎这些岩石。如果用上法术，
以我现在炼气8层的修为，一天最多能掘进半丈，收集100到200粒庚金。至于太白金晶，我想它应该在庚金矿的最深处。庚金太过珍贵，必须极度保密。直到现在，整个赵家也只有他们4个人知道这个秘密，而且他们也不打算告知其他人。知情人越多，越容易泄露机密，所以矿工暂时只能由赵玄静一个人担任。从矿洞里出来，赵生于湖边，举目眺望东北方，看着天边升起的一片片黑烟，他的表情渐渐凝重起来。玄静，这里离火焰岭有多远？赵玄静以手遮眉，望向火焰岭方向，想了一下，答道：大概快100里地了。太近了，太近了呀！赵生自言自语了一句后，转身对赵玄静道：走吧，回烂桃山。1天后，云舟返回烂桃山，赵金剑刚下云舟，便被赵生拉到密室里，而赵玄静、赵可如早在这里等着了。赵金剑见状诧异道：怎么回事？莫非又出什么大事了？赵生拉他坐下来后，沉声道：确实有2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商量。说完，赵生便将发现庚金矿以及庚金矿距离火焰岭太近、太不安全这2件事告知了赵金剑和赵可如2人。赵金剑2人听完后，神情变得十分凝重。赵生的意思并不难懂，分明是说那个沈家是一个大威胁，如果要确保庚金矿不被外人所知，沈家必须被赶走，或者永远不能开口。我们是不是太杞人忧天了？庚金矿身在湖底下，我看隐秘得很，应该不会被沈家发现。赵可如谨慎地问道。赵生摇摇头，解释道：鲁叔，我们不能只看一时，等到沈家扎下根来，沈家人随时可能路过那座野湖，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庚金矿怎么办？呵呵。赵可如尬笑一声，也许等他们发现时，庚金矿早被我们开采完了，只要毁灭痕迹，没人能察觉哪里存在过一座庚金矿。赵可如为人谨慎，家族最近伤亡不小，他不愿意因为一座灵矿而招惹事端。他刚说完，赵生马上反驳道：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谁也不敢保证沈家人发现不了野湖的秘密。万一庚金矿被沈家人发现，你猜沈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赵金剑闻言白眉竖起，冷声道：自然是想尽办法灭了我们赵家。这时赵玄静补充道：庚金矿的地形特殊，如果有人以前见过，一定会辨认出来的。见此情形，赵可如只能无奈道：按你们说该怎么办？话音刚落，3人异口同声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完，赵生3人见到他们如此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莞尔一笑。火焰岭是一座活火山，山顶凹陷之处有一座熔岩湖，因为火山多次喷发的缘故，使山体内部生出无数条仿佛脉络血管状的熔岩地洞。因为熔岩地洞数量极多，彼此间又互相勾连贯通，导致火焰岭内部形成一大片极其复杂的地下迷宫，而一群地火熔岩就世代生活在这片地下迷宫里。因此，当沈家攻占火焰岭时，立刻遭到了这群地火熔岩的袭击。这下沈家遇上了天大的难题。地火熔岩借着地利之便，在迷宫里神出鬼没，时不时这里偷袭一把，那里捣乱一番。最可恨的，他们居然能喷火。想象在一条转身都困难的溶洞隧道里，你好好的走着，突然间一股火焰从洞口灌进来，火焰从洞口直接喷到洞尾，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只有那些被烧焦的沈家子弟才真正体会得到。最近2个月，沈家上下简直焦头烂额，心急火燎。为了清剿这群地火熔岩，沈家是想尽了办法。虽然的火熔岩死了不少，但这群妖兽在2阶头领的带领下变得越来越狡猾，越来越难杀。最近2天，沈家接连死了2个炼气3层族人，却连地火熔岩的影子都没碰到。为此，沈家筑基沈阳鳌的头发都愁白了。一座清理干净的大型溶洞里，沈白鳌与一位寿眉老者相对而坐。大长老，家族最近死伤惨重，那头2阶熔岩太过狡猾，3番5次从我们手中溜走，要不然我们换一个地方吧。沈阳鳌忧心忡忡地说道。沈家大长老轻捋寿眉，语气淡淡地问道：你想换到哪儿去？沈阳鳌一听这话，立即激动道：我看几百里外的烂桃山不错，前天我偷偷过去看了，那烂桃山已经被赵家攻下，咱们索性赶走他们便是。大长老闻言抬起眼皮，眼中金光暴涨，沉声道：杨鳌，赶走赵家容易，但你不怕招惹来丹圣葛家吗？沈阳鳌神情傲然，蜘蛛在握道：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赵家迎娶的不过是一位葛家金丹的孙女，而那位金丹真人的孙辈上百，几乎不可能为一个普通孙辈的姻亲出头。修仙界自古弱肉强食，葛家若是连这点小事也要管，是会犯众怒的。大长老听完却没有丝毫动容，他重新拉大下眼皮，慢吞吞道：杨鳌，你想的不错，但家族已经为火焰岭付出了不少族人的性命，现在又招惹一个修仙家族，并不明智。等等吧，再等半年，若是到时还拿不下火焰岭，老夫会亲自出手赶走赵家，你看如何啊？沈阳鳌虽有不甘，但不敢违背大长老的意愿，只得低头道：大长老说的是。沈阳鳌要谋划夺走烂桃山，却不知赵家人已经偷偷潜入了火焰岭。此时赵玄静和赵生2人在一条狭窄的隧道里悄然现身。呸呸！隧道空气很浑浊，赵玄静刚进来，闻到了一口满满的硫磺酸臭味，顿时忍不住呸呸连吐几口唾沫。赵生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捂住鼻子。身具灵秀神通的他更忍受不了这种恶劣环境。七叔，
沈家怎么会看中这种鬼地方？赵玄静蹲在地上，腿上缠着小金的一截身体，脸上满是嫌弃表情。金环灵丘喜阴不喜阳，最讨厌火焰岭这类炎热干燥的环境，因此只露出来一小截身体。废话真多，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刚说完，赵生连忙运转灵力，给自己释放了一道净尘术，过滤了大半空气后，才感觉好一点。赵玄静表情无辜道：“没忘啊，我们不是要摸清火焰岭的地脉节点吗？另外绘制地下迷宫地图，然后找机会给沈家来一个狠的。现在我们分头行动，你往下，我往上。对了，你身上的隐身符和敛身符还够了，上次并没用多少。好，一切小心。”两人话别，赵玄静拉住小金，土遁离去。赵生熟练地加持完隐身符与敛身符隐去身形后，随即沿着隧道快速穿行。因为神识的缘故，赵生探索效率极高，跑了半天，很快便绘制了几十条隧道的方位与走向。这时候，沈家对两人可耻的偷家行为一无所知，仍然每天处心积虑地与地火熔岩斗智斗勇，打生打死，几乎无暇顾及周边情况。就这样1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烂桃山最中间的山头，以石洞为中心，已经建立起20几座石木结合的房屋，而在外围一条2丈高1丈厚的石墙，石墙上闪烁着防御阵法光晕，将整个建筑群保护起来。一座微型聚居地此时已经初具规模。这时候，聚居地最中心的石屋中，除了赵生卫在外，赵家其他关键人物全部就座。众人表情肃穆，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赵玄静讲解。赵玄静站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他对面墙壁上挂着一幅长宽近丈的硕大地图，上面是火焰岭地下迷宫所有隧道及地形。地火脉共有27处关键节点，只有同时摧毁2/3的节点，火焰岭就会轰的一声突然爆发。那时无尽岩浆喷发出来，倒灌进整座地下迷宫，再加上地火熔岩突然集体发狂。在这时候，我们偏偏弄塌绝大部分通道，只留下一条逃生通道。你们说到时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不得不说，跟在赵生旁边混久了，赵玄静多少也沾染了一些恶趣味。最后这句话，虽然他以调侃的口吻说出来，但仍隐藏不了话里面满满的凶残狠绝之意。但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这在修仙界可是大大的优点呀。有句话说得好，只有死绝了的敌人才是一个好对手。不过计划虽然好，但能完全实现才行。赵金剑最先提出质疑，玄静27处节点要怎样做才能同时摧毁2/3，又如何让的火熔岩集体发狂？话音刚落，赵科如也质疑道：“仅仅这点手段，恐怕弄不死沈家2位筑基修士，怎样对付他们才是我们最大的难题。”面对质疑，赵玄静憨厚地笑了笑。七叔说他有办法，我相信七叔。一听赵生已经想出了办法，众人心里莫名一松。这些年赵生屡屡为家族立下大功，众人早已对他的才智手段极为信服。恰在这时，满脸皮色的赵生走进这间石室，进门前他刚好听到了众人的质疑，于是赵生一进来便胜券在握道：“对于四爷的质疑，我已经想出了2个方法，现在说出来让大家提意见。首先，如何同时摧毁地脉节点？我绘制了一种2阶真符，名为子母连环符，正好可以用在这上面。子母连环符是玉虚玄秘符经上记载的一种2阶真符，它分为母符和子符，母符只有1张，而子符的数量不限，全看符师的修为高低。只要激发母符，子符也会同时激发，让地火熔岩发狂的手段很多。碰巧我们手里正有一件利器红云幡，结合火山爆发危机，3管齐下，沈家不死都难。毒，太毒了！”经赵生这么一说，众人心头暗暗发寒，有人更忍不住瞎想，同样是赵家血脉，你赵冲和为什么这样一枝独秀？赵生不知道有人在暗中腹诽自己，他继续讲道：“为了确保杀死沈家2位筑基，我特意保留了一条生路，只等着他们冲出来，给2人一个大大的惊喜。”虽然赵生并没有说惊喜是什么，但这次会议之后，赵家调动绝大部分人力与资源投入到灭沈计划中来。又过了1个月，当所有计划物资备齐后，赵生和赵玄静2人又偷偷回到了火焰岭，重新回到地下迷宫。2人熟悉的跟回到自己家一样，压根不用看地图，也不用再三叮嘱。2人对视了一眼，互相点了点头后，一人拿着一个储物袋，开始分头行事。某条隧洞里，岩浆缓缓地流淌着，突然间从隧道顶上冒出一个人头来。赵玄静倒着身体，用手按在石壁上，黄光涌现，石壁上顿时多了一个深深的石坑。赵玄静熟练地取出1张子符和2枚火雷子，将东西放入石坑中，接着用法术填平。这已经是他埋设的第12处地脉节点，剩下还有11处，得抓紧时间了。小金，走！赵玄静一拍石壁，低喝道：“嗖！”话音刚落，他瞬间被拉回土层中。这处隧洞很快恢复了死寂，仿佛刚才的变故只是一种幻觉。2个时辰后，夕阳西下，夜幕降临。赵生和赵玄静2人在野湖边上碰头。赵生望着湖底下隐隐泛起的蓝色星光，神情变得严肃而凝重。玄静，都买好了吗？七叔，我办事，您就放心吧。这就好，等3日后族人抵达火焰岭，我们就立即发动。赵玄静默默的点头，有七叔在，他一向懒得动脑子，听七叔的安排就是。
3天时光转瞬即逝，日上三竿，当沈家人纷纷钻进地下迷宫后，赵生也同时悄悄出现在地下迷宫一处隧洞里。这座隧洞有一座小型岩浆池，池里沉浮有5头鳞甲金黄，嘴巴似鳄鱼，身体仿佛巨大化蜥蜴的地火蝾螈。这里是地火蝾螈的一处巢穴，是赵生在2个月前发现的。实际上巢穴并不难发现，难得是如何在地火蝾螈逃走之前将其杀死。沈家与地火蝾螈纠缠了将近半年，之所以仍然焦头烂额，正是因为地火蝾螈有打不过就逃进岩浆里的恶劣习性。看着在岩浆里泡澡的地火蝾螈，赵生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一面红云帆，慢慢摇晃起来。转眼间，一缕缕粉红云雾从红云帆上溢出，很快扩散到隧洞里。随着粉红云雾变得浓郁，岩浆池里的地火蝾螈纷纷抬起头颅，狠狠吸着空气里的云雾。它们很快变得兴奋躁动起来，金黄的眸子竟然变成了一片赤红。见到火候足够了，赵生用红云帆将隧洞里的云雾重新吸回大半，然后赶赴另一处巢穴。时间一点点过去，赵生顺利地将所有巢穴刷新了一遍。而这时，沈家人也惊喜地发现，地火蝾螈遇到人居然不逃了，而是发狂了似的上来就拼命。这下正中沈家人下怀，他们不怕地火蝾螈发狂拼命，就怕对方打不过就逃。这半年来，沈家为此吃尽了苦头，快恶心坏了。但也有少数沈家族人对这种反常情况心生警惕。然而，他们一时发现不了那种蹊跷，只能向沈家2位筑基汇报。沈阳敖和大长老2人早已知悉这种异常现象，大长老生性多疑，立即提出撤离地下迷宫，而沈阳敖却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正好借此机会将地火蝾螈一网打尽。另一边，赵生已经悄然离开地下迷宫，飞到火焰岭西边一片密林里，炼气99，圆满归一。这也许是天意。小说中，主角赵生从区区凡人一步步晋升为筑基修士，现实里百世飞升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从网页热门起步，历经人气、新书、强推、6评，最后晋升到3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到了筑基关头。上架后，这本书能否铸就完美根基，白眉说了不算，全靠大家的支持。借此机会，白眉向所有看过本书、追读过本书，甚至不离不弃一直追读到现在的书友们道一声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一直鼓励我、鞭策我，如果没有你们，白眉根本坚持不到现在。本书目前有3000多追读，白眉的目标是筑基2000手定，完美筑基3000手定。若能达成完美筑基，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00手定，白眉加更1张。上架后争取保4争6。另外补充一个规则，盟主加更2张。最后，白眉曾经说过要踏上飞升之路，而今天便是飞升的第一步，请诸位书友助白眉一臂之力，我要成仙。密林中，赵家32位族人全部到齐。赵生一进来，众人目光齐齐看向他。赵生面容一整，肃声道：“前戏已开幕，现在该我们上场了，出发！”诺！众人轰然应诺，接着分成2支队伍，穿出密林，直奔火焰岭山下。砰砰！随着2声微不可闻的落地声的惨叫，2个守在通道口旁的沈家族人的头颅被赤红剑一剑削下，跌落到地上。下一秒，赵金剑和赵生2人从天而降，落到通道口旁。一落地，赵金剑马上看向赵生，赵生沉默地从怀里掏出2阶母符，随即用灵力激发，母符无火自燃，眨眼间烧成飞灰。下一刻，大地突然狠狠震动起来，接着从地下深处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巨响，如同雷雨天厚厚云层里炸响的一连串闷雷。2个呼吸后，通道里陡然喷出大量灼热而酸臭的气流，气流里充满火星与灰尘。轰！与此同时，在剧烈的震动中，火焰岭缓缓传出一声悠长的笑声。笑声过后，滚滚黑烟猛然从火山口喷射出来，一道庞大黑柱笔直冲向天际。紧接着，大量红色岩浆从火山口迸发，从火焰岭山体石缝中涌出。霎时间，火焰岭上方烟火冲天，漫天黑气灰尘充斥天地间，空气里满是灼热，温度骤然升高。看到这一幕后，赵金剑不禁神情动容，眼神充满震撼。他没想到一座火山爆发竟然如此震撼人心。这时，赵生忽然开口提醒四爷做事了。哦，等赵金剑回过神来，赵生挥手连弹，12面红云帆连续飞出，插到通道口附近的地面上。接着，赵生取出小周天符盘，小周天符盘上灵光夺目，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72张2阶水雷符，并且每一张都是6叠加成。2阶真符的绘制难度比1阶直线提升，筑基修士1天下来也画不了多少张。这些年来，赵生仅将有限几种2阶真符提升到6叠之境，水雷符便是其中之一。这72张水雷符会告诉沈家筑基什么是他妈的惊喜。2人没等多久，仅仅5-6个呼吸后，通道里传来一阵衣袂摩擦声。然而临近出口时，通道里声音戛然而止。一道苍老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不用藏了，快出来吧，老夫已经发现你了。”赵金剑闻言心里一惊，正要采取行动。正在这时，赵生忽然按住他的胳膊，微微摇了摇头。2人用了隐身符和敛神符，同时特意退出一段距离，
按照常理，沈家人不可能发现他们两个，其中必定有诈。果然，后面通道里又试探了2句，这次赵金剑已经回过味来，原来沈家老货是唬人的。大长老仍然试探着，嘿嘿，你不出来，老夫就不出。来自上位出口，沈白鳌顶着一面金光甲盾旋风似的冲了出来，这一下非常突然，即便赵生也被大长老用言语骗了过去。不过呢，沈家人算计再精，也抵不过赵生几个月来精心的谋划。眼见沈白鳌已窜出2丈多远，赵生心念一动，12面红云幡无风自动，瞬间喷涌出大量粉红云雾，云雾转瞬间扩散并弥漫周围3、4丈范围。与此同时，一道赤红急如流星，直斩向沈白鳌头颅。沈白鳌脸色大变，手中灵盾陡然长大3倍，不仅完全遮住身形，更顺势挡下了赤红剑一击。不过他也被这一剑重新震回地面，落入红云阵中。红云遮住通道，却挡不住大长老的声音。哼！他怨毒的冷哼一声，道：果然有人暗害我沈家，你们是什么人？我沈家自问光明磊落，没与任何人结下深仇大恨，你们为何下手如此狠毒？而这时退回通道口的沈白鳌脸色嫣红，心头怒火中烧，大声嚷嚷道：大长老，他们是太巫山赵家，那柄飞剑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沈白鳌羞愤欲死，他们怎么能剧本不是这样的呀？应该是我们偷步，光明正大的报夺灵之仇才是。赵生和赵金剑并不知道沈白鳌内心戏如此丰富，两人对视了一眼，神情略显无奈。赵生显出身形，伸手一招，12面红云幡拔地而起，落回他的手里，随后被赵生收入储物袋里。哦，我沈家与你们赵家无冤无仇，为何要置我们于死地？大长老语气低沉，声音透过红云传到2人耳中。赵金剑一张口，正要不对，旁边赵生突然脸色微变，大声暴喝。话音未落，小周天符盘脱手即射入通道，下一瞬，赵生动念激发了小周天符盘，轰轰轰，滋滋滋，霎时间地动山摇，电闪雷鸣，通道附近10丈范围瞬间升起一座庞大雷丘，雷丘内无数蓝色闪电滋滋游走，纵横交错，充满了毁灭一切的恐怖气息。为免被波及，赵生拉着赵金剑豹退出7、8丈远，整整72张水雷符同时激发后的威力远远超出了赵生事先的预想。沈白鳌深陷其中，必死无疑，但是藏匿于通道深处的沈家大长老却不一定了。刚刚赵生之所以仓促激发水雷符，是因为他感觉沈家大长老似乎有意拖延时间，虽然一时没想通其中缘故，但赵生相信自己的第6感。哗啦！就在赵生2人注视着雷丘肆虐无双时，距离2人10几丈外的一处地面忽然垮塌下去，紧接着一道全身焦黑的苍老人影从里面冲天飞出，脚踩一柄水晶小剑，急速向远处逃窜。追！赵生脸色大变，立即放出云舟，一个呼吸后，云舟冲天而起，疾驰追向沈家大长老。云舟上，赵金剑一脸焦急地问道：冲河，我们能追上吗？赵生紧紧盯着前方逃窜的身影，肃声道：云舟遁速比助机遇器飞行还快，一定能追上他。另外，这人不敢回头与我们一战，说明已经身受重伤，这是天赐良机，我们绝不能错过。若是他逃进下方莽林里呢？莽林环境复杂，一旦被他逃进去，我们很难找到他。仿佛是印证他的话一样，前方飞窜的沈家大长老突然闪身坠落而下，而下方正是绵延不绝的山丘莽林。不好！赵金剑脸色大变，云舟船头陡然一沉，急速向下方坠去。与此同时，赵生露出笑容，自信道：放心，他逃不了的。沈家大长老一身的硫磺味，就算逃入莽林后，他竭力冲去全身气味，但只要身上残留着一丝硫磺味，就绝对瞒不过赵生的鼻子。沈家大长老逃入莽林里，转眼间消失于重重林木枝叶中。云舟冲至莽林上方，赵生和赵金剑飞快从上跳下，落到潮湿松软的林地上。2人神情警惕，神识扫遍四周，但除了繁茂的古木藤蔓与稀稀疏疏的虫豸外，周围一片死寂，竟然失去了沈家大长老的身影。怎么办？赵金剑记起赤红剑，神情焦急地问向旁边的赵生。如果让这人逃走，必定后患无穷，赵家承受不起一个筑基修士不顾一切的偷袭攻击。赵生没有说话，他抽动鼻子，迅速捕捉到空气里的硫磺味和血腥味。跟上我！话音未落，赵生身形陡然向林间东边方向爆射而去。赵金剑见状一喜，急忙追了上去。闻着空气中残留的气味，赵生一路追踪，很快就看到了沈家大长老逃窜的身影。接下来，无论沈家大长老如何隐匿身形，如何固步一阵，却始终逃脱不了身后之人的追踪。1个时辰之后，两方一追一逃，已经跑出了300多里地。在一处植被稀疏的山谷里，沈家大长老陡然停住逃窜的身形，转身目光冰冷地盯着追上来的赵生和赵金剑2人。大长老根本没问2人为什么总能追上他，这种无聊问题即便问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赵生两人迅速在3丈外停下脚步，神情非常谨慎地看着对面重伤的沈家大长老。此时，沈家大长老身上遍布焦痕抓伤，腰间竟然缺了一大块，伤口边缘参差不齐，仿佛被某种巨兽一口咬掉了似的。沈家大长老眼神无比怨毒，望着赵生两人，大吼道：“好啊，看来你们真要赶尽杀绝啊！老夫跟你们拼了！”话音刚落，一股磅礴气势从沈家大长老体内爆发而出，继而一团幽蓝灵火从其丹田突然跳出，半空中便化作一头火焰老虎落到地上。火焰老虎一落地面，周围枯枝败叶瞬间燃烧起来，火上加火，火虎体积瞬间暴涨3分，高大犹如一头巨象。天地灵火，赵生心头巨震，急速向后退去。而赵金剑更是脸色巨变，暴喝提醒道：“筑基后期，他竟然是筑基后期，只有筑基后期才可将天地灵火炼化，并收入丹田气海中。因为天地灵火已经孕育出灵性，很难被修仙者收服炼化。筑基后期与筑基中前期最大的不同，不是修为更高，而是神识与灵力已经开始初步融合，衍生出金丹境法力雏形。虽然筑基后期的灵力达不到法力之变，但也足以将灵火中的灵性炼化，最后融进自身灵力中。因而这团天地灵火无疑暴露了沈家大长老的真正实力。既然逃不脱，索性真刀真枪的做过一场。这次沈家子弟突遭暗算，近乎死绝。即使他逃过这一劫，回到家族后也是颜面扫地，威严无存。若是将眼前2位赵氏筑基全部杀死，说不定能得到2块灵地，这样沈家子弟就不是白白死了。一道剑影一闪而没，赵生身形陡转，突然偏过脑袋，一撮头发从脸颊缓缓落下。他竟然神乎其神地躲过了这蓄谋已久的一剑。无形飞剑。赵金剑吃惊地看着不远处的大长老，不但是他，连躲过一劫的赵生也是一脸的凝重。沈家大长老有些遗憾地摇摇头，本以为水晶无形剑能一击攻城，即便杀不死也能重创敌人，谁知赵家小辈反应如此之快，简直超出常理。沈家大长老将水晶无形剑召回身前，冷冷一笑道：“也罢，今日便让你等小辈明白筑基后期的真正强大之处。”虎灵上！话音未落，火焰巨虎轰然跳起，猛地扑向赵金剑。身位置，虎口大张，瞬间喷出一道融金削骨的恐怖毒火。一道赤红从赵金剑头顶急射而出，剑气森然，化作一道核爆粗的剑光，不仅劈散那道毒火，更直接斩向那头火焰巨虎。另一边，赵生见状心念一动，怀里飞出一道黝黑小印。小印陡然暴涨到房屋大小，以泰山压顶之势对准沈家大长老轰隆隆压下。哼！沈家大长老冷哼一声，手里陡然弹出一点火星，火星迎风便长，转眼间膨胀无数倍，幻化成一棵枝叶分明的火焰大树，硬生生顶住了小月印。就在这时，赵生脸色突然一变，猛然吸气，身体暴长1尺，腰围缩小3寸，下一瞬却听哧啦一声，衣衫突然裂开了一道大口子。怎么可能？大长老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要知道水晶无形剑在神识下也近乎隐形，如果神识强度不如他，根本发现不了无形剑的踪迹。要说赵家小辈的神识强度能胜过一个筑基后期，打死他也不信。沈家大长老不甘心之下，水晶无形剑再次偷袭飞斩。赵生这次躲得十分从容，这回他脸色终于变了，眼中闪过一丝慌乱。1次2次是幸运，3次却不是巧合了。此刻在另一战场上，赵金剑御使赤红剑与火焰巨虎缠斗一团，一时脱不开身。原本沈家大长老的策略是先杀死2人中的年轻人，再除去那个白头发的，哪知道他算计在精，却抵不过赵生华不溜手。也不知道赵家小辈怎么修炼的，明明只有筑基1层的修为，反应却快如鬼魅，仿佛能未卜先知一样，真正一个妖孽。大长老终于急了，先前他在火焰岭时便已身受重伤，体内灵力耗去大半，连最趁手的防御灵气也毁在那头2阶孽畜嘴下。若是短时间内杀不死这2人，最后死的一定是他。轰轰轰！沈家大长老2手连挥，6条巨大炎龙轰然飞出，声势浩大的扑向赵生。霎时间，方圆10丈内烈焰滔天，大有将赵生淹没之势。赵生骇然一笑，右手一搓，手指间5张水龙符瞬间化作飞灰。下一刻，5条腰身粗如水缸的水龙凭空出现，转瞬间融合到一起，凝成一团小山大的水球，将赵生保护在其中。嘶嘶嘶！水火轰然相撞，顿时爆炸生成大片灼热云雾，
转眼间弥散整座山谷。雾气腾腾下，视线暂时被遮住。这时，赵生眼中金光一闪，身体如游鱼般射出，迅速冲向沈家大长老。可在神识之下，赵生的突然进攻压根无法瞒过大长老，而雾气遮挡，反成了无形剑最佳的偷袭时机。大长老心里一喜，一抹无形剑影瞬间掠过赵生脖颈。然而，这一剑竟然又落空了。而这时，赵生已经七进2丈之内。速！沈家大长老体表突然浮现一层火焰光照，光照表面仿佛被雨打湿的纸不住一阵颤动，表面现出密密麻麻的细点。仔细一看，光照外有缕缕雾气迅速蒸发。赵生见状暗道可惜，千丝箭雨终究没有偷袭成功。沈家大长老脸色一变，暴退3步，看着停下脚步的赵生，气急败坏道：好，没想到虎落平阳被犬欺，你这小辈居然能将老夫逼到如此地步，难怪赵家敢图谋不轨，的确是小瞧了你等，但你们若是认为这样就能将老夫留在此地，却还差得太远。沈家大长老说完，趁机从怀里摸出一颗红彤彤的丹药吞入口中。也罢，今日大仇暂且记下，来日我沈家定要扫平你等无耻之徒。说话的功夫，火焰巨虎已然摆脱纠缠，凝化为一道火光，一瞬掠夺7、8丈远，重新没入大长老丹田里。便在这此刻，沈家大长老突然抽身后退，脚下盾光一闪，冲向天空。不好，他要逃！赵金剑暴喝道，赤红剑应声飞起，即追向大长老。赵生却没动，只是微微一笑。下一刻，一片红云蓦然从天落下，沈家大长老躲闪不及，一头撞了进去。大长老心头巨震，瞬间屏住呼吸。然而桃杖哪是这么容易被避过去的？根本用不着你呼吸，红云便如活物似的迅速从皮肤毛孔渗入进去。大长老继续飞高了2丈，忽然感觉精神一晕，眼前有绚丽幻光出现。不好！虽然他神识强大，下一秒便重新清醒过来，但在这瞬间，他子府里蓦然生出一道神秘剑光。这道剑光似真似幻，倒映在识海里，看似无害。只是转瞬间，大长老眼中剑光陡现，一阵剧痛立刻从子府传遍全身。他神识一散，身体顿时僵住了。斩！等到大长老重新恢复意识，耳边却听见斩字最后一丝余音散去，脖颈处无比剧痛。霎时间，他心头生出无比强烈的恐惧。强大的神识全力释放，横扫周边。大长老却极度惊骇地看到，一具无头身体正从天上掉入下方云雾里。而那具身体正是他的。老夫我最后竟然死在一个无名小辈的手里，我不甘啊！啪！大长老尸身跌落在赵生不远之处。赵生看到这一幕后，紧绷的心弦终于松懈下来。这时，一道剑红裹着大长老的头颅，急速穿过云雾，飞回赵金剑身边，重新化为赤红剑。赵金剑拎着脑袋，疾步走到赵生身旁，脸上止不住的狂喜：冲和，我们竟然杀死了一位筑基后期！筑基后期啊！哈哈！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赵生伸手将灵气小月印召回，又连续将跌落地上的水晶飞剑和2个储物带招到手里。扭头看了看喜不自禁的赵金剑，赵生笑了笑道：走吧，沈家最后一位大长老已死，沈家残余怕是也已经被剿灭，现在火焰岭估计也被拿下了。等等，你还忘了一件东西。赵金剑连忙拉住他。他话刚说完，大长老的尸体陡然爆起一团幽蓝火焰，火焰熊熊，转眼间将尸体烧成一团飞灰。一团幽蓝色灵火在2人眼前静静燃烧着，灵火中隐现一头老虎的虚影。赵生眉头一皱，有些为难道：四爷，这团灵火不好收啊，怎么弄走它呢？赵金剑从储物袋中取出灵火葫芦，在赵生眼前晃了晃，笑道：我正好顺手借了这个。赵生见状一拍额头，他差点把这个宝贝忘了。灵火葫芦虽然受损不轻，但收纳一团无主灵火还是绰绰有余的。一道赤红火焰从虎口射出，卷起幽蓝灵火后，迅速将其拉入灵湖里。赵金剑满意的收起灵火葫芦，接着与赵生乘坐云舟返回火焰岭。半个时辰后，火焰岭遥遥在望。这个时候，火焰岭周围100里俱被火山灰笼罩，天地一片昏暗，上空黑云滚滚，犹如末世降临。赵生玉使云舟穿过厚厚的灰色云层，降落到火焰岭10里外的一块平坦的草地上。这里是赵家早就定好的集合地点。2人刚下云舟，便被自家族人团团围住了。看着众人期盼、担忧、得意、兴奋等等不同表情，
赵金剑挥手抛出沈家大长老的头颅，高声道：“幸不辱命，沈家老儿已死！”啊！众人先是一片震惊，继而满脸狂喜。沈家大长老受首，意味着没有一个沈家人逃出升天，意味着赵家此次冒险大获全胜。更重要的是，家族竟然手握2块灵地，这一切简直如梦幻一般。赵生目光扫过众人，眉头微皱，心头略感沉重。赵家有32位族人参与了火焰岭行动，但在现场却只出现了30人，不仅有2人没了身影，还有1人落下终身残疾。赵科汝参与围剿沈家残余的带头人，他见赵生神情不悦，于是走上前劝慰道：“生死搏杀，死伤在所难免。冲和，你已经尽力了，族人死了，只怪他学艺不精，你不必太过苛责。”赵生叹道：“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不说这些了，我这里有一件宝贝，你见了一定喜欢。”赵科汝很快岔过话题，兴致勃勃道：“赵生还没开口，赵金剑却好奇地凑过来问：“什么宝贝？你们看这是什么？”说着，赵科汝小心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玉盒，又打开玉盒，放到2人面前。2人低头看去，只见玉盒里盛放着一块土灰色、头颅大小的不规则石头，石头上裂开无数小缝，小缝里窜出无数微小金色火苗，整块石头笼罩在金焰里，看上去正在不断燃烧。天地灵火，石中火，2道惊呼几乎同时响起，前一句是赵生喊的，而后面一句则是赵金剑。石中火是天地灵火中的一种，火性温顺平和，灵性纯净无瑕，是炼丹师和炼器师最喜爱的几种灵火之一。赵科汝喜不自禁道：“正是石中火，这次火山喷发，居然将它喷了出来，真是天佑我赵氏啊！不怪赵科汝这样高兴，因为整个赵家只有他最有资格炼化这团石中火。”这时赵生与赵金剑2人面色古怪地对视了一眼。赵金剑嘿嘿一笑，掏出灵火葫芦递给赵科汝，并示意他瞧瞧。然而下一秒，赵科汝突然气急败坏的大叫：“天杀的，哪个暴殄天物的老贼干的！”赵生2人见此情形，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火焰岭一战后，转眼间又过去了半年。半年来，烂桃山又有了极大的变化，旁边2座山头不提，中间的山头被规划一新。山上杂乱生长的桃树大多被移走，山间浮土败叶、杂草碎石等等脏物也通通被清理干净。半山腰产出一块几10亩的平坦土地，上面已经建立一系列崭新建筑，有3、4层的木楼，高大宽敞的石屋，甚至还有一座5丈余高的赵氏祖祠不等。再往下一点，建筑外围围着一圈3丈高2丈厚的青石墙，石墙墙体表面不时有灵光闪耀，显然上面被布置了厉害的防御禁制。而在石墙的过道上，每隔一段便摆着一架体型庞大、通体黝黑锃亮、侧形如飞翼，表面有符文闪烁的射龙弩。射龙弩上面夹载着3根弩箭，每根长度超过9尺，通常用于射杀皮糙肉厚的大型妖兽。赵家连续灭杀2个修仙家族，又暂时占据2块灵地，家族一朝暴富，出手自然变得阔绰。最先受益的是家族的修仙族人，不仅每人的灵凤生生提高了1倍，而且至少配发了攻防2件法器。另外，为了保证安全，赵家不惜血本买来一座2阶上品防御大阵小4象阵，还顺手买下5架射龙弩。石墙中间开了一座1丈宽的城门，城门连着一条2丈宽的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山下。而在山脚下有20几亩灵田刚刚被开辟出来。灵田中，赵硕满头大汗，手里挥舞着灵光闪闪的法杵，杵影上下翻飞，转眼间大块大块坚硬的土坷垃被一下下敲碎，并很快被摊平。今天早上天刚刚蒙蒙亮，赵硕就赶到灵田，一直忙活到日头快到头顶。虽然很累，但是赵硕丝毫不觉得苦，反而觉得越干越起劲。因为这片灵田中有2亩是属于他的。他虽说不是修仙者，但他儿子是呀。这2亩灵田以后就是他们家的祖传基业了。几10年后，赵硕可以很自豪地指着这片灵田，跟后代子孙们讲：“瞧，这是爷爷打下的基业。100年后，也许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子孙一定会记得，曾经有个叫赵硕的凡人老祖宗为家族立过功流过血。”赵硕干得正起劲，突然，一架木鸢从天而降，接着从上面跳下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跑到赵硕面前，兴奋地喊道：“爹，七伯要见你，你快跟我走。”年轻人叫赵玄昂，是赵硕的儿子，天生4灵根。1个月前，赵玄昂修为提升到炼气3层，于是就被派到了烂桃山。哦，玄昂，
祖老为什么要见我？赵硕听完，马上停下锄头，神情非常惊讶。赵玄昂拉起赵硕就往墓渊走，一边走一边说：“我也不知道七伯为什么突然要见你，不过这一定不是坏事。”半刻钟后，在一座石室里，赵硕见到了正在绘制符箓的赵生。稍等，赵生嘴上说着，手上笔走龙蛇，随着一遍遍反复描画，他笔下符箓表面灵光越来越夺目。片刻后，一张19叠水疗符瞬间成型，一圈圈浓烈光晕陡然从符箓表面扩散开来的。砰！赵生屈指一弹，春风化雨符疾飞出去，精准地落入赵玄昂怀里。儿，你先出去吧，我有话跟你爹说。是，七伯。赵玄昂喜不自禁地退出屋子，只剩下赵硕一个人略显紧张地站在原地，看着家族族老。赵生神识扫过赵硕身体，感应到他体内精纯雄浑的无量真气后，满意的点点头，含笑道：“果然先天大成了。赵硕，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不到50岁吧？”赵硕谨慎答道：“族老，我今年43岁。”赵生听完心里更加满意了。他取出3本册子递给赵硕，同时说道：“家族有3大先天功法，无量神功、破法9剑和云龙9变。这3本书册上记载着我对3门功法的一些改进和心得，你拿回去看看，以后若有不明白的地方，每月的今天可以来这里向我询问。”现在你可以走了。赵硕心情异常复杂地离开了石室。他真没想到族老召见他，竟然是为了传功。是的，在赵硕心中，这就是传功授意。只不过有一点他想不通，先天武者仅能威胁到炼气前期的修仙者，对筑基修士毫无威胁。可是族老为什么对武功这么上心，看上去还很重视的样子？赵生自然不会把他的真正用意告诉赵硕。不断轮回转世的好处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时间极其充裕。充裕到赵生可以试验任何一种想法，比如助推赵硕突破通神境。赵生不能保证自己每一世都能转生成修仙者，因此无论赵硕最后成功还是失败，对他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经验。而且赵生也很好奇，先天武者突破通神境后，寿元会不会大增，又能否威胁到筑基修士？无名野狐矿洞里，赵生记起灵火葫芦，一道粗如耳壁的淡紫色灵火从壶口不停喷出。此时在赵生对面不远的空中，几十粒根茎在灵火持续灼烧下，一点点的融化，并且开始有融合的迹象。时间慢慢流逝，赵生额头冒出汗水，眼神略显疲惫，但他丝毫不敢松懈，极力维持着灵火稳定输出。1刻钟后，一颗闪耀着蓝光的珠子在灵火中一边上下起伏，一边滴溜溜地转着。赵生看到这一幕，心里一喜，立即收摄灵火，将根金珠照到手边，接着小心放入身侧的灵盘上，自然冷却。此时灵盘上已经盛有一颗同样大小的根金珠。赵玄静辛辛苦苦挖矿1天，才换来2颗根金珠。但别看只有这么一点，仅1颗根金珠便能轻松卖给几百上千灵石。2刻钟后，赵生将2颗根金珠收入储物袋中，跟赵玄静打过招呼后，便离开了这里。当赵生再次现身时，已经到了火焰岭。经过大半年的喷发，这座火山释放完全不怒火，渐渐冷却下来，只是偶尔会冒出些许黑烟，但已经不影响赵家人在这里挖掘寻宝。像火焰岭这样位于灵脉之地的活火山，每次喷发后，总会从地心喷出不少灵材，多以火、金2型为主，偶尔也有土型灵材。赵生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寻宝，而是来查看挖掘进度。别忘了，火焰岭地下有一条的火脉。为了早日利用上地火，赵科汝难得主动请缨，负责火焰岭的开辟事宜。赵生落到山脚下，对准一处空地，连续打出几道灵诀。那片空地蓦然一阵模糊，随后裂开一道门口，露出后面黑漆漆的隧洞。赵生闪身进去后，门口很快弥合，此地便回刚才空荡荡的模样。一会儿后，门口再次开启，赵生从里面走出来，脸上带着些许喜色。隧道进度喜人，按照赵科汝的说法，最多半个月，地火脉就会被打通。回到烂桃山，赵生听从族人汇报，了解到山上各项事宜一切顺利后，放下心来。2日后，赵生站在山下灵田边上，看着田里绿油油的灵谷幼苗，满意的对旁边的赵玄静等人夸赞道：“很好，你们用心了，不敢受族老夸奖，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赵生点点头，正要巡视下一项产业。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随着阵阵清香弥散开来，天上忽然洋洋洒洒地飘下大片洁白灵，就好像雪一般。赵生头顶肩膀很快落满白色，他伸手接住几片灵，略显惊讶道：“咦，
白灵开了。原来又过了1年，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赵玄静附和道。赵生挥手拂去头上肩膀上的灵后，突然抬头眺望南边天际，脸上露出一丝亚色。此时遥遥看去，只见南方天边缓缓现出一道黑线，接着黑线变成一片稀疏黑云，并且渐渐向烂桃山这边蔓延过来。扑棱扑棱，赵生很快看清了，所谓的黑云真面目竟然是不计其数的鸟兽飞禽。有些飞行速度极快的蜂燕、鹰隼等等，此刻已经掠过烂桃山，向远方拼命逃去。没用多长时间，天地间响起各种各样的鸟鸣和振翅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变得十分聒噪刺耳。随着越来越多的鸟兽邀请飞过众人头顶，阳光居然被不计其数的鸟群挡住，无法照射下来，天色变得十分阴暗，如同乌云压顶似的。就在众人神情渐渐惶恐之时，天上的鸟禽数量骤然变得稀少，随着漫天鸟群飞越过烂桃山，天空很快恢复晴朗，阳光重新洒向大地。众人见此情形，大松了一口气，可赵生却始终凝望着南方，神情十分严肃。赵生顾不上视察产业，迅速返回烂桃山后，马上发出召回信息。火焰岭，赵科汝满脸震惊地望着天上飞过的鸟巢，正好一道流光从远处飞来，落入他手里。打开符箓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有事，赵所有人速回烂桃山。更金矿洞里，赵玄静看着符箓上速回2个字，表情十分讶异。烂桃山100里外的密林里，赵金剑正在驱杀一头离头妖兽，这时一道流光飞来。少顷，一道剑光裹着人影从密林中冲天而起，盘旋半圈后急速向烂桃山方向飞去。随着太阳渐渐向西方偏斜，烂桃山之外的赵氏族人陆续返回。而在这期间，天上又连续飞过2批鸟巢，和最早出现的那一批相比，后面的一批比一批规模大。期间，在第3批鸟巢过境时，有一群20余只钢爪雀突然袭击了驻地，所幸赵生早有戒备，连同族人很快扑杀了这群异界妖禽。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不对劲了。等到赵金剑、赵科汝、赵玄静等族人全部返回烂桃山，赵生立即将小4项镇威力全开，一层光照很快从石墙升起，光照表面不时浮现地、水、风、火4种幻象，而射龙弩也全部安上弩箭，射口对准天空。赵氏族人纷纷赶到墙头，严阵以待。赵生与赵金剑等人站在墙头上，神情各异地俯望山下。经过多次烧荒，烂桃山周边10里范围内早已烧成一片白地，草木荡然无存。但10里之外仍是林木荒草丛生，仍旧一副莽林荒山的未开发模样。这时候，一些野猪、兔、狐、蜥蜴等普通动物惊慌失措地从森林里逃窜出来，昏头长脑地冲向烂桃山。此时他们警惕性全无，表现得大为常理，就像是身后有无数猛兽追赶似的。赵金剑看着一只灰毛野兔一头撞死在石墙下，惊异地问道：冲河，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生看着山下越来越多的野兽现出身影，神情严肃道：不妙啊，荒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再这样下去，一场兽潮在所难免了。不用太过担心，说不定是山火引起的慌乱，过几天就平静下去了。赵科汝随口道。兽潮在南疆并不罕见，每过几十年到100年不等，南疆总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兽潮。导致兽潮发生的原因很多，大多数是天灾，如地震、山火等等，但也有少部分是由人祸引发。这个时候，赵生等人还不知道一场几百年一遇的超级兽潮正在某位化形大妖的操纵下迅速形成。兽潮规模会像雪崩般越滚越大，并很快席卷7000里荒域。赵科汝话刚说完，山下10里外的密林中接连跳出几10条半人高的妖狼。这些妖狼刚现身，便在头狼的带领下散成一大圈，一边龇牙狂叫着，一边驱赶着山下兽群向烂桃山这边逼近。这群妖狼敌意如此明显，赵心里非常意外。按照常理，只要不去招惹妖狼群，妖狼并不会对人族有这么大的敌意。我去解决。赵金剑话说完，裹着剑光飞身冲下山去，赤红剑直接杀向头狼。我也去帮忙。赵科汝见状不甘示弱，拖着灵鼎也飞下山去。区一阶妖狼群压根不是2位筑基修士的对手，3下5除2的就被屠戮一空。然而没等众人欣喜，一条腰身粗10丈余长的黑鳞巨蟒从密林里游出。他一双拳头大的蛇瞳充血，蛇心吞吐不停，豆大的蟒头对准了最近的赵科汝。与此同时，2只钢羽雕闪电般从天上急坠下来，扑向站在墙头的赵生。
下一秒却被小四象阵的防御光照弹开。刚羽雕斜振翅飞开，突然近100道尺长青色锋刃漫天袭来，转眼间将2头刚羽雕搅成2团肉泥。这些锋刃是小四象阵受到攻击后的应激反应之一，其此外，随着控制者的心意，它还有火球、冰剑、地刺等3种攻击模式。望着漫天落下的血肉禽羽，赵氏众人无不心头一凛。一场兽潮要来了吗？就在赵家不停杀死来袭的妖兽凶禽时，无数类似的情景在人族新开拓的地域上近乎同时发生。有些如赵家这样早早攻下灵地，并建立起完善防御体系的势力，情况还好，遇到妖兽动物等突然袭击时，还不至于手忙脚乱。但那些尚未攻下目标、处于僵持状态的修仙势力，形势斗转直下，腹背受敌不说，甚至遭受妖兽围攻。随着今后形势越发严峻恶劣，他们最后的下场恐怕不妙。同样在这一天，南疆荒域里一些高耸入云的险峰悬崖、毒虫妖兽遍地的荒山沼泽、人迹罕至的凶域险地里，陆续响起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吼和嘶鸣。千里黑林，一头3丈高、雄壮如山的4阶阵地妖熊缓缓从森林里走出，他身后跟着数以百计的黑毛妖熊，品阶从1阶到2阶不等。阵地妖熊突然仰头大吼，接着地面震荡不休，土层翻卷如浪涌，托起他庞大的身躯，迅速涌向100里之外的人族开拓点。在其身后，妖熊群渐渐散发着出凶残血腥气息，气势汹汹地跟了上去。某处沼泽地中，随着水面剧烈翻腾，一大片阴影很快浮现。下一刻，一颗巨大的鳄鱼头颅猛然冲出水面，接着是小山般的鳞甲身躯，而后是粗壮如柱的4肢与10丈余长的鳄尾，尾巴末端却是一颗水缸大的惨白骨锤。这头巨锤鳄寿数超过1000年，如今实力已达6阶，算得上方圆几千里最强大的妖兽。半年前，他被千幻娘娘传下一门化形功法，条件是在白灵开之时，带领鳄爪里数以万计的鳄鱼出山，杀死遇到的每一个人族。今天到了他履行承诺的时候了。一片占地近千里的火山群落中间，有一座100丈高的低矮火山，山上密密麻麻的遍布无数孔洞，不计其数的火红蜈蚣正在钻进钻出，十分忙碌。就在这时，火山顶上突然响起一声悠长的虫鸣，霎时间满山一静，继而有嗡鸣声从山体内隐隐传出，并且声音渐渐越来越大。忽然，一条条赤色虫流从山间孔洞里流出，并在山下汇成无边赤色虫海。随着数以千计的2翼火巫振翅飞起，赤色虫海分成一道道赤色洪流，在更高阶火巫头领的带领下，疯狂扑向四面八方。此刻，火巫山上空，幻娘与一位背生8翼的丑陋红脸男人并排而立。火巫妖王贪婪看着幻娘曼妙的身姿，迫不及待地问道：“奸幻，本王都按你说的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履行诺言？”幻娘娇媚一笑，道：“火巫哥哥，你太心急了，奴家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只不过要稍等1-2个月。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等到2个月后，你若不履行诺言，别怪本王踏平万古。”火巫王语带威胁道：“奴家自然不会让哥哥失望。”幻娘笑盈盈地说着，眼底里却闪过丝丝轻蔑。噗噗噗，赵硕出剑如电，道剑光挥洒而出，笼罩周边1丈范围，剑光所及之处，野鸟益虫纷纷如雨落下。他顾不上观察战果，纵身跳到儿子身旁，帮他挡下一头黑面鸮的扑击。玄昂，还能撑得住吗？赵硕刷刷几剑，搅碎10几只拳头大绿幽幽的甲虫，同时关切地问儿子：“爹，我没事。”赵玄昂说完，甩出一颗火球，烧死一群毒蝇。从妖狼驱使动物冲击烂桃山开始，赵家此后就一直没住过手，一直杀到日落西山。期间不断迎来一波接一波的袭击，有时地上的妖兽还未杀光，天上突然飞来大片大片乌泱泱的虫云，虫云里有无数稀奇古怪的妖蛊毒虫，它们往往被烂桃山散发的血腥味吸引，不顾一切地往这里落下。虫子极弱，一巴掌能拍死俩，但它们的数量太多了，真是杀完一堆又来一堆，杀到手腕酸软时，常常会生出越杀越多的错觉。然而不杀又不行，因为南疆蛊虫大多有毒，有些更是剧毒无比。有时候一只不起眼的毒虫便能轻易毒杀一位炼气修仙者。眼见太阳落山，暮色渐渐降临，赵生杀死一头斑豹后，抬头看看天上越积越厚的虫云，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虫类大多有趋光性，如果此战拖延到晚上，形势对家族更加不利。赵生迅速飞回石墙，从储物袋里掏出主阵盘，灵力神石齐齐灌入其中，阵盘蓦然大放光芒。与此同时，
半空中的防御光罩迅速凝实，原本可穿进去的妖虫立即被阻挡在外。下一秒，光罩表面突然生出无数白色火苗，疏忽白色火苗迅速膨胀成头颅大的赤火球。轰轰轰！无数赤火球激射而出，深深没入重云里面，接着轰然爆炸。霎时间，无数白色火焰从重云里迅速蔓延开来，并将大片大片的重云点燃成一团团巨大火焰，照亮了周边昏暗的天色。一次极限爆发后，防御光罩亮度很快暗淡下来，开始变得微微闪烁不稳。虽然这一击清空了大半虫子，但是赵生知道这仅仅治标不治本，用不了不久，妖虫潮就会卷土重来，因为南疆的蛊虫是永远也杀不完的。至于用战法阻挡重云进来，赵生连想都没想过。面对无尽虫潮的冲击，即使家里有灵矿，赵氏也承受不起一座2阶阵法威力全开后整天整宿的消耗呀。阵法千好万好，就是太烧灵石了。赵生一挥手，12面红云帆瞬间各自飞出，一段又一段的均匀插到墙头上。家族所有族人看到这一幕后，根本不用提醒，立即向赵生这里聚集。等到族人全部返回，赵生心念一动，红云帆无风自动，大片粉红甜腻的云雾转眼间弥散开来，笼罩了整座石墙。快撤！所有人暂时躲入石洞。赵生一声令下，所有人包括赵金剑根本不问为什么，马上抽身离开石墙，撤向石洞了。所有人都离开后，赵生关闭阵法，熄灭所有亮光，给自己加持了隐身符和敛神符后，悄悄退进一处石室里，暗中观察动静。没过多久，天上开始簌簌下起了虫雨，不计其数的虫子被陶杖散发的香味吸引，飞蛾扑火似的冲进红云里。这时候，山下聚集的野兽和妖兽也纷纷踩着尸堆冲上墙头，在置换的红云影响下，开始互相厮杀搏命，场面极其血腥惨烈。既然有如此利器，赵生为何一开始不用呢？这是因为红云虽妙，但也不是无限的。时间一点点过去，空气里的血腥味浓郁之极，而地面上的尸体血肉铺了一层又一层，越积越厚，越积越高，最后竟然与3丈高的石墙几乎齐平。与之对应的，红云也被大量消耗，云雾浓度一点点变淡变薄。等到下半夜时，陶杖气淡薄几无，失去了置换的能力。赵生悄悄召回红云帆，一看心疼坏了。这时红云帆上的红云赫然少了一大半，每面只剩下寥寥几朵。受潮还不知道持续多久，开始头一天，红云帆已经废了大半，以后有的熬了。天亮了，重云渐渐散去，活下来的妖兽寥寥无几，普通动物更是全死无全尸。一道淡淡剑影一闪而过，滋！瀑布似的血水猛地从一头双尾黑虎的脖颈处喷溅出来。这头浑身伤痕累累的妖兽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身体抽搐了几下后很快死去。噗噗噗！无形剑化为一道无形幽灵，残酷无情地收割着一头妖兽的生命。这些精疲力尽更有些伤势严重的妖兽凶禽灵绝，大不如前，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无形剑取走了性命。不过也有例外，2头2阶妖兽却躲过了一劫。一头金甲巨蟒防御力极强，竟然靠着精灵挡住了无形剑的切割，而另一头则是一只2阶风隼，它反应快如闪电，没等无形剑斩下，它嗖的一下消失不见，再现身时已经在100丈高空了。金甲巨蟒舌头高高昂起，吐着蛇信感应四周，却察觉不到赵生的存在。这头2阶妖蟒突然蛇躯一甩，粗大的尾巴砰地砸到石墙上，砰砰砰！它尾巴如神鞭，一阵乱抽，霎时间地面震颤，划出一道道深沟，天上地下血肉横飞，石墙上被抽裂开无数裂缝。一会儿后，金甲巨蟒一连摧毁了7、8座房屋，发泄了怒气后，身躯忽然伸展扭动，一瞬间风似的窜下烂桃山，3、2下便钻入无边蟒林里。过了一会儿，确定巨蟒已经离去后，赵生松了一口气，从暗处走出。先前还没发现，等到那头金甲巨蟒展露出强大的战力，赵生才赫然察觉到对方已经接近3阶，实力等同与筑基9层修士。整个赵家落在一起也远远不够看。赵生发出一道传信符后，看着眼前尸山血海般的惨烈场面，心里非常忧虑。仅仅1天，厮杀就如此激烈，后面岂不是更加残酷？最重要的是，受潮是不是已经过去了？赵生一边想这事儿，一边将一颗颗火球扔到受尸虫山上。他这是在焚烧尸体，以防血腥味扩散出去，招来更多妖兽和虫潮。片刻后，
赵金剑、赵科如领着族人迅速来到此地。在见到如此惨烈的场景后，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几个年龄小的更是脸色无比苍白，急欲呕吐出来。赵金剑等年长族人短暂震惊之后，马上也忙活起来。死去的妖兽被拖到一旁，切割下皮毛、齿爪、鳞甲、眼珠等等有用部位，剩下无用的边角料与虫尸和普通动物一块焚烧了事。不一会儿，烂桃山上黑烟滚滚，犹如火山喷发，太阳破开迷雾，渐渐升上中天。烂桃山方圆几十里，空气里充满了肉香与烧焦气味。这一天让赵生稍稍放心的是，今天的兽群规模仅仅是昨天的1/10，而虫云数量也大大减少。第3天，兽群与虫云规模又减少了许多，所有情况都仿佛向好的方面发展，就像兽潮已经过去了。第4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像是要下雨的样子。但与阴沉的天气相反，赵生心情却是非常不错。3天厮杀下来，家族仅死了1人，这大大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想。而这一切大半要归功于赵科儒。兽潮来临前的几天，赵科儒利用是中火的特性，竟然幸运地炼出了一炉生生丹。生生丹是一种2阶灵丹，主疗伤，能生提供大量纯粹的生机之力。只要没伤到神魂，肉身即便伤势再严重，也能保住伤者最后一口气不散，持续时间足足1天。然而赵生的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一会儿，很快就被天边突然显现的异象破坏了。遥望远方天际，先是显现一点淡红，接着天边变成一片赤红，随后赤色向烂桃山这边蔓延过来，漫天乌云竟被一点点淹没。